父亲，难道我的天赋和前途还比不上林家的声誉，比不上和一个废物的婚约？林瑶双目含泪，身躯颤抖地看着眼前的父亲，好似受了天大委屈。林家大堂，家主林天虹背手来回踱步，脸上满是焦躁。在他身侧，雍容华贵的夫人赵兰却是端着茶盏，语气冰冷：“老爷，您就是太心软了。殊不知大恩即是大仇。当年叶清风的确救过老爷子，可这15年来，我们林家收留他父子，好吃好喝的供着，也算是仁至义尽。老爷子仙逝已久，叶清风也失踪多年，死活不知，这份情谊早该了了。”说着，在他眼中闪过一抹狠毒之色，干脆直接派人做掉那小废物，一了百了。林天虹脚步一顿，下意识的想呵斥，但迎上赵兰那道冰冷目光后，气势不由弱了3分，只敢沉声道：“妇人之见，当年若非叶家，我林家只怕是早已覆灭。更重要的是，父亲当着全城所有大家族的面，许诺要庇护叶家遗孤，有我林家一天，就会庇护叶家父子一天。倘若叶晨莫名死在了我林府，让外人怎么看？夫人，这忘恩负义的帽子一旦被扣上，瑶儿日后去了无极宗，如何立足？”一提及爱女林瑶，赵兰讪讪闭上了口。天品灵根，何等耀眼的天赋，刚一检验出来，就被无极宗长老抢着收为亲传弟子，未来注定会成为一方巨擘。至于叶晨，不过是个灵根都检测不出来的废物。女儿如高高在上的天顶凤凰，他叶晨就是阴沟里的蝼蚁。这门婚事，他怎能同意？那怎么办？总不能真把瑶儿嫁给那废物吧？赵兰目光阴冷，态度十分坚决。林天虹长叹一声，愁眉不展。突然，赵兰却是眼珠一转，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凑到他耳边低语：“老爷，你是不是忘了，你还有一个女儿？”林天虹浑身一震，脸上闪过复杂之色，有愧疚，有追忆，但更多的是对身旁女人的畏惧。“你是说清雪？”“没错。”赵兰语气中满是厌恶，“就是那个傻子。虽然是苏晴那贱人所生，但好歹也姓林，也算是我林家的女儿。老爷子昔日只是说将林家女儿许配给叶晨，可没明言非得是瑶儿。”提到苏晴这个名字，林天虹的拳头不自觉地握了握。那是他曾经的青梅竹马，是他一生的意难平。可最终，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苏晴在赵兰的手段下香消玉殒，甚至不敢为他多说一句话。胡闹！林天虹下意识的反驳，却又毫无底气。他是个傻子啊？那又如何？赵兰冷哼一声：“废物配傻子，岂不是天作之合？用一个傻子女儿保住我林家的声誉，再为瑶儿铺平道路，这笔买卖血赚不亏。”听到这话的林天虹呼吸不由急促了3分。等他们2人完婚之后，就找个由头把他派出去。然后赵兰嘴角勾起冰冷弧度，做出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林天虹怒：“不行，万一要是泄露出去，我林家岂不是成了众矢之的，让人耻笑？”赵兰冷笑一声：“如此废物，一直留在林家，也只会滥用资源。只要此事做得隐蔽，他人如何能知？”一旁的林瑶重点头：“娘说的对，他叶晨就是要一条臭虫，就算叶家救过我们，但那又怎么样？此一时彼一时，难道为了一个废物，非要拉我和家族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吗？”林天虹神色挣扎，无奈叹息：“当年叶晨父亲对我林家有大恩，如此做，只怕是什么？此事已经过去那么久，他叶晨也在我林家白吃白喝那么多年，足够还去那份恩情了。瑶儿说的对，我们绝不能将他和家族拉下水。叶晨必须死，否则林家从此必定不安生。”赵兰眸光杀机涌动，一切都是为了林家。至于叶家恩情，大不了将他们的陵园以后好好修饰一番就行了。看着门外从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少年，林天虹眼中闪过一丝挣扎，但很快就被狠力所取代。没错，为了这个废物搭上天才女儿和林家的坦荡前途，不值得。至于清雪和苏晴，已经欠他们那么多了，那就自己下辈子当牛做马，再好好偿还他们吧。来人，去把2小姐清雪叫来，让叶晨也进来。进来后，叶晨就在角落静静地坐着，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他容貌清俊，气质沉静，一双眸子深邃无比，一点不像18岁的少年。林天虹夫妇在谋划什么他没听到，但总归不会是什么好事。自林老爷子去世后，林家人对他的态度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都不能用苛刻来形容，只能说干的尽是结仇的事，真是可笑，一群蠢货。10年前父亲失踪时，将一本破旧古籍交给了他，再三叮嘱让自己在18岁生辰前与林家女儿成婚。父亲说，这本阴阳宝典是他千辛万苦得来，为自己的6阳圣体量身定制。6阳圣体万中无一，乃天地极阳之体，倘若不能和拥有至阴血脉的林家女子双修，孤阳不存，必然会暴毙而亡。很快，丫鬟领着一名粉雕玉着的白衣少女走了进来，大堂内瞬间一静。少女约莫15、16岁，身着一袭朴素白裙，为施粉黛，却胜过人间无数绝色。一张不该存于凡世的鲜颜，肌肤胜雪，眉如远黛，唇不点而珠，就像一朵不染纤尘的雪莲，圣洁纯粹，让人只敢远观，不敢生出半点亵渎之念。唯独那双本该灵动澄澈的眸子，此刻却显得有些空洞和茫然，透着一股不谙世事般的纯真，但也更加惹人怜惜。爹，大娘。林清雪歪了歪头，声音软糯：“你们找清雪玩吗？”林天虹看都不看他一眼，
直接对叶晨道：“叶晨，瑶儿已被无极宗选中，前途无量。当年的婚约，我便做主，换成清雪嫁给你，你意下如何？”不等叶晨开口，一旁的林瑶就上前，高高在上看着他：“叶晨，我知道你很想娶我，但人贵有自知之明。如今我拥有极品天资，被上宗选中，乃是9天上的凤凰，而你天赋奇差，我们之间犹如云泥，根本是没有任何可能的。希望你不要纠缠我，明白吗？”叶晨微微皱眉，他懒得和眼前这个自负到极点的女人多说半句话。至于一旁的林清雪，则是眨着那双漂亮的大眼睛，似乎没听懂。但当他看到角落里的叶晨时，眼睛顿时一亮：“嫁给叶晨哥哥，好呀好呀，叶晨哥哥对我最好了。”少女天真的欢呼让叶晨一愣，看着对方，忍不住暗自叹了口气。这些年，整个林府也只有这个心智不全的傻姑娘会偷偷给自己送点吃的，会在自己被欺负时，老母鸡一般张开双臂挡在身前。叶晨，你意下如何？林天红死死盯着叶晨，同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叶晨身上，十分不屑。在他们看来，这个寄人篱下的废物根本没有拒绝的资格。叶晨抬起眼，平静的目光看向林清雪纯真的笑脸，心底则是默默一叹。他缓缓站起身，在林天红不耐烦的注视下，轻轻点下了头。就一下，没有言语，却胜过千言万语。好！林天红心中悬着的巨石轰然落地，迫不及待地宣告：既如此，择日不如撞日，今晚就给你们完婚。他是一刻都不想再等了。望着那个因为能嫁给自己而手舞足蹈的美丽少女，叶晨的眼神依旧平静，心底却闪过一道无人察觉的金光。林家所谓的大婚办得无比冷清，没有宾客，没有酒席，简陋的还不如寻常小民。林天红夫妇更是连面都未露，毕竟在他们眼里，傻子庶女配一个客居的废物，根本不配林家为之耗费任何心力。夜幕降临，所谓的婚房不过只是后院一间潮湿破旧的下人房，房间里连一张红纸都未曾贴上，更别提新人该有的大红喜服。叶晨和林清雪身上穿的依旧是平日里那身朴素衣衫，灯火如豆。那张歪歪扭扭的三角木桌上摆的2菜1汤是厨房剩下的残羹冷炙，这就是林家被他们的恩赐。自从林老爷子仙逝，叶晨在林家的待遇便一落千丈，他也早已习惯了这种苛待。昏黄烛火摇曳，映照出林清雪呆萌的绝美鲜颜。他似乎完全感受不到周遭的寒酸，一双纯净眸子里满是欢喜，看着叶晨，嘴角扬起一个甜甜笑窝，声音软糯的开口：叶晨哥哥，我们以后就住在这里吗？真好，呵呵，闻起来你好香呀。叶晨看着眼前不染尘埃的少女，她本该是世间最璀璨的明珠，却与自己在这阴暗角落里蒙尘，还要替姐代嫁，承受这般天大的委屈。清雪，叶晨声音沙哑，无限怜惜涌上心头，是我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林清雪眨了眨漂亮大眼睛，不解地歪了歪头，随后伸出纤秀手指，轻轻抚上叶晨紧皱的眉头，认真说道：没有呀，哥哥你很好啊，清雪不委屈。娘没有去天上的时候说过，成亲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清雪喜欢哥哥，现在成了叶晨哥哥的妻子，以后就可以永远和哥哥在一起了。清雪好开心。少女天真烂漫的话语瞬间刺穿了叶晨心房，也点燃了他心中压抑许久的滔天怒火。好一个林家，好一个林天红。叶晨深吸一口气，将所有杀意与狠戾尽数压在眼底深处。清雪，你放心，今日林家加诸于你我身上的羞辱，来日我必100倍1000倍地讨还。等我觉醒圣体，修成阴阳宝典，我定要让这青阳城乃至整个天下再无人敢轻你。如你，我发誓一定会找到治好你的办法，让你恢复心智，让你看到一个真正配得上你的璀璨光明世界。心中发下血誓，叶晨的眼神却在这一刻变得无比温柔。他伸出手，轻轻将少女揽入怀中。林清雪身体微微一僵，像一只温顺的小猫，乖巧地靠在了他的胸膛上。叶晨哥哥，我在。叶晨低头将他拦腰抱起，走向那张简陋的木床。林清雪2条白皙大腿下意识勾在了他腰间，精致面容羞红一片。两人顺势倒在木床上，叶晨右手轻轻抚摸林清雪脸颊。林清雪双手抱着叶晨结实的腰腹，微微发力，张开红唇，热烈地回应着，2条洁白的双臂轻轻勾着叶晨的脖颈。同时，桌上烛火熄去，黑暗笼罩了小屋。此时时间已经到了子时，两人水乳交融。随着一声忍痛轻呼，叶晨的身体陡然一僵，一股前所未有的灼热感自他丹田深处轰然爆发。这股热流狂暴无匹，宛如一座沉寂了万年的火山，瞬间喷涌而出，周身气血仿佛被点燃了，变得炙热无比。他的四肢百骸，每一寸骨骼也都在此一刻发出了虎豹雷音般的轰鸣。6阳圣体，传闻中此乃天地间至刚至阳的无上圣体，一旦觉醒，气血如龙，生命力旺盛如烘炉大日，拥有焚山逐海、破灭万法的恐怖潜力。18年的沉寂，只为一朝觉醒，君临天下。轰！外界的天地灵气仿佛受到了某种致命吸引，变得狂暴无比，朝着这间破旧小屋倒灌而来。这等暴躁的灵气，足以让任何一个气海境以下修士爆体而亡。剧痛席卷叶晨的识海，
但他却死守着最后一丝清明。这是觉醒的最后关头，也是唯一的转机。阴阳宝典，给我转！念头涌动，那部早已烂熟于心的双修功法，在这一刻自行运转起来。阴阳宝典仿佛无上磨盘，将那些涌入体内的狂暴灵气卷入其中。以叶晨的六阳圣体为阳极，以林清雪至阴之躯为阴极，一个完美的阴阳循环逐渐构筑而成。随着这股精纯能量通过两人最紧密的连接，缓缓在叶晨和林清雪体内流淌。此时此刻，林清雪的识海深处，一处被无尽混沌包裹着的本源空间内，某个沉睡了万古的意识，被阴阳宝典转化而至的温润能量所触动，逐渐苏醒。这股气息是纯阳本源。一个清冷淡漠、不带丝毫情绪的女声于神魂之海响起。涅槃10几年，难道终于要看破胎中之谜了吗？这意识开始迅速扩张，试图感知外界。下一瞬，他就看清了自己此刻的处境。玉体横陈，正与一名年轻男子紧密相拥，肌肤相亲，在行那男女之事。霎时间，哪怕是他那颗历经了万劫、俯瞰纪元生灭的万古地心，也不由掀起滔天巨浪。这怎么回事？他瞬间愣住了。自己是谁？曾经的9天女帝，横压一个时代，万界共尊之主。别说与男子有染，就是敢于直视他真容的雄性生灵都屈指可数。就算自己涅槃转世，可地心不改，也绝不可能与任何男子发生关系。他下意识的想要挣脱，想要一掌将这个胆敢亵渎自己洁白身躯的蝼蚁拍成飞灰。可他骇然发现，当前自己根本无法调动一丝一毫的力量，甚至连动一动手指都做不到。这具身体的掌控权根本就不属于他。尝试探查此事的记忆，却只换来一片混沌。懵了，9天女帝彻底懵了，能看、能听、能想，甚至都能清晰地感知到那种特殊滋味，却唯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眼睁睁地任由自己的玉体和那个年轻男子做不可描述之事等等。貌似主动的还是自己的身体。这强压下心中翻涌的惊涛骇浪，他迅速沉下心神，开始以大地神魂本源之力追溯这具身体的过往。当年他涅槃时，一缕真灵遁入轮回，恰好降临在了这具还在母胎之中的婴儿身上。然而这具身体的天赋实在太过逆天，乃是万古罕见的先天道胎，还在胎中便已然诞生了一缕懵懂意识。而他尽管修为尽失，但大地神魂的本质何其强大，无形中散发出的威压死死压制住了这个新生灵魂，导致其10几年来始终无法开启灵智，心智依旧停留在孩童阶段。这也是林清雪傻了这么多年的真正缘由。原来如此，女帝恍然了，但新的疑惑又涌上心头。既然自己的神魂一直在沉睡，又是什么力量将自己唤醒的呢？是那股纯阳本源。他的神识顺着那股能量的源头，小心翼翼地探查过去，瞬间便看清了那个正在与自己双修的男子。当神识触及到叶晨体内如同烘炉大日般熊熊燃烧的血脉本源时，这位曾经睥睨天下的女帝神魂巨震，比刚才发现自己尸身都要震惊。是六阳圣体？不对，不是六阳圣体，而是九阳霸体啊！如果说六阳圣体万中无一，稀罕少见，那么九阳霸体无疑是更为珍稀绝伦万倍的存在。这种只存在于最古老神话中的体质，一个纪元都未必能诞生一尊，竟就这样出现在了这么一个凡俗界域的少年身上。九阳不现，万道成空，地作玄天，只待一人。九阳霸体竟然是真的。翌日清晨，床榻上的林清雪长长睫毛轻轻颤动，缓缓睁开了大眼睛。那双原本纯真懵懂，带着一丝茫然的眸子，此刻却变了，清澈依旧，却深邃如万古寒潭，其中不见丝毫孩童般的天真，取而代之的是洞悉世事、俯瞰众生的淡漠。女帝苏醒了，她此刻也是收敛去了自身威压。毕竟如今的她和林清雪一体双魂，林清雪若死，她也活不了。而林清雪的本有意识少了压迫，同时也因为阴阳宝典双修的缘故开始恢复，故此陷入了短暂的沉睡。女帝当前彻底掌控了这具身体，她第一时间便感知到了体内变化，气血奔涌，筋骨强韧，赫然也是达到了淬体境3重地步。这饶是她曾为9天女帝，此刻心中都不由掀起一阵滔天巨浪。先天道胎，这具身体拥有着万古罕见的先天道胎，本该生而为圣，与道同尘。然而因他涅槃转世时大地神魂的威压过盛，反而压制了这具身体的本源，导致其心智不全，肉身始终处于一种蒙昧状态，无法自行吐纳修炼，这是一种先天性的不足。可现在仅仅是与那九阳霸体双修一夜，这具道胎的先天不足竟就被弥补了，不仅自行踏入淬体境，体内更是生机勃勃，仿佛挣脱了某种无形的枷锁。九阳霸体，恐怖如斯！这还不算完，女帝心神沉入识海，更是骇然发现自己那因涅槃转世又遭恐怖存在重创而布满裂痕的大地神魂，竟同样被修复了一丝。虽然仅仅是微乎其微的一点点，细若发丝，但却是一种本质上的修复。要知道，神魂之伤最是难愈，即便他巅峰时期神魂受此重创，没有万载时间的苦修，以无上神药温养，都休想恢复圆满。何况如今的他修为尽失，道伤缠身，本以为此生都将困于这残破神魂之中，再无重回巅峰之望。而现在一个区区淬体境少年，
凭借奇特体质和一步功法，竟然做到了连他自己都做不到之事，这简直颠覆了他万古以来的认知。九阳不现，万道成空，原来古老的传说都是真的。女帝心中喃喃，望向旁侧还在闭目潜修的叶晨的目光也是郑重了起来。就在这时，叶晨也是察觉到身旁家人已醒，低头看去，见林清雪睁着一双漂亮大眼睛盯着自己，脸上当即露出温柔笑容，声音中满是宠溺：“清雪，你醒了，昨晚你辛苦了，今天就好好休息，有哥哥在，什么都别想。”叶晨柔声说着，怜爱地伸出手去抚摸那张绝美脸颊。然而他的手刚刚伸到一半，眼前那张绝美无瑕的俏脸上却骤然浮现出一抹冰寒彻骨的杀意。滚！清冷如霜的斥喝声响起，紧接着叶晨只觉眼前一花，那只秀美绝伦的玉足带起沛然巨力，快到极致的印在了他胸口。砰一声闷响，叶晨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直接踹飞了出去，轰的一声重重撞在对面破旧木墙上。他摔倒在地，只觉得胸口气血翻涌，五脏六腑都仿佛移了位，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叶晨彻底懵了，捂着剧痛的胸口，挣扎着从地上爬起身，看着眼前的林清雪，他一脸难以置信。刚刚那一脚力道十足，速度快得惊人，这绝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少女能拥有的力量。更何况林清雪眸子里此刻所蕴含的威势，是叶晨从未在她身上见过的，那是一种视万物为刍狗，凌驾于众生之上的漠然。清雪，你怎么了？你……叶晨心中一紧，以为是昨晚的双修出了什么岔子，伤到了他的身体或神智，当即强忍着胸口剧痛，担忧的想要上前查看情况。可他脚步刚一迈出，一股无形恐怖气势便如山崩海啸般轰然压来。在这股气势之下，叶晨只觉得自己的灵魂都在颤栗，仿佛自身当前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娇柔少女，而是一尊沉睡了万古、刚刚苏醒过来的洪荒凶兽。更让他心神俱震的是，他从这股气势中清晰地感知到了一股与自己同根同源却又截然不同的力量波动。淬体境三重，怎么可能？你……叶晨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整个人如遭雷击，僵在原地。一夜之间，一个连武道门槛都未踏入的痴傻少女，竟也达到了淬体境三重，这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自己是六阳圣体，有阴阳宝典加成，引动体质觉醒，才有了这等修为。可林清雪又怎可能同样突破到淬体三重？在他震惊失神的一瞬间，林清雪动了，素手一翻，竟是拿起了一把不知何时放在那里的裁衣剪刀。寒光一闪，还不待叶晨反应过来，剪刀尖端已死死地抵在了他的脖颈大动脉上，肌肤处传来的刺骨寒意使得叶晨浑身汗毛瞬间倒竖。一道清冷至极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你若再动一下，本帝就阉了你。”本帝！叶晨瞳孔骤然一缩，而更让他惊恐的是，那抵在他脖子上的剪刀竟是顺着他的胸口缓缓向下滑动，方向直指他小腹之下。要不要这么吓人？这女人是来真的。他能清晰感受到那剪刀已实实在在抵在了自己的要害处，只要自己再有任何异动，他或许会毫不留情的咔嚓一下。别动！叶晨几乎下意识的脱口而出，求生欲爆棚的他立刻高举起双手，掌心向外，示意自己绝无任何威胁。他一边保持这个投降姿势，一边一步一步缓缓后退，直到后背再次贴上了木墙，与持剪的林清雪拉开了足足1丈的安全距离，才稍稍心安。惊恐过后，理智瞬间重回大脑。叶晨突然眉头一拧，死死地盯住面前那个冷若冰霜的绝色女子。那张脸明明是林清雪的脸，可那眼神、那气势、那狠辣的手段，都与他所认识的天真纯善的女孩子判若两人。叶晨一颗心沉到了谷底，有个可怕念头浮现而起：夺舍！你不是清雪，说你是谁？你把清雪怎么样了？话音落下的瞬间，叶晨不再有丝毫保留。轰！一股同样强横的气势从他体内轰然爆发，淬体境三重实力毫无保留的全开，旺盛气血在体内奔腾咆哮，化作一股灼热气浪，与对方的威压狠狠对撞在了一起。看到叶晨竟敢与自己对峙，女帝眼中瞬间燃起滔天怒火。亿万年的清白之身横压万古，俯瞰纪元生灭的无上道心，竟然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眼前这个连武道都未真正踏入的蝼蚁给玷污了，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女帝越想越气，找死！她冷喝一声，直接动手。虽然修为尽失，神魂重创，但到底是于尸山血海中崛起，踩着无数天骄妖孽的尸骨正道大地的无上存在，紧紧烙印在神魂本源中的战斗本能，就早已超脱了招式与境界的束缚。只见他手腕一抖，剪刀脱手而出，却并未掷向叶晨，而是直插叶晨身侧的木墙，封死了他闪避的路线。几乎在同一时间，他动了，身形如鬼魅，一掌拍出。叶晨担心林清雪的安危，见对方悍然出手，也是怒火中烧，不闪不避，一拳轰出。他虽只有淬体三重境界，但身为九阳霸体，气血旺盛，力量刚猛，这一拳可谓势大力沉。然而两相对撞的瞬间，叶晨脸色却骤然一变，拳头仿佛打在了一团柔软棉花上，狂猛的力道竟被对方轻而易举的一引一带，瞬间卸去7、8成。而对方看似柔弱无骨的玉掌，却在接触的刹那
陡然迸发出了一股暗劲。砰！叶晨只觉得胸口一闷，整个人不受控制的连退3步，气血一阵翻涌，他完全被压着打。女帝的战斗之能何其恐怖，根本不与叶晨硬拼力量，每一次出手都直指叶晨的关节、软肋、各大要害。反观叶晨，空有蛮力，却连对方的衣角都碰不到，只能凭借自身的强悍肉身和旺盛气血硬抗，身上很快就多处受击，传来阵阵剧痛。你到底把清雪怎么样了？说！叶晨双目赤红，状若疯魔，心中对林清雪的担忧压倒了一切。看着这个明明孱弱如蝼蚁，却依旧在自己面前龇牙咧嘴的男人，女帝心中怒火越烧越旺。然而就在此时，她神魂深处却陡然传来一阵针扎般的刺痛。叶晨哥哥，一个微弱的带着哭腔的意念在他脑海响起。就是这刹那的分神，叶晨来不及思考，身体的本能的快过大脑，猛地一个前冲，狠狠地撞入了女帝柔软的怀里。女帝脸色一变，终究是才刚掌控这具身体，方方面面都要差了点意思，根本来不及反应，只觉得一股巨力涌来，他脚下一个踉跄，被叶晨带着向后倒去。吱呀！不堪重负的木床再度发出一声呻吟，天旋地转间，两人重重地摔在了床上。而这一次位置彻底颠倒了，叶晨用身体死死压在了女帝身上，滚烫的体温隔着薄薄的衣衫传递过去，让女帝娇躯不由一僵。她更是在第一时间凭借着力量上的绝对优势，捉住了那双还在挣扎的纤纤玉手，一把将其拉过头顶，死死摁在了床板上。温热的鼻息传来，两人此刻紧紧相贴，叶晨几乎是脸贴着脸地，俯视着身下绝色女子。不过此刻叶晨显然没有心情一探身下的绝美风景。说，你到底是谁？你把清雪怎么了？屈辱，前所未有的屈辱！女帝奋力挣扎，可压在她身上的身躯重如山岳，她那足以开碑裂石的暗劲打在叶晨身上，却如同泥牛入海，仅仅是让他闷哼几声，却丝毫无法撼动他的压制。他愤怒至极，却又没有任何办法。九阳霸体，这该死的九阳霸体！女帝心中恨得咬牙切齿，哪怕现在只是刚刚觉醒，连其全部威能的1/10都未曾显露，但这具躯体所带来的纯粹肉身力量，也已达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境地。拼力量，别说同境，哪怕是领先几个小境界，他也根本拼不过。胸中杀意翻腾，他恨不得立刻动用大地本源，震碎这个蝼蚁的心脉，将之挫骨扬灰。但他那布满裂痕的大地神魂，尚需要这九阳霸体来修复啊！女帝不断的在内心中给自己做思想工作。冷静，本帝一定要冷静。本帝只是为了利用他修复道伤，为了将来能亲手斩杀当年偷袭自己的叛徒，手刃该死的域外天魔。对，就是这样。为了复仇大计，暂且忍受这蝼蚁的冒犯，不寒碜。一番剧烈的心理斗争后，女帝眼中杀意终于缓缓褪去，深深的看了叶晨一眼，随即她主动收敛了自身的神魂之力，唤醒了林清雪的意识。下一瞬，一双原本盛满怒火的眸子瞬间被一种熟悉的茫然和纯真所取代。叶晨哥哥！林清雪眨了眨漂亮的大眼睛，感受着被紧紧压制的手腕，声音软糯的开口，带着一丝委屈：你弄疼我了。叶晨整个人都愣住了，压在对方身上的动作也为之一僵。是清雪，他可以100%肯定，这是他的清雪。那眼神中的纯粹与依赖，是无论如何也伪装不出来的。可刚才那个冰冷狠辣的女人，明明虽然心中满是疑云，但看到林清雪的委屈模样，叶晨盛怒的心瞬间软了下来，下意识地松开了钳制着他手腕的大手，从他身上翻下。清雪，你没事吧？刚才叶晨关切地询问，话到一半，却又不知该如何说起。林清雪揉着自己发红的手腕，从床上坐起身，看着叶晨的焦急模样，那双恢复了些许神采的眸子眨了眨，甚是动人。叶晨哥哥，你别担心，我没事。他歪了歪头，组织了一下语言，刚刚那个不是坏人，他是风姐姐。风姐姐？叶晨眉头紧锁。林清雪点点头，将自己刚苏醒时所看到和知道的一切，用他能够理解的方式缓缓地讲述了出来。在他的身体里一直沉睡着另一个强大灵魂，那个灵魂自称9天女帝，因为涅槃转世，神魂受了重伤，才寄宿在他这里。也正是因为女帝无形中散发出的威压，导致他10几年来心智不开，一直浑浑噩噩的。而昨夜与叶晨一夜双修，不仅激活了叶晨的体质，也让他的至阴血脉苏醒，更意外地唤醒了沉睡女帝，一体双魂。听完林清雪的讲述，叶晨震惊的半天说不出话来，这也太离谱了。但紧接着他猛然反应过来一个更重要的事，当即激动地搂住了林清雪肩膀。清雪，你的心智，你不傻了，正常了。他看着眼前条理清晰、对答如流的少女，哪还是之前那个懵懂痴傻的样子？林清雪重重地一点头，脸上也是露出了开心笑容。因为叶晨哥哥还有风姐姐收敛了威压，清雪的魂魄正在慢慢恢复，所以已经清醒过来了。好，真是太好了！叶晨欣喜若狂，一把将林清雪紧紧拥入怀中。被叶晨抱着，林清雪的脸颊微微泛红，她轻轻拍了拍叶晨后背，又补充道：叶晨哥哥，你不要怪风姐姐，我能感觉到她没有坏的想法，而且我的魂魄创伤才刚刚开始恢复，不能长时间保持清醒，需要沉睡休息。话音未落，
林清雪的声音越来越小，身体软软地靠在了叶晨怀里。叶晨心中一紧，刚想说些什么，却感觉到怀中的少女身体微微一颤，随即便重新站直身体，缓缓推开了她。女帝又回来了。他理了理身上略显凌乱的衣衫，十分冷淡地瞥了叶晨一眼。事情你都明白了，你那个傻老婆没事。女帝顿了顿，抬起光洁下巴，用一种施舍般的语气说道：以后白天这具身体归本帝主导，晚上自会还他，有本帝的神魂之力滋养，每日可保他苏醒几个时辰，这对他那残破的魂魄有天大好处。说到这里，他眸中的寒意再次凝聚，冷冷地扫过叶晨。至于你，若不是看在本帝这些年无意间影响了这丫头，如今又与他一体双魂，算是欠了他一份因果。今日你对本帝如此冒犯，早就该死上10次8次了。那副我饶你一命，是你天大的荣幸的傲娇模样，使得叶晨嘴角微微抽搐。虽然心中还有无数疑问，但他还是基本上弄明白了现在的状况。清雪没事，而且因为这位的存在，灵魂在逐渐修复，这一点对他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至于代价，就是自己名义上的老婆身体里多了一个不知有多强大的神秘女帝。这叶晨感觉脑子有点乱，但总归而言，势利大于弊。他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复杂的心情，缓缓坐起身，只觉得浑身充满了爆炸性力量，四肢百骸仿佛都有暖流涌动，通体舒泰，一夜之间整个人好似脱胎换骨。这就是阴阳宝典和六阳圣体所带来的力量吗？叶晨低语，缓缓握紧拳头，咔嚓，空气中传来一声清脆爆响，一股强横力量感从掌心传来。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筋骨皮膜都在昨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旺盛气血如同奔腾的江河在体内咆哮不息。一夜之间，他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直接踏入了武道之路。自己也是淬体境3重。叶晨心头一震，脸上难掩激动之色。虽然之前不能修炼，但父亲却是早早将此方世界的武道经验告知过他。第一步便是电击3境，其中第一境为淬体境，此为武道入门，共分9重，旨在锤炼筋骨皮膜，打熬气血。此境武者气血旺盛，蛮力惊人，一拳可开碑裂石。修炼到9重圆满，肉身力量达万斤，在凡俗军队中能成为百人敌汉将。他仅仅双修一夜，就达到了寻常人需要苦修数年才能企及的3重境界。叶晨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的狂喜，思绪飞转。淬体境之后是开元境，这一境界的关键在于开辟体内元脉，元脉一开，便可引天地元力入体，化为己用，正是踏上武道之路。攻击之中附带元力，威力远非纯粹肉身可比，而能够开辟出的元脉数量，则与武者天生的灵根息息相关。灵根由低到高分为黄、玄、地、天4阶，每阶又分下、中、上3品。黄品灵根最多只能开辟1至2条元脉，终生无望气海；玄品灵根可开3至4脉，地品灵根则能开5至6脉，已是一方天才。至于天品灵根，那便是传说中的天赋了，可开7至9条元脉。林家那位天之娇女悔婚不愿下嫁自己的灵瑶，就是天品下等灵根，拥有开辟出7条元脉的潜力，才会被无极宗长老一眼相中，收为亲传。一旦元脉境数开辟完毕，便可冲击第3境气海境，将所有元脉贯通，在丹田处形成一片广阔的气海，元力储量暴涨，蓄战能力极强，可修炼真正高深的武技。气海的大小与元脉数量直接挂钩，元脉越多，气海越是广阔无垠，实力也就越强。如今的林家家主林天虹便是气海境9重强者，只差一步就能冲击更高的宁罡境了。而当年那位林家老爷子乃是货真价实的宁罡境1重强者。至于自己的父亲灵根，叶晨心神沉入体内，天品上品灵根。饶是叶晨心性沉稳，此刻呼吸也不由得急促起来。9脉之姿比灵瑶的7脉还要高出整整2个品阶，只要自己按部就班修炼，未来的成就绝对远在灵瑶之上。而天品上等灵根和他所拥有的6阳圣体比起来，又是不值一提了。就在叶晨暗自兴奋不已之际，忽然门外传来一阵粗暴踹门声，砰！本就歪歪扭扭的木门被踹得发出一声巨响，轰然散了架。紧接着，一个尖酸刻薄、十分不耐烦的声音传入进来：“叶晨，家主在大堂叫你过去，赶紧滚出来！对了，别忘了带上你那傻子老婆。傻子配废物，也算是天生一对。不过也算你小子走运，毕竟咱林家的小姐，哪怕庶出，哪怕是傻子，被你一个废物娶到，都是你赚大发了。”这声音叶晨很熟悉，是林家家主林天虹身边的一个管事，名叫林福。此人一向狗仗人势，在林老爷子去世后，没少欺辱叶晨。如今叶晨虽然名义上成了林家的姑爷，但一个废物配一个傻子，在这些下人眼中不过是更大的笑话而已。因此他的态度非但没有半点尊重，反而比以往更加嚣张了。毕竟林家作为青阳城4大家族之一，哪怕是一个看门的下人，都有淬体1、2重的修为，他们自然打心底里瞧不起连灵根都没有、手无缚鸡之力的叶晨。叶晨的眉头当即皱了起来，而他身前刚刚还一脸高傲俯瞰众生的9天女帝，
在听到这叫骂声后，清冷的眸子瞬间一眯，一股比刚才面对叶晨要恐怖100倍的冰寒杀意，刹那间弥漫了整个小屋。她堂堂9天女帝，即便虎落平阳，又岂是一个凡俗下人能够呵斥的？辱她，便是辱这具身体；辱这具身体，便是辱她9天女帝。眼看女帝那双眸子中的杀意已凝如实质，仿佛下一秒就要暴起杀人。叶晨心中一惊，赶紧一个侧步挡在了女帝身前，同时伸出手臂拦住了她。别冲动，现在还不是时候。叶晨压低声音，飞快说道：“以这位女帝陛下的傲娇脾气，外面那个狗仗人势的家伙绝对活不过3夕。一个下人教训一顿便是，不必取他性命。若真杀了他，林家正好可以借题发挥，名正言顺地对我们下死手。”叶晨的头脑无比清醒，不管是赵兰还是林瑶，亦或是林天红，他们每一个人都视自己和林家的婚约为耻辱，巴不得抓住把柄，好将自己彻底铲除。而赵兰更是视林清雪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能处置而后快。现在自己和女帝都才刚刚踏入淬体境3重，实力很是低微，远不是整个林家的对手。这时候贸然杀人，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寻死路。让开！女帝的声音冰冷刺骨，被一个蝼蚁拦住，让她心中怒火更盛。听我的！叶晨的态度却异常坚决，死死地拦在门口。给我一点时间，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但不是现在。说完，生怕这位姑奶奶一怒之下真冲出去杀人，叶晨再不迟疑，自己先一步拉开了房门，走了出去。女帝看着叶晨那略显急切的背影，凤眸中的杀意缓缓收敛。真麻烦，心中暗道一句，但也明白叶晨说的是事实。自己如今修为未复，神魂受损，修为不足鼎盛时期的亿万分之一，确实不宜在这个时候贸然大开杀戒。他冷哼一声，最终还是不紧不慢地跟在了叶晨身后。门外，管事林福正一脸不耐地靠在墙上，一见叶晨出来，脸上那股鄙夷之色更浓了。可当他看到跟在叶晨身后走出的林清雪时，眼睛瞬间就直了。今天的二小姐似乎有些不一样，虽然依旧是一身朴素白裙，为湿粉黛，但那股清冷绝尘的气质，那双深邃淡漠的眸子，竟让他看得一呆，心中生出自残形秽之感。当然，如此感觉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更加强烈的嫉妒。他上下打量着女帝，目光肆无忌惮。嘿，没想到啊，这傻子还真是个绝色胚子，可惜脑子不好使。说着，他将目光转向叶晨，脸上挂着淫邪笑容，凑上来低声问道：“喂，小废物，昨晚新婚燕尔，感觉怎么样？睡了这么个天仙似的傻子，润不润啊？”叶晨的脸色瞬间阴沉的可怕，林福却完全没有察觉，反而越说越起劲，还伸出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以后想在林府活得好点，就机灵一些，要不把你这傻子老婆晚上送我房里来，让福爷我也尝尝鲜。若是能让福爷满意，保你以后吃香的喝辣的。这也是当下人久了，心里扭曲，想着在林清雪身上找回一点尊严了。之前林清雪毕竟是家主的女儿，他们再怎么欺辱也不敢真做点什么，但如今林清雪既然破了身，他们自是不会再有什么顾忌。至于叶晨，一个废物而已，无需在意。叶晨的脸色彻底黑了下去。找死！林福见状，非但没有半分惧怕，反而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不屑地嗤笑一声：“哟呵，你个废物还敢跟我横，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看来昨晚这傻子没把你伺候舒服啊，今天火气这么大。行，福爷我今天就教训教训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话音未落，林福狞笑一声，气势猛然爆发，一拳轰出。淬体境5重，叶白见此，心中一愣。他记得很清楚，半个月前这个林福还只是淬体境4重的，什么时候突破了？看来林天红夫妇对他这种忠心耿耿的走狗倒是不吝赏赐。不过那又如何？叶晨心中冷笑，面对那带着恶风的拳头，他非但没有闪躲，反而不管不顾地迎了上去，同样一拳轰出，动作简单直接，没有任何花哨的技巧。砰！两只拳头在半空中轰然相撞，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然而预想中势均力敌的场面并未出现，在接触的刹那，林福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痛苦。他只觉得一股根本无法抗衡的恐怖巨力，如同山洪爆发般从对方的拳头上传来，瞬间摧毁了他的拳劲，并以碾压之势狠狠地轰在了他的颧骨之上。咔嚓一声骨骼碎裂声清晰地响起。啊！林福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整个人瞬间倒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7、8步开外的地上，抱着自己的右手，疼得满地打滚。他满眼都是不可置信，死死地盯着叶晨。你能修炼了？叶晨面无表情，对他的惨叫和质问置若罔闻，只是迈开脚步，一步一步地朝着地上的林福走去。他今天必须要让这个满嘴喷粪的家伙付出永生难忘的代价。看到叶晨逐渐逼近，林福强忍着剧痛，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能修炼了又怎么样？你还不是一个靠着我们林家起食的废物，连我们这些下人活的都不如！”他嘶吼着，猛地从地上一跃而起，左手成拳，摆出一个古怪的架势。我告诉你，废物就是废物，力量大有什么用？今天就让你好好看看老爷亲手赏赐我的武技。冲拳！林福怒吼一声，左脚猛地一踏地面，全身的气血仿佛在这一瞬间都被调动起来，
汇聚于左拳之上。他整个人如同一张拉满的硬弓，一拳打出，拳风呼啸，气势比刚才强了数倍不止。这一拳已经脱离了单纯蛮力的范畴。感受到那股扑面而来的凌厉拳风，叶晨心中警兆大声，赶紧侧身躲闪。轰！那狂暴的一拳擦着他的身侧而过，重重地轰在了他身后破旧的墙壁之上。一声巨响，砖石四溅，烟尘弥漫。那面还算坚固的砖墙竟被硬生生轰出了一个脸盆大小的窟窿，蛛网般的裂纹向着四周蔓延开去，仿佛随时都会坍塌。叶晨瞳孔骤然收缩，看着墙上那个触目惊心的大洞，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五品武技都这么可怕吗？在这个世界，武技的等阶由高到低分为天、地、玄、黄四阶，每一阶又分上、中、下三品。而在黄阶之下，还有一种不入流的，被称之为五品的武技。这种武技通常粗浅不堪，威力有限，是给那些毫无背景的底层武者，或是大家族中的下人修炼的。可即便如此，一部最垃圾的五品武技都能让林福的战力提升如此之多。叶晨心念电转，想到了林家的传承。据他所知，整个林家最强的一本武技也不过是一部玄阶下品武技，被家主林天洪视若珍宝，只有家主嫡系才有资格修炼。林福可不会理会叶晨心中在想什么，一击得手让他信心大增，脸上再次浮现出狰狞的笑容，随即拉开架势，将那套粗浅的冲拳使得虎虎生风，不断地朝着叶晨攻去。一时间拳风呼啸，劲气四溢。反观叶晨，瞬间被打得节节败退，很是狼狈。他空有一身蛮力，却完全不懂得如何运用，更没有任何战斗技巧可言。面对林福那虽然粗糙但却有章可循的武技攻击，他只能凭借着远超对方的速度和反应能力，一次次的惊险躲闪，根本找不到反击的机会，场面顿时变得无比被动。站在一旁的女帝看到这一幕，眉头都快拧成了一团。她简直懵了，堂堂九阳霸体，上百个纪元都未必能诞生一尊的无上道体，竟然被一个修炼着不入流武技的淬体境蝼蚁压着打，这要是传出去，简直是奇耻大辱，丢尽了九阳霸体的脸。废物！女帝心中暗骂一句，终于看不下去了。一道冰冷的神念瞬间传入叶晨的识海，放空心神，让我来。这声音在叶晨脑海中炸响，不容他有丝毫反抗。下一瞬，只见女帝那双清冷的眸子中闪过一丝金芒，正在狼狈躲闪的叶晨身体陡然一僵，他惊骇地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完全不听使唤了，一股玄而又玄的意志强行接管了他身体的掌控权。大地神识，恐怖如斯！只见叶晨的身体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险之又险地避开了林福的又一记重拳。紧接着，他非但没有后退，反而顺势前踏一步，身体微微下沉，右手握拳，以一种极其古怪而又玄奥的姿势自下而上猛然轰出大日轰炉拳。林福的攻击尚未收回，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这看似缓慢实则快到极致的一拳结结实实地印在了小腹之上。砰！林福整个人如同被一柄无形的巨锤砸中，双眼暴突，身体瞬间攻成了虾米状，一口混杂着胃液的鲜血狂吞而出，整个人直接被带飞了出去，划过一道抛物线，重重地砸在院墙的角落里，当场就昏死了过去。一招，仅仅一招，便秒杀了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林福。也就在这一瞬间，叶晨只觉得身体一轻，那股掌控着他身体的强大意志如潮水般退去，掌控权重新回归。他震惊地看着自己那还保持着出拳姿势的右手，又看了看不远处生死不知的林福，随即猛地转头，用一种看鬼般的眼神看向女帝。刚刚那是……女帝迎上他震惊的目光，嘴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随即又恢复了那副高冷的模样，用一个看土包子的眼神瞥了他一眼。地阶下品武技大日轰炉拳。这大日轰炉拳是专门为六阳圣体所创的武技，刚猛霸道，与纯阳体质最为契合。但九阳霸体只存在于最古老的传说中，哪怕是女帝手上也没有与之配套的武技。姑且先用这部武技给叶晨修炼，想要依靠叶晨来修复到伤，总得让他快点成长起来才行，不然就他这垃圾战力，说不定哪天就被人随手拍死了。女帝在心里不断给自己做着思想工作。地阶武技。叶晨闻言，心神俱震，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那可是地阶武技啊！整个林家都只有一本玄阶武技，还被当成镇族之宝。看到叶晨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女帝眼中的不屑更浓了，轻哼一声，用一种云淡风轻的语气说道：“大惊小怪，这不过是本帝手上最差的武技罢了。当年也不知是哪个圣地送来的，说是专门为六阳圣体创造的配套武技，本帝这才勉强收下。若非如此，这种垃圾，本帝看都懒得看一眼。垃圾！地阶武技，在他口中竟然只是垃圾。”叶晨闻言，嘴角狠狠一抽，但紧接着他的双眼就这么直愣愣地看向眼前女帝。这什么一体双魂，哪里是麻烦啊？这分明是一座行走的、无价的，随手就能掏出地阶武技的超级宝库啊！看着叶晨那副震惊又眼馋的样子，女帝心中升起一丝快意，但表面上依旧是那副高冷到骨子里的模样。不管怎么说，客观事实上，现在女帝和林清雪一体双魂，也就是一个人睡了林清雪，就是睡了她。再加上九阳霸体对至阴之体的致命吸引，
以及阴阳宝典双修带来的那种不是血脉相连，胜似血脉相连的亲近感。女帝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对叶晨总是不经意露出了另一面，远不只是为了依靠九阳霸体疗伤那么简单了。女帝不屑地轻哼一声，抬了抬雪白的下巴，想学？叶晨毫不犹豫，如同小鸡啄米般疯狂点头。开玩笑，这可是地阶武技，学会了，他的战力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见他如此模样，女帝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冷笑。可以，什么时候本帝心情好了，就教你一招半式。说完，他根本不给叶晨继续纠缠的机会，直接一甩衣袖，只留给叶晨一个清冷高贵的背影。叶晨见此，也只好无奈地笑了笑。反正人就在身边，一体双魂，还能被他跑了不成？这武技早晚能学到。当务之急，还是先去看看林天红找自己到底有什么事。他转过身，走到墙角那个昏迷不醒的林福跟前，眼中闪过一丝冷意，毫不客气地一把揪住衣领，将林福如同拖死狗一般拖了起来。啪！一声清脆耳光响起，叶晨直接一个大嘴巴子抽在了林福脸上，力道之大，瞬间将他从昏迷中抽醒。啊！林福痛呼一声，猛然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便是叶晨那张面无表情的脸，吓得他浑身一个激灵。叶姑爷，他也算是个能屈能伸的主，当即就换上了一副谄媚讨好的笑容，顾不上脸上的剧痛，连声求饶。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是小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您大人有大量，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少废话！叶晨眼神冰冷，声音不带一丝感情。林家主找我干什么？林福被叶晨的眼神看得心头发毛，连忙摇头道：这个小的真不知道啊，是家主一早就吩咐的，让您过去。见叶晨眉头皱起，似乎有些不耐烦，林福生怕他再动手，赶紧将自己知道的另一件事竹筒到豆子般说了出来。不过姑爷，昨晚咱们青阳城出大事了。半夜，整个青阳城突然出现天地异象，天上天雷滚滚，黑云压城，那动静就跟天要塌下来一样。最吓人的是，方圆百里的天地元力都跟疯了一样朝着青阳城涌过来。林福脸上带着后怕神色，继续说道：今天一大早，全城都传遍了，说是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异宝出世，城里几大家族都派人去查探了，气氛紧张的不得了。小的猜测，家主找您，也许和这件事有关。异宝出世。叶晨闻言也是有些发懵。昨晚他正忙着和清雪双修，然后就是觉醒六阳圣体，疼得死去活来，哪有功夫关注外界发生了什么？而且就算有异宝出世，这跟自己一个不能修炼的废物又有什么关系？林天红找自己干嘛？虽然心中充满了疑惑，但叶晨还是松开了手，冷冷地说道：带路。一直跟在后面默不作声的女帝，在听到林福这番话后，那双万古无波的眸子深处却是掀起了滔天巨浪。他心中震惊无比，九阳霸体，这有牌面的吗？他身为大帝，见多识广，自然知道一些强大特殊的体质在觉醒时会引发天地异象，这并不算稀奇。但他还从未听说过有哪一种体质的觉醒能引发方圆百里的天地元力暴动。九阳霸体比传说中还要恐怖。与此同时，林家大堂，林天红坐在主位，脸上满是犹豫之色。在他身旁，雍容华贵的赵兰用一种循循善诱的语气说道：老爷还在犹豫什么？这燃血丹给叶晨，难道还可惜了吗？林天红眉头紧锁，沉声道：燃血丹虽然能让一个凡人瞬间拥有淬体五重修为，价值不菲，但副作用……哎呀，老爷，你怎么还不明白我的苦心呢？赵兰摆出一副一切都是为了你好的模样，耐心地解释道：这丹药的药效是霸道，但代价是透支生命潜力，从此以后再也无法修炼。可叶晨本来就是个没有灵根的废物，无法修炼，丹药给他，岂不是为他量身定制？你想想，四大家族联合大比在即，我们让叶晨服下丹药，以淬体五重的修为去参加，到时候外界只会说我们林家仁至义尽，为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废墟，不惜拿出珍贵丹药助他修行，这名声传出去，对我林家是何等的好处。更重要的是，赵兰眼中金芒一闪，这也是在为我们家瑶儿造势啊！我们林家的名声越好，瑶儿在无极宗的地位就越稳固，宗门长老自然会更加看重他，这可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听到这番话，林天红原本犹豫不决的心部又动摇了。赵兰说的有道理，用一颗对自己家族毫无用处的丹药换取生育和天才女儿的前途，这笔买卖怎么算都划算。无极宗毕竟是名门正派，对于这些东西看得极重，自家只要名声好，未来瑶儿在无极宗过得就会越舒服。他拿起桌上另一个一模一样的玉瓶，问道：这颗给清雪的就没必要了吧？他一个傻子又不去参加大比。赵兰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但很快被一层虚假的温柔所掩盖。他握住林天红的手，柔声说道：老爷，你忘了燃血丹除了能提升修为，还有一丝激发神魂的微弱功效呢。我这也是想试试，万一能让清雪恢复神智，虽然希望渺茫，但总归是个机会。赵兰叹了口气，再怎么说她也是我们林家的女儿，这丹药可是我托我娘家求了好久才弄来的。林天红闻言浑身一震，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夫人。看到赵兰那故作关切的眼神，
他心中最后一丝疑虑也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无尽感动。夫人，他终于肯接受清雪了。这么多年对苏晴和清雪母女的亏欠，始终是他心里的一根刺。如今看到赵兰愿意为清雪着想，他感觉心头那块沉甸甸的巨石仿佛都轻了几分。这样自己将来到了九泉之下，对晴儿似乎也没有那么亏欠了。好，夫人深明大义，以前是我错怪你了。林天红感慨万千，他没有看到的是，身旁赵兰在低下头的一瞬间，嘴角勾起了一抹阴狠毒辣的冷笑。恢复神智，真是可笑。他比谁都清楚，染血丹的药力何其狂暴，一个傻子服下去，不死也残。至于叶晨擂台之上，生死有命，他已经暗中联系了赵家的人，让他们在大比中失手料理掉这个碍眼废物。只要叶晨一死，林清雪那个傻子就算侥幸活了下来，自己再随便找个人在旁边怂恿几句，让他去给叶晨报仇，到时候自然也是死路一条，一石二鸟，永绝后患。到那时，叶家的恩情彻底了结，林瑶的婚约再无瑕疵，他通往无上大道的路将一片坦途，而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也会被毫无迹象的拔掉。林天红夫妇二人刚刚商议完毕，大堂外便传来了脚步声。很快，鼻青脸肿的林福低着头，领着叶晨和女帝走入进来。林天红看到林福那副凄惨的模样，不由一愣，皱眉问道：“林福，你这是怎么了？被谁打成这样？”林福闻言，身体一颤，下意识地瞥了一眼身后神色平静的叶晨，心中又惊又怕。他哪里敢当着叶晨的面说实话，只能含糊其辞地躬身答道：“回家主，是小的学艺不精，刚才和族里的护卫切磋了几招，不是对手，加上小的说话又没个把门的，惹恼了弟兄，才被教训了一顿。”林天红摇摇头，也没把这点小事放在心上，只当是下人之间的争斗，挥手让他退下。林福感觉到那道仿佛能将自己看穿的冰冷目光从背后移开，这才暗暗松了口气，冷汗已经浸湿了衣衫。待林福退下，林天红清了清嗓子，换上了一副慈爱温和的长辈面孔，目光落在叶晨身上。他将桌上那2个玉瓶推到身前，装出一副为叶晨着想的样子，语重心长地说道：“叶晨啊，叫你来是有一件关乎你前程的大事要与你商议。”他先是提起了昨晚的天地异象，又说如今青阳城风云际会，周边不少势力都派人齐聚于此打探消息。为了彰显我青阳城的实力，对外进行威慑，我们林、赵、王、孙4大家族商议决定于1个月后举办一次家族弟子联合大比，让各族年轻一辈切磋交流。说到这里，他拿起其中1个玉瓶递向叶晨：“你没有灵根，无法修炼，我这个做岳父的也一直为你着急。这里是一枚燃血丹，你吃下此丹，便可很快拥有淬体5重的修为，就可去参与这次的大比了。”林天红的语气关切：“到时候你也能接触一下各方的年轻俊杰，开阔下眼界。更重要的是，无极宗长老也会前来观礼，万一他老人家看中你的心性，说不定能有天大的机缘加入宗门，帮你解决无灵根的难题。”这一番话说得情真意切，仿佛真是在为叶晨的未来殚精竭虑考虑。说完，他又拿起另一颗丹药，看向叶晨身旁一言不发的女帝，叹了口气道：“这一颗是给清雪的，此丹或许能对神魂有注意，看看能不能帮清雪恢复神智吧。哎，也算是我这个当父亲的为自家女儿尽一份心力。”说完，他将2个玉瓶都交到叶晨手中，摆了摆手道：“的丹药服下后，药力发作时场面会有些不雅，你2人就先下去，到时候时间差不多了再自行服用吧。”林天红一点也不怕叶晨不吃，毕竟这15年来，叶晨一直都是逆来顺受，从未有过任何反抗。一个不能修炼的废物，突然有了获得力量的机会，又岂会拒绝？果不其然，叶晨脸上露出了恰到好处的感激，恭敬地接过2个玉瓶，躬身道：“多谢岳父大人厚爱，小婿感激不尽。”说完，便带着女帝转身离开。从始至终，为了不露出破绽，女帝都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林天红看着她的背影，也只当是林清雪的傻病又犯了，并未多想。看着2人离去的背影，赵兰脸上露出了得意笑容，与林天红相视一眼，心中无比畅快。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一走出林家大堂，远离了林天红夫妇的视线，叶晨脸上那副感激涕零的表情便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掂了掂手中冰凉的玉瓶，冷笑一声：“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跟在他身后的女帝听到这话，清冷的凤眸中闪过一丝诧异。她侧过头，难得主动开口：“你认识这丹药？”“不认识。”叶晨摇了摇头，嘴角却噙着一抹嘲弄：“但我了解他们，以林天红的懦弱和赵兰的恶毒，他们绝不可能好心帮我提升修为，更不可能让我在4大家族联合大比这种场合上长脸。”他将2个玉瓶握在掌心，十分笃定地分析道：“所以这丹药和这场大比，两者之中必藏有着一个天大的蹊跷。”听到叶晨这番条理清晰的分析，女帝竟难得的露出了一丝赞许，虽然只是一闪而逝，却也如冰山雪莲，刹那芳华。“你倒是不傻。”女帝淡淡的评价了一句，随即给叶晨介绍起这丹药的来历。这是燃血丹，2品丹药，能强行激发人体气血，透支生命潜力，让普通武者在短时间内提升几个小境界的修为，但代价是经脉会因此受损固化，从此断绝武道之路，终生再无寸进。
2品丹药。叶晨愣了一下，他没想到林天红夫妇为了算计自己，竟然舍得拿出来2品丹药。虽然副作用很明显，但他们应该并不知道我已经能够修炼。在他们眼中，我本就是个不能修炼的废物，断绝武道之路，这个副作用对我来说等于没有，所以丹药本身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叶晨的目光陡然变得锐利起来。既然丹药没问题，那么问题就只能出在那场大比之上。不错，女帝点了点头，对叶晨的敏锐颇为认可。叶晨的思路瞬间清晰了，他们给我丹药，让我拥有淬体5重修为，就是为了让我有资格参加大比。而大比之上，拳脚无眼，生死由天，而且武者争斗，除了境界，武技也很重要。他们只给丹药不给武技，那目的就更加明确了。他们会在大比上安排人对我下杀手。这个推论一出，所有的环节便都说得通了。在擂台上光明正大的失手杀死自己，既能除掉自己这个耻辱，又能全了林家的仁义之名，对外可宣称是为了帮助废墟才给了丹药，奈何他自己学艺不精，死于非命。最主要的是，林家欠他的恩情消了，林瑶和他的因果没了，不然只要他还活着一天，就是时时刻刻的在提醒林家他们干了怎样一件缺德事，而林瑶的名声随时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如此一来，简直一石二鸟，将所有事都撇得干干净净。他们既然敢这么做，必然有十足的把握。叶晨的眼神越发冰冷，也就是说，他们安排的杀手实力最弱也得是淬体5重以上。说完，叶晨缓缓吐出一口浊气，然后转过头，就这么直勾勾地一瞬不瞬地盯在了身旁女帝身上。女帝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秀眉微蹙：“你这样看着本帝干嘛？”叶晨向前一步，站到他的面前，神情无比郑重：“请你帮我变强。”眼前这位深不可测的女帝是他目前唯一的希望。修为上不用担心，不管是自己的6阳圣体还是阴阳宝典，自己的修为在1个月内绝对能达到淬体5重，甚至更高。但是武技自己是真一点不会，光是林福用1招5品的武技就能在强过他的前提下压着自己打，就更不要说那些各个家族派出的嫡系了。不说玄阶武技，起码黄阶武技是肯定会的。听到这话，女帝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凭什么？她微微扬起雪白下巴，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反问道：“本帝又凭什么要帮你？”叶晨愣住了，他没想到对方会拒绝得如此干脆。沉默片刻，叶晨脑海中思绪飞转，讲利益，自己现在一穷二白，拿什么和一位曾经的大帝谈条件？讲威胁，那更是自寻死路。再落寞的大帝，那也是大帝。且这位现在和清雪一体双魂，鬼知道自己得罪了他，他会不会因此迁怒清雪？看着女帝那张冰冷绝美的脸，忽然一个念头闪过脑海。叶晨深吸一口气，迎着女帝的逼人目光，一字一句无比认真地说道：“因为只有我变强了，才能保护清雪。”他顿了顿，看着女帝那微微变幻的眼神，又补充了一句：“也才呢，保护你。”此话一出，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女帝那万古无波的地心，竟在此刻被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搅起了一丝涟漪。保护自己，自己是谁？是曾经横压一个时代、万界共尊的9天女帝，需要一个区区淬体境的蝼蚁来保护？这简直是他亿万年来听过的最荒谬，也最让他心头莫名一颤的话。一抹极淡的红晕不受控制的从他雪白的脖颈蔓延至耳根，让那张冰山般的绝美俏脸上平添了几分动人色彩。谁要你个蝼蚁保护？女帝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瞬间炸毛，声音都比平时高了几分，以此来掩饰自己那刹那的失态。她别过头去，不再看叶晨的眼睛，虽然面上依旧是一副不屑到极点的模样，但语气却明显软化了下来。不过看在你如此诚恳求本帝的份上，本帝就勉为其难的指导你一下。说完，他立刻迈开脚步，扭头朝着2人之前居住的那个破旧小屋走去。叶晨看着那略显仓促的背影，当下也不再耽搁，赶紧迈开步子，快步跟了上去。回到了那间破旧小屋前，院子里，女帝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来。此刻的她已恢复了原先清冷孤傲的模样。你之前见到的那一招，名为大日烘炉拳。女帝负手而立，开始为叶晨解释这套武技的来历。这部武技是上一个纪元一个名为烈阳圣地的小宗门所创，那个圣地不在你们这方贫瘠世界，创下这套拳法的人是个6阳圣体。以他当时的资质，在我那个时代勉强算得上是一个人物，陨落时候应该有个尊者境修为，太久了记不清了。女帝的语气轻描淡写，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这是在他陨落后，他所在的宗门为了寻求本地庇护，主动献上来的。整体其实是一整套武技，名为6阳焚天典，最强的招式品阶早已超越天阶，以你现在的境界还远远接触不到。现在本座先传你大日烘炉拳，这只是6阳焚天典中一式杀招的简化版，原版的大日烘炉拳乃是地阶武技，你用不了。等你什么时候踏入了气海境，本帝再传你原版。这里女帝没有提6阳焚天典中专门的修炼功法，叶晨的阴阳宝典要比6阳焚天典强一点，而且就连女帝自己也有些看不清这一功法的底细，怕是大有来头。再者，修炼6阳焚天典有点浪费叶晨的9阳霸踢了，
六阳圣体比起九阳霸体，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倒是阴阳宝典中正平和，一阴一阳，对叶晨大有好处。最强的招式品阶超越天阶。叶晨闻言，心神俱震，但更让他震惊的是女帝口中那个和他一样的六阳圣体。尊者境，叶晨忍不住开口询问：“那是什么境界？”我只知道宁刚境之上还有化灵境，他从未听过这个境界。哪怕女帝说的轻描淡写的，但他还是能感觉到，这绝对是一个远超宁刚、化灵的无法想象的恐怖境界。而且这么强大的存在，竟然也会死。女帝闻言白了他一眼，眼神中满是对土包子的鄙夷。那些境界离你太远，如同天堑，现在别想那么多，对你没好处。他没有过多去解释，而是话锋一转，仿佛猜到了叶晨心中所想。至于他为什么会死，女帝的凤眸中闪过一丝追忆。征地之路，要么成帝，要么死，没有第三条可走。叶晨闻言瞬间愣住了。征地之路，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身前女帝，她自称大帝，定然就是成功登临帝座的那个人。而那个与自己同为六阳圣体的强者女帝，看着叶晨的表情，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补充了一句：“他虽然也是六阳圣体，天赋不错，但比起本座，终究还是差了点，所以他死了。”平淡的语气却让叶晨莫名觉得脖子一凉，自己这六阳圣体好像也不是那么强。看到叶晨陷入了自我怀疑，眼神变幻不定，女帝只是冷哼一声，却也没有点破他其实是万古难见九阳霸体的真相。有些事情让他自己去发现，比直接告知要好得多。适当的压力才能更快地催生出强者。当即不再理会叶晨的胡思乱想，自顾自地开始讲解起大日烘炉拳的修炼法门。凝神，女帝清冷的声音瞬间让叶晨清醒过来。大日烘炉拳的核心乃是引动天地至阳之力，以自身气血为引，模拟烘炉大日，熔炼万物。其真意不在于形，而在于势。完整的大日烘炉拳共有9式，一拳强过一拳，9拳合一，可焚山煮海。但以你现在的境界，连皮毛都接触不到。这简化版只有3拳。女帝伸出3根纤秀如玉的手指。第一拳，晨曦，取旭日初生，紫气东来之意。拳势平和，却暗藏生机与锋芒，讲究一个运字，可淬炼气血，夯实根基。第二拳，烈阳，取烈日当空，普照大地之意。拳势霸道，大开大合，讲究一个爆字，一拳打出，气血如烘炉爆发，威力至刚至阳。第三拳，焚天，取大日西沉，燃尽天际之意。拳势诡异，将所有力量凝于一点，讲究一个寂字。此拳一出，万籁俱寂，所有生机都将被焚烧殆尽。听着女帝的讲解，叶晨心神激荡，仅仅是听着描述，他就能想象到这3拳的恐怖威力。以你如今区淬体境的修为，连元力都未曾引动，只能勉强学习第一拳晨曦。女帝的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屑，等你什么时候踏入开元境，开辟元脉，能够引动天地元力了，再学后2拳吧。叶晨心中再次一震，林家的那本玄阶下品武技，据说任何人拿到手都能修炼，而这大日烘炉拳的简化版，竟都还有如此之多的境界限制。仅仅是第一拳淬体境就只是能勉强修炼，而后面的招式更是要求开元境，不愧为地阶武技，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强大得多。他立刻收敛心神，将所有的杂念抛诸脑后，全神贯注地听着女帝所说的每一个字。看好了，这具躯体太弱，本帝也只能勉强演练一遍。女帝娇喝一声，随即摆出一个起手式，随着她动作的展开，整个人的气势却陡然一变。此刻她根本不再是什么娇柔少女，而是化身为一轮初生朝阳，一股温暖而又充满无尽生机的权益弥漫了整个小院。她的动作很慢，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地展现在叶晨眼前，从气血的搬运路线到肌肉的发力技巧，再到权益神韵的凝聚，都毫无保留。叶晨的双眼一眨不眨，将这一切死死地烙印在脑海之中。一遍演练完毕，女帝收回权势，再次恢复了那副清冷的模样。自己练，丢下3个字，她走到一旁，抱臂而立，不再言语。叶晨深吸一口气，闭上双眼，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刚才女帝的每一个动作。片刻之后，他猛然睁开双眼，开始模仿着练习起来。一开始，他的动作无比僵硬，气血运转也处处滞涩，打出的拳头软绵绵的，毫无神韵可言。但很快，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随着他一遍又一遍的练习，九阳霸体的恐怖之处开始显现。他对那股至阳拳意的领悟速度快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许多常人需要数日甚至数月才能想明白的关窍，几乎是心念一动便豁然开朗。原本滞涩的气血也开始按照那路线奔腾不息。仅仅1个上午的时间，当叶晨再次一拳打出时，他的拳头上已经带上了一丝淡淡的如同晨曦般的温暖拳意。大日烘炉拳第一式晨曦已然入门。站在一旁的女帝看着这一幕，心中早已是掀起了滔天巨浪。她原本以为叶晨就算天赋再好，至少也需要3-5天才能勉强入门，可现在1个上午，这已经不是天赋可以解释的了，这是道体本身的碾压。九阳霸体当真恐怖如斯。虽然心中早已是惊涛骇浪，但女帝脸上依旧是那副不屑一顾的傲娇高冷模样。瞥了一眼收拳而立，气息略显不稳的叶晨，淡淡的评价道：勉勉强强，
算是有点天赋。叶晨闻言备受打击，原本以为自己一个上午就将第一拳入门，如此速度，不说惊世骇俗，至少也能让这位眼高于顶的女帝陛下夸上一句了吧？没想到换来的评价竟然只是勉勉强强。他不服气地问：“那你当年学这个用了多久时间？”女帝闻言，用一种看白痴般的眼神望着他，语气里满是不屑：“看一眼就会的东西，还用学？”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而且本帝自创的地术比这种垃圾武技强上不知多少倍。”叶晨瞬间愣住，随即双眼再次放光，满是眼馋。自创地术，那该是何等毁天灭地的存在？女帝似是看穿了他的心思，轻飘飘地瞥了他一眼：“想学？”叶晨下意识地点点头，境界太低。女帝毫不留情地吐出4个字，眼神中的鄙视之意几乎要化为实质，深深地刺痛了叶晨的内心。叶晨感觉自己的心灵受到了成吨的暴击伤害，深吸一口气，强行将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压下，又正经回来，说出了自己修炼时遇到的问题：“我修炼这大日烘炉拳时，总感觉缺少了些什么，而且每次练完后都觉得周身气血翻腾，有种难以控制的感觉，这是怎么回事？”听到这个问题，女帝的神色才终于严肃了一点。她开口解释道：“人体本身讲究一个阴阳平衡，你乃是天生至阳，但是孤阳不长，这便是你18岁之前若不与至阴血脉交合，便会爆体而亡的原因。”女帝看着叶晨，继续说道：“大日烘炉拳本身也是一部至阳至刚的武技，你如今修为境界不够，只是区淬体境，连天地元力都无法引动，强行修炼这部武技，哪怕只是简化版，也会过度引发你体内的至阳气血，导致阳气过盛，阳至极为暴，狂躁难安，你的气血因此变得狂暴，自然就难以控制了。”说到这里，女帝的语气变得有些危险：“若非如此，你以为本帝为何说要等你踏入开元境后，再传你后2式？按照正常情况，以你淬体境的修为，别说练成，你修炼完第1拳晨曦，就该因为阳气过盛，气血失控而爆体身亡了。哪怕是现在刚入门的情况下，这第1拳，你若是敢多用几次，下场也是一样。除非你等到开元境再修炼第1拳。”轰！女帝的话如同一道晴天霹雳，在叶晨的脑海中轰然炸响，他脸上的喜悦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煞白，冷汗唰的一下就冒了出来。爆体而亡，自己辛辛苦苦练了半天，结果练成之后多用几次自己就要爆体而亡。他一脸惊恐地看着女帝：“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不早说？”女帝依旧是那副事不关己的冷淡模样，还理直气壮地反问了一句：“你先前也没有问我呀？”一句话直接把叶晨噎得半死。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骂娘的冲动，赶紧追问道：“可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这才是眼下最关键的。”“有。”女帝点了点头：“适合你的有一种2品丹药，名为冰心玉露丸。此丹以极寒属性的灵药为主材，药性阴寒，可以中和你体内因修炼大日烘炉拳而产生的过剩阳气，调和阴阳。只要能弄到此丹，便可一次性解决你目前隐患。”冰心玉露丸2品丹药。叶晨闻言，刚刚燃起的一丝希望瞬间破灭，整个人都懵了，脸上满是苦涩。2品丹药，那是什么概念？在这个世界，能够成为炼丹师的人本就是凤毛麟角。炼丹师的修炼条件极为苛刻，不仅需要武者自身具备火属性灵根，还需要强大的精神力来控火和感知药材的变化，两者缺一不可。因此，炼丹师的地位无比尊崇，数量也极为稀有。一名正式的1品炼丹师，其地位甚至比您刚进强者都高。而2品炼丹师，放眼整个青阳城乃至周边的几个城池，都屈指可数。想要炼制2品丹药，不仅需要2品炼丹师出手，还需要各种珍稀灵药，并且成功率还不高。这样一枚丹药的价值，简直无法估量。别说现在的他，就是对现在的林家而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也是为何林天红和赵兰对那2枚燃血丹那么重视。看着叶晨一副绝望样子，女帝反倒是愣了一下，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丹药为什么要找别人炼？你自己不就可以？”叶晨再次懵了，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满脸的不可思议。女帝解释道：“寻常炼丹师之所以稀有，是因为他们需要同时具备木、火2种属性。木生火，火炼丹，两者都属阳。而你乃是天地至阳之体，天生就是最顶级的炼丹炉鼎和火源。只要再辅修一门火属性神通，待你踏入开元境，能够掌控元力后，炼制丹药对你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叶晨听完，非但没有高兴，反而更加绝望了。我能不能活到开元境还两说，而且我根本没人教，哪里会炼丹？谁说让你现在就炼制2品丹药了？女帝白了他一眼，继续说道：“可以先配置一种不入品的药液，名为百草中和液，虽然无法根治，但也能暂时缓解你体内的狂暴气血，让你不至于立刻爆体。等到你踏入开元境后，再正式炼制冰心玉露丸不迟。到那时，此丹不但能帮你彻底解决隐患，更能借助其阴寒药力，反过来淬炼你的肉身，修炼大日烘炉拳后2式也将再无后顾之忧。否则，就算你侥幸踏入开元境，修炼烈阳和焚天，下场也会和现在一样。除非你等到气海境再修炼。至于炼丹师的传承，女帝的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本帝虽然不是炼丹师，
但当年那个陨落的六阳圣体是，而且他还是那个时代天地间都屈指可数的9品炼丹大宗师，而他毕生的炼丹传承，从1品到9品，所有的丹方、心得、手法都记载在那部《九阳焚天典》之中。轰！这个消息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震撼。9品炼丹大宗师的全部传承，叶晨的大脑一片空白，他甚至无法想象那到底代表着何等恐怖的价值。当即猛地抬起头，死死地盯住了眼前的女帝。看着叶晨那副样子，女帝那万年冰封的脸上竟破天荒地露出了一抹笑意，甚至没忍住轻笑出声，笑声清脆如银铃，悦耳动听，让整个萧瑟的小院都仿佛明亮了几分。虽然和林清雪共用一个身体，但是不知为何，女帝和林清雪的声线一点也不一样，此时听起来也是别有一番感觉。想学啊？女帝明知故问，眼波流转，带着一丝戏谑。叶晨再次如同小鸡啄米般疯狂点头，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然而女帝接下来的话却像一盆冷水，直接从他头顶浇下。不过本帝可不是炼丹师，以前都只有那些所谓的炼丹宗师求着把丹药送给本帝的份，我对这种烟熏火燎的杂活没半点兴趣。叶晨瞬间懵逼了，他呆呆地看着女帝，嘴巴半张，半天没合拢。那你刚才说那么多，又是9品丹道大宗师，又是毕生传承的，是在耍我玩吗？看着叶晨一副从天堂瞬间掉到地狱，呆若木鸡的滑稽样子，女帝也不再逗他，收敛了笑意，神色恢复了些许郑重，缓缓抬起一根纤秀白皙的玉指。当年那个六阳圣体死前曾求本座，若是有缘帮他寻一个传人，免得他这一身炼丹术就此断绝，这是他毕生的炼丹心得，本帝现在便将其封印在你的识海中，随着你炼丹水平的提高，后续的传承会慢慢自行解锁。话音未落，他那根玉指已经轻飘飘地点在了叶晨眉心。嗡！叶晨只觉得眉心一凉，紧接着一股浩如烟海、磅礴无边的信息洪流，如同决堤的江河，轰然涌入他的脑海。无数玄奥的丹方、晦涩的药理、精妙的控火手法，仿佛亿万星辰在他的识海中炸开，随后又瞬间隐去。这也是怕叶晨实力太弱，瞬间被这些知识给撑炸了。他当年还留下了一缕太阳真火的火种，那也是世间最顶级的异火之一。不过那火种并不在此见。女帝的声音继续响起，带着一丝淡淡的傲然。本帝现在传你一门神通，名为三昧真火，你若是能炼成，在此方世界想来也没有什么火焰能够与之比拟了。他又补充了一句，语气变得很是严肃，记住，这是神通，不是武技。在你配好百草中和液，能初步平衡体内阳气之前，三昧真火不能碰，否则你会死得比炼拳还快。神通？叶晨脑中一片混沌，下意识地问，这个词他还是第一次听说。女帝却没有解释，只是再次伸出玉指，又一次点在了他眉心。这一次涌入他脑海的是一篇更加玄奥晦涩的经文。做完这一切，女帝才收回了手，转身朝着屋内走去。本帝要打坐调息，恢复神魂，有事没事都别来打扰我。他丢下一句冷冰冰的话，身影消失在了门后。接收完炼丹师的传承，你就自己想办法去弄药材，配制药液吧。见女帝进了屋，叶晨也知趣的没有多问了。这位姑奶奶现在是自己最大的靠山，可不能得罪。当即他就在院中空地上盘腿坐下，迫不及待地将心神沉入脑海，开始查看那份浩瀚的炼丹传承。传承的最前端是一段关于一品炼丹师的详细信息，里面并没有太多高深东西，更多的是一些基础的炼丹手法、控火技巧，以及对各种基础药材药性的辨别和处理方法等基础。叶晨很快就在这部分传承的末尾找到了百草中和液的方子。百草中和液，5品药液，功效抵百草之性，中和体内过剩之阳气，调理气血，安抚经脉。主材冰灵草10年份，寒檀铁精，月见花腐材，金星莲子，三叶草，甘露藤，共计17种。配置之法，方子后面还详细标注了每一种药材的配比，以及处理时需要注意的各种细节，其精妙程度远超叶晨的想象。原来如此，叶晨看完之后也是明白了。这百草中和液虽然只是不入品的药液，但其配置过程依旧需要对药性有精准的把控，繁琐至极。不过胜在只是繁琐，不需要使得所有药性融合，这也是为何百草中和液效果不好，达不到一品丹药的原因了。一旦能调动元力，以自身元力为引，催发药性，使其融合，那就能够使百草中和液融合成丹，效果成倍提升，而这就成了一品丹药——百草中和丹。哎，淬体境调动不了元力，当真是无奈啊！叶晨苦笑一声，看来在突破到开元境前，自己是别想正式踏上炼丹之路了。放下炼丹传承，叶晨将心神转向了那篇名为《三昧真火》的神通法门。与炼丹传承不同，这篇神通的文字虽然不多，但每一个字都仿佛蕴含着大道至理，深奥无比。所谓三昧，指的是人之精、气、神。三昧真火神通便是要以自身为鼎炉，点燃这3把无形之火，最终炼出焚天煮海的无上真火。以叶晨现在的境界，神魂孱弱，元气未生，只能勉强看看第一重，点燃金之火。而这金之火燃烧的便是武者自身最本源的气血精华，一旦炼成，
便可从体内生出一缕真火。此火不仅能对敌，更能反过来用以熬炼自身，焚去肉身杂质，起到精炼体魄、纯化气血的奇效。如果拿来对敌，其威力更是恐怖绝伦，远非一般火焰能比。哪怕只是最初使的金之火，一旦沾染，便如枯骨之躯，不将敌人一身精血烧干，绝不熄灭，恐怖如斯。叶晨看完介绍，心中只剩下这4个字：这神通的霸道与强大，简直超出了他的想象。但紧接着，他又是一阵苦笑。三昧真火同样是至阳至刚的火焰，自己现在体内阳气本就难以控制，再去点燃这燃烧气血的金之火，无异于火上浇油，绝对要落得当场暴毙的下场。看来眼下唯一的路，只有先去想办法弄到配置百草中和液的药材了。叶晨叹了口气，从地上站了起来，只是不知自己身上的钱还够不够用。父亲失踪前曾留给了他一个包裹，里面有100两银子。这些年，哪怕在林家受尽欺辱，食不果腹，他都将这笔钱当作最后的退路，一直没舍得动用。如今是时候了，先去房市看看行情吧。另一边，林福捂着剧痛的脸颊和骨折的右手，狼狈不堪地从林家侧门溜了出来，眼中更是充满了怨毒。回头看了一眼气派的林家大宅，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径直朝着青阳城西的方向走去。青阳城地域广阔，以城主府为中心，划分为东西南北中5个区域。居中区域是4大家族中最强的王家地盘，王家底蕴深厚，不仅家主王腾是与林天洪同境界的气海境9重强者，更重要的是，族中还有一位货真价实的宁刚境一重太上长老坐镇，这也是王家能稳坐4大家族头把交椅的根本原因。城南是赵家地盘，城北则是孙家的，这2家实力相仿，最强者也都是气海境9重。而林家位于城东，在林家老爷子这位宁刚境强者还在世时，林家尚能与王家分庭抗礼，掰一掰手腕。但老爷子先逝，林家便青黄不接，声势日渐衰落。如今在4大家族中已然是敬陪末座。至于城西，则是4大家族默认的3不管地带，也是青阳城房市所在地。这里龙蛇混杂，三教九流，各种见不得光的交易和勾当大多发生在此。林福对城西的路显然极为熟悉，他7拐8绕，避开人流，最终来到了一处普通宅院前。他简单整理了一下，抬起完好的左手，按照某种特定的节奏轻轻敲了敲门。吱呀，很快门开了一道缝，一个满脸横肉，左边脸颊上斜冠着一道狰狞刀疤的壮汉探出头来。看到门外是林福，他先是一愣，随即立刻堆起了谄媚笑容。哎呦，福大爷，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请进，快请进。刀疤脸一把拉开大门，将林福迎了进去。林福冷淡地点了点头，背着手，一副大爷派头的走进了院子。这院子不大，但角落里摆放着刀枪剑戟等各种兵器，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刀疤脸关上门，搓着手跟了上来，小心翼翼地问道：“福大爷，今天过来是有什么事要吩咐小的？”林福转过身，阴冷目光落在了刀疤脸身上。王德发，小的在。被叫做王德发的刀疤脸连忙躬身应道。林福从怀里摸出一张50两银票，丢在了石桌上，声音阴沉地说道：“给你个发财的机会，给本大爷杀个人。”王德发看着那张银票，眼睛一亮，但听到杀人2字又有些迟疑。林福将他的表情尽收眼底，冷笑一声：“事成之后，我再给你500两，足够你拿着钱远走高飞，离开青阳城，换个地方当个富家翁了。”500两，王德发的心脏猛地一跳，呼吸都变得急促几分。500两银子够他在小地方买房买地，娶个老婆，舒舒服服的过好几年了。他立刻将所有的迟疑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脸上露出了贪婪表情。福大爷，您吩咐，别说杀1个，就是杀10个，小的也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看到王德发这副上道的模样，林福满意点了点头。这些年，他作为林天洪的心腹走狗，明面上是林家的管事，暗地里却帮林家干了不少见不得光的脏活累活，自然也结识了不少城西地界的三教九流。这王德发便是其中之一。此人实力不高，但为人机灵，手脚麻利，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帮他搜罗青阳城周边那些长得有几分姿色的农家女子，用以讨好林家那位大少爷林峰。林峰是林天洪的独子，赵兰所生，也是林瑶的亲哥哥。他身负玄阶上品灵根，天赋还算不错，只可惜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整日流连于秦楼楚馆，最爱干的就是些逼良为娼的龌龊事。不过林家作为青阳城大家族，这点小事自然算不得什么，甚至于在青阳城几个家族的2代圈子里，林峰还因此被传为美谈。都说林家大少酷爱美人，常言道女孩都是水做的，不似男人般泥泞。在纨绔圈子里，他还被当成了一位懂得附庸风雅的人物。王德发自然也知道这些，他眼珠子一转，自以为猜到了事情的始末，当即谄媚地说道：“福大爷，莫不是哪个不长眼的惹到了咱们大少爷？”林福闻言脸色一沉，冷哼一声：“不该问的别问，不然小心你头顶脑袋。”王德发被他这阴冷的眼神看得心中一寒，当即乖巧地闭上了嘴，连连点头称是。他虽然看不上林福的为人，但也不敢得罪王德发。自己不过淬体境6重实力，在城西这片地方也算不得什么。不过他手上掌握着一门不入流的武技，
一套名为披风三叠浪的刀法。凭借这套刀法，再加上他常年刀口填写得很辣劲，就算对上没有功法的普通淬体境9重武者，他都有信心斗一斗。毕竟淬体境主要还是以肉身力量为主，境界上的差距并不会拉开无法弥补的战力差，更多的时候比拼的还是对敌经验和武技强弱。看到王德发变得老实，林福才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将那张50两银票推了过去。这是定金，这段时间你就候在林家周围，等我消息，目标一出现，我会让你动手的。是，福大爷您放心。王德发连忙将银票揣进怀里，记住手脚干净点。林福最后警告了一句，这才转身朝着院外走去。王德发一路点头哈腰，恭恭敬敬地将林福送出了大门，脸上的谄媚笑容直到林福的身影消失在巷子口才缓缓收敛。他朝着林福离去方向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低声咒骂：呸，狗仗人势的东西，一个淬体5重的废物，在老子面前装什么大尾巴狼。骂完又想起那承诺的500两银子，脸上的不屑瞬间又消失了，摸了摸怀里银票，嘿嘿一笑，等拿了钱，老子就远走高飞，到时候天高任鸟飞，谁还管你林家是什么东西。对于去房氏，叶晨是不敢大意的，他的废物名号在青阳城里不算小，不少人都认得他这张脸。若自己大摇大摆去房氏购买药材，消息传到林天洪夫妇耳朵里，必然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回到屋里，找了一顶破旧斗笠戴上，又用一块灰布蒙住了半张脸，将自己乔装打扮了一番后，这才揣上那100两银子，悄悄地从后院溜了出去，一路避开主街，穿过几条小巷，他很快便来到了三教九流汇聚的城西房市。这里的景象与城东的整洁截然不同，真贵啊！这还仅仅只是配置一种不入品的药液而已，就花掉了这么多，实在无法想象那些真正的炼丹师动辄就要炼制1品、2品甚至更高品阶的丹药，又是怎么撑得起如此高昂的恐怖消费的？炼丹果然是最烧钱的行当。买齐了大部分药材后，叶晨又去铁匠铺花了几百文钱买了一口半人高的大铁锅，他将所有东西都装进大铁锅里，这才一路小心翼翼地背着回了林家。回到破旧小院，他看了一眼那扇紧闭的房门，能感觉到里面的气息平稳悠长，知道女帝在闭关调息，便没有去打扰，直接在院子中央架起那口大铁锅，找来一些干柴，生火开始熬药。叶晨严格按照百草中和液的配置方法，一步一步的操作，先加水，然后按特定顺序在不同的水温下将一包包药材投入。随着时间推移，锅里的水开始沸腾，各种药材在高温下逐渐融化，散发出一股极为古怪的味道，像是百草腐烂后又被烧焦了一般，闻之欲呕。半个时辰后，当最后一种药材也投入进去，原本清澈的水已变成了一锅黑乎乎、黏糊糊，还冒着诡异气泡的不明液体。叶晨看着锅里这卖相极差的东西，彻底懵了。这对吗？他心中直犯嘀咕，这玩意儿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喝的呀，是不是哪个步骤搞错了？有心想去问问屋里的女帝，但一想到他之前的警告，又没赶过去。不管了，叶晨一咬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干脆先试试。叶晨找来一个破碗，忍着那股恶心的味道，从锅里舀了一碗黑乎乎的药液，屏住呼吸，眼睛一闭，脖子一仰，咕咚一声，直接将那碗味道怪异的液体灌进了肚子里。药液入喉，冰凉中带着苦涩辛辣的复杂味道瞬间在口腔中炸开，顺着食道滑入胃中。紧接着，一股清凉气息从腹部升起，迅速扩散至四肢百骸，让他那因修炼而有些躁动的气血竟奇迹般的平复了下来。好像没问题。叶晨仔细感受了一下身体的变化，除了味道难喝点，似乎并没有什么不适。他心中一喜，立刻站起身，拉开架势，再次尝试修炼大日烘炉拳的第一式晨曦，一拳缓缓打出。这一次拳势竟然比之前还要顺畅几分，拳头上那股如同晨曦般的温暖，拳意也更加凝实。最重要的是，打完一拳后，那种周身气血翻腾、难以控制的感觉彻底消失了。成功了！叶晨当即大喜过望，不再有任何顾忌，接连又打出了好几拳。随着他一遍遍的演练，他对晨曦这一式的领悟也越来越深，甚至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每一寸筋骨、每一丝气血都在这股拳意的淬炼下变得更加坚韧、纯粹。旺盛的气血在体内奔流不息，仿佛一条初生的朝阳，充满了无穷的生机和力量。仅仅片刻功夫，他对第一拳的掌握已然精进了不少。惊喜之余，叶晨又将目光投向了三昧真火。他盘膝坐下，按照法门记载开始尝试金之火。随着他心念一动，全身的气血精华仿佛被瞬间点燃，一股难以言喻的灼热感从身体内部爆发，疯狂的灼烧着他的经脉、骨骼乃至每一个细胞。那种痛苦比之前觉醒体质时还要剧烈100倍，仿佛整个人都被丢进了炼丹炉里，要被从内到外的彻底炼化。呀！叶晨强忍着撕心裂肺的剧痛，牙关咬得咯咯作响，豆大汗珠不断从额头滚落。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肉身正在这股火焰的灼烧下变得越来越烫，但与此同时，他体内的气血也随之变得越来越狂暴，渐渐有了失控的迹象。不行，要控制不住了！叶晨心中一惊，赶紧强行停下了神通的运转。
他猛地起身，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只感觉自己浑身像是要烧起来一样，体内的气血依旧在疯狂暴动，横冲直撞。不敢怠慢，当即跑到大锅前，舀起一大碗百草中和液，再次灌了下去。冰凉药液入腹，那股狂暴的灼热感才缓缓被压制下去，暴动的气血也慢慢恢复了平稳。当一切平息之后，叶晨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似乎又增长了一大截，甚至让他隐隐触摸到了淬体境4重的门槛。他震惊地握了握拳头，感受着体内的澎湃力量。三昧真火都还没有修炼成功，仅仅是尝试点燃了一下，就有如此恐怖的强化效果了吗？这也太夸张了吧！一下午时间，叶晨就在修炼、喝药，在修炼的循环中度过，不断的交替修炼大日烘炉拳和尝试点燃三昧真火中的金之火。每当感觉体内阳气过剩、气血失控时，便立刻喝下一碗百草中和液中和调理，直到夜幕降临，那一整大锅黑乎乎的药液居然被他消耗得一干二净，而他的收获也是巨大的。此刻他只觉得浑身充满了爆炸性力量，整个人已无限接近淬体境4重的瓶颈，随时都有可能突破。他的肉身也在金之火的反复灼烧和淬炼下，比起之前坚韧了不少，皮肤表面甚至泛着一层淡淡的绿色光泽。因为百草中和液已经用完，加上天色已晚，叶晨就没有再继续修炼。擦了擦身上汗水，他目光投向了那扇依旧紧闭的房门。按照女帝之前的说法，到了晚上，清雪的意识就该苏醒了。他心中有些期待，又带着忐忑，犹豫着要不要进去。走到房门前，抬起手，刚准备敲门，那扇门却吱呀一声从里面自己打开了。一道倩影出现门口，依旧是那张绝美无瑕的仙颜，但那双眸子已经没有了白日里的冰冷与威严，取而代之的是叶晨无比熟悉的清澈而又单纯的光彩。叶晨心中一动，试探性地轻声叫了一句：“清雪。”叶晨哥哥，仿佛是听到了天底下最动听的声音，少女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脸上绽放出灿烂开心的笑容，没有丝毫犹豫，她一下就扑进了叶晨怀里。叶晨哥哥，我好想你啊！温香软玉入怀，感受着那份依赖和眷恋，叶晨悬着的心终于彻底放下了，脸上也露出发自内心的温柔笑意。真的是清雪。林清雪像一只树袋熊一样，紧紧地挂在叶晨身上，小脑袋在他胸膛处蹭来蹭去。叶晨笑着拍了拍他后背，抱着他进入房间。昏黄烛火下，林清雪的脸颊红扑扑的，有些害羞地看着叶晨，声音软糯地说道：“一整天都没见到叶晨哥哥了，清雪好想你啊。”顿了顿，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漂亮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期待，红着脸小声说道：“叶晨哥哥，我还想做昨天晚上咱们做过的事。做完那个。”他努力地组织着语言，描述着自己的感受。清雪感觉自己的脑袋变得好清醒，想东西可比以前快了好多，就是大部分时间还要睡觉，不能一直陪在叶晨哥哥身边。叶晨闻言瞬间明白了，双修对清雪自身魂魄的恢复绝对有着巨大好处，他的清雪正在一点一点的好起来。只是因为傻了这么多年，他虽然心智在恢复，但对很多世间常识，尤其是男欢女爱之事，依旧是一片空白，只知道做那样的事能让他感觉舒服，让他变得清醒。不过叶晨也不担心，有女帝和自己在，足以保护好他的这份纯真，以后再慢慢的教导他就好了。见叶晨不说话，林清雪还以为他不高兴了，有些不安的拉了拉他衣角，小心翼翼的问道：“叶晨哥哥，我们还做昨晚的事情，好不好？是不是叶晨哥哥不高兴了？”看着那纯真又带着一丝祈求的眼神，叶晨心中一软，所有的怜爱几乎都要溢出来了，没有再说话，而是低下头，温柔的吻上了那柔软唇瓣。随即他将少女拦腰抱起，走向那张简陋木床，用行动回应了他。这就做。没有多余的话语，叶晨关上房门，吹熄桌上烛火，房间内顿时陷入一片朦胧黑暗，只有窗外的月光映着淡淡清辉。他走到床边，开始脱去外衣。黑暗中，林清雪似乎有些害羞，下意识地用小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但没过一会儿，她又忍不住悄悄地张开指缝，好奇地偷看着叶晨的动作。那双纯净的眸子里满是天真。这个场景也同样一清二楚地呈现在了林清雪的识海深处。本源空间内，盘膝而坐的女帝看到这一幕，那张万古冰封的绝美俏脸瞬间染上了一层动人红晕。不知羞，登徒子！她暗中啐了一口，心里恨得牙痒痒。想她9天女帝横压万古，何曾见过如此不知廉耻的场面？若是放在以前，本帝早就将你挫骨扬灰，神魂俱灭了。虽然心中愤愤不平，但当叶晨上了床，将清雪揽入怀中时，女帝的心跳也不受控制的加快了几分。她倒是同样期待一会儿叶晨运转阴阳宝典，将那股精纯的纯阳本源再次渡入体内，修复他那受损严重的大地神魂。虽然现在是清雪的意识在主导这具身体，但毕竟同为一体，清雪所经历的一切，她也能感同身受。想到这里，女帝的脸颊不禁又红了几分。不得不承认，那种被纯阳本源温养的感觉真的很舒服啊。就是过程，她连忙甩了甩头，将那些羞人的念头抛开，不断在心中告诫自己，本帝只是为了疗伤，是为了将来能复仇，所以才委曲求全，不得不承受这一切。他正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
脸色却陡然一变，变得无比潮红。那端坐于混沌之中的神魂之体开始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起来。却是床上的叶晨已经与林清雪身心交融，开始了双修。几乎在同一时间，女帝的识海之中也发出了一声与床榻上的林清雪如出一辙的压抑不住的轻吟。她瞬间就有了和清雪一般无二的感受，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仿佛灵魂都在站立的奇异感觉，让她那颗早已看淡生死、俯瞰纪元生灭的万古帝心都掀起了滔天巨浪。紧接着，阴阳宝典运转起来，一股比昨夜更加精纯、更加磅礴的纯阳本源之力从叶晨体内源源不断的渡入。这股能量一部分滋养着林清雪的魂魄与肉身，另一部分则径直涌入了识海深处，缓缓地修复着女帝那布满裂痕的神魂。霎时间，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同样极致的舒爽感觉同时席卷了女帝的神魂，一种是源自身体本能的欢愉，另一种则是神魂道伤被修复的无上快感。爽上加爽，饶是她曾为9天女帝，此刻也无法抵挡这双重的冲击，只能沉浸其中，神魂之体上泛起阵阵醉人的酡红。翌日清晨，叶晨还在沉睡之中，睡得正香。昨夜与清雪的双修让他受益匪浅，不仅修为有了突破的迹象，就连神魂都感到一阵舒泰。此刻正做着美梦，梦里自己已经突破大地境，将高高在上的傲娇女帝按在地上摩擦。砰一声闷响，一股沛然巨力猛地从身侧传来，狠狠地印在了他腰上。叶晨只觉得身体一轻，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直接被踹飞出去，然后扑通一声重重地摔在了冰冷地面上。嗷！叶晨痛呼一声，感觉自己的老腰都快断了，龇牙咧嘴的从地上爬起来，睡意全无。显然这是女帝又苏醒了，她的清雪绝对不会这样粗暴。正准备发火的叶晨一抬头便看到了床上的景象，被子被掀开了一角，一根修长紧致、曲线完美，如同羊脂白玉般洁白无瑕的大长腿正缓缓地从被窝里收回。那画面美得惊心动魄，饶是叶晨看过了很多次，此刻见到依旧难以自拔。正想说话，还没来得及开口，床上先传来一声短促而羞愤的惊呼。啊！女帝之前全然忽略了叶晨没穿衣服一事，看清地上的情景后，那张绝美俏脸瞬间长得通红，赶紧一把拉过被子裹住自己，然后猛地转过身去，背对着叶晨，声音又羞又怒：登徒子，赶紧把衣服穿上，滚出去，不然本帝现在就阉了你。听到这句威胁，叶晨只觉得胯下一凉，所有的不满和疼痛都消失不见，求生欲瞬间拉满，不敢有丝毫怠慢。他当即手忙脚乱地捡起自己的衣服，以生平最快的速度套上，然后头也不回地拉开房门，逃也似的冲了出去。走到院子里后，叶晨才揉了揉隐隐作痛的腰背，忍不住小声地嘀咕了一句：哎，还是我的清雪好，又温柔又体贴，还那么配合。虽然声音很小，但又如何能瞒得过房内女帝的耳朵？女帝正拉着被子，心中羞愤交加，听到叶晨这句嘀咕，那张本就绯红的俏脸颜色顿时又深了几分，脑海中也不受控制地浮现出昨夜的种种画面。清雪的意识虽然占据主导，但她却能清晰地看到和感受到一切。这个登徒子不知是从哪里学来的那么多花样，各种新奇的动作，让他这个活了无数纪元的存在都面红耳赤，心跳加速弹，还怪让人喜欢的。呸呸呸！女帝猛地摇了摇头，将这些羞人念头甩出脑海。本帝只是为了疗伤，对，就是为了疗伤。若非如此，早就一巴掌拍死这个不知廉耻的登徒子了。女帝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那股异样感觉，听到院子里没了动静，这才迅速地穿好了衣服，整理了一下仪容，恢复了那副清冷高傲的模样，推开门走了出来。看到女帝从房里走出来，叶晨当即迎了过去，可他刚走近2步，女帝却是脚步猛地一顿，脸上露出诧异之色。你突破淬体4重了？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叶晨身上的气血波动比昨天强了不止1筹，正是踏入淬体境4重的标志。叶晨闻言也是有些意外的点点头，解释道：昨天下午修炼3昧真火、金之火时，肉身被淬炼了许久，就已经隐隐到了突破边缘，晚上双修的时候就顺其自然的突破了。女帝闻言心中暗骂一声，九阳霸体当真是个畜生，这才1天多时间就从一个凡人一路飙升到了淬体境4重，这修炼速度简直骇人听闻。他暗中感应了一下自己这具身体的状况，林清雪的修为依旧停留在淬体3重，只是比昨天要精进了不少，根基更加稳固，这等速度已是比寻常的上品天灵跟天才还要快上很多了。但和叶晨这个九阳霸体一比，依旧差了太多太多。叶晨并不知道女帝心中所想，他叹了口气，开始感慨起来：哎，这炼丹也太费钱了，昨天熬制的那一大锅百草中荷叶，1个下午就用完了，今天看来又得去买药材熬制，不然连修炼都不敢放开手脚。难怪这世上的炼丹师那么少，光是如此消耗就没几个人能撑得住。听到他的抱怨，女帝直接送了他一个大大的白眼，目光短浅。炼丹师等阶上去之后，多的是人捧着天才地宝排队求你炼丹，不但要自备材料，炼成之后还得欠下你天大的人情。炼丹哪里是费钱，分明是天底下最赚钱的行当。说着他瞥了叶晨一眼，继续打击道：等你什么时候到了开元境，
能真正炼制丹药了，自然就知道了。现在连元力都没有，整天操那么多心干什么？叶晨瞬间破防了，又是开元境、淬体境，就真的没人权吗？女帝没有再理会他那备受打击的模样，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还不出去买药材，回来继续炼制百草中和液，抓紧时间修炼。今天同样别来打扰本帝，本帝要继续闭关，稳固神魂。说完，他便再次转身，头也不回地进了房间，将房门重重关上。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叶晨一脸无奈，没办法，谁让现在是自己有求于人呢？叹了口气，他只能认命般地回到屋里，按照昨天的样子找来斗笠和灰布，将自己再次打扮了一番。昨天也没想到百草中和液的消耗速度竟然这么快，买的药材还是少了，看来今天得多买一些回来。叶晨将剩下的60多两银子揣进怀里，再次悄悄地溜出了林家，朝着城西房市的方向走去。他这边前脚刚从林家后门溜出去，后脚一个守在街角貌不惊人的小贩便立刻收了摊，快步跑向另一个方向。没过多久，正在一处院子里监督下人干活的林福便收到了消息，福爷，那小子出门了，看方向又是往城西去的。好，林福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对手下吩咐了几句，随即出了门，径直去了附近一家小酒馆。酒馆角落里，王德发正独自一人喝着酒。林福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压低声音道：“目标出门了。”王德发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放下酒碗。林福从怀里摸出一张叶晨的画像，推到他面前，嘱咐道：“记住，找个人少的地方动手，伪装成盗匪，手脚干净点，别留下什么把柄。”他顿了顿，又装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拍了拍王德发肩膀：“这小子毕竟是林家名义上的姑爷，他死了，林家肯定得派人出来抓你，到时候你可别真被抓到了。虽然都是做给外人看的，但你要是真被抓了，大少爷那边不好处理，明白吗？事成后出了500两银子，大少爷也绝不会忘记你的功劳。”林福这番话半真半假，故意往林峰身上引，就是为了让王德发相信这是林家大少爷要杀人，从而让他不敢有别的心思。实际上从头到尾都只是他为了报那一拳之仇。王德发哪会知道其中的弯弯绕绕，一听到大少爷，直接心头火热，拍着胸脯保证道：“福大爷您放心，我王德发干的就是这刀口舔血的买卖，保证把事情处理得干干净净，绝不牵连到大少爷。”说完，他又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了一丝为难之色。“不过福大爷，您看是不是先把那500两银子给我？您想啊，事成之后林家肯定要全城搜捕，到时候我东躲西藏的，可不方便过来拿银子。我王德发拿不到银子是小事，万一因此牵连到了大少爷，那才叫天大的罪过呢。”林福闻言不由暗骂一声，不过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只要杀了叶晨，自己有的是办法让这王德发把钱吐出来，甚至连本带利。想到这里，林福不再犹豫，从怀里掏出一沓银票，数出500两，拍在了桌上。拿着。王德发看着那厚厚一沓银票，双眼都快放出光来了，一把将银票抓过，他小心翼翼地塞进怀里最贴身的位置，随后站起身，从桌下拿起一把包裹着粗布的长刀，脸上露出了狰狞笑意：“福大爷，您就等好消息吧。”说完，戴上斗笠，大步流星地走出酒馆。而林福则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他要亲眼看着叶晨那个废物死在自己面前。叶晨一路低着头，快步疾行，刚离开林家所在的城东区域，拐进一条通往城西房市的偏僻巷子，没多久，他前行的脚步就突然停了下来。巷子幽深，四下无人。叶晨缓缓地转过身，一双隐藏在斗笠阴影下的眸子陡然爆射出骇人金光，没有任何废话，右脚猛地一踏地面，他整个人如同离弦之箭，瞬间暴起，右拳之上气血奔腾，携带着一股刚猛霸道的力量，朝着身后不远处看似空无一人的角落狠狠轰了过去。轰！拳风呼啸，气势惊人。就在拳头即将砸中墙壁的刹那，一道黑影猝不及防地闪了出来，正是尾随已久的王德发。他显然没想到自己会被发现，更没想到对方的攻击来得如此突然，如此暴烈。惊骇之下，根本来不及多想，只能仓促抽出腰间长刀，横在胸前格挡。当！发出一声金铁交鸣的巨响，叶晨那是大力沉一拳，结结实实地轰在了刀身处。王德发只觉一股无可匹敌的恐怖巨力顺着刀身传来，震得他虎口发麻，整条手臂都差点失去知觉。他脚下站立不稳，噔噔噔接连后退了7、8步，才勉强稳住身形，脸上满是惊骇之色。淬体4重，好大的力气！王德发死死盯着叶晨，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这小子的力量，单看力气，竟比寻常的淬体6重武者还要强。但他随即就狞笑起来。不过，今日你还是得死。叶晨面色冷峻，没有说话。其实他刚离开林家没多久，就敏锐感觉到有人在跟踪自己。阴阳宝典玄奥无比，其功效可不仅仅只是淬炼肉体，解决了6阳圣体的弊端那么简单。随着功法运转，他对武者神魂的强化也是极为出众的。尽管叶晨现在只有淬体境，连元力都未曾引动，更不要说是那玄之又玄的神识了，但即便如此，他的感知能力依旧比寻常武者强上数倍不止。他一路上之所以没有立刻出手，
只是因为不知道跟踪者的身份，也不清楚对方的实力，再加上主街人多眼杂，不好贸然动手。可对方却一直紧紧地跟着自己，显然是来者不善，不打也不行了，所以他才故意将对方引入这条偏僻巷子，找准机会偷袭出手，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说：“谁派你来的？”叶晨声音冰冷地问。王德发给林峰办过不少脏事，自然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借用大少爷之名狐假虎威，什么时候必须守口如瓶。这种买凶杀人的勾当，肯定是不能泄露的。虽然他不觉得叶晨有从自己刀下逃跑的可能。少废话，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王德发狞笑一声，不再给叶晨任何说话的机会，手中长刀一震，挽起一个刀花，身形如饿虎扑食般猛冲过来。那柄长刀在他手里仿佛活了过来，刀光闪烁，带着披风斩浪的狠厉气势，直取叶晨脖颈。叶晨也不再废话，双目一凝，不退反进，迎着那凌厉刀光正面冲了上去。战斗爆发，王德发手中长刀势大力沉，刀锋破空，带起呜呜的声响，直劈叶晨面门。他常年刀口舔血，出手便是杀招，狠辣无比。然而叶晨却怡然不惧，虽然他只有淬体4重，但一身实力早已不能用常理来衡量。九阳霸体赋予了他远超同阶的恐怖力量和坚韧肉身，三昧真火让他气血精纯，爆发力惊人。阴阳宝典更是时时刻刻强化着他的神魂，让叶晨的反应速度和感知能力都达到了一个恐怖境地。面对凌厉刀锋，叶晨不退反进，身体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微微一侧，险之又险地避开了刀刃，同时他右拳紧握，如同出膛的炮弹，狠狠地轰向王德发空门大开的胸膛。王德发大惊，没想到叶晨的反应如此之快，急忙收刀回防，却已然慢了半拍。砰！叶晨的拳头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他胸口，王德发胸口一闷，气血翻涌，整个人噔噔噔地后退了好几步。该死！王德发气急败坏，自己淬体6重强者，竟在一个照面间就被一个淬体4重的小子压着打，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你小子还有点手段，不过区淬体4重跟本大爷比，还是差远了。他怒吼一声，全身气血疯狂涌动，浑身气势陡然一变，尝尝本大爷的披风3叠浪！随着一声暴喝，他手中长刀仿佛化作了惊涛骇浪，一刀劈出，刀光竟然分化出3道，层层叠叠，如同奔涌的浪潮，封锁了叶晨所有退路。五戒！叶晨瞳孔骤然收缩，心中警兆大声，不敢应接，脚下猛地发力，身形暴退，险之又险地躲开了狂暴的3道刀光。轰轰轰！刀光接连斩在巷子墙壁上，留下3道深可见骨的狰狞刀痕，碎石四溅，一击逼退叶晨。王德发嚣张大笑起来，哈哈哈！本大爷这套披风3叠浪虽然只是不入流武技，但却是从一部黄阶下品刀法中简化而来，威力强大，死在这套刀法下的淬体7、8重都不止一个。他长刀斜指叶晨，脸上满是猫戏老鼠的得意。你今日能以区淬体4重修为，逼得本大爷用出压箱底的绝活，足够自豪了。话音未落，他再次欺身而上，刀法一一施展而出。一时间，狭窄巷子里刀光霍霍，劲气四溢。王德发的刀法越打越顺，刀势一浪高过一浪，仿佛真的化身为了狂风骇浪，要将叶晨这叶扁舟彻底吞噬。叶晨的压力瞬间大增，面对王德发越发强烈的攻势，叶白只能凭借着远超对方的感知和速度，在密不透风的刀网中连连躲避，好几次都是险之又险地擦着刀锋而过，衣衫被划破了几道口子。死吧！王德发越打越是兴奋，眼看已将叶晨逼到了巷子死角，退无可退，他脸上露出了狰狞笑容，自以为胜券在握，随即高高跃起，双手握刀，将全身的力量都汇聚于这一刀之上，携带着雷霆万钧之势，朝着无路可退的叶晨当头劈下。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被逼入绝境的叶晨，那双隐藏在斗笠下的眸子却陡然爆射出璀璨金光，他非但没有闪躲，反而深吸一口气，不闪不避，迎着那致命的刀锋一拳轰出。大日轰炉拳，晨曦！这一拳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却仿佛引动了巷子里的所有光芒。叶晨拳头之上，一轮虚幻金色骄阳冉冉升起，那股温暖而又充满无尽生机的拳意，瞬间驱散杀机，至阳至刚，惶惶如日。王德发眼看情况不对，那金色骄阳中蕴含的恐怖力量让他心底发寒，想要中途变招抽刀抵挡，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的刀很快，但叶晨的拳更快，在长刀落下之前，那轮金色骄阳已是后发先至，结结实实地印在了他胸膛之上。轰！一声沉闷到极致的巨响传开，王德发脸上狞笑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痛苦，只觉得一股无可抗拒，仿佛能焚尽万物的恐怖力量，瞬间摧毁了他的护体气血，蛮横冲入五脏六腑。噗！一口混杂着内脏碎块的鲜血从他嘴里狂喷而出，随后整个人如被攻城巨锤正面砸中，瞬间倒飞了出去，身体在半空中划过一道弧线，重重地撞在巷尾石壁上，然后软软地滑落在地，生死不知。一直偷偷躲在巷子口角落里观战的林福看到眼前这个场景，整个人都惊呆了，
眼珠子瞪得溜圆，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自己看到了什么？一个战力还要超过寻常淬体8、9重的亡命之徒，竟是被叶晨这个废物一拳秒杀。林福心中瞬间掀起了滔天巨浪，无数念头在脑海中疯狂出现。叶晨之前是彻头彻尾的废物，这是大半个青阳城之人都知道的事。他突然有了修为，就已经很奇怪了。轻易击败自己不说，现在更是只用了一拳就打败了比自己更强的王德发，这其中肯定有问题，天大的问题。一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废物，怎可能在短短1、2天内变得如此强大？太不合常理了。就算他吃了家主给的燃血丹，也不可能拥有这样的实力。林福自觉好像自己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秘密，但紧接着一股刺骨寒意从心底升起，他害怕了，害怕被叶晨发现，更害怕那个半死不活的王德发会把自己给供出来。一想到叶晨刚才如同天神下凡般的一拳，林福再也不敢停留，立刻转身夹着尾巴就跑。人刚一动，巷子那头的叶晨便敏锐察觉到了动静。是谁？他大喝一声，顾不上去管受伤倒地的王德发，身形一闪，飞速朝着巷子口扑了过去。然而当他追到巷口时，却发现外面街道上人来人往，哪还有什么可疑身影？那个偷窥者显然已趁乱跑掉了。叶晨无奈，只得返回巷中。他走到倒在墙角胸口塌陷的王德发跟前，眼神冰冷，啪，毫不客气的一个大耳光抽了上去，巨大的力道直接将昏迷中的王德发抽醒。王德发茫然一睁眼，便看到叶晨居高临下俯视着自己，吓得魂飞魄散，当即慌了神，顾不上身上剧痛，连声求饶：“饶命，饶命啊！我与您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只是拿钱办事啊。是那个林家的执事林福，是他给了我500两银子，让我来杀你。”王德发虽然害怕叶晨对自己下杀手，但更不敢供出林峰这位大少爷。如果这么做了，就算今天侥幸能活下来，事后也绝对难逃一死。所以他只将所有责任都推到了林福身上。不过他的这番话却是歪打正着，恰好说准了谁是真正的幕后主使。叶晨闻言，心中信了几分。对于林福此人，他也算很了解了，典型的小人心性，睚眦必报。昨天被自己又打又威胁，可谓丢尽了脸面，会做出这种买凶杀人的事，一点都不意外。叶晨蹲下身，看着王德发，冷冷地伸出了手。银子呢？王德发不敢有丝毫犹豫，连忙从怀里掏出那沓还未捂热的银票，颤颤巍巍地递了过去。叶晨一把接过，揣进了自己怀里。王德发见状，以为自己逃过一劫，连忙磕头感谢：“多谢叶少饶我一命，多谢叶少放我一马。”叶晨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我什么时候说要放过你了？”话音未落，他弯腰捡起掉落在地的那把长刀。王德发脸上表情瞬间凝固，还没来得及再次求饶，叶晨已是手起刀落，毫不留情的一刀灌入了他的心口。噗嗤！王德发震惊看着穿胸而过的刀尖，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你无耻！”口中不断涌出鲜血，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怨毒地盯着叶晨：“你完了！你惹了不该惹的人。林福，他只是个办事的，你早晚会下来陪我。”后面的话越说声音越小，最终脑袋一歪，彻底断了气。叶白闻言一愣，林福后面还有人？难不成是林天红？想到这里，叶白又摇了摇头。林天红要杀自己，不会让林福找人，也不会只派一个淬体6重的小角色过来，而且他要动自己，在自己和清雪成婚之前就可以动手了，犯不着等到现在。到底会是谁呢？另一边，林福一路狂奔，亡命飞逃。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穿过数条街道，直到彻底远离了那条小巷，才扶着墙角停了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心脏还在砰砰狂跳。好险，好险！他庆幸自己跑得快，没有被叶晨追上。但紧接着，一股更大的恐惧瞬间攫住了他的心脏。王德发那个软骨头，为了活命，绝对会把自己供出来的。那么，叶晨肯定知道情况了。一想到叶晨那一拳轰出，如同大日降临般的恐怖威势，林福就吓得浑身发抖。他很清楚自己在林家的地位，林家能够替代自己的下人太多了，自己连个大点的管事都算不上，只是因为会巴结、会做事，才被老爷和少爷高看一眼而已。实际地位并不比那些普通的护卫高多少。要是被叶晨那个煞星悄悄的在哪个角落里给宰了，林家绝对不会为了自己对叶晨动手。叶晨再废物，林家也不可能因为一个下人的死而动他。怎么办？怎么办？林福焦躁的在原地踱着步，脑子飞速运转，思索对策。突然，一个名字闪过脑海：林峰。对，去找少爷。现在只有少爷能救我了。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林福眼中重新燃起希望，立刻不再停留，辨明方向后，匆匆忙忙地朝着城东那处最为奢华的建筑跑去。那是一座3层高的阁楼，雕梁画栋，美轮美奂，门口挂着一块巨大的牌匾，上面龙飞凤舞的写着3个大字：销魂楼。还没到门口，浓郁的脂粉香气便扑面来，几个衣着暴露、花枝招展的姑娘正倚在门口揽客。看到林福，其中一个眼尖的立刻笑着打起了招呼：“哎呦，这不是风少身边的福大爷吗？有些日子没见了，今儿个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林福现在哪有心情跟他们废话，急切问道：“少爷呢？”
我家少爷在不在里面？那姑娘见他神色慌张，知道肯定是有急事，也不敢再开玩笑，连忙用手中的香帕朝着楼上指了指，在天字1号房呢。林福闻言也没回话，火急火燎地冲了进去。看着他急急忙忙的背影，门口几个姑娘忍不住开始议论起来，这是怎么了？有什么事能让福大爷急成这样？谁知道呢，八成又是风少。一旁正嗑着瓜子的老鸨见状，嗤笑一声，不屑地说道，有什么事也轮不到你们这些小蹄子操心，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好好伺候客人，多给风少赚银子，让他去买更多的姐妹回来，这才是你们该干的。这销魂楼明面上是青阳城最大的青楼，但实际却是林家大少爷林峰的私人产业。平日里他从各处货买或抢来的良家女子，自己玩腻了后便会丢到这里来接客，为他赚取大把的银子，供他挥霍享乐。想当初这个办法还是林福出给林峰的，这里是林峰的天堂，却是无数女子的地狱。天字1号房，房间内熏香袅袅，暖玉温床之上正上演着一幕活春宫。一个面容俊朗但眉宇间却带着一股邪气的锦衣青年，左拥右抱，被4个紧着薄纱的美女伺候着，有的为他捶腿，有的在为他包着晶莹的葡萄送入他口中。此人正是林家大少爷林峰。他惬意靠在软枕上，一只手不老实地在身旁女子身上游走，引得对方娇喘连连。都说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我见了女人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灼臭逼人。林峰捏着身旁女子的下巴，脸上带着一丝病态的迷恋。你们说本少爷这话对是不对？被他捏住下巴的女子疼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却只能强颜欢笑，附和道，风少说的极是，我们这些姐妹能伺候风少，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哈哈哈！林峰的一大笑，正准备进行下一步动作，门外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敲门声，还有林福的惶恐声音，少爷少爷，小的林福有要事求见。林峰的兴致被打断，脸上闪过一丝不悦。不过林福是他手下得力的走狗，一向懂规矩，若非有天大的事，绝不敢在这种时候来打扰自己。进来。房门被推开，林福连滚带爬的冲上前，扑通一声直接跪在了地上，声泪俱下的哭喊道，少爷您可要为小的做主啊！林峰懵了，他挥了挥手让那几个女子退下，这才皱眉问道，哭什么哭？出什么事了？林福立刻添油加醋地编造出了一个故事，少爷，小的今天派王德发去给您物色一位绝色美人，眼看就要得手了，谁知道半路杀出个叶晨，那小子不知发什么疯，非要阻止，还给我们大打出手。他一边说一边指着自己还未完全消肿的脸，悲愤说道，小的和王德发都不是他的对手，王德发更是被他当场活活打死，惨不忍睹啊！林峰闻言也是愣了一下，叶晨那个废物不是没有灵根无法修炼到吗？怎么可能打你，还杀了王德发？王德发他知道，曾替他收罗了不少美女，这个小的也不清楚。林福连忙摇头，继续煽风点火，那小子邪门得很，突然就有修为了，而且他会一招极为强大的武技。他努力地回忆着叶晨出手时的景象，描述道，一拳打出，拳头上竟然冒出金光，像个小太阳一样，又热又亮。王德发就是被他这一拳给打死了。林峰闻言，脸上的轻慢之色终于收敛了几分，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意外。拳出金光，煌煌如日，这拳意威势，起码也是黄阶中品武技才能有的。这小子看来是得了什么奇遇，小的不知。林福依旧是一问三不知，只是不断怂恿，少爷，叶晨敢杀我们的人，就是不把您放在眼里，这口气我们可不能这么咽下去啊！然而林峰却像是没听到他说话一样，并未理会林福。他缓缓从床上站了起来，下一瞬，一股远超淬体境的强大气息猛地在他体内爆发。开元境，这股强大威压瞬间压在了林福身上，吓得他浑身一颤，冷汗直流，整个人死死地趴在地上，连头都不敢抬一下。林峰缓缓走到林福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匍匐地上瑟瑟发抖的林福。开元境强者的威压碾压，让林福连呼吸都变得无比困难。林福啊林福，这是你第一次骗我。林峰的声音很轻，却让林福吓得心脏都快停滞了。本少爷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他伸出脚踩在林福头顶上，微微用力，将后者的脸死死地碾在了地面。再有下次，本少爷一定亲手拧下你的狗头。林福彻底懵了，没想到少爷竟一眼就看穿了自己的谎言，他不敢挣扎，就这么被林峰踩着头，把脸压在地上。少爷明鉴，小的不敢啊！小人对少爷忠心耿耿，句句属实，绝无半句虚言。哼！林峰不屑地冷笑一声，收回了脚。你当本少爷是傻子吗？叶晨那废物在林家当了15年的缩头乌龟，是个什么德行，我比你清楚。就算他走了狗屎运，突然能修炼了，也绝不敢主动惹是生非。他踱步到窗前，背对着林福，语气淡漠，区区一个淬体境，在林家连个屁都算不上。他叶晨不傻，又岂敢在这个时候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女人跟我作对？听到这番话，林福知道自己再怎么狡辩也没用了。少爷的心里跟明镜似的，当即他趴在地上疯狂地磕头，额头很快就磕出了血。看着他这副模样，林峰觉得有些索然无味，毕竟这是一条跟了自己多年，用起来还算顺手的狗。行了，起来吧。
林峰不耐烦地挥挥手：“叶晨的事，本少爷会自己去调查。”他转过身，眼神重新变得冰冷。从今天起，你就待在这销魂楼里，哪也别去。等我查清楚，处理完了，你再出去。记住，我最讨厌别人骗我。要不是看在你这些年办事还算得力的份上，今天你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林福闻言如蒙大赦，知道自己这条命总算是保住了。他不敢有丝毫怠慢，趴在地上不断的磕头，嘴里不住的认错：“谢少爷不杀之恩，是小的该死，是小的猪油蒙了心，小的再也不敢了，滚吧！”林峰冷淡的吐出2个字，再也懒得看他一眼。林福如闻天籁，连滚带爬的从地上爬起来，弓着身子，一步步的倒退着退出了房间，直到关上房门的那一刻，他才察觉自己的后背早已被冷汗彻底浸透。等林福连滚带爬的离开后，房间内再次恢复了安静。林峰走到桌边，自顾自的倒了一杯酒，随后对着身后不远处的一处屏风淡淡说道：“程叔，都听到了吧？”屏风后，一个身形干瘦、留着山羊胡的中年男人悄无声息地走了出来。他穿着不起眼的灰色长衫，气息内敛，若不仔细看，根本察觉不到有这么一号人存在。中年男人凌晨对着林峰恭敬的躬身行了一礼：“听到了，少爷，去把这件事原本地告诉父亲。”林峰抿了一口酒，然后你亲自去调查一下叶晨，记住不急着动手，就算他得了什么奇遇，能够修炼了又如何？1个月后就是4大家族联合大比，擂台之上生死有命，1个月的时间，就算他有天阶灵脉，也绝无可能突破到开元境，到时候有的是机会让他死得合情合理。知道了，少爷。林晨恭敬地应下，随即身形一晃，如同鬼魅般再次消失在了房间里，仿佛从未出现过。此人是林天红亲自安排给林峰的护卫兼随从，对林家算是死忠。实力方面，身负黄阶上品灵根，开辟了2条半元脉，如今已是开元境3重的强者。另一边，叶晨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林家少主给盯上了，他这次吸取了昨天的教训，没有只买1天的量，同时又为了不引起有心人注意，他跑遍了城西大小小数10家药铺，每次只买1点，分批次采购，最终将身上剩下的60多两银子花了个精光，足足采购了昨天3倍量的药材，才将一个巨大的麻袋装满，悄悄地返回了林家。那500两银子他没动，毕竟再买多是会引起注意的，少量多次，谨慎低调才是王道。然而当叶晨扛着麻袋回到自家的破旧小院时，却意外地发现本该在屋里闭关的女帝，此刻竟然负手而立，站在院中，一身白衣，身姿卓绝，清冷的月光洒在她身上，让她整个人都仿佛笼罩在一层圣洁的光晕之中，美得不似凡人。虽是和林清雪共用一具身体，但又完全不似一个人。叶晨有些诧异，放下麻袋走了过去：“你不是在闭关吗？怎么出来了？”女帝转过身，清冷的凤眸淡淡的瞥了他一眼，语气里听不出任何情绪：“出来走走。”叶晨闻言也没当回事，只当是他在屋里待久了，出来透透气。可还没等他开口说别的，女帝却忽然问道：“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听到女帝这句看似不经意的询问，叶晨也是一愣，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像关心自己？他下意识的就开口问了出来：“你是在关心我？”话音刚落，女帝那张清冷绝美的俏脸当即就是一变，凤眸之中闪过羞恼神色，仿佛被踩了尾巴的猫。下一瞬，叶晨眼前白影一闪，砰！同样的位置，同样的角度，同样熟悉的配方，一根修长而充满爆发力的玉腿再次精准无比地窜在了他腰上。叶晨依旧没来得及反应，整个人便不受控制地倒飞了出去，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弧线，重重地摔在了院子另一头的墙角，激起一片尘土。嗷！叶晨痛得龇牙咧嘴，感觉自己这条老腰迟早要被这傲娇暴力女给踹断。不等他从地上爬起，女帝那冰冷声音传了过来，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你也配让本帝担心？他背对着叶晨，语气充满了不屑：“本帝是怕你死了，你那个傻乎乎的小老婆会伤心难过而已。”这番解释多少有点此地无银300两了。不过趴在地上的叶晨可不敢再往那方面想了，他不想再体验一次被踹飞的感觉，老老实实的拍去身上灰尘。叶晨将今天在巷子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交代了一遍，从发现被人跟踪到引诱对方进入巷子，再到反杀王德发，以及最后发现林福逃走。女帝听完了他的叙述，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眼中难得的露出一丝赞许：“处理的还算不错，出来混就是要心狠手辣，对敌人心软那就是找死。”说完，他似乎也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多说什么，转身朝着房间走去：“你继续修炼吧，别浪费时间，本帝打坐去了。”话音落下，身影消失，房门也是紧紧关上了。叶晨看着紧闭的房门，有些呆愣，这个女人还真是奇怪。摇了摇头，他没有多想，将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抛开。不管怎么说，实力才是王道，以当前的天赋，只要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就什么都不用怕了。他走到墙角，将那一大麻袋的药材拖到院子中央，架起大锅生火，倒水很快，小院里弥漫起了那股熟悉、古怪而又难闻的药味。林家家主书房，林天红正盘膝坐在一个蒲团之上，双目紧闭，周身气息鼓荡，显然也在打坐修炼。这些年来，他一直被困在气海境9重巅峰，
始终无法触摸到您刚劲的门槛。这并非是他不够努力，实乃天赋所限。他的玄阶灵根在青阳城已算得上是顶尖了，但想要凝聚罡气，却还是差了那么一丝契机。就在这时，书房外传来了林城恭敬的声音：“老爷，林城求见。”林天虹缓缓收工，周身鼓荡的气息尽数收敛入体。又是徒劳无功的一天啊！随后他睁开双眼，眼中闪过一丝失望，但很快就被掩饰下去。进来吧。林城推门而入，躬身行礼，然后便将从林峰那里听来的原本地向林天虹交代了一遍。从林福被打到叶晨能修炼，再到林福买凶杀人失败，以及林峰的判断和安排，事无巨细。林天虹静静听着，面沉如水。当听到林福被打的缘由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难怪昨天看到林福身上有伤，我还以为他在外面惹了什么麻烦。沉吟了片刻，林天虹的手指在书桌上轻轻敲击着，思索着整件事的利弊。片刻后，他也觉得林峰的判断和处理方式并无不妥。风儿说的没错。林天虹眼中闪过一丝冷意，不管这废物得了什么机缘，暂时先不必管他。1个月后便是4大家族联合大比，到时候有的是机会让他死得名正言顺。对于这一点，林天虹心中有着绝对自信。他林家和赵家的年轻一辈，天骄辈出，光是开元境的就有好几位，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走了狗屎运刚能修炼的叶晨？在他看来，叶晨就算再有奇遇，1个月时间顶天了也就修炼到淬体境高阶，连开元境的边都摸不到。到时候随便安排一个开元境子弟上台，都能像碾死蚂蚁一样轻易的将他碾死在擂台上。就算他有一招疑似黄阶的武技又怎样？林峰可是修炼了玄阶下品武技的，打他一个叶晨还不是轻轻松松？就是可惜了那2枚燃血丹。别看燃血丹只能让人突破淬体5重，还会导致后面无法再进一步，但燃血丹可是另一种2品丹药的前置丹药，吃了燃血丹再吃那一种丹药，就能凭空造出一个开元境手下，甚至传说还有一个配套的3品丹药，可让其突破到气海境界。而这3种丹药最难得的就是燃血丹以及那传说中的那个3品丹药，反而是突破开元境的丹药比较好制作一点。这也是为何燃血丹明明效果一般，却是2品丹药的原因。老爷英明。林城恭敬地附和道。林天虹点了点头，随即对林城下达了新的指令：这段时间你先盯着叶晨那边，看看他每天都在干些什么。另外再安排几个信得过的人去好好调查一下，这几日他都去过哪里，接触过什么人，做过哪些事。他必须要搞清楚叶晨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虽然林天虹不认为叶晨能翻起什么浪花，但谨慎一些总归是没错的。是，老爷。林城恭敬地应下，随即悄无声息地躬身后退，退出了书房后将门轻轻带上。10天后，叶晨赤着上身，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下泛着光泽，浑身的肌肉线条流畅，充满了爆发力。他双目紧闭，周身气势不断增强，气血运转之下，大日烘炉拳拳意迸发，整个人如同一个小太阳一般。此刻他的境界赫然已经达到了淬体6重。这10天里，他白天熬药，晚上双修，每天都将自己逼到极限，同时还不断的修炼3昧真火的金之火，灼烧淬炼肉身。如今他已经能够尝试运转金之火长达1刻钟的时间，哪怕还没有点燃金之火，但他的力量也早已突破了3万斤，远远超过了寻常淬体境巅峰武者1万斤的极限。肉身更是在反复煅烧下变得格外坚韧，寻常刀剑恐怕都难以伤其分毫，一身蓬勃气血更是远非寻常淬体境武者可以比拟。唯一让他有些难受的便是，随着实力的增强，他对百草中荷叶的消耗也在不断变大，到如今已足是10天前的3倍了。500两银子所剩无几。呵！叶晨猛然睁开双眼，低喝一声，一记晨曦轰然打出，拳头之上金光大盛，一轮凝实无比的金色骄阳仿佛要从他的拳锋之上挣脱而出，带着煌煌天威，狠狠地印在了院子角落的一块半人高巨石之上。轰！一声巨响，那块坚硬的青石在接触到拳头的瞬间，便如同豆腐一般轰然炸裂，化作了漫天碎石。叶晨缓缓收拳，吐出一口灼热的白气，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然而就在这时，咔嚓，院墙外传来一声极轻微的瓦片碎裂的声响。叶晨的目光瞬间变得锐利，猛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与此同时，院墙的另一侧，一个负责监视叶晨的林家探子正满脸惊骇地趴在墙头上，嘴巴张得足以塞下一个鸡蛋。他看到了什么？一拳，仅仅一拳就将那块数百斤重的巨石打成了齑粉。这还是淬体境能拥有的力量吗？此人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震撼之下脚下一滑，不小心踩碎了一片瓦，当即心中大叫不好，刚准备抽身逃离，一股似是来自九幽深渊的恐怖寒意瞬间笼罩了他的全身。也就在同一时间，房间内盘膝打坐的女帝，那双紧闭的凤眸猛然睁开，一抹冰冷彻骨的杀意在他眼中一闪而逝。哪来的蝼蚁，竟敢在此偷窥？他甚至都没有起身，只是心念一动，一股凝练到极致的神识之力便瞬间刺入了那探子的脑海。墙头上的探子脸上的惊骇瞬间凝固，双目圆瞪，
眼神中的神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暗淡下去，甚至连一声惨叫都没能发出，身体便猛地一僵，如同断了线的木偶，直挺挺地从墙头上掉了下去，瞬间气绝身亡。而在不远处负责接应的另一名同伴则亲眼目睹了这恐怖的一幕，他只看到自己的同伴刚还好端端地趴在墙上，下一秒就毫无征兆地死了。见此情景，哪里还敢有丝毫停留，当即转身连滚带爬地朝着家主所在的方向亡命飞逃。叶晨看着那个从墙头上直挺挺掉下去再无声息的人影，整个人都有些发懵，这就没了。刚才明明察觉到了对方的气息，虽然微弱，但绝对是个活人，怎么一转眼就变成了一具尸体？就在他惊疑不定之际，身后那扇紧闭的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女帝清冷的身影从屋里走了出来。叶晨这才反应过来，心中一动，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应该是他出手了，当即走到女帝身边，指了指墙外，试探性的问道：“大人。”女帝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那处方位，语气平淡：“死了。”简简单单2个字，却让叶晨的后背窜起一股凉气，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死了，隔着一堵墙，连看都没看一眼，就直接让对方死了，这到底是什么神仙手段？叶晨瞬间就想到了女帝之前动不动就威胁要杀掉自己，阉了自己，合着他说的都是真的，他真能不动声色的直接干死自己？看着叶晨那副又惊又怕、脸色发白的模样，女帝心中却是闪过一丝得意，哼，算你识相，最近这小子对自己可是越来越放肆，白天也敢调侃自己了。刚好借着这10天双休，神识之力恢复了那么一丝丝，拿来吓唬吓唬他，让他知道什么叫女帝屁股摸不得。不过他心中也暗自叹了口气，刚才那一下神识冲击几乎耗尽了这10天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所有神魂之力，这一下过后又得老老实实的休养好几天才能缓过劲来。叶白和林清雪的实力如今还是太弱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彻底让自己恢复。一想到恢复，女帝就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晚上的双休，脑海中再次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叶晨和林清雪在床榻上那各种羞人的姿势和画面，哪怕已看了整整10天，也变相的同步感受了10天，但每一次包括事后想起，他依旧还是会面红耳赤，心跳加速。在女帝俏脸之上飞快地闪过一抹动人红晕，很快被他用冰冷的表情掩盖了下去。很是冷淡地看了一眼叶晨，他用一种施舍般的语气说道：“本帝最近恢复了一点实力，刚好借这些不开眼的蝼蚁震慑一下林家，你能够修炼的事肯定是瞒不住的，敲打一下他们，也免得他们后面对你动些下三滥黑手。”说完，他便不再理会叶晨，转身又回了房间。叶晨看着他的背影，张了张嘴，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还能说什么呢？实力弱，没人权啊，只能老老实实的被安排。他无奈地叹了口气，不过也没有再继续修炼。今天的百草中和液已经喝得一干二净了，而他身上现在连一个铜板都掏不出来，暂时没钱再买药材了，得想个办法搞点银子才行。那个侥幸逃生的探子连滚带爬，一路不敢有丝毫停歇，直接冲到了林天红书房外。老爷，老爷，不好了，出大事了！他惊慌失措的叫喊声直接打断了正在闭目调息的林天红。林天红的修炼被打断，心中很是不爽，猛地睁开眼，厉声喝道：“慌慌张张，成何体统？出了什么事？”探子冲进书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身体还在不住地发抖，结结巴巴的将刚才在小院外发生的那一幕原原本本说了出来。小人亲眼看到李三他就趴在墙头上，然后突然身子一僵，从墙上掉了下去，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死了。林天红闻言也是一愣，突然倒下，他眉头紧锁，立刻意识到事情不简单，当即下令马上去几个人把李三的尸体搬回来，另外去把林成给我叫过来。不一会儿，李三的尸体被抬到了书房中，林成也匆匆赶到。林天红挥退下人，亲自上前探查那具尸体的情况，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发现死者身上根本没有任何外伤，皮肤、骨骼、内脏都完好无损。他心中巨震，怎么可能？林天红的脸色变得无比凝重，排除掉躯体受创的可能，那就只剩下一种神识攻击。可是神识攻击必须是踏入了化灵境的绝顶强者才能勉强施展出的手段，化灵境之前的武者，无论是淬体、开元还是凝钢，都根本无法做到单凭神识之力伤到人。难道叶晨那个废物能修炼了，是因为他背后有着一尊化灵境强者？如此念头一出，连林天红自己都觉得荒谬，但眼前这具诡异的尸体却又让他不得不往这方面去想。他强行压下心中的震惊，看向一旁的林成，沉声问道：“调查的怎么样了？”林成不敢怠慢，立刻躬身回禀：“回老爷，根据我们这10天的监视，叶晨最近经常一个人乔装打扮，前往城西房市购买草药，基本每天都去一趟。”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呈了上去。虽然他十分谨慎，每次都在好几个药铺购买，并且会买一些无关的药材来混淆视听，但我们的人每天都远远地跟着，把他买的所有药材都记录了下来，同时还派人一直注意着他那个小院里丢出来的垃圾，从中发现了一些药材残渣，其中有些药材是他每天都买的，
有些则是偶尔才会出现。将这些信息汇总，刨除掉那些偶尔变换的以及从未在残渣中出现过的药材，最终你推出了这份药方。林天红接过药方，看了一眼，眼中露出一丝赞许。这是办得不错。随即他又皱起了眉头，看着药方上那些药材，脸上露出了疑惑之色。冰灵草、寒潭铁晶、月见花，这些药材药性驳杂，有阴有阳，他买这些到底想干什么？林天红拿着那张药方在书房中来回踱步，嘴里不断地念叨着：药方，化灵境高手；药方，化灵境。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线索，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就在这时，一旁沉默的林城犹豫了一下，开口说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老爷，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叶晨的身后并非是化灵境武道强者，而是一位化灵境炼丹师？化灵境的炼丹师？林天红闻言，脚步猛地一顿，整个人都愣住了。林城见状，立刻继续推测道：老爷，您想，如果他背后真是一位化灵境炼丹师，那其炼丹品阶起码也是2品，甚至可能是3品。一位2品炼丹师就能炼制出燃血丹那种可以强行提升修为的逆天丹药，3品炼丹师的手段只会更加神鬼莫测。他若是想让一个没有灵根的凡人开始修炼，未必就没有办法。林天红听着林城的分析，眼睛越来越亮，觉得这个推测似乎完美的将所有疑点都串联了起来。只是叶晨是怎么认识这种存在的？总不见得是叶清风那个废物留下的后手吧？他很快又自己否决了这个想法。不可能，若是叶清风留下了后手，对方不可能直到现在才出手。修炼之道自然是越早越好，而且以一位化灵境强者的身份，也绝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叶晨娶一个傻子为妻吧。两人对视一眼，一个更加合理的推测在他们脑海中逐渐成型。所以林天红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说，这位化灵境的炼丹师是叶晨在这段时间里才机缘巧合之下认识的。林城重重地点了点头，补充道：而且这位炼丹师前辈肯定身受重伤，或者正在被人追杀，所以才一直躲在幕后，没有露面。没错，林天红越想越觉得就是这么回事。也正是因为这位前辈身受重伤，才给了叶晨这个凡人帮助他的机会，从而得到了前辈的指点，踏上了修炼之路。而这位前辈因为伤势过重，或者为了躲避仇家，所以一直隐藏在幕后。林城接口道：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叶晨要如此小心谨慎地分批次去购买药材。如果他背后是一位全盛时期的化灵境强者，整个青阳城都可来去自由，生杀予取根本没必要这么麻烦。他这么做，说明他买的这些药材要么是在给那位前辈疗伤，要么就是那位前辈在用这些低阶药材帮他打熬根基，甚至那位前辈可能连正常的炼丹都不敢。毕竟2品以上的丹药丹成之时是会引发天地元力波动的，这在青阳城这种小地方，无异于黑夜里的明灯，会立刻暴露他的位置。所以他才让叶晨购买一些连灵药都算不上的低阶药材，用熬制药液这种最原始的办法，慢慢帮助叶晨修炼，或者给自己疗伤。按照这个思路，两人继续脑补，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在他们心中被彻底补全了。某个身受重伤、被仇家追杀的化灵境炼丹大师，机缘巧合之下被叶晨所救，为了报答救命之恩，也为了培养一个能帮自己跑腿买药的帮手，这位大师用逆天手段帮助叶晨踏上了修炼之路。但因为大师伤势太重，不敢暴露，只能让叶晨小心翼翼地购买低阶药材，用熬制药液的笨办法来修炼和疗伤。而今天出手秒杀探子，也只是大师在神魂稍稍恢复后对林家的一次警告。完美，所有的一切都解释得通了。当脑海中的真相被彻底补全后，林天红脸色却陡然一变，额头上瞬间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当即失声叫道：不好！一旁的林城有些不解，老爷何事如此惊慌？林天红眼中满是后怕，声音都有些颤抖地说道：阴天，李三死在了那位前辈手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对方已经对我们林家派人监视叶晨的行为极其不满了。一个化灵境的炼丹大师，哪怕身受重伤，可一旦等他恢复过来，他若是记恨我们林家今日之举，会不会对我林家？林天红不敢再想下去，化灵境强者的怒火，别说他小小的林家，就是把整个青阳城翻过来也承受不起，那绝对是灭顶之灾。看着家主惊恐不安的模样，林城作为心腹，立刻冷静地开始分析，并献上计策。老爷事已至此，惊慌无用，依属下之见，我们眼下还有补救的机会，快说！林天红急切地看向他。林城沉声说道：我们可以先把叶晨叫过来，您亲自见他，直接与他摊牌。这么做有2个好处，其一，您可以借此机会试探一下叶晨的虚实，看看他与那位前辈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师徒还是仅仅只是互相利用的合作关系，这直接决定了我们后续该如何应对。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林城的语气变得无比郑重，不管叶晨与那位前辈关系如何，我们都必须立刻马上向那位前辈表达我们的善意，毕竟对方是一尊货真价实的化灵境强者，哪怕他现在虎落平阳，身受重伤，我们若是想对他动手，也保不准他会不会有什么同归于尽的恐怖底牌。退一万步说，就算他没有底牌，一旦被他逃走，以一位化灵境强者的手段，等他日后伤势恢复，
整个林家都将面临灭顶之灾。所以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教好他，不惜一切代价的教好他。林城的一番话如同醍醐灌顶，让方寸大乱的林天虹清醒了过来。没错，得罪一位化灵境强者是愚蠢的，但若是能与一位化灵境的炼丹大师交好，那对林家而言绝对是天大的机缘。他自己突破宁罡境的希望，甚至林家未来100年的兴盛，或许都要落在此人身上。想到这里，林天虹心中的恐惧即刻被贪婪所取代，立刻做出了决断，对着林城郑重地吩咐道：林城，此事就交给你去办，你亲自去请叶晨过来，记住，事情态度要足够恭敬，万不可再有丝毫怠慢和不敬。就说我这个做岳父的要见见他。是，老爷。林城恭敬地应道，随即转身快步离开了书房。院子里，叶晨正在打熬着力气，因为百草中和液已经消耗一空，他暂时也不敢再贸然修炼大日轰罗拳和尝试点燃金之火，以免体内阳气再次失控，所以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通过打熬肉身力量来慢慢修炼了。毕竟也不能大白天的去修炼阴阳宝典。叶晨十分肯定，只要自己敢提，女帝就一定会把自己直接一巴掌呼个半死。一边锻炼，他心中一边在盘算着该如何去搞银子。杀人越货倒是来钱快，但风险也大，以自己现在的实力还远远做不到横行无忌，万一招惹到了什么不该惹的人物，引火烧身就得不偿失了。青阳城虽没什么太厉害的强者，但开元境可不少，自己区淬体6重就敢出去浪，无异于找死。正当他思索之际，院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不急不缓的敲门声。叩叩叩！叶晨的动作猛地一顿，将手中巨石轻轻放下，眼中瞬间充满了警惕，心中也是想到了刚才那个被女帝无声无息杀死的探子。他不动声色地走到门边，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拉开了院门。然而门外站着的人却让叶晨大感意外。来者一身灰色长衫，身形干瘦，留着一撮山羊胡，正是林天虹的心腹林城。对于此人，叶晨也是有些印象。这个林城虽然实力只有开元境3重，在林家众多高手之中排不上号，但极受林天虹的信任，一直被安排在林峰身边，名为随从，实为心腹谋士。他怎么亲自来找自己了？到底是林峰的意思，还是林天虹授意？就在叶晨摸不清套路之际，林城已对着他客气的微微躬身，态度与之前林家任何人对他的态度都截然不同。姑爷，林城开口，语气恭敬，家主有请。没有多说什么废话，他只是简单的说明了来意。林天虹要见自己，林城还这个态度，事出反常必有妖。叶晨心中虽然警铃大作，但面上却丝毫不怯场，该来的总会来的。点了点头，他平静的应道：好，前面带路吧。林城见叶晨如此镇定，心中对那位化灵境炼丹大师的存在又多了几分确信，再次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便转身在前面引路。叶晨关了院门，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两人一前一后穿过回廊，绕过花园，一路走向林天虹的书房。到了书房门口，林城停下脚步，恭敬地推开门：老爷，姑爷到了，快请进来。书房里传来了林天虹异常热情的声音。叶晨走入其中，便看到林天虹正满脸笑容地站在那里，那副和蔼可亲的模样，与以往判若两人。叶晨虽然觉得古怪，但面上依旧保持着平静，不卑不亢地行了一礼，见过岳父大人。和之前一样，也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对劲的地方。不必多礼，快坐。林天虹指了指一旁的椅子，反常的热情。叶晨坐下后，林天虹便询问起了他与林清雪婚后的生活情况，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叶晨愈发觉得不对劲了，但还是滴水不漏地应付着，有一句答一句。林天虹见他始终和往常一般，不露半点破绽，也知道这么旁敲侧击下去是问不出什么了。他当即话锋一转，仿佛是不经意间提起一般，叹了口气说道：哎，你和清雪毕竟是夫妻了，以后要相伴一生。清雪那孩子心智有亏，这些年也苦了他了。叶晨啊，若是有机会，不妨也请那位前辈帮忙看一看清雪的神智还有没有恢复的可能。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如同平地惊雷，让叶晨瞬间一愣。那位前辈？哪位前辈？他指的是女帝。叶晨脸上那瞬间的错愕却是被林天虹敏锐给捕捉到了，当即他心中大定，自己和林城的猜测绝对没有出错，叶晨背后肯定存有着那么一位神秘无比的前辈高人。不等叶晨反应过来，林天虹便赶紧解释道：叶晨，你别误会，岳父绝不是有意要去窥探那位前辈的隐私，只是因为担心你和清雪婚后生活有什么不适应，所以才一直派人留在你们院子附近，想着万一有什么需求也好能及时补上。谁曾想竟然被前辈误会，当作坏人给杀了。林天虹延续着这一风格，满脸歉意地为自己的行为找补，姿态放得极低。此事的确我考虑不周，惊扰了前辈的清修，还请你务必代我向那位前辈转达我林家的歉意。叶晨在懵逼之后也瞬间反应了过来，肯定是女帝那一下神识杀人，把林天虹给吓到了。既然如此，叶晨心中一动，一个绝妙的计划油然而生，刚好可以狐假虎威一波，这样一来自己买药的银子不就有着落了吗？想到这里，他收起了脸上的错愕，换上了一副恍然大悟般的表情。原来是这样，没想到还发生了这样的误会。当即他站起身，
对着林天红拱了拱手，顺着对方的话说道：“岳父大人放心，此事我会跟老师解释清楚的。想必老师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至于清雪的心智问题，”叶晨继续说道：“不瞒岳父大人，老师他老人家已经给清雪看过了，清雪最近也确实恢复了一些。”老师，林天红和一旁的林晨闻言，猛地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惊。果然，他们猜的没错，只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叶晨竟然以拜了那位神秘的化灵境炼丹大师为师，这层关系可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牢固得多了。看到林天红和林晨二人脸上流露出的表情，叶晨心中大定，自己这一步棋算是闷对了。当即他趁热打铁，继续顺着刚才的话往下编。只见叶晨脸上露出一丝为难之色，叹了口气说道：“岳父大人，不瞒您说，我老师他老人家可是一位炼丹师，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才隐居于此，并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可是他老人家既要帮助我这个徒弟打牢根基，踏上修炼之路，又要费心费力的帮清雪恢复神智，这每日所需的药材消耗实在巨大。”叶晨说到这里便停了下来，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林天红，那意思不言而喻了。林天红和林晨闻言再次被震惊到了，竟然真就是炼丹大师，而且听叶晨这意思，这位大师不仅能让一个没有灵根的凡人修炼，竟然连林清雪的神智都能恢复，这是何等通天的手段！刚才叶晨说已经恢复了一点，他们没当一回事，现在再次提起，就由不得二人不重视了。林天红心中激动，已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要是林清雪能够恢复，其儿九泉之下知道，应该也会安心的吧。而且自己的修为瓶颈，当即他一拍大腿，豪气干云的应承了下来。这算什么大事？只是小问题而已。叶晨啊，你放心，你老师既然能帮你修炼，又能恢复清雪的神智，那就是我们林家的大恩人，区区一些药材罢了。以后他老人家有任何需要，你只管开口，我们林家包了。应承下来后，林天红又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好奇地问：“对了，不知那位前辈是极品炼丹师啊？”这个问题让叶晨心中一紧，极品这个还真不好说，无论说低了还是说高了都不合适。当即他摇了摇头道：“老师的具体品阶我可不太清楚，只听他说过品级不低。”林天红闻言，心中更是笃定，对方起码是一位3品炼丹大师，否则哪有底气说出品级不低这样的话。他心中的火热更甚，连忙又说道：“不知我是否有幸能拜见一下他老人家，当面感谢他对我林家的大恩大德。”叶晨立刻以老师不愿见外人为借口，干脆的拒绝了。开什么玩笑，岳父大人，实在抱歉，我老师性情孤僻，喜好清静，不愿被外人打扰，因而才会误杀那个窥视之人，还望您体谅。林天红见状点点头，也不敢强求，毕竟高人嘛，总是有一些怪癖的，逼得太紧，万一把人惹恼了，那就得不偿失了。眼下只要对方不因为李三一时记恨上林家就好。好，既如此，我就不打扰前辈清修了。你现在把需要的药材都写下来，我马上安排人去采购。叶晨当即大喜，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当下他毫不客气地走到书桌前，拿起笔，将百草中和液的完整方子一字不差地写下，然后递给了林天红。多谢岳父大人。目的达到，叶晨起身告辞，离开了书房。等叶晨的身影彻底消失后，林天红和林成二人才拿出之前逆推出来的那份药方，与叶晨刚写下的这份仔细对照起来，一模一样。老爷，您看，几乎一模一样。林成激动地指着2张药方，林天红定睛一看，果然2份药方上的核心药材完全吻合，只是叶晨给的这份又多了几味之前并未出现过的药材。他又拿出之前记录下的叶晨购买过的所有药材单子，再次对照了一遍。这多出来的几味药，跟之前他买的那些混淆视听的药材一样，都是烟雾弹。这个小子到现在了，竟然还防了我们一手，也不知道他写下的这个到底有多少真假。青阳城城西悦来客栈，客栈内人声鼎沸，生意兴隆。就在这时，一行气质不凡的人从门外走入进来，为首是一位身穿青色长袍、仙风道骨的老者，周身气息深厚如渊，让人根本看不出深浅。而跟在他身后的那几个年轻人，个个气宇轩昂，目光锐利，无一例外，竟然全都是开元境的强者。其中最强的一个青年，气息凝练，赫然有着开元境9重的恐怖修为。看他们的年纪，大多也不过17、18岁样子。在这些人腰间，还都统一挂着一块温润玉牌，上面用古篆雕刻着一个古朴的玄字。他们走进客栈，在大堂随便找了个靠窗的角落坐了下来。一名弟子刚坐下，就忍不住开口向为首老者悄声问道：“老长老，我们已在这青阳城里耽搁了整整10天，愣是还找着半点那日异象的踪迹。就算真有什么异宝出世，恐怕也早就被人取走了吧？我等可还有必要继续在这里耗下去？”为首老者赵长老闻言，只是气定神闲地摇了摇头。此番前来青阳城异象之事，只是其3。其一是因内门擅长卜卦推演的李长老，前不久曾言我玄阳宗未来崛起之机缘在宗门东南方向，故此宗门此番派出了不少人手，在东南方向的诸多小城游历探寻，我们只是其中之一。其二，据闻无极宗前段时间曾在此地收下了一名天阶下品灵根的弟子，我们此次前来也是想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将这位天才收归我们玄阳宗门下。
最后才是你口中所言的所谓青阳城异象。赵长老放下茶杯，语气中带着一丝不以为意。此处异象老夫已探查过了，虽有些动静，但看其规模，最多也就引动了周遭方圆百里的天地元力罢了，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珍稀宝物，不值得我宗兴师动众。否则来的起码也得是化灵境内门长老了。听到赵长老这番解释，几名年轻弟子才恍然大悟，随即他们又对那位传说中的天阶灵根天才产生了浓厚兴趣。长老，那位天阶灵根弟子可有消息了？一名弟子好奇地打听道。毕竟他们这些人天赋最高那位也才只是地阶，而放眼整个玄阳宗这一代年轻弟子中的最强者，也是被誉为宗门希望的大师兄，也不过就是天阶下品灵根而已。若是能将这位青阳成天才一并收入门下，那若干年后他们玄阳宗岂不是将再多出一位最低也是化灵境的绝顶强者？这对整个宗门的未来都有着不可估量意义。赵长老捋了捋胡须，眼中闪过一丝金光。那位天才乃是这青阳城4大家族之一林家的大小姐，名为林瑶。说着，他看着几名弟子吩咐：我们先在此休整3日，这3日你们可在城中随意走动，探听消息，但切记不可惹是生非，败坏我玄阳宗的名声。3日后，老夫会亲自前往林家拜访一番，探一探林家的口风。几名年轻弟子闻言，纷纷起身，对着赵长老拱手行礼，齐声祝贺，预祝长老马到成功，为我宗再添一位绝世天才。长老此番若是功成，积累下如此大功，晋升内门长老指日可待啊！听着弟子们的恭维，赵长老的脸上也是露出了满意笑容。3日后，叶晨所在的小院中气血翻腾，热浪滚滚。有了林家不限量供应药材，叶晨再也不用担心百草中和液不够用，彻底放开了手脚修炼，每天都将自己逼到极限，疯狂地运转金之火，淬炼肉身。此刻他浑身皮肤赤红，周身蒸气缭绕，仿佛一座即将喷发的人形火山。经过3日不眠不休的苦修，他的修为已来到了淬体6重巅峰，隐隐触摸到了7重门槛，随时都有可能突破。而他对3昧真火的修炼更是进步神速，如今他已能坚持运转金之火长达半个时辰之久，距离点燃金之火修成这门绝世神通又近了一大步。房间内，通过神识凝视院中修炼景象的女帝，心中也是忍不住直呼变态。这才短短几日，就已经快要淬体7重了，9阳霸体，当真就这么不当人吗？这半个月，借着与叶晨双修的便利，他的修为也才刚突破到淬体6重而已。想要达到淬体7重，估计至少还要再苦修1旬，这还是在天阶上品灵根的基础上，人比人气死人，和变态比更是憋屈。哪怕昔日大帝也是一样。就在女帝心中感慨之时，林家的大门外缓缓走来了2人，正是玄阳宗的赵长老以及那名开元境9重的青年弟子。赵长老站在林家气派的朱红大门前，整理了一下衣袍，随即朗声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林府的每一个角落。玄阳宗赵成携弟子特来拜访林家家主。正在书房处理家族事务的林天红听到外面传来的声音，手中的毛笔猛地一抖，一滴浓墨滴落在宣纸上，瞬间晕开。他豁然起身，脸上满是震惊。玄阳宗那可是大前最顶尖的2个庞然大物之一，其势力范围遍布整个大前王朝南域，是真正数1数2的巨擘，哪怕在东荒都是数得上的强大势力。与无极宗一样，玄阳宗的宗门内都至少有1名化灵境9重的绝顶强者坐镇，门下的化灵境长老更是有10数位之多，甚至有小道消息称，在这2大宗门背后还隐藏着早已不问世事、超越了化灵境的王境太上。如此存在，对于他小小的林家而言，简直就是神明一般，挥一挥手就能让林家连同整个青阳城从地图上彻底抹去。而这位自称赵成的赵长老林天红也有所耳闻，据说此人乃是玄阳宗外门大长老，一身修为已达到了凝罡境9重巅峰，只差一步便可踏入化灵。怎么他突然来了林家？林天红心中固然惊疑不定，但却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整理好衣冠，快步走出书房，亲自恭恭敬敬地出门迎接。很快，林家大堂内宾主落座，林天红将主位让出，自己则陪坐于下手，姿态放得极低。一番简单寒暄后，赵成便自我介绍道：林家主，老夫赵成，天位玄阳宗外门大长老，这是老夫的亲传弟子李淳风。他身旁那个一直沉默不语的青年闻言，对着林天红微微拱手，不卑不亢。林天红看着眼前年纪不过17、18岁，便已是开元境9重的青年，暗自赞叹了一声，连忙夸奖道：李公子当真是人中龙凤，如此年纪便有这等修为，未来前途不可限量。客套过后，赵成便不再兜圈子了，直接开门见山的道：林家主，老夫听闻令爱林瑶身负天阶灵根，此番正是为此而来，不知可否方便让老夫见上一见。听到这话，林天红的心中顿时一阵窃喜，自己女儿竟如此抢手，先是无极宗，现在连玄阳宗的大长老都亲自登门了，这足以说明他林家当心了。但紧接着他又感到一阵为难，这让自己怎么说？林瑶早在半个多月前就已经跟着无极宗的那位长老出去游历了，按照约定还得再过半个月才会回来。届时参加完4大家族的大比之后，便会当着青阳城所有家族的面
正式拜入无极宗。而这玄阳宗和无极宗分别占据大前王朝南北，是人尽皆知的死对头。两宗为了争抢弟子、争夺资源，明争暗斗了数百年，早已是水火不容。现在玄阳宗的大长老找上门来要人，自己要是说女儿已经被无极宗预定了，这不是当面打玄阳宗的脸吗？可要是不说，自己又该如何交代？看到林天红脸上那副又喜又愁、欲言又止的为难表情，赵成何等人物，人老成精，瞬间就猜到了一些什么，脸色当即就是一沉。无极宗的人还真是做事彻底啊，一点机会都不给自己留。其实他在来之前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毕竟无极宗比他们更早发现灵瑶的存在，捷足先登的可能性很大。只是没想到这林家竟然已经答应了对方，既然如此，再留下来也是自取其辱。赵成当即便站起身来，对着林天红拱了拱手，语气也冷淡了几分。既然林家主有难处，那老夫也就不强人所难了。宗门内尚有要事，我等就此告辞。说完，他便准备带着李淳风转身离开。赵长老，请留步。林天红见状也是愣了一下，随即连忙开口挽留。赵成停下脚步，转过身，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林天红的脸上露出了犹豫挣扎之色，咬了咬牙，最终还是开口说道：“赵长老，小女之事确实是，不提也罢。不过林某还有一个儿子，名为林峰，身负玄阶上品灵根，今年18，如今也已是开元境5重的修为，天赋也算不差。不知有没有机会能够拜入玄阳宗门下？”林天红此举的目的也很简单，林家相比较玄阳宗和无极宗这两个庞然大物，实在是太过弱小了，如同蝼蚁一般。他不想就这么平白无故的得罪了玄阳宗，尤其是青阳城地处大前王朝南部，正好就在玄阳宗的势力范围之内。若是真惹恼了对方，人家随便派个弟子过来，就能让他林家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他才想用自己的儿子来缓和一下关系。赵成闻言也是一愣，他看着眼前一脸期盼的林天红，心中只觉得一阵无语，此人当真是有些厚颜无耻了。刚把天阶灵根的女儿许给了自己的死对头，转头就想把玄阶灵根的儿子塞给自己，这话他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当他玄阳宗是收破烂的吗？虽然心中不屑，但赵成面上还是保持着平淡，找了个借口委婉的拒绝了。林家主的好意老夫心领了，只是我玄阳宗收徒规矩森严，此事老夫也做不了主。林天红见状心中焦急，还想再挽留一番。赵长老远道而来，何不等用过晚膳再走，也让林某尽一尽的主之意，实在是不愿就此怠慢了长老啊。不必了，宗门却有急事。赵成再次推脱，去意已决。眼看对方马上就要走出大堂，林天红脑中灵光一闪，突然想到了叶晨背后那位神秘的化灵境炼丹大师。他急中生智，再次高声喊道：“赵长老，林某还有一个不情之请。林某还有一个女婿，前些时日说是机缘巧合之下拜了一位化灵境的炼丹师当老师。林某心中实在是担忧，怕他年轻识浅，被人给骗了，不知可否请长老巨尊帮忙鉴定一二？”这话实则是想通过化灵境炼丹师来吸引赵成的注意，让他留下来。正准备迈出大堂门槛的赵成，听到林天红这番话，脚步也是猛地一顿。化灵境的炼丹师，化灵境这3个字在大前王朝本身就代表着一方大能。要知道，就连他玄阳宗的宗主也仅仅只有化灵境9重的实力而已。而一个化灵境的炼丹师，那其品阶最少也是3品。3品炼丹师，放眼整个大前王朝乃至整个广袤的东荒，3品之上的炼丹师都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每一个都足以让各大势力为之疯狂。炼丹师的品阶与武道修为息息相关，想要炼制3品丹药，其门槛便是凝罡境。因为从3品丹药开始，炼制过程便需要动用神识之力来精准控火，分离药性。但是很多人哪怕修为达到了凝罡境，自身的神识强度却依旧不够，根本无法支撑起3品丹药那复杂而精密的炼制过程。绝大多数人都必须等到修为突破至化灵境，神识之力得到质的飞跃，强大到甚至可以神识伤人的地步，才能真正稳定的炼制出3品丹药。就拿他玄阳宗来说，宗门内强者如云，但最强的炼丹师也不过是一位刚刚突破没多少年的4品炼丹师而已。至于死对头无极宗，在这方面也好不到哪里去。而整个大前王朝明面上最强的炼丹师，则是皇室重金供奉的一位5品炼丹大师。也正是因为有这位大师的存在，大前皇室才能炼制出种种神妙丹药，培养出无数强者，从而一直稳稳地压着玄阳宗和无极宗一头，维持着王朝的统治。眼前这小小的青阳城里，竟然疑似隐藏着一位没有归属的化灵境炼丹大师。赵成的心瞬间就活络了起来。如果此人没有宗门背景，那若是能想办法将其拉拢到玄阳宗，这不仅仅是为宗门增加了一位化灵境的强者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一位起码是3品的炼丹大师啊！这对于宗门未来的发展意义实在是太重大了。想到这里，赵成也是立刻决定必须留下来会一会这个化灵境的炼丹师。他转过身，脸上的冷淡之色瞬间消失，反而是换上一副饶有兴致的表情。哦，竟有此事！既然林家主信得过老夫，那老夫便留下来叨扰一番，也正好帮林家主看一看
令婿拜的这位老师究竟是何方神圣？林天红见状，心中顿时一喜，不敢有丝毫怠慢，当即对着一旁的下人吩咐道：“快去把叶晨请过来。”没过多久，叶晨便跟着一名小厮来到了大堂。对于林天红叫自己过来，他心里还是有些发懵的。不过同行的那名小厮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一路上也是战战兢兢，不敢多言。到了地方，叶晨压下心中的疑惑，依旧如往常一般，对着林天红拱手行礼：“见过岳父大人。”然而当他抬起头看到书房里还坐着另外2个人时，不由得愣了一下。一个仙风道骨的老者，一个气息凌厉的青年，这2人他从未见过。林天红满脸堆笑地站起身，开始为双方互相介绍：“叶晨，快来，我为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玄阳宗的赵成赵长老，这位是赵长老的亲传弟子李纯风公子，赵长老，这位便是我那女婿叶晨。”赵成在看到叶晨的第一眼也是微微一愣，那双看似浑浊的老眼之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金光，好惊人的气血之力！眼前这叶晨虽然修为不高，但体内那股气血之力却旺盛的如同烘炉一般，远非寻常淬体境武者可比。听到林天红的介绍，他这才回过神来，对着叶晨微微颔首。林天红见状，立刻又换了个说辞，对着叶晨笑道：“叶晨啊，赵长老听闻了你老师的大名，神交已久，特意想来拜见一番，不知是否方便？”叶晨闻言彻底懵了，拜见他老师？他哪来的什么老师？叶晨心中叫苦不迭，但面上却不敢露出丝毫惬意。现在是骑虎难下，不管如何，只能硬着头皮演下去。随后先是对着赵成拱了拱手，一脸歉意地说道：“赵长老，实在抱歉，家师性情古怪，不愿被外人打扰，还望长老海涵。”赵成闻言道：“也不急，无极宗的人已经走了，现在只有自己知道这位前辈的存在，自己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的接触，徐徐图之。”他摆了摆手，和善地笑道：“无妨，无妨，高人嘛，总有些特别的，老夫理解。不过虽然没有见到这位前辈，但是他心里已经信了10成，因为他刚才在看到叶晨的第一眼，就已经看出了叶晨的体质极为特殊，气血之旺盛，远超常理，怕是传说中的先天纯阳之体。此刻听到叶晨的话，更是脑补了一番，真心以为叶晨背后有一位高人。这时林天红又开口了，脸上露出一副关切备至的神情，对着赵成说道：“赵长老，实不相瞒，我这女婿之前15年一直被断定为没有灵根，无法修炼，可前些时日却突然可以修炼了。他老师具体用了什么神仙手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也不懂，只是我这心里总是有些担心，生怕这种逆天改命的手段会对他的身体留下什么不好的影响，所以还想请赵长老您帮忙看一看，也好让我们安下心来。”这番话说的情真意切，表面上完全是在为一个女婿的身体着想，慈爱无比。赵成闻言却是愣了一下，他有些诧异的看着林天红，反问道：“原来你们都不知道吗？”林天红被他问得有些发懵，知道？知道什么？赵成的目光再次落在了叶晨的身上。令婿的体质极为特殊，乃是100年难得一遇的先天道体。这一句话说完，叶晨和林天红全都震惊了。叶晨心中巨震，这是看出了6阳圣体，而林天红则是被先天道体这4个字给砸懵了。叶晨是一个天才，还是数百年不出一个的天才？这怎么可能？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对着赵成说道：“赵长老，您怕不是看错了吧？我这女婿从小便检测出没有灵根，根本无法修炼，这可是全城皆知的事情啊，他怎么可能是？”赵成却摇了摇头，打断了他的话：“老夫绝不会看错，你仔细看，令婿周身气血是否远比常人旺盛？其筋骨之中是否隐隐透着一股纯阳刚猛之气？这便是一部分先天道体的外在特征。”叶晨闻言心中更是震惊，这老头竟然说的全都对。就在叶晨心中惊疑不定之时，赵成又继续说道：“这便是传说中的先天纯阳之体。”一句话让叶晨和林天红再次懵了。叶晨是震惊这先天纯阳之体又是个什么玩意儿，他从来没听过，女帝也从未跟他提起过。而林天红则是被这5个字震得脑子都嗡嗡作响。先天纯阳之体，那可是传说中一旦觉醒，最低也是天阶灵根起步的恐怖体质啊！可是叶晨明明没有灵根啊！叶晨心中虽然翻江倒海，但面上却保持着镇定，静静地等待着赵成的下文。似乎是看出了2人的疑惑，赵成又继续解释道：“你们之所以检测不出他的灵根，那是因为他的纯阳之体还未曾真正觉醒，一旦觉醒，其灵根最低也是天阶中品。天阶中品！”林天红的心脏狠狠地抽搐了一下，这岂不是说叶晨这个废物的天赋比自己的女儿还要好？赵成没有理会林天红那难看的脸色，他看着叶晨，越看越是满意，又补充了一句：“而且先天纯阳之体乃是天生的炼丹师胚子，其体质与火焰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控火之能远超常人，难怪那位前辈会收你为徒。”他看着叶晨，又一脸惋惜地说道：“哎，要不是你已经有了师承，老夫现在是真想不顾一切将你收入我玄阳宗门下呀。”说完，他却在心里默默地补上了一句：“有了师承也没事，那就连你那个老师也一起打包收了，买1送1，岂不美哉？”林天红自然不知道赵成心里打的什么如意算盘，他此刻心中五味杂陈，
又是嫉妒又是懊悔，自己想尽办法想把玄阶上品的儿子塞进玄阳宗都，不得其门而入，结果叶晨这个自己一直看不起的废物，竟然差点就被人家大长老抢着要收为亲传弟子，这上哪说理去？就在林天红心中百感交集之时，一旁一直沉默的叶晨却突然开口提问：“赵长老，请问除了这先天纯阳之体外，这世间是否还有其他什么特殊的体质？”赵成闻言愣了一下，有些诧异的看着他：“你不知道吗？你老师没有跟你说过这些？”叶晨思索了一下，脸上露出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开口说道：“我没有问过，老师便没有说过。老师只让我安心打熬根基，努力修炼，莫要好高骛远。”赵成闻言也是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你老师说的对，打好根基才是正途。不过你也不必妄自菲薄，你的先天纯阳之体已是世间顶尖的道体，除却那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六阳圣体，这世上已经没有哪种体质能够与你相提并论了。”六阳圣体，听到这4个字，叶晨的心脏猛地漏跳了一拍。所以先天至阳之体是不如六阳圣体的吗？我记得曾经听我的老师说起过，也就是上一任玄阳宗宗主。赵成陷入了回忆之中，而他口中这不经意间透露出的信息，却让叶晨和林天红震惊无比。赵成的老师是玄阳宗的上一任宗主吗？没想到眼前这位赵长老的来历竟然如此惊人。当年我老师曾言，此方世界天地规则有缺，根本不具备诞生六阳圣体的条件，那种传说中的至强圣体只有可能会出现在上界。上界也曾听女帝说过，不过当时女帝说距离自己太过遥远，也没有多说，而他连化灵之后的境界是什么都还不知道。现在竟然有人告诉他自己的六阳圣体来自上界，至于会不会是父亲看错了，父亲会看错，但是女帝绝对不会，她可从来没有否定过自己六阳圣体的事情，而且还传了自己上一代六阳圣体的武技，所以自己的六阳圣体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过既然如此，自己的六阳圣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世界？父亲当年离开前曾对自己说过，有缘还会再见，但再见的前提是实力。叶晨实力的强大是两人再见的前提，而父亲是知道自己身负六阳圣体的，六阳圣体又是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的体质，那么叶晨的心中豁然开朗，父亲的身份绝对不简单。赵成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叶晨见没自己什么事，当即便起身，同样向林天红提出了告辞。林天红此刻看着叶晨的眼神已然完全不同，又是热情又是客气的将他送出了书房，嘴里还不断的叮嘱着，让他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千万不要客气。叶晨一路回到了自己的小院，看了一眼那扇依旧紧闭的房门，知道女帝应该还在闭关，也就没有上前去打扰。走到院子中央，深吸一口气，再次开始了修炼。无论如何，自身的实力才是立足于这个世界的根本。与此同时，家主书房内，林天红一个人在房中来回踱步，脸上的神情变幻不定。就在这时，房门被轻轻推开，赵兰端着一盏餐茶走了进来。她将茶盏放到桌上，看到丈夫那副坐立不安的模样，柳眉微蹙，开口问道：“老爷，何事如此心神不宁？刚才我听下人说是玄阳宗的长老来了，可是为了瑶儿。”林天红停下脚步，回头看到是赵兰，脸上露出一抹苦笑，接过茶盏喝了一口，这才将刚才在大堂发生的所有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部说了出来。从赵成的来意到叶晨的先天纯阳之体，再到他背后那位疑似化灵境的炼丹大师，事无巨细。听完丈夫的叙述，赵兰的脸上也不由得闪过一丝震惊。老爷，您现在可有什么打算？林天红长叹一声，脸上的愁容更甚。我如今也是进退两难，心中着实有些为难啊。这15年来，我们林家是如何对待叶晨的，你我心知肚明。如今他一步登天，背后有了如此恐怖的靠山，若是他记恨在心，等到他那位老师伤势恢复，那我林家的下场，后面的话他不敢再说下去。不过现在他可以断定叶晨背后的那位强者肯定是身受重伤了。他最近可是一直紧盯着叶晨所在的小院，没有一点炼丹带来的天地元力波动，那说明对方连开炉炼丹都做不到。叶晨一直用的药材也是简单的熬煮，顶多里面有一些自己不知道的手法，但绝对不是丹药。然而赵兰听到这番话，脸上非但没有丝毫惧色，反而笑出了声。老爷，您怕什么？这或许还是我们林家的一桩天大机缘呢。哦，夫人此话何解？林天红不解地看向他。赵兰凑到林天红耳边，低声说道：“老爷，您忘了，再过半个月不就是4大家族联合大比的日子了吗？我们可以以此为借口，就说为了让族中弟子更好的备战，提前先举办一场族内的大比，切磋武艺。”林天红眉头一皱，没听明白，你的意思是？赵兰白了一眼，到时候我们安排一个信得过的人，在擂台之上将那叶晨打成重伤。什么？林天红大惊失色，你疯了？这个时候去动他，不是自寻死路吗？老爷，您别急，听我把话说完。我们不是要杀他，只是要将他打伤，伤得越重越好。你想，他若是受了重伤，他背后那位老师会不会出手为他疗伤？只要他一出手，我们便可借此机会去探一探那位前辈的虚实。如果那位前辈真如我们所料，身受重伤，实力大损，那……说到这里，赵兰的眼中爆射出骇人的杀机。那我们就等到半个月后，瑶儿回来，
届时我们便可请瑶儿的师尊出手。瑶儿的师尊，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化灵境强者，一位全盛时期的化灵强者去对付一个身受重伤的，还是一个身家丰厚的炼丹师，您觉得他会拒绝吗？一位化灵境炼丹大师的传承和毕生收藏，这可是天大的诱惑。听完赵兰这环环相扣的计策，林天虹呼吸瞬间变得无比急促。好计策，实在是好计策啊！林天虹激动地握住赵兰的手，忍不住大声夸赞道：“我林天虹能娶到夫人，真乃三生有幸，夫人真乃我的女诸葛也。”赵兰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再次叮嘱道：“所以，老爷，在这之前，我们必须继续麻痹叶晨，让他放松警惕。这些时日，他需要什么药材，我们便给他什么药材，要多少给多少，务必要让他相信，我们林家已经真心接纳了他，并且是想尽力弥补他。”好，林天虹重重地点了点头，就按夫人说的办，一切都等瑶儿和他师尊回来之后再做定夺。3日后，距离4大家族联合大比仅剩10天，叶晨所在的小院之中，一股股灼热的气浪以他为中心，不断地向着四周扩散。他赤着上身，古铜色的皮肤下，一道道青筋如同囚笼般盘踞，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周身气血奔腾如江河，在他的头顶上方，甚至隐隐形成了一片淡红色的血气狼烟，直冲云霄。此刻他的境界已然来到了淬体7重的巅峰。而在房间门口，女帝一反常态的没有闭关，而是负手而立，那凤眸正一瞬不瞬地盯着院中修炼的叶晨。变态！饶是他曾为横压一个时代的9天女帝，此刻也不由得在心中暗骂了一句：这才修炼了多久？满打满算还不到1个月，这就快要淬体8重了。女帝的心中满是难以置信，想当初即便是他从淬体1重修炼到淬体8重，也足足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可眼前这个家伙修炼速度简直如同坐火箭一般，完全不讲道理。三昧真火这种修炼起来能要人命的绝世神通，你竟然真的敢拿来当做淬炼身体的日常手段？女帝看着叶晨那在金火煅烧下越发坚韧的肉身，心中更是无语。而且这才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已经能够点燃金火，并且坚持半个时辰之久，九阳霸体，当真不是人。实际上，早在3天前，叶晨从林天虹的书房回来之后，当晚便在与林清雪的双修之中，水到渠成的突破到了淬体7重。而今日他便是要一鼓作气，再次破境，直接冲入淬体8重的境界。给我破！叶晨心中低吼一声，体内那如同轰炉般旺盛的气血再次被他疯狂地调动起来，化作一股股精纯的能量，朝着那层无形的壁垒发起了冲击。然而整整1刻钟过去，那层壁垒依旧坚韧无比，纹丝不动。冲击所带来的巨大消耗让叶晨的脸色都变得有些苍白，他猛地睁开双眼，从地上站了起来。不行，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火候。叶晨走到一旁的石桌边，端起早已准备好的百草中和液，咕咚咕咚地灌下了一大碗。冰凉而又带着一丝温润的药力顺着喉咙滑入腹中，迅速地平复着他体内那因强行冲击境界而变得有些暴动的阳气。终究还是差了一点，不过也就在这2-3天之内了。可紧接着他又忍不住在心中叹了口气，哎，还是修炼得太慢了呀，越到后面越难突破。若是让外界那些苦修数年都未必能突破1重的武者听到他这番话，恐怕会当场气得吐血3声，活活骂死他这个不知足的。就在这时，叶晨才注意到了站在门口的女帝，当即笑着走了过去。今天怎么没闭关？女帝淡淡的瞥了他一眼，刚准备开口说些什么，院门外却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一名林家的小厮恭敬地站在门外，对着叶晨行了一礼：“姑爷，家主有请。”又是林天虹。叶晨的眉头当即就皱了起来，心中充满了诧异，最近是怎么回事？怎么3天2头的老是找自己？叶晨扭头跟身旁的女帝打了声招呼，示意自己去就回，便准备跟着小厮离开。谁知那小厮却又躬身补充了一句：“姑爷，家主吩咐了，让您把2小姐也一并带上。”这话一出，叶晨当即就愣住了，让林清雪也跟着一起，这又是几个意思？林天虹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虽然心中充满了疑惑，但他还是点了点头，转身看向女帝，示意她跟上。然而女帝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一眼，随即毫不掩饰的翻了个大大的白眼。麻烦，他显然是懒得去理会林家这些破事。下一瞬，只见他那双凤眸之中神光微微一敛，那股巨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气场如同潮水般退去。他主动收敛了神魂之力，将身体的掌控权交还给了林清雪，自己则直接陷入了沉睡。只见林清雪那双漂亮的大眼睛先是习惯性的朦胧了一下，透着一丝刚睡醒的茫然，但当他的目光落在眼前的叶晨身上时，那丝茫然瞬间便被无尽的惊喜所取代。叶晨哥哥！少女发出一声充满欢喜的呼唤，提起裙摆，像一只翩跹的蝴蝶，快步跑到了叶晨的身边，随后伸出纤秀的玉臂，十分自然地挽住了叶晨的手臂，将自己的身体紧紧地贴了上去，脸上洋溢着灿烂而又满足的笑容。那名带路的小厮看到这一幕，整个人都有些发懵。二小姐，这是好了，他可是亲眼看到，刚才二小姐还是一副生人勿近的高冷模样，怎么一转眼就又变成了这副天真烂漫、粘人无比的样子？虽然心中充满了疑惑，但他可不敢多问半句。如今的叶晨
在林家这些下人的圈子里，早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可以随意欺辱的废物了。自从林福被打，王德发被杀的消息传开后，这些曾经或多或少都欺负过叶晨的下人们，现在看到他，一个个都跟老鼠见了猫似的，谨小慎微，生怕一不小心就惹恼了这位煞星。小厮在前面恭恭敬敬地引着路，带着叶晨和林清雪穿过回廊，一路来到了一处极为宽阔的演武场。叶晨看着眼前这片场地，心中也是有些诧异，这里是林家专门用来给族中弟子修炼切磋武艺的地方，林天红把自己叫到这里来干什么？当他走进演武场时，更是发现这里竟然已经聚集了不少的人。放眼望去，林家年轻一代的弟子几乎全都到齐了，他们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正对着场中那座高大的擂台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看到叶晨和林清雪到来，早已等候在擂台下的林天红立刻笑着朝他们招了招手，示意二人过去。林清雪挽着叶晨的手臂，乖巧地走到林天红面前，对着他规规矩矩地行了一礼，声音软糯地喊了一声父亲。虽然这些年心智被压制，但他对以前的事情还是有些模糊记忆的。在整个林家，除了叶晨之外，眼前的父亲或许是少数几个对他还算有几分真心的人。这份真心虽然不多，夹杂着太多的愧疚，但比起赵兰的厌恶和其他人的漠视，已经要好上太多了。林天红看着眼前这个亭亭玉立、眼神清澈灵动的女儿，整个人都激动得有些发抖，声音都带着一丝颤音。雪儿，你……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林清雪，试探性地问道：你好了？林清雪看着父亲那激动的模样，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轻声说道：劳父亲这些年费心了。好了就好，好了就好啊。林天红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眼眶都有些微微泛红，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嘴里不断地念叨着：你母亲在天之灵，也总算是可以安息了。我也总算对你母亲没有那么大的亏欠了。听到他提起母亲，林清雪那双清澈的眸子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没有再说什么。林天红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也没有注意到女儿的异样。他拉着林清雪的手，上上下下的打量着，越看越是满意，连说了好几声好。随即他又想到了什么，关切地问道：丽了，雪儿，既然你的神智已经恢复，那你现在可曾开始修炼了？林清雪再次点了点头，如实回答道：如今已是淬体6重巅峰。淬体6重巅峰。林天红闻言再次被震惊到了，这才短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不仅神智恢复了，修为竟然也达到了淬体6重巅峰，这简直是匪夷所思。他心中对那位华灵境炼丹大师的存在愈发地信服，如果不是华灵境的强者，根本没办法解释女儿灵智回复的事情，更不会有如今的修为。而事实上，因为阴阳宝典双修的缘故，作为阴阳循环的另一极，林清雪的修为并不会与叶晨相差太多，但又因为天赋资质的差异，她的修炼速度确实又无法与身负9阳霸体的叶晨相提并论，有点境界差距也算正常了。林天红心中狂喜，再次连说了几声好，然后才松开林清雪的手，转身面向演武场上的所有林家子弟。他清了清嗓子，运足气力，朗声宣布道：今日将我林家所有年轻一辈的弟子召集于此，是有一件大事要宣布。10日之后，便是我青阳城4大家族联合大比的日子。为了让我林家子弟能在此次大比中取得一个好成绩，扬我林家之威，我决定今日提前举办一场族内大比。听到林天红的这番话，叶晨心中一动，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提前举办族内大比，这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联想到林天红最近这一系列反常的举动，叶晨敏锐地嗅到了一丝阴谋的味道。演武场上的其他林家子弟在短暂的错愕之后，却是瞬间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议论声。族内大比，太好了，我早就想跟林豹那小子好好切磋切磋了，嘿嘿，正好可以检验一下我最近新练成的武技。不知道这次大比家主会拿出什么彩头来。在一众侍卫的组织安排下，骚动的年轻弟子们很快便排好了队伍，开始挨个上前报上自己的姓名和修为境界，以方便后续的分组。灵山淬体6重，灵虎淬体7重，灵海淬体6重巅峰。一个个年轻弟子接连上前，报出的境界大多都在淬体6重、7重左右徘徊。毕竟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这已经算是不错的修为了。而林峰因为早已是开元境，自然不在此次淬体境弟子的比试之列。就在这时，一个身材魁梧、面容凶悍的青年大步走上了前，气息沉稳，双目如电，往那一站，便自有一股强大的压迫感散发出来。林威淬体8重，爆出境界的瞬间，立刻引来了周围人群的一片惊呼和艳羡。淬体8重，这在林家年轻一代的淬体境弟子之中，已经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了。林威显然很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目光扫视全场，脸上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傲然。很快便轮到了叶晨。叶晨淬体7重，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聚焦在了他的身上，满脸的不可置信。淬体7重，这个废物竟然是淬体7重，我没听错吧？叶晨那个废物竟然是淬体7重，这怎么可能？他不是连灵根都没有吗？肯定是家主给了他什么天才地宝，硬生生把修为堆上去的。哼，不过是花架子罢了。面对周围那些或震惊
或嫉妒或不屑的目光。叶晨的神色没有丝毫变化，只是平静地退到了一旁。林天红看着众人的反应，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再次高声宣布道：“此次族内大比，只为切磋交流，点到为止，不设冠军之说。但凡是在比试中表现优异者，我定有重赏。”此话一出，场下的年轻弟子们更是惊喜万分，一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很快，在侍卫的安排下，第一场比试正式开始。2名淬体6重的弟子跃上了擂台，互相行了一礼后，便立刻站作一团。2人实力相当，拳来脚往，打的是难解难分。其中一人猛然大喝一声，施展出了一套黄阶下品的拳法，碎石拳，拳风呼啸，颇具声势。而另一人也是不甘示弱，同样用出了一套黄阶下品的腿法，旋风腿，身形飘忽，腿影重重。2人激战了数十回合，最终还是修炼拳法的那名弟子技高一筹，抓住一个破绽，一拳将对手轰下了擂台。几场比试过后，终于轮到了叶晨出场。当时未念到叶晨的名字时，场下再次响起了一阵骚动，所有人都想看看这个曾经的废物，如今到底有几斤几两。叶晨神色平静地走上了擂台，而他的对手赫然便是刚才那个万众瞩目的淬体8重林薇。看到叶晨和林薇2人同时上场，站在林天红身旁的赵兰悄悄地凑到丈夫耳边，用只有2人才能听到的声音低声问道：“老爷，都安排好了吗？”林天红看着擂台上那道身影，同样低声回应道：“夫人放心，肯定没有问题。林薇这孩子可是除却风儿之外，我林家年轻1辈中唯一一个被允许修炼我林家镇族武技的人。林家的镇族武技名为叠浪3重劲，乃是一部货真价实的玄阶下品功法。这部功法是林家先祖机缘巧合之下所得，也是林家能够跻身青阳城4大家族的根本所在。其核心奥义在于模拟江河奔涌、浪涛重叠之势，将自身气血之力以特殊法门运转，从而施展出威力层层递进的强大招式。此功法共含3式杀招，分别为惊涛拍岸、怒涛卷沙、骇浪吞天，每一招的威力都远胜前一招。若是3招连贯使出，更是能形成浪潮之势，连绵不绝，威力强大。林天红自己便是将这叠浪3重劲修炼到了第3式，这才能在气海境中含有敌手。而林薇作为林家旁系中最出色的天才，也已经被特许修炼了此功法，并且成功掌握了第1式惊涛拍岸。就算叶晨背后那位化灵境强者也传了他什么高深的武技，林天红笃定地分析了起来。可这才多长时间，他又得提升修为，又得修炼武技，根本不可能做到兼顾，根基绝对虚浮不稳。没错，赵兰闻言也是彻底放下心来，眼中闪过一丝狠毒。一部玄阶下品武技，足以让林薇在淬体境借力于不败之地。今天定要让那叶晨筋骨尽断，逼出他背后那位的虚实。擂台之上，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试正式开始。早已得到林天红嘱咐的林薇，双目之中爆射出骇人的杀机。他没有任何试探，更没有半句废话，右脚猛一踏地面，整个人如同一头发狂的蛮牛，径直朝着叶晨冲撞过来，招招致命，拳拳到肉，完全不像是切磋，而是真正的生死搏杀。叶晨瞳孔骤然收缩，在对方出手的一瞬间，他便感受到了那股毫不掩饰的凛冽杀意。既然如此，便没什么好留手的了。面对林薇氏大力沉，直取自己面门的一拳，叶晨不闪不避，同样一拳轰出，砰！2只拳头在半空中轰然相撞。预想中势均力敌的场面并未出现，在接触的刹那，林薇脸上狞笑瞬间凝固，他只觉得一股根本无法抗衡的，如同山洪爆发般的恐怖距离从对方拳头上传来。随后，林薇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倒飞了出去，在坚硬的擂台地面上狠狠地滑行了10几米，才堪堪停下，喉头一甜，一口鲜血差点喷了出来。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捂着自己几乎快要断裂的手臂，满眼都是不可置信。你的力气怎么可能这么大？叶晨面无表情，根本懒得与他废话，自古反派死于话多，既然对方奔着要自己的命而来，那就绝不能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一击得手，叶晨脚下发力，整个人如同鬼魅般贴身上前，朝着对方的周身要害就是一下。林薇彻底被打懵了，只能狼狈不堪的勉强抵挡，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擂台下所有人都看呆了，整个演武场鸦雀无声，诸多林家弟子如同被施了定身术一般，目瞪口呆的看着擂台上那道大杀四方的身影，脑子一片空白。这还是那个废物叶晨吗？淬体8重的林薇在他面前竟然像个3岁孩童一般，被按在地上疯狂摩擦。而最前方的林天红和赵兰更是面面相觑，这不可能！赵兰差点失声尖叫出来。林天红的脸色也变得无比难看，单纯只靠肉身力量，竟能将淬体8重的林薇压制到这种地步，这股蛮力恐怕就算是寻常开元境武者都不会是他的对手啊！要是再让他学会点什么高深武技，岂不是说就算是开元境，一不小心都可能会死在他手里？林天红死死地盯着擂台，强行压下心中惊骇，咬着牙继续说道：“不过他现在表现得越是强大，就越说明一个问题，他根本没有修炼任何武技。”赵兰闻言眼睛一亮，立刻明白了丈夫的意思，连忙附和道：“没错，肯定是这样的。
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提升修为了，哪里还有精力去修炼高深的武技？只要林威抓住机会动用叠浪三重劲，叶晨那废物必输无疑。到那时，就算肉身再强悍，也必然要落得一个筋骨尽断的下场。仿佛是为了印证他们的话语，擂台之上被叶晨逼到角落，退无可退的林威眼中陡然闪过一丝疯狂。这是你逼我的！怒吼一声，他双脚扎入地面，全身的气血在这一瞬间以一种玄奥的轨迹疯狂运转起来，一股远比之前更加狂暴、更加强大的气息在体内轰然爆发。他挣脱了叶晨的压制，拉开了一段距离，脸上带着一丝病态的潮红，狞笑着看向叶晨：“能逼我用出这一招，你足以自傲了。”叠浪三重劲，惊涛拍岸。话音未落，林威一拳轰出，此刻拳头之上气血之力高度凝聚，竟隐隐幻化出一道奔涌的浪涛虚影，带着一股拍碎一切的狂暴气势，朝着叶晨当头砸下。这一拳的威势比之前单纯的蛮力攻击强了何止1倍，整个擂台似乎都在这一拳之下微微震颤。然而面对石破天惊的一击，叶晨的脸上却不见丝毫慌乱，甚至懒得用大日烘炉拳。既然对方想玩，那就陪他玩到底。叶晨不闪不避，依旧是简简单单的一拳迎了上去。3万斤的恐怖巨力在这一刻毫无保留的彻底爆发，管你什么惊涛拍岸，管你什么玄阶武技，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花里胡哨的技巧都不过是土鸡瓦狗。轰！一力降十会，叶晨的拳头与那道奔涌的浪涛虚影狠狠对撞在了一起，没有丝毫的僵持。看似狂暴无匹的浪涛虚影，在接触到叶晨拳头的刹那，便如同纸糊的一般，瞬间寸寸碎裂，化作了漫天的气劲。而叶晨的拳头却趋势不减，结结实实的印在了林威胸膛之上。噗！林威脸上狞笑瞬间凝固住了，双眼暴突，整个人如同被巨锤正面砸中，一口鲜血狂喷而出，身体再次倒飞了出去。不可能！林威重重地摔在擂台边缘，挣扎着想要爬起来。他想不通，自己明明已经用出了玄阶武技，为什么还会被一拳击溃？强烈的屈辱让他彻底失去了理智。啊呀呀！我要你死！林威状若疯魔，不顾体内翻江倒海的伤势，强行压榨着身体里最后一丝力量，再次怒吼出声。第二式怒涛卷杀，一股比刚才还要强大数倍的气息从他体内轰然爆发。擂台之下，所有林家弟子看到这一幕，全都惊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第二式，天啊！林威哥竟已经练成了第二式，太强了！这股威压，我感觉自己都快要喘不过气来了。而林天红和赵兰更是震惊的无以复加，他们也没想到林威竟在如此年纪和修为就触摸到了第二式的门槛。要知道，放眼整个林家，将叠浪三重劲完整练成的只有林天红一人，除他之外，年轻一辈中也只有被寄予厚望的林峰才勉强掌握了第二式。林威能做到这一步，简直堪称是天纵之才了。震惊过后，林天红和赵兰对视一眼，稳了，这一下彻底稳了。第二式的威力，他们比谁都清楚。叶晨那废物，就算肉身再强，力量再大，也绝无可能接下这一招。看着林威身上那股比之前狂暴了数倍不止的气息，叶晨的眼神也终于凝重了几分。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对方这一招所蕴含的力量，已远远超出刚才所施展的惊涛拍岸。这一招不能再硬扛了。既然如此，那便用武技对武技。叶晨深吸一口气，不再有丝毫保留，体内的九阳霸体之力在这一刻被彻底引动。大日轰炉拳，晨曦一拳轰出，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也没有狂暴无匹的气浪。然而就在拳头递出的瞬间，整个演武场的光线仿佛都在这一刻暗淡了下去。一轮虚幻的具有无比凝实的金色骄阳在他的拳锋之上冉冉升起，那股温暖而又霸道，仿佛能焚尽世间一切阴霾的至阳拳意，笼罩了整个擂台，惶惶如日，微不可侵。林威由气血之力幻化出的如同泥石流般汹涌的怒涛，在这轮金色骄阳面前竟显得是如此的渺小。轰！拳与拳轰然相撞，金色的骄阳与浑浊的怒涛在擂台中央展开了最直接的碰撞，没有丝毫僵持。在接触的刹那，那狂暴的怒涛拳劲便如同遇到了烈日的冰雪，瞬间被蒸发、被融化、被彻底的撕裂。而金色的骄阳却趋势不减，以一种无可匹敌的姿态后发先至，结结实实地印在了林威胸膛之上。噗！林威脸上表情在这一刻彻底凝固，甚至连一声惨叫都没能发出，他的胸骨便在恐怖拳力之下寸寸塌陷，整个人倒飞了出去，越过数十米的距离，重重地跌落在了擂台之外的地面，当场昏死过去，生死不知。一招，仅仅一招，施展出叠浪三重劲第二式的林威，连叶晨的衣角都没能碰到，便被一拳轰飞，惨败当场。整个演武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若真可闻，所有林家弟子都如同被施了定身术一般，一个个眼珠子瞪得溜圆，嘴巴张得足以塞下一个鸡蛋。他们呆呆看着擂台上那道缓缓收拳的身影，脑子一片空白，失去了思考能力。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刚才那又是什么？拳出金光，化作骄阳，到底什么武技？淬体八重施展出玄阶武技第二式的林威哥就这么败了。短暂的死寂后，
人群瞬间炸开了锅。天啊，我看到了什么？林威哥竟然被一拳打飞，那轮金色太阳，好可怕的拳意！我离得这么远，都感觉自己快要被融化了。叶晨，他竟然也会武技，而且这武技的威力，好像比我们林家的叠浪三重镜还要强。怪物，他就是个怪物！此刻林天红和赵兰面如死灰，浑身冰凉，如坠冰窟。怎么回事？赵兰差点失声尖叫出来。林天红的身体也在不住地颤抖，他死死地盯着叶晨，眼中露出恐惧。他连武技都掌握了。我想起来了，好多天前林成就跟我汇报过这个事，他用武技杀了王德发的。我这怎么就给忘了？而且这武技的品阶绝对远在叠浪三重镜之上，这至少也是玄阶上品，甚至可能的阶武技。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疯狂滋生。叶晨背后那位神秘的老师，不仅能治好清雪的神智问题，竟然还能随手拿出这么强大的武技，这到底是一位何等恐怖的存在？叶晨没有理会周围那些目光，只是平静地走下擂台，默默地走到了林清雪身边。林清雪一把挽住叶晨的胳膊，小鸟依人般靠了上去，一双清澈的眸子里早已满是崇拜。在叶晨那石破天惊的一拳后，后续的几场比试便显得索然无味了。几个林家弟子陆续登台，虽然也打得有来有回，但与刚才如同神仙打架般的场景一比，简直就是孩童嬉戏，平平无奇。叶晨站在场下，看的是昏昏欲睡，连连打着哈欠。一旁的林清雪见状，大眼睛眨了眨，随即露出了一个心疼的表情。她轻轻地拉了拉叶晨的衣袖，然后拍了拍自己的肩膀，小声地说道：“叶晨哥哥，你是不是困了？要不先躺在我怀里睡一会儿。”说完，他把叶晨的头放在了自己温软香滑的香肩之上。叶晨闻言也是一愣，随即失笑，不过看着少女充满关切的清澈眼眸，心不由得一暖，便顺势依偎了上去。少女身上传来沁人心脾的淡淡幽香，让人心神宁静。远处的林天红本就因为计划失败而心中不快，此刻再看到叶晨和自己那宝贝女儿亲昵的在大庭广众下秀恩爱，更是胸口一阵发堵，差点没背过气去。但偏偏他还发作不得，毕竟当初是他亲口做主将林清雪嫁给叶晨的，如今人家夫妻恩爱，他这个老岳父又能说什么？林天红只能眼不见心不烦地别过头去，强行压下心中的怒火。很快，所有的比试便都结束了。林天红看着场下那些表现优异的弟子，又看了看一旁神色淡然的叶晨，心中更是感到一阵为难。按照他之前的承诺，叶晨今天在擂台上的表现无疑是全场最亮眼的，理应得到最丰厚的奖励。话已经说出去了，当着这么多族人的面又不能食言，最终林天红也只能捏着鼻子，强行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走上前去，朗声宣布道：“此次族内大比到此结束。林威、林虎、叶晨，你们几人表现出色，堪为我林家年轻一辈的楷模。作为奖励，我特许你们进入我林家藏经楼，任意挑选一部黄阶中品武技进行修炼。”此话一出，整个演武场瞬间沸腾了。那些被点到名的弟子，一个个都激动得满脸通红，欣喜若狂。武技竟然奖励了武技，还是黄阶中品的武技，我做梦都想学啊！要知道，在林家除了嫡系子弟，寻常的旁系族人是根本没有资格接触到黄阶武技的，这奖励不可谓不丰厚。然而众人兴奋不已之际，叶晨却是愣住了。黄阶武技，自己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女帝随手从牙缝里露出来的，都是地阶起步的呀。这黄阶武技在自己眼里连垃圾都不如。想到这里，叶晨连一丝犹豫都没有，直接看向林天红说道：“岳父大人，黄阶武技我可能用不上，不知能否换成其他奖励？”此话一出，整个演武场瞬间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像看傻子一样，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叶晨。用不上？他竟然说自己用不上黄阶中品武技，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可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呀！而台上的林天红更是被叶晨这句话给噎得半天没吱声。看不上？他竟然连黄阶中品武技都看不上，这莫非就是画灵境炼丹大师的豪横？林天红脑子里嗡嗡作响，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回应。给吧，心里不痛快，甚至连黄阶武技他都不想给。虽然叶晨看不上，但那也是林家的珍藏，凭什么便宜了这家伙？可不给吧？先前话都已经说满了，肯定不合适。一番剧烈的心理斗争后，林天红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只见他脸上露出一副为难表情，对着叶晨长叹了一口气，苦笑着解释道：“叶晨啊，不是岳父不愿为你更换奖励，实在是，我林家毕竟只是青阳城一个小家族，底蕴浅薄，与你老师那等通天彻地的大人物，实在是无法相提并论。”他一边说，一边还摆出一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迫模样。这藏经楼里最珍贵的，也就是几部黄阶武技了，而黄阶武技对家族来说十分珍贵。你要换个能和黄阶武技比的奖励，我这一时半会还真拿不出来。一番话说的情真意切，姿态放得极低，既捧了叶晨背后那老师，又哭了一波穷，暗示自己实在拿不出更好的东西。叶晨何等心智，一眼便看穿了林天红这点小九九，无非就是既不想丢面子，又舍不得给其他罢了。
不过叶晨也懒得计较，反正林家的其他东西他还真看不上眼。当即叶晨脸上露出一副体谅表情，顺着林天红的话说道：“岳父大人言重了，既然如此，那便不必为难了。”他顿了顿，装作思索了片刻，然后用一种为林家着想的语气开口说道：“不如这样，岳父大人便将这奖励给我换成银子，1万两银子即可。毕竟我与清雪如今也要开始修炼，日常开销颇大，比起那些我用不上的武技，这些俗物反倒对我俩更加实用一些。1万两银子！”此话一出，周围那些林家弟子再次被震惊到了。他们看着叶晨，好似看傻子一般。一部黄阶中品武技，其价值在市面上何止万两，而且往往很难买到。叶晨不要武技，竟然只这么轻飘飘的要了1万两白银，简直就是暴殄天物。而林天红听到这个要求，也是愣了一下，随即肉痛的无以复加，哭穷的调子都定下了。本来打算不管叶晨说什么，自己都说家里没有，可他万万没想到，叶晨竟然只要钱，而且还是要1万两白银。要知道，如果让叶晨去藏经楼里学一部功法，那功法还是林家的，他林天红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损失。可现在这1万两白银，那可是要从他林家的府库里真金白银的掏出去啊，这简直就是在割他的肉。然而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在场这么多双眼睛盯着他，刚刚还摆出一副慷慨大方的家主模样，此刻若再反悔，那他这张脸可就真没地方搁了。毕竟和一部黄阶中品武技比起来，1万两白银确实也算不得什么。最终林天红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好，既然如此，那便依你。他强忍着心中的滴血，对着一旁下人吩咐道：“去账房支1万两银票来，给姑爷。”很快，一沓厚厚的银票便送到了叶晨手中。林天红看着拿了银票离去的叶晨，心都在抽搐。是夜，月黑风高，林天红的书房内一片狼藉，名贵的青花瓷瓶、上好的墨砚、珍藏的古籍字画，此刻都化作了满地碎屑。岂有此理！简直是岂有此理！林天红气得浑身发抖，胸膛剧烈的起伏着，说着又一脚踹翻了身前的紫檀木椅，发出一声沉闷巨响。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本想借着族内大比一举废掉叶晨，逼出他背后的高人，可结果呢？林家年轻一辈的第一高手林威被打得半死不活，现在还躺在床上昏迷不醒，而他自己不仅没能探出对方的半点虚实，反而当着全族人的面被叶晨那个废物狠狠地敲了1万两白银的竹杠，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一旁的赵兰脸色同样阴沉无比，他精心设下的计策就这么被那个废物轻而易举给破了，这让他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气？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等到林天红将房里能摔的东西都摔得差不多，发泄完了心中怒火，赵兰才缓缓开口：“老爷，或许我们还有别的办法。”瘫坐一旁的林天红闻言一愣：“什么办法？夫人快说。”赵兰走到他身边，依旧是不急不缓地说道：“越是恨，他反倒越是平静。当年对苏晴也是这般。老爷，您还记得前些时日我们青阳城出现的那场天地异象？”林天红一愣，不解问道：“异象？这与叶晨何干？”赵兰冷笑一声：“我们可以借口那晚出了异象，对外宣称有魔道妖人趁机混入了我们青阳城，意图寻找那可能出事的一宝。届时，您再以林家家主的名义号召其他3大家族联合起来，全城搜捕魔道妖人，以保青阳城安宁。”听到这里，林天红感觉自己已隐隐猜到了赵兰的意图。然后呢？然后赵兰的语气愈发冰冷：“我们便可趁此机会安排信得过的死士，伪装成魔道妖人，在叶晨外出之时对他下死手。当然可以不杀死他，但必须将他打成重伤。如此一来，其效果与我们白天的计划也差不了多少。他一旦濒死重伤，背后那位神秘的化灵强者必然会出手为他疗伤。”说到这里，赵兰眼中闪过一丝更加狠辣的光芒。而您只需要安排我们林家的高手假装路过，恰好发现叶晨被魔道妖人围攻，再拼死将他救下。如此一来，我们不仅能逼出那位前辈的虚实，更能卖他一个天大的人情。说不定借此机会一箭双雕，可以得到那位前辈的好感，让他对我们林家放下戒心，以便为日后瑶儿的师尊动手提供最大的便利。听完赵兰这环环相扣、一箭双雕的毒计，林天红顿时一扫之前颓势，妙，实在是太妙了。他一把抓住赵兰的手，激动得无以复加：“夫人，你这计策简直堪称是天衣无缝，神来之笔啊！我得欺辱你，夫复何求？”另一边，叶晨所在小院，夜色已深，房间里烛火摇曳，映照着女帝绝美的脸，气氛却显得有些尴尬。叶晨看着面前那双冰冷如霜的凤眸，女帝也同样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两人面面相觑，一时之间谁也没有先开口说话。就在刚才，林清雪的意识终于支撑不住，陷入了沉睡。她毕竟心智受损多年，灵魂本源虚弱，今天白天主导了一整天的身体，对她而言已经是极大的负担。如此一来，女帝今晚便不得不掌控这具身体的主动权。而现在又到了子时，是每日修炼阴阳宝典的最佳时机。只是以往这个时候陪在自己身边的都是那个天真烂漫、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傻媳妇林清雪，可今天换成了这位傲娇高冷、动不动就要杀人全族的女帝，这还怎么下得去手双修？
叶晨看着女帝那张冰山般的俏脸，只觉得头皮发麻。他愣了片刻后，终于还是硬着头皮开口说道：“那个，要不今天就先不修炼了吧？你也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话音刚落，女帝那张冰冷的俏脸上瞬间便布满了羞恼的红晕，一双凤眸之中更是燃起了滔天怒火。你的意思是，你本来还想对本帝做那种不知羞耻之事？一股冰寒刺骨的杀意瞬间锁定了叶晨。没有，绝对没有！叶晨吓得连连摇手，求生欲爆棚的他立刻摇头，极力解释起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说习惯了。您好好休息，早点休息。”说完，他便立刻紧紧地闭上了嘴巴，再不多说一个字。女帝看着他那副又怂又怕的模样，心中的怒火才稍稍平息了一些。但紧接着，他脑海中却又不受控制地浮现出了往日叶晨和林清雪修炼阴阳宝典时的种种画面，那种身心交融、灵魂共鸣的极致快感，那种神魂本源被一点点修复的舒爽感觉。不得不说，虽然过程羞耻了一点，但确实挺舒服的。而且，对于迫切想要恢复神魂力量的他而言，每日的双修更是必不可少。想着，女帝的脸颊再次变得滚烫，那抹动人的红晕甚至蔓延到了雪白的脖颈和精致的耳根边。随后，女帝反应了过来，连忙否认3连：“我绝对没有想，肯定没有，都是这个登徒子诱导自己。”想完，她又忍不住抬起眼，狠狠地瞪了叶晨一眼。叶晨正老老实实地站在原地，突然感觉到背后一凉，一股毫不掩饰的杀意再次袭来，吓得他浑身一个激灵，立刻又老老实实地后退了好几步，与女帝保持了一个他自认为安全的距离。女帝见他这副模样，不由得冷哼一声，强行将脑海中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全都驱散出去。她不断地在心中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我只是想快点恢复神魂，对，就是这样，只是为了疗伤而已。最终，这一晚的双修还是不了了之。当叶晨拖着疲惫的身体，习惯性的准备爬上那张唯一的木床睡觉时，迎接他的是毫不留情的一记飞踹。滚下去！叶晨被踹到地上，揉着生疼的屁股，一脸无奈。他指了指简陋的小屋，又指了指床上唯一的宝贝，苦着脸道：“大姐，这我也没别的地方睡啊，总不能让我睡地上吧？”女帝看了一眼这除了床和桌子就再也容不下第3样东西的破旧小屋，也是一阵无语。最终，她还是不情不愿地往内侧挪了挪，留出了一小半的位置，但语气依旧冰冷无比：“睡觉可以，但你不许碰我，要是敢碰到本帝一根手指头，本帝立刻就阉了你。”叶晨闻言连连点头保证，然后他才小心翼翼地爬上了床，紧贴着床沿躺下，生怕一不小心真给碰到了。黑暗中，两人背对而卧，谁也没有说话。不过女帝却是辗转反侧，半天都无法合眼。亿万年来，她还是第一次这般和一个年轻男子同榻而眠。她能清晰地感觉到背后那个男人平稳而有力的呼吸声，一阵阵温热的气流在不断地拂过她的后颈，让她感觉浑身有些不自在。终于，她还是忍不住悄悄地转过了身，正想开口说些什么，让他离自己远一点，可一转身却被吓了一跳。只见叶晨不知何时也已经转过了身，面对着他，而且睡得正香，一张俊脸距离他不过咫尺之遥。女帝的心跳没来由地漏跳了一拍，赶紧稳住心神，恢复了那副冷若冰霜的表情，在心中暗自冷哼一声：“哼，睡个觉都不老实。”然而，就在他准备转过身回去的时候，一边突生。睡梦中，叶晨好像是梦到了什么，突然伸出手臂，一把就将他那柔软娇嫩的身子紧紧给搂进了怀里。女帝的身体瞬间一僵，一股浓郁而又充满了阳刚气息的男人味道瞬间将她彻底包裹。紧接着，叶晨那温热的嘴唇已是贴在了他的耳边，口中无意识地呢喃着一个名字：“清雪。”“老婆。”他一边叫着，一边还下意识地向里挤了挤，将女帝那玲珑有致的娇躯更加紧密地拥入怀中，仿佛抱住了一件绝世珍宝。女帝整个人彻底僵住了，大脑一片空白，好一会都没有反应过来。这种感觉也太奇妙了。她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那高耸饱满的胸脯正紧紧地贴在对方坚实滚烫的胸膛之上，甚至能感受到叶晨强而有力的心跳声，一声又一声，仿佛要与自己的心跳融为一体。一股前所未有的陌生的酥酥麻麻的感觉，如同电流一般，瞬间传遍了他的四肢百骸。这跟之前在识海中感受不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好舒服啊，甚至让他有点沉沦。而他的脸颊在黑暗中早已红得能滴出血来。这个混蛋登徒子！女帝心中羞愤欲绝，恨不得立刻抬起腿，将这个胆敢亵渎自己的家伙一脚踹到天上去。可是不知为何，当他感受到对方怀抱中那令人安心的温暖，那原本已经半抬起的玉腿却怎么也踹不过去了。就这么一动不动的任由叶晨紧紧地抱着自己，反正他睡着了，也不知道现在做的这些事，所以就原谅他吧，毕竟这本来就是他老婆的身体。女帝不断给自己催眠，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住了。然而就在女帝的心神逐渐被这股温暖所融化时，她那僵硬的身体却猛地再次一颤，她紧紧咬住了自己的嘴唇，那双才刚缓和下来的凤眸中顷刻燃起滔天怒火。这个混蛋，搂就搂着了，
他的手居然还不老实。女帝只觉得自己胸前那2座从未被任何人触碰过的雪山，此刻竟是被一只温热大手给彻底的握住了。那只手甚至还在无意识的轻轻的揉捏着。轰！女帝的脑子瞬间就炸了，一股难以言喻的让她几乎要窒息的羞愤与快感、悲愤涌上心头，她再也忍不住了，当即暗中运起一丝气力，在那只作恶大手上狠狠给掐了一下。睡梦中的叶晨似乎感觉到了疼痛，眉头不由得紧紧皱起，但手终究还是下意识的松开了。女帝这才如释重负的松了一口气，整个人都仿佛虚脱一般，软软地靠在叶晨怀里。折腾了大半夜，她也终究抵不住神魂处传来的浓浓困意，带着一丝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到的安心，缓缓地闭上眼睛，沉沉睡了过去。翌日清晨，叶晨睡得正香，嘴角还挂着一丝满足笑容，似乎正在做什么美梦。然而下一秒，砰一声沉闷的巨响，熟悉的巨大力道从床上传来，精准无比地印在了他的后腰上。叶晨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即刻腾空而起，在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然后重重砸在了地面，使得他发出一声痛苦闷哼之声。嗷！剧烈的疼痛让他从睡梦中惊醒。叶晨龇牙咧嘴地从地上爬起来，揉着快要断掉的老腰，一脸茫然和懵逼。当他抬头看向床上时，恰好见到一条雪白修长、曲线完美的美腿正飞快地从被子外面收了回去。叶晨瞬间反应了过来，女帝醒了，只是他心中充满了疑惑。最近这段时间，自己有时候睡过了头，虽然也偶尔会被踹下床，但大多数时候他都只是冷着脸让自己滚出去。已经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下这么狠的脚了。今天这是发什么疯？就在他惊疑不定之际，床上女帝已缓缓地坐了起来。她用被子紧紧地裹着玲珑有致的娇躯，那张清冷绝美的俏脸上，此刻却带着一抹还未完全褪去的动人无比的潮红。看着趴在地上一脸无辜的叶晨，女帝凤眸之中瞬间闪过一丝羞恼，而被子中她那只纤秀的玉手正不着痕迹地轻轻地揉着自己那依旧还残留着一丝异样感觉的饱满胸脯。混蛋玩意！女帝在心中疯狂怒骂着。昨晚就在自己神魂倦怠睡着后没多久，那个登徒子的大手又一次不老实地抓了上来，而且还抓了一整晚。有那么好抓的吗？一想到自己竟就这么被他占了一整晚便宜，女帝羞愤地想要杀人，但偏偏这种事情她又不好明说，只能将满腔怒火都发泄在了刚才那一脚上。她强行压下心中异样，俏脸恢复了那副冰冷到骨子里的模样，对着地上的叶晨厉声喝道：“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你的衣服穿好，然后给我滚出去修炼！”叶晨被他突如其来的怒火搞得很是莫名其妙，但看着对方随时准备再踹自己一脚的架势，他可不敢多问什么，只能老老实实的爬起，飞快的穿好衣服，然后一边揉着腰，一边嘴里小声的嘟囔着，灰溜溜的走出了房间。屈服于自家老婆，不丢人。3天后，叶晨所在的小院中，他盘膝而坐，双目紧闭，古铜色的皮肤下，每一寸肌肉都在微微颤动，周身的气血之力已经浓郁到了一个极致，化作一道道肉眼可见的血色气流，如同灵蛇般缠绕在身体周围。淬体七重的瓶颈在经过这3日不眠不休的冲击后，终于出现了一丝松动。就是现在，叶晨暴喝一声，将体内所有的力量都汇聚成一股，朝着那道无形的壁垒发起了最后的总攻。轰一声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闷响，那道困扰了他3天的坚固壁垒在这一刻轰然破碎，一股更加强大更加精纯的力量瞬间自丹田深处奔涌而出，如同决堤的洪水流遍了他的4肢百骸。淬体8重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感觉充斥着叶晨的全身，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筋骨皮膜都在这一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蜕变，力量、速度、防御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房门口一直静静看着他修炼的女帝，那双万古无波的凤眸之中再次掀起了滔天巨浪，越来越离谱了。他忍不住暗自啧舌，从淬体7重到淬体8重，寻常天才至少也需要10数天甚至1个月的苦修，可这个家伙竟只用了短短3天，都已经不能用变态来形容了，简直就是个怪物。叶晨缓缓收工，吐出一口灼热浊气，感受着体内那爆炸性的力量，脸上露出了满意笑容，站起身，看到了门口的女帝，也早已习惯了她最近的监工行为。不知从何时起，女帝闭关的时间越来越少，大多数时候都是像现在这样，静静地站在不远处看着她修炼。他走到女帝面前，将自己最近修炼时遇到的一处瓶颈向她请教。我修炼3昧真火的金之火，如今已能坚持运转2个时辰之久了，可是无论我怎么尝试，都始终无法真正的点燃金火。叶晨脸上充满了困惑，按照你给我的传承中所述，到了这个阶段，应该已可以成功点燃金之火，并且维持1刻钟时间了。可我每次尝试，都只感觉全身气血疯狂沸腾，力量消耗飞速，却始终差了那临门一脚，不知到底是为什么。女帝听完他的问题，没有说话，她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然后走到一旁用来熬制百草中和液的炉子前，从里面夹出一块烧得通红的炭火，随即她拿着那块炙热炭火
径直朝着叶晨的胸口按了过去。你干什么？叶晨吓了一跳，几乎是下意识的猛地向后一躲，避开了滚烫炭火的侵袭。女帝收回手，将炭火扔回炉中，这才用一种看白痴的眼神看着他，淡淡开口：现在你明白了吗？叶晨看着他，又看了看炉子里那块烧红的木炭，不由恍然大悟：我明白了。正常情况下，点燃自身精血本就是一种自残甚至是自杀行为，哪怕他拥有三昧真火的法诀，知道如何安全地操控这股力量，但他的身体，他的求生本能依旧会在最关键时刻下意识地产生抵触，阻止他做出这种危险的行为。想要真正的点燃精火，突破这最后一层心理和生理上的障碍，就只有一种办法：置之死地而后生，给自己施加足够大的压力，让身体在面临生死危机之时不得不爆发出所有的潜力。看来一直待在这林家终究还是太安逸了。叶晨眼中闪过了一丝明悟，我要去城外的大山岭历练一番。女帝看着他眼中燃起的昂扬斗志，嘴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淡淡点了点头。真正的强者都是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九阳霸体只要不陨落，注定要正到大地。但征地又哪有靠老老实实修炼就行？征地之惨烈，万古罕见，哪怕强如九阳霸体，也有可能会死。没有置之死而后生的觉悟，不如趁早熄了那样的念头。去吧。林天红的书房内，他正盘膝而坐，依旧在试图冲击那困扰了自己多年的宁刚境瓶颈。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凌晨恭敬的求见声。林天红缓缓收工，睁开双眼，沉声说道：进来吧。林城推门而入，躬身行礼后，立刻将一个刚刚收到的消息向林天红禀报：老爷，叶晨他离开林家了。哦。林天红眉头一挑，去哪了？看他离开的方向，应该是要出城，往城外的大青山去了。听到这话，林天红先是一愣，随即脸上爆发出了难以抑制的狂喜之色。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他正愁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对叶晨下手，没想到这个废物竟自己主动送上门来了。大青山是附近横断山脉的一处支脉，且不说横断山脉中心，单就大青山边缘就妖兽横行，杀机四伏。开元境的妖兽不说比比皆是，但也绝不少见，那可是杀人越货、毁尸灭迹的绝佳场所。林天红强行压下心中激动，看向林城问道：我先前让你去办的事，办得怎么样了？有魔道妖人潜入青阳城的消息都传出去了吗？林城立刻点头回应：回老爷，都已经安排妥当。如今整个青阳城都传遍了，说是有魔道妖人觊觎那晚的异宝，趁机潜入城中，仕途不轨。最近这几日时间，不仅我们林家，包括赵、王、孙三大家族在内，都在全城范围内大肆搜寻魔道踪迹，就连前些10日来的那些玄阳宗弟子也都被惊动了，时不时的会在城内城外四处探查，寻找可疑之人。好，那就好。林天红满意地点了点头，脸上露出阴冷笑容。魔道妖人，人人得诛之。如此一来，叶晨在城外被魔道重伤，也就是很合情合理的事了。他看着林城再次问道：我让你去找的人手也都找好了吧？林城躬身恭敬回答道：回老爷，小的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人选，此人名为血屠，是货真价实的开元境3重魔道武者，主修体魄，实力极为强悍。据闻他修炼的乃是一门名为万苦魔身的邪功，爆发力惊人，寻常开元境5重武者都不见得是他的对手。这万苦魔身乃是魔道之中一门极为歹毒霸道的炼体邪功，此功法不修元力，不看灵根，只练体魄。他将吸纳入体的天地元力全部用来淬炼肉身，过程之痛苦远非常人所能想象，境界越高，修炼时所要承受的痛苦便越是恐怖。但优点也很明显，修炼速度极快，且在低境界时战力会远超同阶武者。更歹毒的一点是，此功法还能通过虐杀生灵，掠夺其精血来加速修行。若是虐杀武者，效果更佳，但其弊端同样致命，因为不修元力，到了高境界后便无法施展一些需要元力才能催动的强大武技和神通，战力会远远逊色于同级别的强者。所以修炼此功法者，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往往会通过大量虐杀武者，强行吸纳他们丹田内的元力，再通过邪法将其短暂地储存在自己体内。这个过程既能通过掠夺精血来强化功法，又能让自己在短时间内拥有元力，从而爆发出更强的战力，甚至不比同级别的强者弱上多少。也正因如此，修炼万苦魔身者必须不断地屠杀武者，双手沾满血腥，是彻头彻尾的魔头。林天红听了林城的介绍，眼中闪过一丝满意神色。好，开元境3重体修，实力堪比开元5重，这应该是稳了。你去告诉他，别给真弄死了，直接将叶晨打成濒死，哪怕吸光他的精血也无所谓。事成后，你记得要立刻想办法，让其他3大家族的人恰好赶到现场，务必让他们亲眼看到是魔道妖人重伤了叶晨，而我们林家的人则是去营救的，最后再借他们之手将那个血屠处理干净。只有这样，我林家才能彻底的摆脱嫌疑。这个世界上最能保守秘密的只有死人。林城闻言立刻躬身领命：是，老爷，属下明白。叶晨离开林家，一路向西，很快便来到了青阳城外。远处便是连绵不绝，宛如一条青色巨龙般横卧在大地之上的横断山脉支脉，
大青山。这座山脉广袤无垠，山高林密，终年被一层淡淡的雾气所笼罩。这里是妖兽的地盘，也是无数冒险者和猎户赖以为生的宝地。叶晨没有丝毫犹豫，一头扎进了广袤的深山之中。他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寻找足够强大的妖兽来给自己施加压力，从而一举点燃三昧真火。刚进入山脉外围，叶晨便遇到了一个正准备下山的猎户。那猎户约莫40来岁，身材魁梧，皮肤黝黑，背着一张巨大的硬弓，腰间还挎着一把砍刀，一看就是常年在山里讨生活的。看到叶晨孤身一人，而且两手空空，连件像样的兵器都没带，此人脸上不由露出了诧异神色。快走几步，他拦住叶晨，好心的开口劝道：“小兄弟，看你这身打扮，是第一次来这大青山？”叶晨点了点头。那猎户见状，更是连连摇头，指着身后云雾缭绕的深山，语重心长的说道：“小兄弟，听我一句劝，赶紧回去吧。这山里可不是什么善地啊！我们这些常年打猎的猎户，也只敢在最外围的区域逛一逛，猎杀一些野兽和不入流的妖兽。即便是这样，也偶尔会遇到开元境的强大妖兽，一不小心就会把命给丢在这里。”顿了顿，他脸上露出一丝恐惧神色，继续说道：“而且这还只是在外围，据说在这大青山深处栖息着气海境以上的恐怖妖兽，你这样一个人进山去，实在太危险了。”感受到对方话语中的善意，叶晨心中不由得一暖，对着猎户拱了拱手，感谢道：“多谢大叔提醒，在下心中有数。”他并没有解释太多，只是向对方打听起了这附近妖兽的分布情况。“大叔，不知您是否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实力一般点的妖兽？最好是淬体9重左右的。”猎户闻言，顿时用一种看疯子般的眼神看着叶晨。黄毛小子，不听劝，难道还要主动去找淬体9重的妖兽？这是活腻歪了吗？见叶晨不似在开玩笑，猎户也不好再多说什么。毕竟每年都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抱着一夜暴富、一举成名的美梦，闯入这大青山中。当然，确实有一些走了狗屎运的，但多数还是化成了滋养大青山的肥料。叹了口气，他给叶晨指了一个方向，说道：“往那边走，进山大概20里左右，有一片林子，那里是一头大虫的地盘，据说便是一头淬体9重妖兽。”叶晨淡淡一笑，再次向对方道了声谢，辞别后径直朝猎户所指方向大步走去。一路前行，他将自己的感知能力提升到极致，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动静。没过多久，一阵低沉的、充满了暴力气息的兽吼声便从前方密林中传了过来。叶晨精神一振，循着声音找去，只见一头体型堪比水牛、通体布满黑色斑纹的巨虎，正趴在一块巨石上撕咬着一头刚被他猎杀的野鹿。那巨虎身上散发着一股狂暴而又强大的气息，赫然便是一头淬体9重的妖兽——黑斑吊金虎。同级别的妖兽，其实力往往要远超那些没有修炼过高深武技的人类武者，尤其是像这种以力量和体魄见长的虎类妖兽，在淬体境简直堪称同阶无敌的存在。那黑斑吊金虎显然也发现了叶晨这个不速之客，他停下了进食，缓缓地抬起头，一双铜铃般的虎目中闪烁着嗜血凶光，死死锁定了叶晨。吼！一声震耳欲聋的虎啸响彻山林，黑斑吊金虎猛地从巨石上一跃而下，庞大身躯却展现出了与其体型完全不符的敏捷，化作一道黑色闪电，朝着叶晨猛扑过来。锋利的虎爪在阳光下闪烁着森然的寒光，足以轻易地撕开钢铁。然而，面对这凶猛无比的扑杀，叶晨脸上却不见丝毫惧色。大日烘炉拳，晨曦。只见他深吸一口气，不闪不避，右拳紧握，迎着扑面而来的血盆大口，直接一拳轰出。砰！拳头与虎头结结实实地撞在了一起，一声沉闷巨响。那头不可一世的黑斑吊金虎连一声哀嚎都没能发出，其庞大身躯如同被一柄无形的巨锤砸中，倒飞出去后重重撞断了好几棵合抱粗细的大树，这才摔落在地，抽搐了几下没了声息。叶晨缓缓收回拳头，看着那头被自己一拳秒杀的淬体9重妖兽，脸上非但没有喜悦之色，反而皱起了眉头。太弱了，根本无法给自己带来压力。这个实力就算不用大日烘炉拳，自己也能压着打，顶多就是打的时间长一点而已，起不到碾压磨练的效用。摇了摇头，叶晨继续朝山脉深处走去。一路上他又接连遇到了好几头妖兽，其中甚至还有一头皮糙肉厚、以防御力著称的淬体9重巅峰妖兽铁甲野猪。这铁甲野猪的实力比黑斑吊金虎还要强上几分，一身如同铁甲般的硬皮，足以抵挡寻常刀剑的劈砍。然而在叶晨那堪比人形凶兽的恐怖力量面前，依旧是不堪一击。叶晨甚至都没有动用大日烘炉拳，仅仅只凭借着纯粹的肉身力量便能压制着他打了。而最终他施展出晨曦，同样是摧枯拉朽一般，瞬间秒杀，一连斩杀数头淬体9重妖兽，叶晨身上愣是一丝伤痕都没有留下。他站在这头刚被他打死的铁甲野猪尸体旁，脸上写满了惆怅。这可怎么办？淬体境妖兽完全无法给他带来任何生死危机，可若是让他现在就去挑战开元境的妖兽，叶晨心中又有些没底。开元境与淬体境是截然不同的层次，开元境强者可以引动天地元力入体，无论攻击力、防御力还是续航能力，
都远非淬体境可比。自己虽然有大日轰炉拳这等强大武技，但用气血之力催动武技和用元力催动武技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更何况开元境妖兽，其实力本就比同级别的人类武者强上不少。自己一个连元力都没接触到的淬体境，这么冒冒失失的跑去挑战开元境妖兽，岂不等于是去寻死？叶晨长叹一声，心中很是矛盾。在原地犹豫了许久后，他最终却还是猛一咬牙，眼中闪过一丝狠色。富贵险中求，武道一途本就是逆天而行，若连这点风险都不敢冒，还谈何攀登巅峰？再往大青山的内部走一走，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头刚踏入开元境的妖兽，来试一试自己的极限。不管怎么说，得先打打看，实在不行，自己再凭借远超常人的速度和感知，找机会逃跑就是了。打定了主意，叶晨不再犹豫，辨明方向，再次朝着山脉更深处走去。继续深入10余里后，他明显感觉到了周围环境出现了变化，林木愈发的高大茂密，空气中弥漫的天地元气也比外围浓郁不少，四周变得安静无声，连一声鸟叫都听不到，只剩下一种让人心悸的压抑。又往里走了约莫半个时辰，叶晨的脚步猛地一顿，他那远超常人的感知清晰地捕捉到了一股充满危险的气息，就在距离自己不远处的树冠之上。然而还没等他做出反应，那股气息的主人却已是率先发现了他。开元境妖兽可以运用天地元力，其感知能力自然要比叶晨这个淬体境武者更加敏锐。是一声尖锐刺耳的嘶鸣猛地从头顶传来，紧接着一道黑色残影如同鬼魅般的从茂密树冠上一闪而下，带着一股凌厉恶风朝着叶晨的头顶狠狠地抓击过来。叶晨心中警兆大声，想也不想，脚下猛地发力，身体以一个极限角度向着一旁翻滚了出去。轰一声巨响，他刚才所站立的地面瞬间被那道黑影抓出了5道深达半尺的狰狞爪痕，碎石四溅。叶晨从旁侧爬起身，定睛一看，只见一头通体漆黑、身形矫健的猿猴蹲在不远处，一双血红色的眸子正死死地盯着自己。开元境一重黑风魔猿，那黑风魔猿一击不中，再次发出一声尖啸，四肢并用，速度快到了极致，化作一道道黑色的残影，不断地在林间穿梭，围绕着叶晨展开了狂风暴雨般的攻击。叶晨瞬间便落入了下风，这魔猿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他只能凭借着自己强悍的肉身和敏锐感知，一次又一次的狼狈躲闪格挡，根本找不到反击的机会。好在他的九阳霸体足够强悍，魔猿锋利的爪子落在他身上，也只能留下一道道白痕，发出阵阵金铁交鸣之声，根本无法破开他的防御。而黑风魔猿见自己的利爪竟对眼前这个人类无效，顿时彻底被激怒了。他猛地与叶晨拉开距离，发出一声愤怒咆哮，双臂捶打着胸膛。下一瞬，四周的天地元气仿佛受到了某种召唤，开始疯狂朝他的口中汇聚而来。妖兽大多都拥有与生俱来的天赋妖术，其作用类似于人族的武技。一些血脉强大的妖兽更是天生便有着天赋神通，其威力之强，不乏有比叶晨的三昧真火还要强大许多的存在。看到这一幕，叶晨心中不由升起了一股致命的危机感，他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转身朝着远处疯狂逃窜。就在他一跃掠出数丈之际，从那黑风魔猿口中猛地喷吐出了一颗人头大小、由元力高度压缩而成的黑色能量球。能量球带着一股毁灭性的气息，以无可匹敌的姿态径直轰在了叶晨刚才所站立的位置处。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整个地面都剧烈的颤抖了一下，狂暴的能量冲击波将方圆数米内的一切都夷为了平地。一个恐怖巨坑出现在了原地，坑洞的边缘还残留着丝丝缕缕的黑色电弧，不断的发出滋滋声响。远处躲在一株大树后方的叶晨看着眼前如同被陨石砸中般的恐怖景象，惊得目瞪口呆，冷汗直流。这黑风魔猿的妖术顶多也就和黄阶上品武技差不多，可由开元境妖兽吞吐天地灵力激发出来，其威力竟恐怖到了如此地步。这一击造成的破坏力甚至比他将大日轰炉拳催动到极致所能打出的效果还要强大数倍不止。元力就是这般的不讲道理吗？叶晨心中再不敢有丝毫轻视，今天是自己拖大了。面对这头开元境的黑风魔猿，逃跑是不可能了，对方的速度和感知都在自己之上，一旦自己转身逃跑，只会将后背这个最大的破绽彻底暴露在对方的利爪之下。既然没法跑，便只能打了。叶晨深吸一口气，眼中那丝残存的退意在这一刻彻底消散。这不就是自己想要的吗？置之死地而后生，来吧，畜生！叶晨暴喝一声，不再被动躲闪，而是真正发起了进攻。他脚下猛地发力，整个人如同炮弹般冲出，迎着那再次扑杀而来的黑风魔猿，一记晨曦毫无保留地轰了过去。璀璨的金色骄阳再次升起，然而黑风魔猿面对这威势惊人的一拳，眼中却闪过一丝不屑，竟然不闪不避，同样挥起覆盖着浓郁元力的利爪，朝着叶晨的拳头狠狠地拍了下来。轰！拳与爪再次相撞，叶晨只觉得一股恐怖力量顺着拳头疯狂涌来，那股精纯而又霸道的元力瞬间便摧毁了他的拳劲，并以碾压之势狠狠地轰在了自家身体之上。噗！叶晨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
瞬间倒飞出去，在半空中喷出一大口鲜血，而后重重摔落在地。原力恐怖如斯，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只觉得五脏六腑都仿佛移了位，胸口更是传来一阵撕裂般的剧痛。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依旧还是低估了淬体境与开元境之间如同天堑般的差距。不过那黑风魔猿貌似也并不好受，虽然他硬扛下了叶晨这一拳，但那只与叶晨对轰的爪子此刻却在不住地颤抖着，显然也是被叶晨的恐怖巨力给震得不轻。吃痛之下，黑风魔猿彻底暴怒了，他那双血红色双目中凶光大盛，再次发出一声尖锐咆哮，庞大的身躯化作黑色闪电，朝着倒地的叶晨急冲而至，要取其性命。叶晨见状，连忙强忍着伤势从地上一跃而起，双脚在地面一蹬，身体高高跃起，攀上了一旁的树干，这才险之又险地躲开了后续致命的一击。战斗再次爆发，一人一猿在这片丛林之中展开搏杀。黑风魔猿凭借着境界上的碾压和速度优势占据着绝对上风，而叶晨则只能凭借着自身强悍的肉身和顽强意志，一次又一次的在生死边缘疯狂游走。他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鲜血染红了衣衫，但他眼中的战意却变得越加旺盛。终于在又一次险之又险地躲开了对方利爪挠喉之后，叶晨找到了一个转瞬即逝的破绽。他拼着胸口被对方另一只爪子狠狠抓中为代价，将所有的力量都汇聚于右拳之上，一记晨曦以一个刁钻无比的角度结结实实地轰在了黑风魔猿的右眼之上。嗷！黑风魔猿发出凄厉无比的惨叫，眼球爆裂带来的剧痛让他瞬间陷入了疯狂。他捂着鲜血淋漓的右眼，愤怒地离开了原地，但却并没有就此退去，显然是被近身肉搏给打怕了，不敢再轻易与叶晨近战，而是还了一种打法。他远远掉在后面，不断地用远程原力攻击袭扰叶晨。叶晨见状，心中一沉，他捂着自己胸口那道深可见骨，甚至能看到森森白骨的恐怖伤口，不敢有丝毫停留，立刻转身朝着一个方向疯狂逃窜。伤口之上还残留着一丝丝黑色原力，如同枯骨之躯，不断地破坏着他的生机。然而黑风魔猿却如同一个耐心的猎人，始终不紧不慢地跟在身后。就在叶晨感觉自己快要支撑不住，即将陷入绝望之时，一道血色光芒毫无征兆地突然从一旁的密林中爆射而出。那道血光的速度快到了极致，仿佛撕裂了空间，将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叶晨身上的黑风魔猿甚至连一丝反应都来不及做出，便被血光瞬间洞穿了头颅，庞大的身躯轰然到地，彻底失去了生机。叶晨停下脚步，看着身后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整个人都震惊了。就在叶晨失神的一瞬间，一个高大而又充满了压迫感的身影缓缓从一旁的密林中走出来。此人身材魁梧，赤着上身，古铜色的皮肤上布满了狰狞交错的伤疤，仿佛一条条丑陋蜈蚣盘踞在他身上。在他脸上也有一道从额头斜劈至下巴的恐怖刀疤，将整张脸分成了两半，让他本就凶悍的面容更添了几分森然煞气。手中提着一把血迹斑斑的鬼头大刀，刀身处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浓郁血腥味。此人正是林家为叶晨精心准备的魔道妖人血屠。看着不远处受伤不轻、脸色苍白的叶晨，血屠咧开嘴，露出了嗜血笑容。小子，我刚刚救了你一命。他的声音沙哑而又难听。现在我再杀了你，你用自己的命还我一命，很合理吧？哈哈！叶晨闻言不由一愣，这是什么狗屁逻辑？然而血屠却根本不给他任何思考和说话的机会。话音刚落，他脚下便猛地一踏地面，魁梧身躯化作一道血色的残影，瞬间欺身而上，同时手中鬼头大刀带着一股劈山断岳的恐怖气势，朝着叶晨的头顶狠狠地劈落下来。叶晨心中大骇，求生的本能让他想也不想，立刻就地一个懒驴打滚，才狼狈不堪地躲开了这致命一刀。轰！势大力沉的鬼头大刀深深劈在了叶晨刚才所站之处，在地面上瞬间留下了一道深达数尺的恐怖刀痕。血屠见自己志在必得的一刀竟是被躲开了，也是微微一愣，眼中闪过一丝诧异。哦，一个淬体境小子倒是跑得挺快。他再度缓缓地举刀，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不远处那个挣扎着的蝼蚁。本来还不想在你这种货色身上浪费我好不容易储存起来的原力，不过现在看来还是得用上了。作为一名在刀口上填写的魔道武者，血屠经历过的生死之战远超常人，他比任何人都懂得狮子搏兔、义用全力这一道理。在发现叶晨的实力远超寻常淬体境之后，他便立刻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先用原力将这个有点扎手的小杂虫彻底废掉。至于消耗掉的原力，事后多杀几个武者补回来就是了，总比为了节省那点原力，结果在阴沟里翻了船要好。想到这里，血屠不再有丝毫犹豫，体内原力瞬间爆发，他再次举起鬼头大刀，朝着叶晨一刀劈出。这一次刀身之上覆盖了一层淡淡的血色光辉，其速度与威力都比刚才那一刀强了数倍不止。叶晨见状，心中顿时一慌，连忙想要躲闪，但这一次虽然躲开了刀锋，却没能完全躲开激射出来的血光。扑哧，血光一闪，叶晨的左臂上
瞬间被划开了一道深可见骨的恐怖伤口，鲜血狂涌而出。若不是他在最后关头凭借着强悍肉身硬生生扛住了大部分力道，这条手臂恐怕也要被当场斩断。血屠见状，再次发出一声惊疑，好强的肉身！寻常开元境武者，就算有元力护体，中了老子这一刀，整条手臂也该废了。他看着叶晨，眼中的残忍与贪婪之色更浓了。这小子的肉身绝对是个大补之物。随即，他又是接连几刀，疯狂地朝着叶晨劈砍而去，刀刀致命，招招狠辣。而这一次吃过一次亏的叶晨已经有了经验，根本不与对方硬拼，而是凭借着自己敏锐的感知，不断的闪转腾挪，甚至他还抓住了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欺身而上，一记晨曦狠狠地轰了出去。血屠见状，下意识的便想用元力抵挡，但一想到自己那点来之不易的元力，他又有些舍不得。最终他选择了用刀身去格挡，难不成一个淬体境蝼蚁还能用拳头伤到自己不成？当一声巨响，下一刻血屠就知道自己错了，一股恐怖巨力从刀身上传来，震得他虎口崩裂，整个人都不受控制的倒飞了出去，重重地砸进了远处一个大坑中。许久后，他才从那大坑里摇摇晃晃地跳出来。此刻的他衣衫破碎，嘴角挂着一丝血迹，显得有些狼狈。他死死地盯着叶晨，眼中充满了暴力。很好，非常好，你这只蝼蚁成功地激怒我了。现在老子改变主意了，老子不会再让你死得那么痛快了，老子一定要把你身上的肉一刀一刀地全部剐下来。血屠不再有任何保留，体内元力在这一刻毫不迟疑地彻底爆发。小杂种，给老子死来！他怒吼一声，手中的鬼头大刀之上血光大盛，血煞狂刀斩。随着他的一声暴喝，他手中的鬼头大刀仿佛化作了魔兵，一道长达10余丈的恐怖血色刀罡瞬间凝聚成型，带着斩灭一切的滔天煞气，朝着叶晨当头劈下。黄阶上品武技，这一刀的威力比之前那头黑风魔猿的妖术还要强大数倍。面对这足以开山断岳的恐怖一刀，叶晨只觉得自己的灵魂都在战栗。这一刀躲不过去，既然躲不过，那便不躲了啊！叶晨仰天发出一声怒吼，不退反进，迎着那斩天裂地的血色刀罡，连续轰出了3拳。3轮璀璨的金色骄阳在这一刻悍不畏死地迎向了那道毁天灭地的血色刀罡。轰轰轰！震耳欲聋的巨响之声接连在林间炸开，狂暴的能量冲击波将方圆10数丈内的一切都夷为了平地。血色刀罡与金色的骄阳在半空中疯狂的对撞湮灭，最终叶晨居然凭借着3记晨曦硬生生挡下了这致命一刀，但那狂暴的刀罡余波依旧是狠狠地轰在了他身上。噗！叶晨再次喷出一大口鲜血，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重重地砸在地上，气息萎靡到了极点。另一边，硬生生承受了叶晨3记晨曦的血土，也同样很不好受。他只觉得胸口一阵气血翻涌，喉头一甜，也是喷出了一大口鲜血。他体内的元力更是因为抵挡叶晨那3拳消耗了七七八八，已经不足以再支撑他继续施展出第2次血煞狂刀斩了。毕竟他的元力是通过虐杀其他武者强行掠夺而来的，并非是他自己苦修所得。虽然能让战斗力在短时间内变得极为强悍，但其元力总量要远远逊色于同级别武者，甚至比一些开元境异重武者都要少上许多。而且即便是他这种专修肉身的魔道体修，在与叶晨这个9阳霸体硬碰硬之后，才骇然发现自己的肉身强度在对方面前竟然完全不是对手。只能说血屠运气不好，遇到了叶晨，或者说是叶晨运气太好。要是随便换一个开元一重强者，哪怕是刚才的那只妖兽，光靠妖术也能给叶晨耗死了。但偏偏是血屠这个靠肉体，且肉体力量还没有叶晨强大的，元力续航又短，根本没办法秒杀掉血厚皮糙的叶晨。血屠稳住身形，抹了一把嘴角的鲜血，看着不远处那个挣扎着想要从地上爬起来的叶晨，眼中满是贪婪。你很不错，杀了你，吞噬掉你的精血，我的万苦魔身一定又能精进不少。他说着，提着刀一步一步地朝着叶晨走了过去。此刻的叶晨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边缘，他浑身上下布满了深可见骨的恐怖伤口，鲜血几乎将他染成了一个血人，连站起来都显得无比勉强。然而他那强悍的9阳霸体却在这一刻展现出了逆天的恢复能力。只见叶晨身上那些狰狞的伤口竟然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缓缓地愈合着。与此同时，叶晨更是在疯狂地运转着3昧真火的法诀，体内气血在这一刻彻底沸腾了起来，如同滚烫的岩浆在他的经脉之中疯狂奔涌。但是还不够，还是没有点燃。叶晨的心中焦急万分，以自己目前的状态，最多就只能再打出1拳晨曦了。如果这一拳再无法成功点燃金火，那么等待他的或许只有死路一条。看着一步步逼近的血屠，叶晨的眼中闪过一丝疯狂的决然。啊！叶晨强撑着那几乎快要散架的身体，从地上一跃而起，将体内最后的一丝力量毫无保留的全部灌注到了自己的右拳之中。他再次疯狂的运转着3昧真火的法诀，试图在这一拳之下点燃金火。
晨曦，一轮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加璀璨、更加凝实的金色骄阳在他的拳锋上轰然升起。然而，面对拼尽了叶晨所有力量的一拳，血屠的脸上却露出了一丝不屑的狞笑。他体内的元力虽然已消耗一空，但他堪比妖兽的强悍肉身依旧是最大的依仗。垂死挣扎，血屠暴喝一声，不闪不避，同样挥起手中鬼头大刀，迎着那轮金色的骄阳狠狠地劈了上去。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叶晨的身体再次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了出去，在半空中喷出了一道长长的血线，重重地摔落在地，鲜血瞬间便染红了他身下的土地。这一次，他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眼前一黑，差点当场昏死过去。而反观血屠，虽然也被那股巨大的反震之力震得噔噔噔的后退了好几步，但本身却并无大碍。那堪比金铁的强悍肉身，硬生生扛下了叶晨这最后一击。血屠稳住身形，看着那个躺在血泊之中奄奄一息的叶晨，眼中闪过一丝后怕，但更多的却是劫后余生的兴奋。小子，你确实很厉害。他提着刀，一步步地走向叶晨，声音沙哑地说道：“说实话，要不是老子我生性谨慎，从不轻敌，今日搞不好真就在你这条小阴沟里翻了船。”走到叶晨的面前，血屠居高临下的看着叶晨，脸上满是猫戏老鼠般的得意。不过，你能以区淬体境修为，逼得老子将元力消耗一空，这等战绩，就算是那些所谓的开元境天才都很难做到。你小子很不错，真的很不错。血屠似乎很享受这种掌控别人生死的感觉，废话变得多了起来。放心，等你死后，老子会好好的享用你的精血和肉身，你的力量将会成为我踏上更高境界的基石，你也该感到荣幸了。听着耳边如同魔鬼般的话语，叶晨的心一点一点的沉入了谷底，绝望，一股前所未有的绝望瞬间将他彻底淹没。为什么？到底还差了什么？为什么自己还是无法点燃金火？他明明已将自己逼到了绝境，明明已经拼尽了所有，可为什么还是不行？实际上，叶晨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之前的他无论面对黑风魔猿还是面对血屠，虽然看似凶险，但在他的潜意识里却始终都还存留着一丝希望。他始终都相信自己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成功点燃金火，从而反败为胜。正是因为这份相信，这份希望，让他一直未能真正的将自己置于绝望之中。而直到此刻，当他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当他所有的底牌都已经用尽，当死亡的阴影彻底笼罩之时，他才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穷途末路，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血屠看着脚下如同死狗一般再也动弹不得的叶晨，眼中满是兴奋，缓缓地蹲下身，他伸出那只粗糙而又布满了老茧的手，准备开始享用自己的战利品。他的万苦魔身在虐杀对手的过程中汲取对方的精血，才能最大程度地强化自身的肉身。尤其是像叶晨这种区淬体境，肉身强度却堪比开元净体修的极品炉鼎，更是梦寐以求的大补之物。结，血屠发出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伸出手指准备先抠出叶晨的眼睛。小杂种，就让老子先把你这对招子给挖出来，好好品尝一下吧。死亡的阴影彻底笼罩了叶晨，不甘，一股前所未有的不甘在他的心中轰然爆发。我不能死，我还没有找到父亲，我还没有真正的守护好清雪，怎么能死在这里，死在这么一个杂碎手上？在这股强烈的不甘与求生欲的刺激之下，叶晨那早已干涸的经脉之中再次爆发出了一股微弱却又无比坚韧的力量。他一遍又一遍地疯狂地运转着三昧真火的法诀，哪怕身体动弹不得，但他的意志却在这一刻燃烧到了极致。就在血屠的手指即将触碰到他眼球的刹那，就在这最绝望、最痛苦、最不甘的一瞬间，轰！一簇金色的米粒大小的火苗毫无征兆的突然自叶晨的丹田深处轰然燃起，一点火星仿佛是燎原的星火，刹那之间便以一种无可匹敌的姿态瞬间点燃了叶晨体内早已沸腾到了极致的磅礴气血。三昧真火，金之火，成了！嗡！一股璀璨到极致的金色光芒猛地从叶晨的体内爆发出来，那光芒不是晨曦那种虚幻的权益，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明如实质的金色火焰，至阳至刚，焚尽万物。整个昏暗的林间在这一刻都仿佛被一轮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骄阳给彻底照亮。啊！正准备动手的血屠被这股突如其来的金色火焰烫得发出一声凄厉惨叫，他那只伸向叶晨的手在接触到金色火焰的瞬间，便如同遇到了烙铁的牛油，被烧得一片焦黑，发出一阵阵滋滋的声响和皮肉烧焦的恶臭。当即血屠连滚带爬的向后退去，满眼都是惊骇。就在这时，那个本该已油尽灯枯、任人宰割的叶晨，竟压榨出了身体里最后一丝潜力，摇摇欲坠地从血泊之中缓缓地站起，浑身浴血却被一层璀璨的金色火焰所包裹，宛如一尊从炼狱之中走出的神魔。老子还没输！叶晨抬起头，那双被鲜血染红的眸子在金火加持之下，这一记晨曦的威力比之前任何一次都强大了10倍不止。一轮金色骄阳几乎化作了实体，带着一股焚天逐海的恐怖威势，朝着血屠轰然砸下。血屠见状，眼中闪过一丝不屑，还是这三板斧，没用的，
他强忍着手上剧痛，再次举起鬼头大刀，准备硬扛下这一击。然而这一次，当他的刀锋与那轮金色的骄阳接触刹那，轰隆，一股远超他想象的无可匹敌的恐怖爆炸轰然爆发。他手中的鬼头大刀瞬间便被那股狂暴的力量炸成了漫天的碎片，而血屠整个人更是被这股恐怖的爆炸余波狠狠给轰飞了出去。更让他惊恐的是，从对方手中传递过来的金色火焰竟如同枯骨之躯一般，顺着破碎刀身瞬间蔓延到了他身上，并开始疯狂地燃烧起来。啊，这什么鬼东西？血屠惊慌失措地在地上疯狂打滚，试图扑灭身上火焰，但却根本无济于事。打出这石破天惊的最后一拳后，叶晨体内刚刚才点燃的金火也因为后继无力而缓缓地熄灭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虚弱感如同潮水般将他淹没，他再也支撑不住了，身体向后一仰，一屁股瘫坐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而后眼睁睁地看着不远处那个在金色火焰中疯狂翻滚哀嚎的血屠。然而血屠到底也是修炼万苦魔身，这种最消磨意志的顶级魔功之人，其心性之坚韧远非常人所能想象。啊呀呀！在地上翻滚了片刻后，他居然硬生生地凭借着自己强悍的肉身和顽强意志，顶着焚金蚀骨般的剧痛，再次从地上爬起身。此刻的他已彻底变成了一个火人，浑身上下的皮肤都被烧得一片焦黑，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他的一双眼睛更是被烧得只剩下2个血淋淋的窟窿，显得无比狰狞。血屠明白自己今天活不成了，但这股金色火焰也同样点燃了他心中最原始最疯狂的凶性。老子就算是死也要拉着你这个小杂种一起陪葬。血屠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凄厉咆哮，不再理会身上足以将钢铁都融化的恐怖火焰，将所有的力量都汇聚于双腿之上，朝着早已精疲力竭的叶晨猛地撞了过来。看着那在瞳孔中急速放大的燃烧着的身影，叶晨的心再次沉入了谷底。他已经彻底精疲力竭了，此刻的他别说是反击，就连动一动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燃烧的大家伙离自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最终他还是不甘的缓缓地闭上了双眼。要结束了吗？然而就在那股恶风即将扑面而至的刹那，一道清冷的白色身影却毫无征兆的悄然出现在了叶晨面前，将他牢牢地护在了身后。那股熟悉的沁人心脾的淡淡幽香瞬间萦绕在了叶晨的鼻尖。叶晨猛地睁开双眼，看着眼前熟悉而又绝美的背影，也是十分难以置信。怎么是你？只见女帝缓缓地转身，居高临下的瞥了一眼瘫坐在地上浑身浴血狼狈不堪的叶晨，眼神中满是蔑视。哼，打这么一个不入流的废物都能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你可真是……听到这熟悉的嘲讽声，叶晨那紧绷到了极致的神经却是彻底的放松了下来，嘴角一咧，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苦笑，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女帝没再理会他，再次看向那个已冲到近前撞落疯魔的血屠。只见他玉手轻轻一翻，一柄晶莹剔透，仿佛由万年寒冰凝聚而成的3尺长剑便凭空出现在了手中。面对悍不为死状来的血屠，他甚至连看都懒得多看一眼，只是素手轻扬，对着那道燃烧身影随意的一甩，削，一道快到极致的白色剑光撕裂了空气。那柄冰晶长剑仿佛拥有生命一般，后发先至，以一种无可匹敌的姿态，精准无比地洞穿了血屠心脏。巨大的惯性带着血屠那燃烧的身体继续向后飞出了10几米，最终扑哧一声死死地定在了一棵河抱粗的参天大树之上。火焰渐渐熄灭，世界也终于安静了下来。看到这一幕，叶晨一直紧绷着的心弦也终于彻底地松懈了下来，一股无法抗拒的疲惫感将他彻底吞噬。他直接眼睛一闭，干脆利落地昏死了过去。林家书房，砰一声巨响，一只价值连城的白玉茶杯被林天红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即刻粉身碎骨。他的脸色铁青，胸膛剧烈地起伏着，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跪在自己面前发抖的林城。你的意思是说……林天红的声音因为极度的愤怒而变得分外嘶哑和扭曲。那个叫血屠的废物瞒着你，提前对叶晨动了手，然后他不但没有把叶晨那个小杂种怎么样，反而自己被人像条死狗一样钉死在了一棵树上，整个人已被烧成了焦炭。而你派去接应和善后之人也他妈的把人给跟丢了。等再次发现那个小杂种时，他已经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林家，每一个字都仿佛是从林天红的牙缝里挤出来的，流露出了深刻入骨的愤怒和不甘。林城跪在地上，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声音颤抖地回应道：“是的，老爷，属下办事不力，请老爷责罚。”责罚！林天红闻言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猛地一脚踹翻了身前书案，指着林城的鼻子破口大骂：“废物！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你还能干什么？事前信誓旦旦，百般保证，说的天花乱坠，结果呢？结果连这么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都给老子办砸了。我让你办的事，从头到尾，他妈的就没有一块是成了的。”林天红越说越气，越想越是憋屈，他随手抓起身旁薄骨架上的一尊青铜香炉，想也不想就朝着林城的脑袋狠狠地砸了过去。那沉重的香炉带着呼啸的风声，精准无比地砸在了林城的额头上。然而林城却连躲都不敢躲一下，
任由香炉砸出一声沉闷巨响，咚，鲜血瞬间顺着他的额头流了下来，染红了他半张脸，但他却依旧跪在原地一动不动，连一声痛哼都不敢发出，只是将头埋得更低了。看着林城一头负逆来顺受的模样，林天红心中的怒火却依旧没有平息迹象。冒了这么大风险，费了这么多的事才布局成功，可结果呢？一败涂地，一塌糊涂。就在书房内的气氛压抑到极致之时，一直跪在地上的林城突然抬起头，用一种极为虚弱却又带着一丝急切的语气开口说道：“老爷息怒，属下在发现血屠尸体的地方，还发现了第三个人的踪迹。”哦，林天红那因为愤怒而通红的眼睛微微眯起，暂时压下了心中怒火，冷声问道：“第三个人什么意思？”林城强忍着额头上的剧痛，连忙将自己的发现一五一十地禀报了上来。回老爷，我们在现场，除了发现叶晨和血屠的打斗痕迹外，还在血屠的尸体上发现了一道极为凌厉的剑痕，那道剑痕贯穿了他的心脏，而且从伤口的形状和残留下的气息来看，绝对不是叶晨所能留下的。所以属下斗胆猜测，会不会是叶晨背后那位神秘的老师出了手？叶晨的老师，那位化灵境炼丹大师。听到这一猜测，林天红的暴躁情绪也是冷静了不少。他缓缓地坐回椅子上，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如果这么说的话，倒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叶晨是那位强者唯一的弟子，如今孤身一人前往危机四伏的青龙山脉历练，那位强者担心他的安危，在暗中跟随保护，也完全合情合理。而血屠的死状被一剑穿心，钉死在树上，整个人还被烧成了焦炭，种种迹象似乎都在指向一个事实：出手之人实力极强，而且极有可能是一位精通火系功法或者武技的强者。这与他们之前对那位神秘炼丹大师的猜测不谋而合。想通了这一点，林天红心中的怒火虽然平息了不少，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种更加深沉的忌惮。现在该怎么办？不管是继续试探那位强者，还是再对叶晨下手，现在看来都已经变得不现实了。那位前者既然出手，就说明他已经察觉到了什么。若是自己再不知死活的凑上去，或许下一次被钉死在树上的就不是血屠，而是他林天红本人。就在林天红一筹莫展之际，跪在地上的林城再次开口了：“老爷，您忘了还有3天，大小姐就要回来了。只要大小姐一回来，我们林家便也同样有了一尊真正的化灵境强者坐镇。”林城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激动。到那时，不管叶晨背后那位到底是何方神圣，我们林家也算有了能与他平等对话的资格和底气。听到这话，林天红紧锁的眉头才终于缓缓地舒展开来。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挥了挥手，示意林城退下。哎，事已至此，也只能等瑶儿回来后再从长计议了。叶晨所在的小院卧房内，当叶晨再次恢复意识时，窗外已是一轮皎洁的明月高悬天际。他还未完全睁开双眼，耳边便传来了一个充满关切的软糯糯的声音：“叶晨哥哥，你醒了。”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叶晨还有些混沌的意识瞬间清醒了不少。他缓缓地睁开沉重的眼皮，映入眼帘的是林清雪那张梨花带雨、又惊又喜的绝美俏脸。愣了一下，有些茫然地打量了一下四周这熟悉的陈设：“我这是回家了。”林清雪见他醒来，再也抑制不住内心担忧，眼泪如同断了线的珠子一般簌簌地往下掉。她一边用小手擦着眼泪，一边带着哭腔说道：“是凤姐姐把你带回来的。”呜，叶晨哥哥，当时我看到你浑身是血，都快要吓死了，我还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看着少女哭得通红的眼睛和惹人怜爱的模样，叶晨的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怜惜。他抬起那只没有受伤的手，轻轻地为林清雪拭去脸颊上泪珠，用一种无比温柔的语气安慰道：“傻丫头，别哭了，我这不是没事了吗？你放心，我向你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让你这么担心了。”在叶晨耐心的安抚之下，林清雪的情绪这才渐渐地平复了下来。她乖巧地点点头，止住了哭泣。叶晨哄好了她，才准备挣扎着从床上坐起。然而刚刚一动，一股撕心裂肺般的剧痛便瞬间传遍了四肢百骸。他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才发现自己浑身上下都缠满了厚厚的绷带，稍微一动便疼得钻心。林清雪见状，连忙按住了他，急切地说道：“叶晨哥哥，你别动，凤姐姐说了，你这次伤得不轻，这几天必须好好躺在床上休息，什么都不能做。”听到这话，叶晨也是一阵无奈，他感受了一下自己此刻这破破烂烂的身体状况，最终也只能放弃了起身的打算，再度躺了回去。哎，既然如此，便摆烂几天吧。叶晨苦笑着摇摇头，当然这也就是叶晨了，要是换个其他人，受了这么严重伤，可不只是养几天的事，怕是当场人就没了。就算能活下来，后半辈子要是没什么奇遇，估计也只能躺着当个摆件。只能说久阳霸体，恐怖如斯。林清雪见他没有乱动，这才放下心，然后像一只温顺小猫咪一般，小心翼翼地依偎在了叶晨怀里，生怕碰到他身上的伤口。叶晨感受着身边少女那柔软的娇躯和沁人心脾的体香，心中一片宁静。他闭上眼睛，
开始默默地感知自己此刻的身体状况。虽然身受重伤，但叶晨却能清晰感觉到自己的肉身在经过这一次的生死搏杀后，变得比之前要强大太多太多。那是一种脱胎换骨般的蜕变。他甚至有一种感觉，自己此刻的纯粹肉身力量绝对已突破了5万斤大关，而且体内的气血也因为成功点燃了金之火的缘故，变得更加凝实，更加精纯，无论质还是量，都远非之前可比。最关键的一点是，在他的丹田深处，有一簇米粒大小的金色火苗正在静静燃烧。火苗虽然微弱，却生生不息，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着一股至阳至刚的热流，缓缓地流遍四肢百骸，不断淬炼着他的气血、筋骨乃至灵魂。虽然这个过程很慢，但叶晨却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正在以一种极为稳固的方式，一点一点地持续变强。他又想起了自己在面对血屠时，最后关头点燃金火，那一拳所爆发出的恐怖威力。三昧真火，自己绝对已真正激发出了这等手段，倾阳成息。月来客栈天字号房间内，李淳风和他的老师赵成正相对而坐。距离那晚的天地异象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玄阳宗前来查探的其他弟子，在确认了并无异宝出世后，早已返回宗门。如今还留在这青阳城内的，便只剩下了他们师徒。李淳风喝了一口粥，看向自己的老师，提起了一件最近在城中闹得沸沸扬扬之事。老师，您听说了吗？前几日潜入城的那个魔道妖人，据说已经死在了城外的青龙山脉。赵成闻言，淡淡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据说那魔道妖人死状极惨，被人一剑穿心，钉死在了一棵大树上，整个人都被烧成了焦炭。如今城中都在传言，说是有一位路过此地的化灵境强者出手将其斩杀。说到这里，李淳风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好奇。老师，这小小的青阳城真的有化灵境强者存在吗？然而听到他的问题，赵成却是缓缓地放下了手中碗筷，摇了摇头，不好说。沉吟了片刻，赵成缓缓开口，那魔道妖人死去的地方我也去看过了，从现场残留下的痕迹来看，出手之人确实是动用了神识控物手段，将一柄长剑隔空御使，一击便斩杀了那个开元近3重的魔道修士。这等手段确实只有化灵境以上强者才能施展。李淳风闻言，眼中闪过一丝两然，但紧接着赵成的话锋却又是一转。但是奇怪就奇怪在这里，我在那片区域仔仔细细地探查了数遍，却丝毫没有感应到任何属于化灵境强者的灵力波动和威压残留。整个现场干净的有些过分，就仿佛出手之人根本没有动用灵力一般。是化灵，但又不像化灵。赵成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若老夫所料不差，这一次出手的恐怕就是那位纯阳之体背后的神秘老师了。而从这种种迹象来看，外界传言的那位前辈身受重伤，导致境界跌落的消息恐怕不假。一个身受重伤、境界跌落，却依旧能凭借着神识御物杀敌的化灵境强者，这等存在，其巅峰之时又该是何等的恐怖。想了想，赵成对李淳风说道：淳风，等用完了早饭，你随我再去一趟林家，我们再去见一见那位身负纯阳之体的少年，这次看看能不能见到那位化灵强者。锦上添花终究不如雪中送炭，说不好我玄阳宗内门又要再多一封了。林家正堂，当林天红接到下人递上来的那封印着玄阳宗独有印记的拜帖时，整个人都愣了一下。玄阳宗的人怎么又来了？而且来的还是那位赵成长老。林天红不敢怠慢，立刻整理好衣冠，快步走到了府邸门口，将赵成和李淳风二人恭恭敬敬地迎了进去。双方分宾主落座，下人奉上香茗。一阵简单寒暄过后，还没等林天红开口询问对方来意，赵成便率先放下了手中茶杯，开门见山地道：林家主，老夫今日前来并无他事，只是想再见一见府上那位叶晨小友。此话一出，林天红那端着茶杯的手猛地一抖，险些将滚烫的茶水都给洒出来。他整个人都懵了，还要见叶晨？一瞬间，林天红心中闪过了无数个念头，但最终都汇聚成了一个：绝对不能让他们再见面了。他现在是悔的肠子都青了，当初自己怎么就猪油蒙了心，为了试探叶晨的虚实，主动将他推到了玄阳宗面前。本以为只是走个过场，没想到这位赵成长老竟然真看上了叶晨那个废物，如今又专程登门点名道姓的要见叶晨。倘若再让他们搭上线，岂不是意味着叶晨那个小杂种除了背后那位神秘的化灵境炼丹大师之外，又多了玄阳宗做靠山？一个来历不明的化灵境就已够让他头疼的，这要是再扯上玄阳宗这么个庞然大物，林天红根本不敢再想下去。然而心中固然百般不愿意，但面对这位来自上宗的长老，他却连一丝拒绝的勇气都没有，只能强行挤出一副为难表情，苦笑着解释道：赵长老，实在不巧，叶晨那孩子前几日在城外青龙山脉历练时，不慎遭遇了魔道妖人，身受重伤，如今正在房中静养，实在是不方便见客啊。林天红本以为自己搬出这个理由，对方应该就会知难而退，可他万万没想到，赵成听完之后，非但没有丝毫退意，反而装作不知道一般，立刻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哦，竟有此事！既然如此，那老夫就更应该去探望一番了。林家主不必担心，老夫也粗通一些医理，
或许还能为叶晨小友的伤势尽一份绵薄之力呢。说完，他做出一副准备动身的样子。林天红见状，更是彻底懵逼了，还要亲自过去看，这可如何是好？他现在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答应吧，10000个不愿意；可不答应吧，更不敢服了这位上宗长老的面子。最终，在一番剧烈的心理斗争后，林天红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从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既然赵长老如此关心晚辈，那林某便为长老带路。在林天红极不情愿的带领下，一行人最终来到了一处偏僻而又破旧的小院前。看着眼前与林家其他地方相比显得格格不入的简陋院落，赵成和李淳风师徒2人都是微微一愣。赵成眼眸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诧异，那位身负纯阳之体的天才少年就住这种地方。林天红自然也注意到了赵成脸上的异样，只觉得自己的老脸一阵发烫，尴尬的不知该如何解释，索性便闭上了嘴巴，一言不发。到了门口，无论是林天红还是赵成都没有敢直接推门而入，毕竟在他们的看来，这座简陋小院中有可能住着一位喜怒无常、实力莫测的化灵境强者，若一不小心唐突了那位前辈，后果可不是他们能承担得起的。最终还是林天红硬着头皮上前一步，恭恭敬敬地敲响了那扇破旧木门。清雪，你在里面吗？为父特意带玄阳宗的赵长老前来探望叶晨。他的声音放得极低。很快，院门吱呀一声被人从里面打开，林清雪那张清丽绝伦的俏脸出现在了门后。当他看到门外的林天红时，先是怯生生地喊了一声爹，随即又看到了他身后的赵成和李淳风，不由得向后缩了缩。林天红见状，脸上立刻堆起了慈父笑容，语气温和地关心道：金雪，叶晨的伤势好些了吗？林清雪乖巧地点点头。不过林天红嘴上说着，心中却是一阵不悦。虽然自己刚刚在正堂用叶晨受伤的借口帮他推脱，但没想到这个废物竟还真就躺在床上不出来，当真是蹬鼻子上脸，一点规矩都不懂。当着赵成的面，他也不好发作，只能将这股不满强行压在了心底。赵长老，请吧。林清雪侧开身子，将3人让了进去。当一行人走进小院卧房，看到躺在床上浑身被绷带缠得像个木乃伊一般的叶晨时，都是齐齐一愣。伤的这么严重？林天红和李淳风眼中都闪过了一丝震惊。他们本以为叶晨只是受了些皮外伤，没想到竟然严重到了如此地步。而赵成眼里虽然也闪过了一丝诧异，但他心中所想的却与另外2人截然不同，竟然只受了这么点伤。赵成是去过叶晨和血屠交手那处战场的，从现场残留下的恐怖痕迹，他便轻易地判断出那一场战斗打的是何等激烈。而且从双方的实力差距来看，叶晨这个淬体境在面对开元境3重的魔道体修时，必然是全程被压着打的。可即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竟然也只是受了些看似严重，却并未伤及根本的皮肉之伤。纯阳之体当真是不可思议。而他身边的林天红却是一个念头不受控制的在他的脑海中浮现。看来那位化灵强者的伤势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严重的多啊！否则的话，他又岂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宝贝弟子被人打成这副模样后才愤然出手？瑶儿的师尊估计很轻易就能将那位化灵强者给镇压，那自己好像也没什么要担心的。当即他是大大的松了口气。短暂的震惊过后，赵成率先回过神来，他没有理会一旁各怀心思的林天红，而是径直走到了叶晨床边，脸上露出了和煦笑容，手掌一翻，一个精致玉瓶便出现在了他手中。叶晨小友，听闻你遭到魔道妖人的毒手，老夫心中甚是挂念，特来探望。说着，他从玉瓶中倒出一颗通体碧绿、丹香四溢的丹药，递到了叶晨面前。这是一颗2品青木回春丹，乃是我玄阳宗丹堂所出，对于治疗内外伤相有奇效。我看你身上伤势看似严重，却并未伤及脏腑根本，服下此丹后，不出半日便可痊愈。看着那颗散发着浓郁生机与药香的2品丹药，一旁的林天红只觉得自己的心都在滴血，眼睛快要极度的红了。2品救命丹药，那可是有价无市的宝物啊！就算是他们林家1年到头也未必能弄到一颗。现在这位赵成长老竟就这么眼都不眨一下的送给了叶晨这个废物，这小杂种到底是走了何等的狗屎运？而躺在床上的叶晨也是有些意外，他看着眼前这颗价值不菲的丹药，一时间竟有些犹豫，不知是该接还是不该接。赵成显然看出了他心中的顾虑，脸上露出一个了然笑容，温和开口说道：小友不必多虑，以你老师那等通天彻地的炼丹造诣，区2品疗伤丹药自然是看不上眼的。不过如今前辈想来是不方便亲自出手为你炼丹，你这身伤势若单靠自己恢复，恐怕需要10天半月之久，你便先将此丹服下，早日恢复伤势才是眼下最主要的事。赵成这番话说的是合情合理，既给了叶晨台阶下，又暗中捧了一波背后那位神秘老师，显得滴水不漏，让人如沐春风。叶晨闻言，心中对这位赵成长老的印象顿时好了几分。上次见面他就感觉此人正直，不似林天红那般虚伪，如今再见，果真如此。想到这，叶晨也不再矫情了，拱手接过了那颗丹药，道了声谢。见叶晨收下丹药，赵成脸上笑意更浓，他
他沉吟了片刻，终于还是试探性的提出了自己此行的最主要目的。叶晨小友，不知可否方便为老夫引荐一下令士？老夫对前辈的炼丹之术仰慕已久，若是能有幸当面请教一二，实乃三生有幸。此话一出，叶晨的脸上顿时露出了为难的神色。老师，自己上哪给他找个老师去？可面对赵成这般热情而又真诚的请求，他又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拒绝。不过赵成也是人老成精的人物，一眼便看出了叶晨脸上的为难，他立刻便善解人意的摆了摆手，哈哈一笑道：“是老夫唐突了，前辈高人，行踪不定，喜好清静，不愿被我等俗人打扰，也是常理。既然前辈眼下不方便相见，那便不见。小友你还是先安心养伤，日后若是有机会，老夫再来拜会便是。”说完，他便不再多做停留，对着叶晨拱了拱手，提出了告辞。临走之前，他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回头对叶晨说道：“累了，叶晨小友，老夫与猎徒这几日都暂住在城西的悦来客栈，你若是伤势痊愈，或是有什么需要老夫帮忙的地方，随时都可以来那里找我。”送走了赵成一行人后，叶晨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便将那颗青木回春丹一口吞入了腹中。丹药入口即化作一股精纯而又充满了磅礴生机的暖流，瞬间流遍了他的四肢百骸。叶晨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浸泡在了温暖的泉水之中，浑身上下那些狰狞的伤口都在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的愈合、结痂、脱落。仅仅只用了半天不到的时间，他身上那些足以让寻常人躺上几些天的伤势便已然痊愈如初，甚至连一道疤痕都没有留下。这固然大部分是九阳霸体的效用，但二品丹药也是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在接下来的2天里，叶晨也没有闲着，他一边巩固着自己刚刚才点燃的三昧真火，一边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淬体九重的冲击之中。那一场与血屠的生死搏杀，虽然让他险死还生，但也同样让他体内的潜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发。那道原本还显得有些遥不可及的淬体九重瓶颈，此刻已是摇摇欲坠。第3天清晨，叶晨盘膝坐在小院之中，双目紧闭，神色肃穆。他体内的气血之力已攀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那股磅礴气血甚至浓郁到了肉眼可见的地步，化作一道血色的气龙，在他的身体周围盘旋。而在丹田深处，一簇金色的三昧真火更是熊熊燃烧，不断的将叶晨体内的气血淬炼得更加精纯，更加凝实。就是现在，叶晨暴喝一声，将所有力量都汇聚成一股，朝着那道早已不堪重负的瓶颈发起了最后的总攻。轰一声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巨响，坚固壁垒在这一刻应声而碎，一股比之前强大了数倍不止的恐怖力量瞬间自他的丹田深处奔涌而出，如同决堤的洪水冲刷着他的四肢百骸。淬体九重成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感觉充斥着叶晨全身，他缓缓地站起身，随意一拳挥出，呼！空气中竟响起了刺耳的音爆之声。单纯的肉身力量都已强大到了打爆空气的地步，叶晨能清晰感觉到，在成功点燃了金之火，并且突破到淬体九重后，自己的纯粹肉身力量已突破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8万斤。如今的他可以说是真正的淬体境无敌，就算是碰上开元境强者，只要对方不是那种实力特别变态的，哪怕他依旧没有元力，也完全可以凭借着自己的恐怖肉身力量以及三昧真火强行将其击杀。尤其是像血屠这样虽然境界高，但主要还是依靠体魄的魔道体修，叶晨有绝对的信心，对方根本不会是自己的十合之敌。他缓缓收功，吐出一口灼热浊气，脸上露出满意笑容。一旁一直静静地看着他的女帝，那张万年冰封的绝美俏脸上，嘴角也是忍不住抽搐了一下。越来越不讲道理了，3天，从重伤垂死到伤势痊愈，再到突破淬体九重这九阳霸体，当真是不当人。叶晨走到女帝身边，感受着体内澎湃汹涌的力量，忍不住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他抬头看了一眼天色，眼中闪过一丝复杂。明天就是青阳城4大家族大比的日子了，这一次林天红恐怕不会再像上次那样只搞些小动作来试探我，估计会有不少人在擂台上对我下黑手。女帝闻言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一眼，声音清冷问道：“那你打算如何应对？”叶晨沉吟片刻，随后凝视女帝，说出了一个让他有些意外的决定：“我想去玄阳宗。”哦，女帝那双古井无波的凤眸中闪过一丝诧异，为何？这青阳城终究还是太小，无论修炼资源还是眼界格局，都对我后续没有太大的助力，继续待在这里只会白白浪费我的天赋和时间。而且最主要的是，叶晨苦笑了一声，摊了摊手，我背后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华灵境老师，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这个谎言迟早有一天会被戳穿，与其等到那时陷入被动，还不如我自己主动走出去，寻找一条新的出路。那位玄阳宗的赵成长老，不管怎么说，当初在得知我有老师时，脸上那副惋惜表情可是做不得假的，这说明他对纯阳之体确实是真心看重。所以我想，我现在若主动提出加入玄阳宗，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他后来还专程登门，又是送丹药，又是礼贤下士的态度，恐怕连我背后那位莫须有的华灵境老师也一起动了吸纳之心。如此一来，
我去玄阳宗可谓板上钉钉，万无一失。再者，叶晨眼中闪过一丝冰冷寒意。抛开这青阳城不利于我成长这一点不谈，这林家对我可是一直虎视眈眈啊！仅仅一次试探，他们就能丧心病狂地弄出血图那样的魔道修士来对我下死手。天知道，若是他们真下定决心要置我于死地，又会整出什么让人防不胜防的幺蛾子来？与其待在这个狼窝里整日提心吊胆，倒不如早日脱身，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当然，还有最后一点，叶晨没有说。当年父亲失踪前夕，好像是说过他要前往玄阳宗，所以不管如何，叶晨都要去一探究竟。听完叶晨这一番条理清晰、逻辑缜密的分析，即便挑剔如女帝，那双清冷的凤眸之中也不由得露出了赞许之色。他缓缓点点头，肯定了叶晨的想法。思路清晰，考虑周全，可以一试。得到女帝认可，叶晨心中一喜。说到底，他现在还只是一个18岁少年，对于离开青阳城前往玄阳宗这等足以改变一生命运的重大决定，虽然有魄力去做，但心中难免会有些底气不足。女帝则不同，她是一尊曾经君临9天10地，俯瞰万古沉浮的无上大帝，无论眼界、见识还是心性、手段，都远非现在的自己可比。能得到她的肯定，无疑给叶晨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心中大定后，叶晨又想到了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他看着女帝，有些不确定地问道：“那个，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遮掩一下我的体质？光是一个什么纯阳之体，就已经让那位赵长老搞出这么大动静了。这要是再被人发现，我其实是6阳圣体。”叶晨光是想一想，就觉得头皮发麻。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个道理他还是懂的。6阳圣体这种罕见的无上体质，一旦暴露，恐怕会引来无数强者觊觎。届时，别说是玄阳宗了，就连那些传说中的圣地、神朝都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将他抓去。而且明日的4大家族大比，林瑶应该也已经回来。若被他背后那位无极宗强者发现了我的异常，恐怕不是什么好事。女帝闻言，那双清冷的凤眸中也是闪过了凝重之色。她很想吐槽一句，以其实并非6阳圣体，而是更加稀罕100倍的9阳霸体。算了，暂且不恐吓他就。女帝自然也知道9阳霸体一旦暴露，会引来何等恐怖的后果。以他们现在这点实力，根本无法承受。她纤细黛眉微微蹙起，陷入了思索。片刻后，女帝缓缓地抬起眼，用一种满是嫌弃和鄙夷的眼神上下打量着叶晨。瞧你这点出息，区区一个家族比武，就让你前怕狼后怕虎的，真是丢尽了本帝的脸。他一边毫不留情地说着，一边却伸出一根纤秀如玉的手指，不情不愿地点在了叶晨眉心之上。罢了，本帝也就是怕你这个废物还没成长起来，就被人给抓去切了片，到时候清雪还得伤心。麻烦。随着他话音落下，一股庞大而又玄奥的信息已是涌入了叶晨的脑海。千幻神诀，这是一门极为高深玄妙的辅助类功法。此功法不修攻击，不修防御，只修变幻之道。修炼此功法者，不仅可以随心所欲的收敛、改变自身气息与体质特征，更能易容改装、变化身形，甚至模拟出其他人地功法神通。修炼到高深之处，就算修为远超自己的强者，也休想看穿伪装。可以说是一门杀人越货、扮猪吃虎的必备神技。这是叶晨感受着脑海中的玄奥法诀，整个人震惊了。女帝却是一脸嫌弃地收回了手指，用一种施舍般的语气冷哼道：“看在你还算有点用处的份上，本帝便将这部入流的小法门传给你了。”林家大堂，此刻大堂内气氛庄重无比。一位身着玄色长袍、仙风道骨的长髯老者正端坐主位之上，他面容清癯，双目炯炯有神，举手投足之间都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强大威压。此人正是林瑶的师尊，无极宗化灵境强者玄机子。在他下手位，林天虹恭恭敬敬地陪同而坐，脸上堆满了谄媚笑容，而林瑶则乖巧站在玄机子身后，不失为师尊奉茶，举止优雅得体。玄机子前辈能驾临我林家，当真令我林家蓬荜生辉，不胜荣幸啊！林天虹对着玄机子遥遥一敬，语气之中充满了恭维。晚辈更是要感谢前辈不嫌弃小女天赋愚钝，将其收入门下，此等大恩，我林家上下没齿难忘。玄机子捋了捋长髯，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笑容。他看了一眼身侧亭亭玉立的林瑶，眼中满是欣赏，缓缓开口：“林家主言重了。瑶儿天赋极佳，根骨清奇，乃是万中无一的修炼奇才。他能拜入老夫门下，也是缘分。相信他日后在修炼意图上，必然能够走得更远，甚至踏入化灵之上，也并非没有可能。”玄机子对林瑶的喜爱溢于言表。林天虹闻言更是乐开了花。玄机子这番话无疑肯定了林瑶未来的成就，对于林家来说绝对是天大喜事。想到这，林天虹原本还有些犹豫的心思也彻底坚定了下来。他斟酌了一下措辞，用一种带着忧虑的神色缓缓开口了：“前辈，晚辈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玄机子淡淡看了他一眼，示意他说下去。深吸一口气后，林天虹即刻添油加醋地说了起来：“前辈，青阳城最近来了一位化灵境炼丹大师，而且对我林家颇有敌意。不过那炼丹大师虽然是化灵境强者，但据晚辈观察，似乎身受重伤，
实力大打折扣，应该无法全力出手。林天红说到这里，眼中闪过一丝希冀之色，小心翼翼地看向玄机子。所以晚辈斗胆，恳请前辈能出手，替我林家将此隐患拔除。玄机子原本只是静静听着，但当他听到华灵境炼丹师这几个字的时，那原本波澜不惊的脸上却是猛地一变，一双眼睛瞬间爆射出2道金光，死死地盯着林天红。你说什么华灵境炼丹大师？这究竟怎么回事？你快将具体经过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老夫。玄机子骤然变化的脸色以及语气中的急切，让林天红一愣。林瑶见状也是明白师尊为何会如此激动。华灵境炼丹大师这等存在，在整个大前王朝都堪称凤毛麟角一般了。每一位华灵境炼丹大师都拥有着逆天改命、起死回生的手段，即便在他们无极宗，华灵境也就那么几个，就不要说华灵境的炼丹大师了。当下林瑶立刻开口，将林天红之前与自己通过气的一些情况向着玄机子娓娓道来。师尊，事情是这样的，当年叶晨父亲曾对我林家的老爷子有过救命之恩，老爷子为了报答这份恩情，在叶晨父亲的挟恩图报之下，无奈将弟子许配给了叶晨。林瑶说到这里，语气中满是委屈。而叶晨父子看到这招有用，便经常以此来胁迫我林家，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麻烦。老爷子为了报恩，自是无法拒绝。再后来老爷子去世，叶晨的父亲也神秘失踪。这些年来，这个叶晨一直寄居在我林家，吃我林家的，喝我林家的，也算是青阳城有名的废物了。我们本以为这件事也就算了，可谁曾想他前些天竟然就是重提，再次拿当年的婚约说事。林瑶眼中闪过无比厌恶。师尊，这本就是叶家父子仗着当年的恩情算计我林家，弟子因而愤愤不平，加之弟子已拜入了无极宗，自当以修炼为重，岂能被儿女私情所羁绊？林瑶这番话说的是情真意切，声泪俱下，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被无耻小人所欺骗、所胁迫的受害者形象。而玄机子听了后，也是对叶晨有些恼火了。他捋了捋长髯，眼中闪过一丝了然，原来是这么回事。再看向林瑶的目光也变得更加怜惜了起来。林瑶天赋极佳，日后前途无量，岂能被这等事所牵绊？林天红见林瑶将前因后果都讲述清楚了，立刻趁热打铁，补充道：前辈，那叶晨如今依旧对我女儿念念不忘，甚至还曾当众对我女儿出言不逊。他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居然搭上了一位神秘的华灵境炼丹大师。晚辈担心他会仗着那位炼丹大师的事，对我林家做出不利之事。林天红说到这里，脸上露出担忧神色。所以为了瑶儿，晚辈斗胆恳请前辈出手，替我林家拔出此祸患，救瑶儿于水火。他的语气充满了恳切，仿佛林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一般。玄机子听完林天红的补充，眼中闪过一丝沉思。林天红父女的言语未必属实，但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那就是叶晨背后确实存在着一位华灵境的炼丹大师，而这才是他最为关心之事。炼丹师，尤其是能达到华灵境的炼丹大师，不仅拥有起死回生、逆天改命的通天手段，更掌握着海量的修炼资源。这样的大能，即便是在无极宗内部，也是被奉为上宾的存在，其地位之尊崇，要远在同阶的战斗型强者之上。玄机子虽然是华灵境，但他深知与一位同阶炼丹大师交恶，绝非明智之举。哪怕是一个受了伤的华灵境炼丹大师，其底蕴和手段也绝不如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贸然动手，一旦激怒对方，或者让对方逃脱了，那自己乃至无极宗都将面临无穷无尽的报复。如此后果，他无法承受。前辈，林天红见玄机子迟迟不语，心中不由有些忐忑，小心翼翼地轻唤了一声。玄机子这才缓缓睁开眼，眼中金光内敛，恢复了原先那副仙风道骨模样。他看向林天红，语气平静：林家主不必担忧，既然有老夫在此，那叶晨背后之人便绝不敢对你林家轻举妄动。林天红闻言，心中一喜，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玄机子给出的承诺，无疑让他压力大减。至于动手，现在倒是不着急。玄机子话锋一转，目光落在了林瑶身上。敌在明，我在暗，贸然出手，反而容易打草惊蛇，让对方有所防备。我记得瑶儿不是说，明日便是那什么4大家族大比了吗？林瑶恭敬地回答：回师尊，正是青阳城林、赵、王、孙4大家族联合举行的一次家族大比，以切磋交流为名义，来彰显各自家族的实力。玄机子微微颔首，很好，那就让瑶儿先去参加那场大比，到时候以那叶晨的心性，加上林家主你之前所说的那些恩怨，他必然有所行动。我们正好可趁此机会，看看那个叶晨的真实本事，以及他背后那位所谓的老师究竟是何方神圣，实力深浅几何，如此也方便下一步的行动做到知己知彼，万无一失。林天红听完了玄机子的这番布局，先是一愣，随即恍然大悟，连连点头。玄机子前辈果然高明，这般做法既能避免直接与那位神秘强者发生冲突，又能摸清对方的底细，简直是一举两得。前辈英明，我明白了，那就先等大比结束再说。有您在，我林家还有瑶儿，肯定是安全的。林天红脸上忧虑一扫而空，在他看来，有玄机子这尊化灵境高手坐镇，无论叶晨背后有什么靠山，林家都将安如泰山，
同时能借此机会彻底铲除叶晨这个眼中钉。至于玄机子真正顾忌的，林天虹却并未深思，他只看到了眼前能解决麻烦的希望。林瑶在一旁也连连点头，师尊的智慧果然非常人所能及。一个废物，就算得了些奇遇，又岂能与无极宗的化灵境强者相抗衡？明日大比，便是叶晨那混蛋的末日。第二天，青阳城4大家族大比正式拉开帷幕。宽阔演武场上，人声鼎沸，来自林、赵、王、孙4大家族的弟子齐聚一堂，摩拳擦掌。观礼台上，各家族家主和长老们依次落座，神色严肃。在观礼台最中央位置坐着的是王家家主王晴天。王家作为青阳城4大家族之首，实力雄厚，底蕴强大，往年大比都是由他们主持。今日除了4大家族家主之外，还有一位特殊的客人引起了所有人瞩目，那便是玄阳宗的赵成长老。赵成身着一袭素色长袍，气质儒雅，在他身旁跟随着的依旧是他的亲传弟子李淳风。大前王朝南部主要是玄阳宗地盘，有玄阳宗的人出现并不稀奇，甚至可以说往年有类似活动，各大家族都需要费尽心思去请，才能请到玄阳宗代表前来观礼。王晴天起身对着赵成恭敬地拱手道：“赵长老驾临，令我青阳城蓬荜生辉。今日大比，还请赵长老以作主持。”赵成微微颔首，起身目光扫过全场，声音虽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耳中：“诸位青阳城年轻俊杰，老夫赵成乃玄阳宗外门长老。此次青阳城4大家族大比，旨在切磋武道。老夫在此宣布，大比能取得冠军者，可破例加入我玄阳宗，成为内门弟子。”此言一出，全场瞬间沸腾。玄阳宗内门弟子，我的天啊！能加入玄阳宗，直接成为内门弟子，议论声、惊呼声此起彼伏，如同潮水般席卷了整个演武场。玄阳宗那可是大前王朝最强的2大宗门之一，无数人心中的武道圣地，能够加入是多少年轻武者梦寐以求的机遇。就连叶晨闻言也是一愣，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只要自己能获得第一，再顺势加入玄阳宗，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在观礼台一角，林天虹正小心翼翼地陪同着一位身着灰色布衣、貌不惊人的老者，这老者便是玄机子了。他收敛了去自身气息，伪装成一位普通的林家长老。前辈，那边那个就是叶晨。林天虹指了指正在后场区的叶晨，低声向玄机子介绍，他的对手是王家一名淬体9重子弟。叶晨此刻在台下静静地等待着，收敛了自身气息，看起来与寻常淬体9重弟子并无二致。最主要的是掩盖去了6阳圣体的气息，绝不能让无极宗的人看穿了自己是6阳圣体之士，哪怕是次一级的纯阳之体，那也不行。林天虹继续添油加醋般说道，他原本只是个没灵根的废物，后来得了那神秘化灵大师的帮助，不但能修炼了，而且修炼速度和战力远超铜镜。玄机子闻言，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他不动声色地瞥了一眼叶晨，心中暗自思忖，用丹药提升修炼速度那是正常的，可战力强过铜镜剑，这合理吗？他虽然对炼丹师手段了解不多，但常识告诉他，丹药固然能提升修为，但根基不稳，实力往往虚浮，绝不能达到超过铜境界的地步。除非那位炼丹大师的手段当真逆天，或者这叶晨本身的体质有异于常人。他决定继续观察。随着开场介绍结束，擂台上的弟子们你来我往，刀光剑影，引得台下阵阵叫好。终于轮到叶晨上场了。下一场，林家叶晨对战王家王虎。随着执事长老洪亮的声音，叶晨迈步登上擂台。他的对手王虎身材魁梧，面露傲色，显然对自己的实力颇有自信。林天虹的目光紧紧盯着擂台上的叶晨，眼中满是杀意。叶晨和王虎各自迈步走到了擂台中央，相隔数丈站立。王虎面容粗犷，一双虎目带着几分傲慢，他先一步抱拳，声音洪亮的自报家门：王家王虎，淬体9重。说到淬体9重时，特意加重了语气，并用挑衅眼神看向叶晨。随后王虎的目光在叶晨身上扫视了一圈，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哟，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废物叶晨吗？我听说你是个不能修炼的废灵根，怎么也跑到这擂台上来了？就你也配跟我王虎交手？我看你还是乖乖投降算了，省得一会被打得满地找牙，丢人现眼。他毫不掩饰地羞辱着叶晨，引得台下一些不明真相观众发出了窃笑之声。王家弟子更是起哄叫嚣。然而叶晨却懒得去做口舌之争，他平静一抱拳，目光淡然扫过王虎，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耳中：林家叶晨淬体9重。此言一出，全场为之一静。什么淬体9重？他不是个废物吗？怎么也会是淬体9重？就连刚才还嚣张不已的王虎也愣在了原地，脸上不屑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难以置信的震惊。叶晨是个废物，这是青阳城公认的，可现在这废物竟然说自己也是淬体9重，怎么可能？叶晨却根本不给他继续废话的机会，在执事长老宣布比赛开始的一刹那，便如离弦之箭一般欺身而上，朝着王虎猛冲了过去。砰！拳头带着呼啸劲风，没有任何花哨的招式，直取王虎面门。王虎仓促之下抬臂抵挡，
巨大的力量让他连连后退。叶晨得势不饶人，拳脚并用，完全不给王虎喘息的机会，将他压着打，使得王虎根本发挥不出淬体九重应有的实力。王虎被打得节节败退，心中憋屈万分，怒火中烧。他堂堂王家嫡系，淬体九重强者，竟被一个昔日的废物压制得如此狼狈！混蛋，你找死！王虎怒吼一声，终于忍无可忍，强行稳住身形后，体内气血翻涌，猛地打出了一套王家祖传的黄阶中品武技开山掌。双掌齐出，掌风呼啸，带着开山裂石之势，试图以此逼退叶晨，扭转战局。然而就在王虎的武技施展到一半，旧力已去新力未生之际，叶晨眼中金光一闪，他不退反进，体内8万斤巨力在这一刻毫无保留地爆发了出来，如同山洪海啸般汇聚在了右拳之上。轰一声震彻擂台的巨响，叶晨的拳头带着霸道气势，狠狠地轰在了王虎胸口。王虎脸上的狰狞凝固，一口腥甜的鲜血狂喷而出，整个人如同被一柄巨锤砸中，庞大身躯瞬间倒飞了出去。他重重地砸落在擂台边缘，发出一声闷响，随后便瘫软在地，彻底昏死了过去。一拳，仅仅一拳，淬体九重秒杀！整个演武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擂台上那个傲然而立的少年，眼中满是难以置信。赵成长老脸上露出了愈发浓厚的喜爱之色，这纯阳之体当真非同凡响，难怪那位前辈会如此看重叶晨。大比继续，几场普通的淬体境比试很快过去，众人的目光再次被一场重量级对决所吸引。下一站，林家林峰对赵家赵康。随着执事长老声音落下，两道人隐跃上擂台，其中一个身着华丽的林家武服，面容俊逸却带有着几分倨傲，正是林天虹的独子林峰；另一人则是赵家族长嫡子赵康，同样气宇轩昂，眼神中充满斗志。两人都是开元五重修为，这青阳城的年轻一代中已是顶尖存在了。这场对决无疑也是今日大比的焦点之一。林峰一上台便散发出开元五重强者的强大气息，周身元力涌动，如同潮汐般澎湃。他扫了一眼赵康，眼中带着一丝不屑，显然并未将对方放在眼里。赵康则凝神戒备，周身元力随之流转，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开始！执事长老话音刚落，林峰便率先发难。他身形如电，欺近赵康，双掌之上元力吞吐，夹带着凌厉的劲风直取赵康要害。赵康的反应一时不慢，侧身躲过林峰的攻击后，同时反手一拳轰出，带起阵阵破空之声。砰砰砰！擂台上两道身影快速交错，拳脚相加，元力碰撞之声不绝于耳。林峰的攻击大开大合，元力雄浑，每一击都蕴含着强大力量。赵康虽然竭力抵挡，但林峰的元力似乎连绵不绝，攻势如潮，让他防不胜防，逐渐落入了下风。林峰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片刻后，他身形一转，元力瞬间在双臂汇聚，空气中仿佛传来了阵阵海浪拍击礁石的声音。叠浪三重技！低喝一声，林峰双掌向前推出，第一式惊涛拍岸，一股磅礴元力如巨浪般汹涌而出，狠狠地拍向赵康，威力远超当日的林威。或者说，此时依靠元力催动的叠浪三重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叠浪三重劲。赵康脸色一变，不敢硬抗，身形暴退，却依旧被那股劲风波及，气血一阵翻涌。林峰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攻势连绵不绝。第二式怒涛卷杀，他的身形再次加速，元力如同漩涡般缠绕周身，一掌劈出，带着卷动沙石的狂暴之势，更加凶猛的追击向赵康。避无可避的赵康只能硬着头皮抵挡，但强大的冲击力让他双脚离地，倒退数步后，口中溢出鲜血。台下众人纷纷惊呼，林峰的实力远超众人想象。此时赵康脸上已是一片苍白，他知道自己与林峰之间存在差距，但没想到会如此之大。然而林峰并未就此收手，元力再次爆发，周身气势在瞬间攀升到极致，仿佛有万丈狂澜在他身后凝聚。第三式骇浪吞天！林峰怒喝一声，双掌合十，猛地向前推出，一道比之前两式更加庞大、更加凝实的元力巨浪，带着吞噬一切的恐怖威势，轰然砸向赵康。赵康绝望地看着那道仿佛能吞噬天地的巨浪汹涌而来，竭尽全力调动体内所有元力进行防御。轰隆！震耳欲聋的巨响声炸开，元力巨浪瞬间将赵康吞噬，狂暴的冲击波扩散开来，整个擂台都为之颤抖。待元力散尽，赵康已是重重地砸落在了擂台下方，浑身骨骼折断不少，口吐鲜血，彻底昏死了过去。一招定胜负，林峰以叠浪三重劲第三式干净利落地解决了同境界的赵康。林峰竟然已能用出第三式了，太强了，不愧是林家少主，开元五重却能施展出如此强大的武技，林峰当真天资卓绝。台下众人见此议论纷纷。观礼台上，林天虹脸上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笑容，他转头看向身旁玄机子，眉飞色舞地介绍道：“前辈，这就是犬子林峰，拥有玄阶上品灵脉，修炼刻苦，如今已是开元五重修为，修行家传武技叠浪三重劲，已能施展出第三式骇浪吞天。”顿了顿，
在他语气中露出些许期待，希望前辈能看在瑶儿的面子上，让他拜入无极宗，未来定能为宗门争光。听到林天虹这话，玄机子捋着长髯，脸上神色未变。玄阶上品灵脉，如此天赋，在青阳城这等小地方固然称得上是天才了，但在无极宗却也只是中等而已，还远不到让他玄机子亲自收徒的程度。无极宗广纳英才，玄阶上品灵脉的弟子并不少见，玄机子本人更是见惯了天骄奇才，自然不会觉得惊艳。不过玄机子也并未直接拒绝，他看了一眼身旁乖巧的林瑶，心中思忖：林瑶已是天品灵根，是他的亲传弟子，未来前途不可限量。林峰作为林瑶的亲兄长，若能收到门下，也算是给林瑶多一份牵挂，这倒也是一件好事。毕竟宗门内部势力盘根错节，有一份人情关系在，总是没什么坏处的。想到这，玄机子微微颔首，语气平淡地道：林峰这孩子根骨尚可，武技也颇有章法，既然林家主有此意，就让他先随瑶儿回宗门，只需通过外门考核，便可入我无极宗门墙。虽然只是外门，但能入无极宗，对林家而言也是天大的好事。林天虹喜上眉梢，脸上乐开了花。他没想到玄机子竟然真答应了，连忙暗中对着玄机子连连作揖：多谢前辈，犬子能入无极宗，实乃三生有幸，林家上下感激不尽。玄机子淡淡的摆了摆手，示意他不必多礼，脸上依旧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模样。对他而言，收一个玄阶上品灵脉的弟子入外门，不过是举手之劳，算不得什么大事。与此同时，擂台下的后场区，叶晨也是将林峰与赵康的对决看得一清二楚。当林峰施展出叠浪三重劲，第三式骇浪吞天，解决了赵康时，叶晨脸上难得的露出了一丝慎重。这就是开元境的真正实力吗？叶晨暗自咂舌，他能清晰地感受到林峰施展出的武技，其中蕴含的元力波动和那股摧枯拉朽的威势，远非淬体境的气血之力所能比拟。那层层递进的浪涛，威力之强，超乎了他想象。叶晨在心中默默估量着自己与林峰之间的差距。如果是现在的自己，凭借着淬体9重8万斤巨力以及刚点燃的金之火，或许能勉强抗住林峰的攻势，不至于被一击秒杀吧。但要说能否全身而退，或者反败为胜，叶晨心中却是一点底都没有。他回想起之前在大青山中遭遇的开元境1重黑风魔猿，以及开元境3重的魔修血图，林峰所展现出的实力，远要比两者更加强大。毕竟二者一个是普通血脉的妖兽，没有什么强大妖术，后者更是根脚浅薄，一个几乎没有灵根，不知从哪学了些魔道功法的散修，最厉害也就是个黄阶刀法，没得比。这其中差距也让叶晨脸色变得异常凝重。开元境元力果然如天堑般的差距啊！他紧握双拳，心中对力量的渴望变得极其强烈。然而一旁的女帝见此，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一眼，眼中流露出毫不掩饰的鄙夷，仿佛在看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哼！女帝轻哼一声，没有说话，但那眼神中传递出信息却非常明显。这才哪到哪，区开元境5重，就把你吓成这样，真是丢尽了九阳霸体的脸。叶晨被女帝看得有些尴尬，摸了摸鼻子，心中却更加坚定，必须抓紧突破入开元境了。大比第一天的赛事，在林峰的惊艳一战后落下帷幕。经过一整天的激烈角逐，4大家族共决出了32名优胜子弟，晋级第2天的比赛。翌日清晨，演武场上再次人头攒动，32进16的淘汰赛正式开始。叶晨的对手依旧是一位淬体9重，在青阳城4大家族中，年轻一辈大多处于淬体境界，能踏入开元境的，无一不是各家倾力培养的嫡系子弟，总共也就那么7、8人而已。叶晨再次以绝对的力量一拳秒杀对手，干净利落地晋级16强。那摧枯拉朽般的战斗方式再次引来全场惊呼，也让观礼台上的赵成长老愈发欣赏。而玄机子则眉头紧锁，更加断定叶晨背后一定有一名炼丹师，毕竟能在淬体境界就有如此强悍的肉身，只有一些传说中的体质可以做到。但他无论怎么探查，也没发现叶晨的体质有什么特殊的。林天虹并没有和玄机子提及叶晨纯阳之体的事，毕竟这个事和玄阳宗有关，要是知道自己和玄阳宗的人有过接触，玄机子说不定会心生不满。作为化灵境强者的玄机子并未怀疑自己的眼光，而这也更让他断定叶晨的身后一定有一位强大炼丹师存在，甚至有可能并非林天虹猜测的那般是3品，有可能达到了4品，不然一个淬体境不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肉身。只能说女帝给地功法强的可怕。随后的16进8，叶晨的对手同样是淬体9重，依旧一拳解决了战斗。终于在8进4的时候，叶晨遇到了他此次大比的第一个开元境对手，孙家族长的嫡子孙浩，开元1重巅峰。当执事长老宣布对战名单时，全场气氛瞬间被点燃了。叶晨对战孙浩，开元境对战淬体9重，这下叶晨的好运到头了。没错，他肉身再强，也不可能跨越淬体境与开元境之间那条鸿沟。议论声此起彼伏，这一次没有人还看好叶晨，毕竟叶晨背后有位化灵境炼丹师，只有赵成、玄机子以及林天虹等少数几人知晓，在场的绝大多数人
只以为叶晨是个肉身力量强大的淬体9重武者，而淬体境与开元境之间的差距是所有人的共识，如同天堑，难以逾越。观礼台上，林天红脸上露出了阴冷笑容，他看向玄机子，低声道：“前辈，好戏要开始了。”玄机子微微颔首，目光锁定在叶晨身上。叶晨缓步走上擂台，神色平静。经过这几天的修炼，以及每晚和林清雪的双修，他体内气血之力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距离开元境只差临门一脚。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第一道元脉壁垒已摇摇欲坠，只要一个契机便能打破壁垒，引元力入体，踏入开元之境。而眼前这个孙浩无疑是最好的磨刀石。孙浩紧随其后跃上擂台，他面容倨傲，一上台便散发出开元境独有的元力波动，引得台下发出阵阵惊呼。孙家、孙浩，开元1重。孙浩自报家门。林家、叶晨，淬体9重。叶晨平静回应。孙浩脸上的傲慢之色更浓了，他上下打量着叶晨，露出轻蔑笑容，语气嚣张无比。淬体9重，呵呵，我还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原来只是个连元力都未曾接触到的蝼蚁。他顿了顿，用一种施舍般的语气说道：“看在你前几场表现还算不错的份上，我给你一个机会，现在自己滚下擂台，还能少受些皮肉之苦，否则等我出手，你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面对孙浩的嚣张挑衅，叶晨懒得搭理，多说无益，实力才是最好的证明。比赛开始，执事长老话音刚落，叶晨便再次如之前一样欺身而上，一拳轰出。他没有动用任何花里胡哨的技巧，只是将体内那磅礴的气血之力毫无保留地爆发了出来。8万斤的恐怖巨力在这一刻凝聚于拳锋之上，带着撕裂空气的音爆声狠狠地砸向孙浩。孙浩见状，先是一愣，随即眼中闪过一丝不屑，没想到叶晨竟还敢主动向自己发起攻击，当真是愚蠢至极。然而当叶晨的拳头逼近时，那股扑面而来的恐怖劲风却让孙浩脸色瞬间一变，他急忙侧身避开，叶晨的拳头擦着他的鼻梁而过，那股凌厉拳风刮得他脸颊生疼。好强大的蛮力！孙浩心中暗惊，不敢再有轻视之心，稳住身形，体内元力瞬间涌动，同样一拳轰出。孙浩的纯粹肉身力量只有不到3万斤，与叶晨相差甚远，但是在他的拳头上却覆盖着一层淡青色元力。这层元力虽然看似薄弱，却蕴含着远超气血之力的恐怖能量。在元力作用下，孙浩这一拳的破坏力瞬间便超越了叶晨的8万斤巨力。叶晨深知元力的恐怖，不敢硬抗，双臂交叉挡在身前。轰！一声沉闷炸响，叶晨只感觉一股无可匹敌的恐怖巨力狠狠轰在了自己的双臂位置，那股霸道元力瞬间穿透了他的气血防御，震得他手臂发麻，气血翻涌，整个人如同被一头发狂的妖兽撞中，倒飞了出去，双脚在坚硬擂台上离出了2道深深的沟壑，径直滑了数丈之后，才勉强稳住身形。哼，班门弄斧而已。孙浩冷笑一声，看着叶晨的狼狈模样，他充满了快感。淬体境终究只是淬体境，在元力面前，你那点蛮力根本不值一提。说着，他不再给叶晨喘息的机会，发起了攻击，身形如风，双掌之上元力吞吐，画出一道道凌厉掌影，朝着叶晨笼罩而去。叶晨慌忙应对，凭借着远超常人的反应速度，一次又一次的险之又险地躲开攻击。然而孙浩的元力攻击范围极大，叶晨即便能躲开要害，身上依旧被凌厉掌锋划出了一道道血痕。这样下去不行，叶晨心中一沉，必须尽快扭转战局，否则迟早会被对方的元力活生生给耗死。就在孙浩再次一掌拍下之际，叶晨眼中金光一闪，不再躲闪，而是将体内所有的气血之力都汇聚于右拳上，同时运转起了大日轰炉拳。晨曦！叶晨暴喝一声，一拳轰出。在气血之力的加持下，他这一拳的威力瞬间超越了10万斤之巨，一轮璀璨的金色骄阳在他的拳锋处轰然升起，骄阳中仿佛蕴含着无尽的生机与锋芒，一股至阳至刚的恐怖权意弥漫了整个擂台。孙浩见状，瞳孔骤然一缩，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叶晨这一拳的威力比之前强大了数倍不止，那股恐怖权意甚至让他都产生了一丝心悸，不敢怠慢，立刻将体内所有元力都汇聚于双掌之上，迎着那轮金色骄阳狠狠地拍了过去。观礼台中原本还一脸平静的赵成和玄机子，在看到叶晨施展出晨曦的一刹那，脸色都是猛地一变。这是武技，两人都看得出来，叶晨这一招武技的品阶绝对不低，那股凝练而又霸道的拳意远非寻常黄阶武技所能比拟。赵成心中暗道，这股拳意至阳至刚，与他的纯阳之体相得益彰，如果是一整套武技的话，七品阶起码也是地阶，就算只有这一招，那也绝对可达到黄阶上品。玄机子同样心中震撼，好强的拳意，这等武技即便是放在我无极宗，也足以称得上是核心传承了。看来他背后那位炼丹师不简单了。不过二人虽然震惊，但面上却都没有声张，只是静静看着擂台上的对决，目光变得愈发凝重。眼看叶晨激发出的那轮璀璨金色骄阳轰然砸来，孙浩不敢有丝毫大意。来得好！他暴喝一声，
体内元力疯狂涌动，双脚猛地一踏地面，整个人的气势在瞬间攀升到了极致。只见他双掌上青色元力汇聚，化作一道道凌厉锋刃，环绕周身。青木旋风掌！怒吼声中，孙浩师展出了孙家祖传的玄阶下品武技。他双掌齐出，漫天掌影凝聚成一道巨大的青色风暴，其中夹杂着无数道锋利无比的锋刃，迎着叶晨的金色骄阳狠狠撞了过去。轰隆！金色骄阳与青色风暴在擂台中央轰然相遇，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即刻响彻了整个演武场。狂暴的能量冲击如同涟漪般向着四周扩散，整个擂台在剧烈的颤抖，坚硬的青石地板也是被撕裂出一道道狰狞裂纹。然而僵持局面仅仅只维持了片刻，在元力加持之下，孙浩的青木旋风掌威力成倍上升，那青色风暴瞬间就将叶晨的金色骄阳撕开，于是不减地轰在了叶晨身上。噗！叶晨喷出一大口鲜血，身体如同断了线的风筝，比之前飞得更高更远，重重地摔落在擂台边缘。他挣扎了几下都没能爬起来。赢了，孙浩赢了！我就说嘛，淬体境怎可能打得过开元境？台下观战的各家子弟们在短暂的震惊后都爆发出了雷鸣般的议论声，他们看向叶晨的目光中充满了嘲讽。自不量力，一个淬体境废物也敢挑战开元境武者，不是找死是什么？就是还以为他有多厉害，结果还不是被孙浩打成死狗。他也只能欺负那些淬体境了，一遇到真正高手立刻原形毕露。听着耳边此起彼伏的嘲讽声，孙浩脸上露出得意笑容，缓缓地收回双掌，他居高临下地看着那个躺在地上挣扎着想要爬起的叶晨，眼中满是轻蔑。自始至终他都没有真正将叶晨当一回事。淬体境与开元境之间的差距犹如天堑，不可逾越，这是铁律。废物！孙浩的声音中充满了戏谑，早就跟你说过让你自己滚下去，可你偏不听，现在我可不会轻易饶过你了。孙浩一步一步地朝着叶晨走去，身上元力再次涌动，显然是准备给叶晨最后一击，将他彻底废掉。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大局已定之时，你高兴的还是太早了。一个不屈声音在擂台边缘缓缓地响了起来。只见叶晨手臂支撑着地面，一点一点艰难起身，他浑身浴血，衣衫破碎，看起来狼狈不堪，但那双眸子里却迸发出令人心悸的璀璨光芒。轰！一股比之前更加炙热更加狂暴的气息猛地从叶晨体内爆发了出来。只见一簇金色火焰毫无征兆地在他丹田深处燃起，瞬间便点燃了他体内早已沸腾到极致的磅礴气血。三昧真火，金之火！三昧真火，金之火！嗡！璀璨的金色火焰笼罩住叶晨全身，将他那浴血身躯映照得如同炼狱之中走出来的神魔。晨曦！叶晨再次一声怒喝，将所有燃烧的气血之力都汇聚于右拳之上，又是一拳轰出。这一拳在金之火的加持下，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更加炙热，更加狂暴。金色骄阳几乎已化作了实体，带着一股焚天逐海的威势，朝着逼近过来的孙浩轰然砸出。孙浩脸上的轻蔑神色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骇然。这真的是淬体境吗？他能清晰感觉到叶晨这一拳中所蕴含的威能比之前强大了何止10倍，那股至阳至刚的火焰气息仿佛能焚尽世间万物，让他从灵魂深处都感到了一阵战栗。观礼台上原本还保持着平静的玄机子和赵成，在看到叶晨身上燃起金色火焰的一刹那，脸色猛地一变。这是什么火焰？他们身为化灵境和凝钢境巅峰强者，见多识广，却从未见过如此霸道且纯粹的火焰。仅仅只是被那火焰光芒照耀着，两人便感觉到自己体内气血都在不受控制的变得沸腾，这股威压甚至让他俩都感受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威胁。不对劲！玄机子心中巨震，就算炼丹师需要修炼控火之术，但归根结底也只是调动元力的一种手段而已，根本不可能拥有这般恐怖威势。这火焰的本质似乎已经超越了元力范畴。赵成同样心神激荡，这火焰好生霸道，这绝非寻常火焰。叶晨背后那位炼丹师一定不简单，他传授给叶晨的恐怕不只是武技，而是神通。擂台之上，孙浩已经来不及多想，因为之前并不设防，加上叶晨突然暴起，他根本就没机会躲开这石破天惊的一拳。生死关头，孙浩也是爆发出了强大的求生意志，怒吼一声，他将体内所有元力都毫无保留地调动起来，在身前凝聚成一道厚厚的青色元力护盾，同时双臂交叉横在身前，试图以此抵挡住叶晨的致命一击。这也就是他乃正统的武道修士，根基稳固，而且身为孙家嫡子，拥有玄阶中品灵脉，开辟出了足足3条元脉，体内元力丰沛，才称得起这般消耗。若换做血屠那样的魔道武者，全靠掠夺得来的元力，驳杂不纯。此刻在叶晨这只阳至刚的三昧真火面前，恐怕连一息都撑不住，便会消耗殆尽，整个人被焚灭成为虚无。轰隆！金色骄阳已狠狠撞在了孙浩的元力护盾之上，一个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加沉闷的巨响响彻云霄。狂暴的能量冲击波如同海啸般向着四周席卷，整个演武场都剧烈摇晃了起来。
擂台周围的防护阵法也是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嗡鸣。孙浩只觉得一股无可匹敌的恐怖力量狠狠迎上了自己，紧接着那股霸道拳劲便结结实实地传递到了他的双臂。噗！孙浩瞬间倒飞了出去，他身上衣衫在那股炙热拳风之下化作了飞灰，露出了里面被震得一片焦黑的皮肤。好在孙浩在最后关头挡住了叶晨的拳头，没有被金之火直接命中。一旦沾染上金之火，周身精血会被瞬间点燃，除非叶晨主动收回，否则他只有和血屠一样的下场，燃尽周身精血，最后活活烧成焦炭。这怎么可能？孙浩竟然被一个淬体镜给打伤了。那金色火焰到底是什么东西？威力如此恐怖，这还是淬体镜吗？我怎么感觉就算是寻常的开元镜两重都未必能接下他那一拳，怕是根本没有淬体镜能跟他相比了。台下议论声此起彼伏，看向叶晨的目光也从之前的不屑变成了深深的忌惮。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叶晨已扭转了战局之时，被击退的孙浩却突然发出一声愤怒咆哮，他不顾一切的一脚蹬在地面上，身躯如同炮弹般冲出，体内所剩不多的元力也是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来，再次施展了青木旋风掌。小杂种，你伤到了我，你竟敢伤我，我要你死！他彻底被叶晨激怒了，青色的风暴再次在擂台之上肆虐，而这一次叶晨却没有再硬抗，他体内的精火在打出那一拳之后便已经因为后继无力而熄灭了。此刻的他再次陷入了虚弱状态，面对孙浩状若疯魔的攻击，叶晨只能凭借着自己强悍的肉身一次又一次的躲闪格挡。砰砰砰！沉闷的撞击声在擂台之上不断的响起，叶晨一次又一次的被击倒，又一次又一次的挣扎着爬起来。他浑身上下早已没有了一块完好的皮肤，鲜血将他染成了一个血人，看起来凄惨无比。但他却始终没有投降，反而是疯狂的运转着体内气血，一次又一次的朝着那第一道元脉的壁垒发起了决死般的冲击。观战的众人很快便发现了叶晨的异常，他在干什么？他体内的气血在疯狂的涌动。天啊，他竟然想要临阵突破开元境，疯了，一定是疯了！怎么可能有人在战斗中突破境界？所有人都被叶晨这疯狂的举动给彻底震惊了。孙浩也看出了叶晨的打算，他先是一愣，随即脸上便露出了无比残忍的笑容。临阵突破，呵呵，真是不知死活！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体内的元力再次爆发。既然你这么想死，那我就成全你！暴喝一声，他将体内所有元力都汇聚于双掌之上，朝着叶晨狠狠地拍了过去。这一次没有丝毫留手，青木旋风掌最强的一式被他毫无保留地施展了出来。轰隆！巨大青色飓风在擂台之上形成，卷起了漫天烟尘，将叶晨和孙浩的身影都彻底地笼罩在了其中。狂暴的元力肆虐着整个擂台，一时间所有人都看不清擂台之上的具体情况，只能听到那飓风之中不断地传来阵阵沉闷的撞击声和叶晨痛苦的闷哼声。观众台上所有人都站了起来，紧张地盯着那片被烟尘笼罩的区域。即便是强如赵成这等宁罡9重巅峰的强者，也因为元力飓风的干扰，只能勉强感知到叶晨的气息虽然变得越来越微弱，但却并没有彻底消失。只有玄机子有着化灵境强大的神识，清晰看到了那飓风之中所发生的一切，在他脸上也是露出了前所未有的震惊，甚至连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了。竟然真的突破了！玄机子忍不住失声惊呼。一旁林天虹听到这话也是一愣，连忙凑过来：“前辈，您说什么？突破什么了？”擂台上狂暴的青色飓风渐渐失去了力量，缓缓消散，漫天烟尘开始沉降，但依旧遮蔽着所有人的视线。飓风之中沉闷的撞击声和痛苦闷哼声早已消失不见，整个演武场陷入了一片诡异的寂静。结束了吗？肯定是结束了。叶晨那个废物肯定已经被孙浩给废了，那是自然。临阵突破简直是天方夜谭，谁家好人打架的时候能够突破？不都是快要突破的时候找个僻静安全的地方闭关，生怕被人打扰吗？他这简直是在自寻死路。台下几乎所有人都已认定了叶晨的败局，就连观礼台上的赵成长老也缓缓地摇摇头，脸上露出一丝惋惜。淬体境挑战开元境本就是不可能赢的，更何况还是在这种生死搏杀之中试图临阵突破，无疑是自取灭亡。一个精彩绝艳的纯阳之体就这么陨落了，实在可惜。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叶晨已经完蛋了的时候，随着最后一道烟尘散去，擂台上的景象终于清晰地呈现在了他们面前。只见叶晨和孙浩相对而立，叶晨尽管浑身浴血，衣衫褴褛，看起来狼狈不堪，但他却挺直了脊梁，稳稳地站在那里。而他对面的孙浩脸上满是震惊，一副活见鬼的样子。怎么可能？孙浩的声音中带着无法抑制的颤抖，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叶晨身上气息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不再是单纯的气血之力，而是元力。叶晨抹了一把嘴角鲜血，脸上露出欢欣笑容。没什么是不可能的，现在也该让你尝一尝挨揍是什么滋味了。话音未落，叶晨体内的第一道元脉轰然运转，精纯的天地元力瞬间流遍他的四肢百骸，
与他那磅礴的气血之力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晨曦，叶晨再次暴喝一声，一拳轰出。这一次驱动晨曦的不再是单纯的气血之力，而是货真价实的原力。轰！一轮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加璀璨、更加凝实、更加庞大的金色骄阳在他的拳锋上轰然升起。整个演武场在这一刻都仿佛被镀上了一层金色光辉，所有人都被这恐怖异象给彻底惊呆。孙浩首当其冲，他看着那在瞳孔中急速放大的金色骄阳，感受着足以将他彻底碾碎的恐怖威压，心中第一次生出了一股名为绝望的情绪。躲，能躲得开吗？这一拳已经彻底锁定了他的所有契机，根本就无处可躲。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住手！一声暴喝如同惊雷般在演武场上空炸响，紧接着有道身影快如闪电迅速出现在了孙浩身前。来人正是孙家的家主孙战。眼看着自己嫡子将命丧当场，他再也顾不得什么规矩，强行登上了擂台。气海九重的修为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来，在身前凝聚成一道厚重无比的原力护盾，试图以此挡住叶晨石破天惊的一拳。轰隆！那轮金色骄阳狠狠撞在了孙战的原力护盾之上，震耳欲聋的巨响声响彻云霄。所有人都以为气海九重面对开元一众必然是轻轻松松的摧枯拉朽，然而预想中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只见孙战厚重无比的原力护盾在接触到金色骄阳的瞬间便剧烈的颤抖起来，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嗡鸣。紧接着在所有人骇然欲绝的目光中，孙战那高大身躯竟是被那股恐怖的冲击力震得噔噔噔的向后连退了好几步。他双脚在坚硬擂台上离出了2道深深的沟壑，才勉强稳住身形。虽然最终孙战依旧挡下了叶晨这一拳，但他的脸色却变得异常难看，体内气血翻涌，显然并不好受。全场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这个叶晨到底怎么回事？一个才刚突破到开元境的少年，竟然能一拳将一位气海九重的老牌强者震退出数步。哪怕这个气海九重是匆忙上台，只是用原力护住自己，站着不动让他打，但能打出如此效果，依旧令人无限震惊。这简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夜幕降临，繁星点点，叶晨所在的小院内烛火摇曳，映照出2道依偎在一起的身影。林清雪正小心翼翼地为叶晨涂抹着伤药，此刻那双清澈的眸子里满是心疼，看着叶晨身上绽放的狰狞伤口，林清雪眼圈忍不住又红了。叶晨哥哥，你以后不要再这么拼命了，好不好？在他声音里带着浓烈的哭腔。那么拼命干什么啊？清雪好心疼。叶晨闻言心中一暖，他伸出手轻轻将林清雪揽入怀中，柔声说道：傻丫头，我这么拼当然是为了让我们2个能好好的活下去啊。听到这话，林清雪身体微微一颤，沉默了下来。她将头埋在叶晨怀里，不再说话，只是紧紧地抱着他。今夜2人罕见的没有双休。叶晨在林清雪服侍下盘膝坐在床上打坐调息。白日里那一场惊心动魄的突破，虽然让他成功踏入了开元境，但也同样让他的身体承受了巨大负荷。他需要时间来稳固境界，修复伤势。同时他也开始尝试着开辟第2条元脉了。开元境的境界划分与元脉的数量并无直接关系，无论是开辟1条元脉还是9条元脉都同属于开元境，但是想要从开元境突破到气海境，却有一个硬性条件，那就是必须拥有至少3条元脉。一般来说，玄阶灵根的武者便可以开辟3至4条元脉，无论玄阶下品还是玄阶上品，其上限都被卡死在了4条元脉，只是开辟的难度不一样而已。而想要突破到气海境，就必须将体内所有开辟出的元脉凝练贯通，形成一片广阔的气海。元脉的数量越多，凝练难度便越大，但同样的，一旦成功突破，所形成的气海便越广阔，实力也就越强。对于拥有天品上品灵根甚至是9阳霸体的叶晨来说，他现在最主要的便是先行开辟出9条元脉，然后再开始凝练冲击气海境。不出意外的话，他将会在开元境停留一段时间，这也是所有天赋异禀的武者都必须经历的过程。当然还有一种取巧办法，那就是一边开辟元脉一边凝练元脉，而叶晨也是打算这么做的，但还没开始就被女帝阻止了。住手！你想干什么？叶晨一愣，下意识地停下了动作。女帝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罕见的凝重：我警告你，在你将9条元脉全部开辟出来之前，绝对不准尝试凝练任何1条元脉。叶晨有些不解，为什么？我只是想先提升一下境界，这样就能多一些自保之力。愚蠢！女帝毫不留情地呵斥道，一旦你现在就开始凝练元脉，那你便会彻底失去开辟第10条元脉的机会。什么？第10条元脉？叶晨心神俱震，他从未听说过有人能开辟出第10条元脉。没错，女帝声音中带着一丝不屑，认为元脉极限是9条的，那都是井底之蛙，10脉归一，黄道之基，没有第10道灵脉，终生无法突破黄境。而只有在开元境将9条元脉全部开辟圆满，并且不经过任何凝练，才有可能开辟出第10条元脉。一旦成功，就拥有了冲击黄境的资格，否则此生的极限便是王境，永远也不可能突破到那更高的黄境之上。听到这话，
叶晨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黄境，甚至黄境之上，那是何等恐怖的境界！至于为何只有10脉归一才能拥有冲击黄境的资格，女帝没有说，叶晨也没有问。自己现在才刚刚踏入开元境，网上还有气海、宁罡、化灵、王者4个大境界，现在去纠结那些遥不可及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叶晨当即收敛心神，摒除杂念，开始专心致志地稳固自己刚开辟的第一条元脉。与此同时，林天虹的书房内气氛却是一片凝重。赵兰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焦急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脸上满是不安。你是怎么办事的？怎么能让那个废物活着下擂台，还突破到了开元境？林天虹坐在椅子上，脸色也阴沉无比。他烦躁地挥了挥手，叹了口气道：你以为我愿意吗？他背后有那位化灵境的炼丹大师护着，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总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直接对他下死手吧？到时候就算林家赵家上下绑在一起，都不够那位前辈杀的。听到这话，赵兰的气焰也瞬间熄灭了。他颓然地坐倒在椅子上，脸上满是不甘。是啊，化灵境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阴谋诡计都没有意义。那现在该怎么办？赵兰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绝望。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小杂种一天比一天强大，最后骑到我们林家头上作威作福吗？林天虹揉了揉发胀的眉心，现在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玄机子前辈身上了。他们同为化灵境强者，也只有玄机子前辈才有希望能压制，甚至是杀死那位神秘炼丹大师。可是赵兰眼中闪过担忧，玄机子前辈会愿意为了我们林家去得罪一位同阶的炼丹大师？林天虹沉默了，他知道赵兰说的是事实。从玄机子那谨慎的态度来看，他显然也是对那位神秘的化灵境充满了忌惮，不愿意现在就撕破脸皮，起码也得有100%把握杀死那位化灵境，不然玄机子绝对不会动手。书房内再次陷入了死寂之中。就在林天虹一筹莫展之际，一直低着头不知在想些什么的赵兰却突然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异样光芒。老叶，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他的声音变得有些飘忽。叶晨的背后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化灵境老师。林天虹闻言先是一愣，随即皱起眉头，不解问道：你这话什么意思？没有老师，他那一身诡异实力和那恐怖的火焰又是从何而来？传承。赵兰眼中闪烁起了贪婪且兴奋的光芒。他只是机缘巧合之下获得了一位陨落的化灵境强者传承，而叶晨一直以来都是在虚张声势，不然为何到现在那位所谓的化灵境炼丹大师都没有现过身？听到赵兰这个大胆猜测，林天虹那阴沉脸上闪过一丝异动。传承？如果叶晨只是获得了一位陨落强者的传承，那一切似乎就都说得通了。无论是他那突飞猛进的实力，还是诡异霸道的火焰，甚至是那神识抹杀探子的手段，都可以用传承之中留下的底牌来解释。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之前所忌惮的那个化灵境根本就不存在。一瞬间，林天虹心中涌起了无尽的杀意。一位化灵境炼丹大师的完整传承，这等逆天机缘，若能被他林家所得，那林家何愁不能崛起，甚至有希望成为比肩玄阳宗、无极宗那般的顶尖势力。然而这股贪婪仅仅只持续了片刻，便被他压了下去。不行，赌不起，万一我们猜错了呢？万一他背后真站着一位活着的化灵境呢？那我们林家就将万劫不复。还是先等玄机子前辈的消息吧。赵兰闻言，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他太了解林天虹了，多谋少断，瞻前顾后，空有野心，却没有与之匹配的魄力。再跟他说下去，也不会有任何结果。这件事还需要他自己从长计议。第二天，4大家族大比进入了最后的4强之战。第一场，叶晨对战林峰。当执事长老宣布出这个对战名单时，整个演武场内的气氛瞬间推向了顶峰。一个是昔日废物，如今强势崛起的黑马；一个是林家少主，早已名动青阳城的天骄。叶晨和林峰一前一后走上了擂台。林峰依旧是那副倨傲模样，他看着对面的叶晨，嘴角勾起一抹笑容，开门见山地问道：是你杀了王德发，对吧？叶晨闻言也是一愣，他倒是没想到林峰一上来竟然会问这个，目光微凝，反问道：他是你派来的？呵呵。林峰摇了摇头，发出一阵轻笑，语气中充满了不屑。我要是派人来杀你，你觉得会只是一个区区淬体五重的蝼蚁吗？听到这话，叶晨心中瞬间两然，看来是林福那个狗东西自作主张了。一瞬间，叶晨给林福判了死刑。林峰看着叶晨变得冰冷的眼神，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再次哈哈一笑。不过你也别想着去找他报仇了，因为你今天不可能活着走下这个擂台。林峰眼中闪烁着猫系老鼠般的玩味。你那位所谓的化灵境老师应该是没来吧？他一边说着，一边不紧不慢地在擂台上踱着步，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为确保万无一失，我已经让父亲派人将所有进入演武场观礼的人都仔仔细细调查了一遍，除了玄阳宗和4大家族外，并没有任何陌生强者混进来，也就说明你那位老师要么没来，要么就是他根本不存在。林峰猛地停下脚步，死死地盯着叶晨，一字一句地道：或者说你压根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化灵境老师，你所拥有的一切都只是从某个地方侥幸得来的一份传承，对吗？此话一出，
叶晨面上不变，但心中却是掀起了滔天巨浪。这家伙竟将所有的事都猜了个8、9不离10，这还是那个传言中只知道吃喝玩乐、流连花丛的纨绔少爷吗？如此心智，如此洞察力，简直多智近妖。林峰看着叶晨的震惊表情，脸上笑容更加灿烂了。他摊了摊手，用一种无所谓的语气说道：“不过都无所谓了，不管真的还是假的，今天你都下不了这个擂台。有玄机子前辈在此，就算你背后真站着一位化灵境，你觉得他会为了你去轻易得罪无极宗吗？”林峰看似嚣张，实则心细如发，早已将一切都算计在内。废话真多。叶晨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震惊，眼神重新变得冰冷。无论林峰有多少算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将不堪一击。比赛开始，话音刚落，叶晨率先发难，他脚下猛地一踏，擂台的地面皲裂开来，整个人如同出膛的炮弹，带着无可匹敌的气势，朝着林峰猛冲而去。没有动用武技，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拳轰出，10万斤恐怖巨力在元力加持下，此刻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来，空气中响起刺耳音爆之声，仿佛连空间都要被这一拳打穿。林峰见状，瞳孔骤然一缩。他虽然早已得知叶晨的肉身力量极为恐怖，但直到此刻才真正体会到这股力量到底有多变态，不敢有丝毫大意。体内将近4条元脉的元力在这一刻疯狂运转起来。林峰虽然无法彻底贯通第4条元脉，但凭借着玄阶上品天资和自身的刻苦，他体内元力之雄厚，远非孙浩那等。在经过一番纯粹肉身力量的试探之后，叶晨已经对林峰的实力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开元5重，不过如此，他不再有丝毫保留，体内的元力与气血在这一刻轰然运转，金色的3昧真火再次在丹田深处熊熊燃起。晨曦，叶晨暴喝一声，一拳轰出。在金之火与元力的双重加持之下，这一记晨曦的威力比昨日对战孙浩时要强大了数倍不止。一轮几乎已经化作了实体的庞大无比的金色骄阳，在他的拳锋之上轰然升起。那骄阳之中仿佛真的蕴含着一轮初升的太阳，一股足以焚尽万物、破灭虚空的恐怖威势，瞬间笼罩了整个演武场。林峰见状，瞳孔一缩，心中警兆大声，他再也顾不得什么寻找机会，什么保留底牌了。在这一拳面前，若是再有丝毫的犹豫，那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叠浪3重技，林峰怒吼一声，将体内所有元力都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来，同样施展出了自己最强的武技骇浪吞天。一道元力巨浪在他的身前轰然凝聚，迎着那轮金色骄阳狠狠地撞了上去。轰隆，整个演武场都剧烈地摇晃了起来，坚固的擂台在这一刻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纹，仿佛随时都会坍塌。然而这一次，林峰那引以为傲的骇浪吞天却没能再像之前那样摧枯拉朽。只见金色骄阳以一种无可匹敌的姿态，瞬间将元力巨浪从中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紧接着，在所有人骇然欲绝的目光之下，骄阳势如破竹，轰在了林峰的身上。噗！林峰喷出一大口鲜血，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倒飞而出。更让他感到惊恐的是，那金色火焰竟然如枯骨之躯一般蔓延到了他身上，开始疯狂地燃烧他体内气血。啊！林峰发出一声凄厉惨叫，疯狂在地上打滚，试图扑灭身上火焰，但却根本无济于事。所有人都被眼前这恐怖一幕给彻底惊呆了，这也太可怕了。观礼台上，林天虹猛地从座位上站起身，失声惊呼：“风儿！”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林峰体内突然爆发出一股更加强大的元力波动，他将近4条元脉的雄厚元力在这一刻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来，如同决堤的洪水，即刻将身上燃烧的金火给强行熄灭。叶晨见状，也是暗道了一声可惜，若是自己已经点燃3昧真火中的气之火，那别说是元力，就算是灵力，也照样给你烧个干干净净。还没等叶晨再次发起攻击，刚刚从地上爬起的林峰却发出一声愤怒咆哮，再次欺身而上。他浑身浴血，状若疯魔，但身上的气息却变得比之前更加狂暴。只见他双手结印，一道道玄奥的符文在他身前快速凝聚，一股比叠浪3重境还要强大数倍的恐怖威压自他体内爆发了出来。整个演武场上空的天地元气仿佛受到了某种召唤，开始朝着他的掌心汇聚，形成了一柄由高度压缩而成的散发着森然寒光的青色长枪。看到这一幕，观战的所有人都是一愣，尤其是另外3大家族的族长更是一脸震惊，就连赵成和玄机子也都脸色一变。这是玄阶上品武技。林天虹看着众人的震惊表情，脸上露出得意笑容。没错，这才是他林家真正的底牌。他早已花费了巨大代价，为林峰求来了一门货真价实的玄阶上品武技。虽然这门武技有禁止，只能林峰一人修炼，但其威力却足以让他在同阶横扫一切。看着林峰手中由元力凝聚而成的青色长枪，叶晨眼中也是闪过了一丝凝重。玄阶上品武技，其威力远非下品的叠浪3重境可比。然而凝重归凝重，叶晨心中却并无丝毫惧意。区玄阶上品武技而已。他深吸一口气，将体内那刚刚才开辟的第1道元脉
以及磅礴如海的气血之力，毫无保留地疯狂运转了起来。金色三昧真火再次在丹田深处熊熊燃起。虽然以他目前境界还无法学会大日烘炉拳第二式烈阳，但叶晨能清晰感觉到林峰对于这门玄阶上品武技的掌控也并不算熟练。他有信心凭借着晨曦和三昧真火与之一战，受死吧，叶晨！林峰状若疯魔，怒吼一声，将手中那柄青色元力长枪朝着叶晨狠狠地投掷了出去。萧！青色长枪撕裂了空间，带着一股无可匹敌的毁灭性气息，瞬间便来到了叶晨面前。晨曦！叶晨同样暴喝一声，将体内所有力量都汇聚于右拳，迎着元力长枪一拳轰出。这一刻，叶晨燃尽了周身所有气血与元力，将晨曦这一招催动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轰隆！金色骄阳与青色长枪在擂台中央轰然相撞，狂暴的能量冲击波如同12级飓风，向着四周席卷了出去。擂台周围那坚固的防护阵法在这一刻发出不堪重负的嗡鸣，仿佛随时都会破碎。恐怖能量风暴将叶晨和林峰的身影都笼罩在了其中，所有人都被眼前毁天灭地般的恐怖景象给彻底惊呆。他们紧张盯着那片被能量风暴所笼罩的区域，想要知道这最终的对决到底是谁胜谁负。终于在过了许久之后，狂暴的能量风暴才渐渐地平息了下来，擂台之上的景象也清晰地呈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只见叶晨和林峰都还站在原地，但两人的状态却都显得无比凄惨。林峰浑身浴血，衣衫褴褛，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显然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边缘。而叶晨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脸色苍白如纸，嘴角挂着一丝鲜血，身体仿佛随时都会倒下。平分秋色！在燃尽了所有力量后，两人这最终的一击竟然打了个平分秋色。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被彻底无语了。叶晨竟然凭借着开元一众的修为，硬生生地扛下了一位开元5重天才的玄阶上品武技，这简直堪称匪夷所思。观礼台上，林天虹更是惊得合不拢嘴，这可是他花费了巨大代价才为儿子求来的玄阶上品武技啊，竟然还是没能拿下叶晨。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场对决将以平局收场之时，那个看起来已经摇摇欲坠的叶晨却突然抬起头，对着林峰露出了一个冰冷笑容。下一瞬，他那原本已干涸的经脉中再次涌出了一股虽然微弱却又生生不息的力量。九阳霸体强大的恢复能力在这一刻展现出了逆天之处。叶晨猛地一脚蹬在地面之上，身体如同炮弹般冲出，一拳狠狠地轰在了林峰胸口。砰！一声沉闷巨响，林峰的身体如同断了线的风筝，重重地摔落擂台，直接昏死了过去。全场不由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擂台上那个虽然摇摇欲坠却依旧傲然而立的身影，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这个叶晨怎么可以这么强？深沉如墨。林家林峰的卧房内，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林天虹和赵兰站在床边，看着躺在床上浑身缠满绷带气息微弱的林峰，满脸都是悲痛和愤怒。峰儿，我的峰儿啊！赵兰扑在床边，泪如雨下，声音嘶哑地哭喊着，看着自己儿子那苍白的脸庞，心如刀绞。突然他猛地转过身，一双通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林天虹。林天虹，你看看你的好儿子，他差点就被人给打死了，你就这么一个儿子，他要是死了，你林家就绝后了，你对得起林家的列祖列宗吗？林天虹的脸色本就阴沉无比，听到赵兰这番话更是变得铁青。他何尝不心痛？那可是他唯一的儿子，是林家的希望，可现在却像个废人一样躺在床上，生死未卜。而这一切都是拜那个小杂种所赐。林天虹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滔天怒火，没有与赵兰争辩。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他猛地转过身，大步流星地朝着门外走去。我去求玄机子前辈。与此同时，叶晨所在的小院内，叶晨盘膝而坐，正在调息恢复着白日里消耗掉的力量。女帝则负手而立，站在他的身前，清冷的月光将他那绝美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你如今已踏入开元境，也算是勉强有资格学习大日烘炉拳的第二式了。女帝的声音清冷如月。叶晨闻言，缓缓睁开双眼，脸上露出一丝喜色。第二式，女帝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大日烘炉拳的第一式晨曦，取旭日出生，紫气东来之意，讲究一个运字，其主要作用在于淬炼气血，夯实根基。而这第二式名为烈阳，取烈日当空，普照大地之意。女帝伸出一根纤秀如玉的手指，在半空中轻轻一点，其核心奥义在于一个抱字。这一拳需要以晨曦所夯实的磅礴气血与元力为引，模拟那烈日当空的霸道之势，将体内所有的力量在一瞬间毫无保留的全部爆发出来。其权势霸道，大开大合，威力至刚至阳，远非晨曦可比。不过女帝的画风突然一转，声音也变得凝重了起来。你给本帝切记，在你还没有真正成为二品炼丹师，炼制出冰心玉露丸之前，这烈阳一式你最多一日只能使用一次，否则你体内的阴阳必然会再次失衡，轻则经脉受损，重则爆体而亡。叶晨闻言心中一凛，连忙点头应道：我记住了，看好了，
本帝只演练一遍。女帝娇喝一声，摆出一个与晨曦截然不同的起手式。随着她动作的展开，整个人的气势陡然一变。如果说演练晨曦时的她像是一轮初升的朝阳，温暖而又充满生机，那么此刻的她便仿佛化身为一轮悬挂于9天之上的煌煌大日，一股霸道、狂暴，足以焚尽万物的恐怖权意瞬间弥漫了整个小院。她的动作依旧不快，但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感。从原力的运转路线到气血的爆发技巧，再到那股霸道权意的凝聚，都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了叶晨的眼前。叶晨的双眼一眨不眨，将这一切都死死地烙印在了脑海当中。一遍演练完毕，女帝收回权势，再次恢复了那副清冷傲娇模样。自己练。她丢下3个字后走到一旁，抱臂而立，不再言语。叶晨深吸一口气，闭上双眼，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刚才女帝的每一个动作。片刻之后，他猛然睁开双眼，开始模仿着练习了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再次发生了，仅仅只是一炷香功夫，叶晨便掌握了烈阳的发力技巧和原力运转路线。随着他一拳轰出，轰一声沉闷的巨响，一股比晨曦强大了数倍不止的狂暴拳劲瞬间爆发出来，狠狠地轰在了小院的地面上，留下一个深达半尺的恐怖拳印。站在一旁的女帝看着这一幕，那张万年冰封的绝美俏脸，嘴角再次忍不住微微抽搐了一下。这个变态，她忍不住在心中暗骂一句，又是看一次就会，这九阳霸体，你要不要这么夸张？玄机子所在的客房内灯火通明，气氛却凝重无比。林天虹、玄机子、林瑶3人围坐桌前，谁都没有说话。最终还是林天虹打破了沉默，他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对着玄机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声音中充满了恳求：前辈晚辈恳请您出手相助。那叶晨小儿心狠手辣，手段歹毒，风儿只是与他正常比试，他却下此重手，险些要了风儿的性命。前辈，他背后那位化灵境的炼丹师实在是太可怕了。如今那叶晨小子才刚刚踏入开元境，便已经如此危险，若是再让他成长下去，突破到气海境，那我林家恐怕就要有灭顶之灾了呀。林天虹声泪俱下，将叶晨描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魔头，将林家塑造成了一个岌岌可危的受害者。一旁的林瑶也适时地站了起来，对着玄机子殷殷一拜，一双美目之中噙满了泪水，楚楚可怜地说道：师尊，求您为弟子做主，叶晨要强娶我，为了全林家之名声，我妹妹甘愿受辱，如今又重伤我兄长，此等奇耻大辱，弟子若是不能报，日后必将心魔缠身，再也无颜面对师尊的教诲。他一边说着，一边抽泣了起来，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玄机子看着眼前这父女2人一唱一和的模样，没有说话，只是端起茶杯，轻轻地吹了吹上面的热气，心中却是在飞速地思索着。这几日，他不止一次地用神识仔仔细细地将整个林家都扫视了一遍，可是他丝毫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别说是化灵境强者了，就连一个宁罡劲武者都没有。就算那位神秘炼丹大师真的有心躲藏，也不可能连一丝一毫的踪迹都留不下来。更何况今日叶晨与孙浩那一战如此凶险，叶晨几度濒临死亡，他那位所谓的老师却自始至终没有现身，这也实在太不合常理了。玄机子心中也渐渐地升起了一丝怀疑，有没有可能叶晨的背后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化灵境老师，他所拥有的一切都只是来自于一份强大的传承。想到这里，玄机子眼中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贪婪。一位化灵境炼丹大师的完整传承，这等诱惑，即便是他也无法抵挡。他放下茶杯，目光落在林瑶身上，缓缓地开口说道：瑶儿，明日的决赛，你尽管放手去做。擂台之战，生死有命，你与他本就有婚约之愿，如今他又重伤你兄长，你为兄报仇，出手重一些，也是合情合理的，外人也说不得什么。至于他背后那位所谓的化灵境老师，如果他真不顾规矩，以大欺小，对我无极宗弟子出手，那老夫自会替你接下。此话一出，林天虹和林瑶脸上都露出了难以抑制的狂喜。玄机子前辈，这是动杀心了，多谢前辈，多谢师尊。林天虹和林瑶连忙起身，对着玄机子再次深深地拜了下去。在他们看来，只要有玄机子前辈这句话，那叶晨明日必死无疑。翌日，4大家族大比决赛，整个演武场座无虚席，人山人海，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那座高大擂台上。叶晨与林瑶相对而立，一个是林家昔日废物，如今强势崛起的黑马，一个是林家真正的天之娇女，无极宗天才弟子。他们之间不仅有退婚之怨，更有新仇旧恨。这场对决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将是一场生死之战。比赛开始，话音刚落，林瑶身上便猛地爆发出了一股强大气息，开元劲武虫。那股精纯而又磅礴的元力波动，瞬间便席卷了整个擂台，引得台下众人阵阵惊呼。然而，这还不是最让人感到震惊的。在林瑶那强大气息中，众人能清晰地感觉到，他体内的元力比寻常开元劲武虫武者要雄厚，凝练了太多太多。天啊，好强的元力，这就是天阶灵根的实力吗？观礼台上，赵成长老的脸色也变得凝重了起来。他能清晰地感知到，林瑶不仅拥有天阶下品灵根，
如今更是已成功开辟出了6条元脉，而且在他突破到开元境5重之后，其中的3条元脉已被他成功的凝练贯通，这使得他的实力比之昨日的林峰强了不止1.半点。光是周身内磅礴的元力储量就是林峰的2倍以上，更不用说他所修炼的估计还是无极宗的真传功法玄冰诀。这是一门货真价实的玄阶上品功法，修炼此功法者所修炼出的元力会带有一丝极寒属性，不仅威力强大，更能冻结对手的气血与元力，霸道无比。此刻的叶晨虽然经过一夜调息，又成功开辟出了第2条元脉，但面对如此强大的灵瑶，依旧是没有任何胜算。无论是元力的质还是量，他都远远不及对方，且他并没有凝练元脉。可以说，无论哪个方面来看，叶晨都没有丝毫赢面。叶晨，你这个废物，今天就是你的死期！灵瑶看着对面的叶晨，眼中闪烁着冰冷杀意。没有什么废话，他手腕一翻，一柄闪烁着森然寒光的长剑便出现在了手中。枪，长剑出鞘，发出一声清脆剑鸣，一股彻骨的寒意自剑身之上弥漫开来，让四边温度都下降了好几度。下一瞬，灵瑶的身影化作了一道白色残影，手中长剑带起一股凌厉剑气，直刺叶晨咽喉。叶晨心中一凛，灵瑶比林峰要强得多，他不敢大意，脚下猛地发力，身体以一个极限角度向着一旁侧滑而出，没有选择硬抗，而是先手试探一波，险之又险地躲开了灵瑶的致命一剑。看到叶晨竟是躲开了自己的攻击，灵瑶眼中闪过一丝怒意，叶晨这个废物就该乖乖地站在原地，被自己一剑刺穿喉咙。躲，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灵瑶冷哼一声，他体内的玄冰元力在这一刻疯狂运转，手中长剑发出了一声清脆剑鸣，一股比之前更加恐怖的寒意自他体内爆发了出来。玄冰剑诀第一式，冰封千里。灵瑶娇喝一声，长剑朝着叶晨斩出。只见一道由玄冰元力凝聚而成的长达数丈的巨大剑气在半空中出现，带着足以冰封万物的恐怖威势，朝着叶晨轰然斩下。赫然是一门货真价实的玄阶上品武技。无极宗虽然拥有地阶武技，但那等传承远不是尚未正式入门的灵瑶有资格修炼的。可即便如此，这玄阶上品的玄冰剑诀在灵瑶这位天阶灵根的天才手中施展出来，其威力也已达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地步。巨大的冰晶剑气所过之处，空气仿佛都被冻结，擂台的地面上更是凝结出了一层厚厚的冰霜。叶晨见状，瞳孔一缩，这一剑的威力比昨日林峰那玄阶上品的元力长枪还要强大数倍。他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将体内所有的气血与元力都爆发了出来。金色的三昧真火再次在他的丹田深处熊熊燃起，他将那燃烧着金色火焰的金火覆盖在了身体表面，以此来抵抗那股侵入骨髓的寒气。做完这一切，叶晨脚下发力，身体向着一旁翻滚而去。轰隆！巨大的冰晶剑气几乎是擦着他，狠狠地斩落在了他刚才所站立位置。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整个擂台颤抖了一下，坚硬的青石地面被斩出了一道深达数尺、长达数丈的恐怖剑痕，剑痕周围更是布满了厚厚冰晶，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森然寒气。叶晨侥幸脱身，看着眼前这恐怖的景象，惊出了一身冷汗。四姐，不能再被动的躲闪了，否则只要命中一剑，自己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晨曦暴喝一声，叶晨主动发起了反击，他将燃烧着金色火焰的金火覆盖在右拳之上，迎着那再次攻来的灵瑶一拳轰出。然而面对叶晨这足以秒杀开元一众的一拳，灵瑶脸上却露出了一丝不屑冷笑。他手中长剑再次斩出，一道道凌厉无比的冰晶剑气如同狂风暴雨般朝着叶晨笼罩而去。砰砰砰，沉闷的撞击声在擂台上不断响起。叶晨尽管凭借着晨曦和三昧真火勉强抵挡住了灵瑶的攻击，但每一次的对拼都会被那股恐怖的玄冰元力震得气血翻涌，连连后退。他彻底的被压制了。台下的观众看到这一幕也是喧嚣起来。我就说嘛，废物终究是废物，跟真正的天之骄子相比，根本就不是同个档次的。没错，一交手就落入下风，叶晨肯定打不过灵瑶仙子。灵瑶仙子加油，杀了那废物！观礼台上，林天红看着狼狈不堪的叶晨，脸上露出了得意笑容。哼，这个小杂种，也就那一招晨曦和那不知名的金色火焰有点看头。现在他这2招在瑶儿的玄冰剑诀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擂台上的战况愈发激烈，叶晨和灵瑶的身影如同2道闪电，在快速的交错碰撞着。金色火焰与冰蓝色的剑气不断的在半空中爆发出阵阵沉闷巨响之声。然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叶晨已彻底的落入了下风，他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那燃烧着金色火焰的金火也因为消耗过巨而变得越来越暗淡。废物，你就只有这点本事吗？灵瑶看着眼前狼狈不堪却拼死抵抗的叶晨，眼中闪过了一丝不耐，体内的玄冰元力在这一刻毫无保留的爆发出来。玄冰剑诀第2式，霜寒九州。灵瑶娇喝一声，手中的长剑再次玩起了朵朵剑花。只见一道比之前更加凝实的冰晶剑气形成，那剑气中仿佛蕴含着来自九幽之下的无尽霜寒，所过之处连空气都要被冻结住。同时
这一剑的速度也是快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让叶晨根本来不及躲闪。扑哧，利刃入肉的声音清晰响起，那冰冷的剑锋已在刹那之间刺穿了叶晨的臂膀，一股彻骨寒意顺着剑身疯狂地涌入体内。咔嚓咔嚓，只见叶晨那只被刺中的手臂竟在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地被冰封，眨眼之间，他的整条右臂便被一层厚厚冰晶给冻结了。剧烈的疼痛与那刺骨寒意让叶晨忍不住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声，整个人更是被那股巨大的冲击力震得倒飞了出去。去死吧！林瑶不依不饶，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他欺身而上，手中长剑犹如蛟龙一般，径直刺向了叶晨的心脏部位。看着在瞳孔中急速放大的冰冷剑锋，叶晨一颗心沉入了谷底。啊！他发出不甘的怒吼之声，强忍着右臂剧痛，他将体内所剩不多的气血与元力全部爆发了出来。金色的三昧真火再次熊熊燃起。这一次，叶晨没有再使用晨曦，而是将所有的力量都汇聚于自己的左拳之上，施展出了大日轰炉拳的第二式烈阳。叶晨暴喝一声，一拳轰出，在金之火的加持之下，这一记烈阳的威力被催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致。轰！一轮金色骄阳在他的拳锋之上轰然升起，那骄阳之中仿佛真的蕴含着一轮悬挂于9天之上的煌煌大日，一股足以焚尽万物、融化一切的恐怖威势瞬间自他的体内爆发出来。整个演武场在这一刻都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烘炉，所有人都被这股突如其来的恐怖威势给彻底惊呆了。这又是什么招式？就连观礼台上的玄机子和赵成也是一惊，这一招已经有了几分地阶5级的威势。首当其冲的林瑶更是被这股恐怖威势给吓得脸色煞白，他想也不想，立刻便将体内玄冰元力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来，再次施展出了玄冰剑诀的第二式双寒九州。一道庞大无比的冰晶剑气再次在他的身前凝聚，迎着那轮金色的骄阳狠狠地撞了过去。轰隆！冰与火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同样强大无比的力量在擂台中央轰然相撞，恐怖巨响响彻全城，冰火相交，激起了大量的水汽，浓郁的白色雾气如同潮水般笼罩了整个擂台，让所有人都看不清擂台之上的具体情况。当水汽渐渐消散，擂台中央的景象也再次呈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叶晨和林瑶依旧站在擂台之上，然而两人的状态却都无比凄惨。叶晨胸口多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几乎能看到森森肋骨，好在伤口被那股极寒的玄冰元力冻住，反而没有那么严重，只是彻骨的寒意依旧让他感到一阵阵眩晕。反观林瑶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周身衣衫破烂，被叶晨那霸道的金火烧得焦黑一片，就连如瀑般的青丝也变得一团一团，狼狈不堪。林瑶仙子竟也如此狼狈！天啊，这叶晨居然能将林瑶仙子逼到了如此境地！台下众人议论纷纷，看向林瑶的目光中充满了惊讶。林瑶闻言更是羞怒交加，她身为天之娇女，何曾吃过如此大的亏？那绝美的容颜此刻因为羞怒而变得扭曲起来，死死地盯着对面的叶晨，眼中充满了刻骨的恨意。叶晨，你这个废物，我要你死！他再也受不了了，要用最强大的力量将眼前这个让他感到无尽屈辱的废物彻底的轰杀成渣。玄冰剑诀第三式冰封天地。林瑶娇喝一声，手中长剑发出一声清越剑鸣，一股比之前任何一式都要强大数倍不止的恐怖寒意自他的体内爆发出来，那寒意仿佛要将整个天地都彻底冰封。擂台之上，无数道由玄冰元力凝聚而成的巨大无比的冰晶剑气在半空中形成，如同万箭齐发般朝着叶晨铺天盖地的笼罩而去，每一道剑气都蕴含着足以冰封河流的恐怖威能。观礼台上，玄机子看到林瑶竟然用出了玄冰剑诀的第三式，脸色瞬间大变。瑶儿，快停下！他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怒喝一声，试图阻止林瑶，然而已经晚了。林瑶含怒拼命的一招已经彻底施展，根本就无法再收回。那铺天盖地的冰晶剑气瞬间将叶晨的身影彻底的吞噬。叶晨此刻已经是油尽灯枯，他体内的气血与元力早已消耗殆尽，之所以能够支撑到现在，完全是凭借着九阳霸体那变态的恢复能力，以及他顽强不屈的意志。面对林瑶含怒拼命的一招，叶晨的意识都变得恍惚起来，他能清晰地感觉到死亡的阴影正在一步一步地朝他逼近，那冰冷刺骨的寒意仿佛要将他的灵魂都彻底冻结。他想要反击，却发现体内已没有了力量，而眼看林瑶的攻击即将打落在身上，死亡从未如此清晰地呈现在叶晨面前。然而九阳霸体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其逆天的恢复能力，更在于其主人那九死无悔的绝强意志。我不能死！叶晨的心中发出了一声不甘的怒吼。在这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他那早已油尽灯枯的身体再次爆发出了一股令人难以置信的潜力。烈阳！叶晨猛地抬起头，双目赤红，发出一声震彻天地的怒吼。金色的三昧真火在这一刻瞬间燃烧到了极致，拼命地燃烧着叶晨的精血，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恐怖威能。一轮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加璀璨、更加狂暴、更加庞大的金色骄阳在他的拳锋之上轰然升起，
那骄阳之中仿佛真的蕴含着一轮即将爆发的恒星，一股足以焚尽万物、破灭虚空的恐怖威势，笼罩了整个演武场。所有人都被眼前这突然爆发的恐怖景象给彻底惊呆了。天啊，这怎么可能？他竟然还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招式威力如此可怕？在所有人那骇然欲绝的目光之中，金色的骄阳带着焚天逐海的恐怖威势，迎着那铺天盖地的冰晶剑气，狠狠地撞了上去。轰隆隆一声震耳欲聋，仿佛要将整个青阳城都掀翻的恐怖巨响再度响彻云霄。擂台之上，冰与火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同样强大无比的力量，在这一刻爆发出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碰撞。狂暴的能量冲击波如同灭世的海啸，向着四周疯狂席卷。坚固的擂台再也承受不住这恐怖的冲击，瞬间崩塌。无数的碎石如同炮弹般向着四周击射而去，整个演武场都被这股恐怖的能量冲击轰击得一片狼藉，烟尘弥漫，遮天蔽日，所有人都看不清擂台中央的景象。然而就在这恐怖的能量风暴之中，两道身影却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同时倒飞了出去。噗！叶晨再次喷出一大口鲜血，身体重重地砸落在地，而林瑶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同样喷出一大口鲜血，身体在半空中划过，重重地摔落在了擂台外，浑身衣衫破碎，气息萎靡，脸色苍白如纸，显然已经彻底的昏迷了过去。这一次，叶晨凭借着九阳霸体的变态恢复能力，以及三昧真火燃烧经血所爆发出的恐怖威能，硬生生地与林瑶打了个两败俱伤。不，准确的说，是叶晨凭借着那股强悍到极致的爆发力，将林瑶本人连同他的攻击一起打飞了出去。林瑶虽然天赋绝佳，但他毕竟只是开元五重玄冰剑诀的第三式冰封天地，对他而言负荷极大。如果不能在施展之初瞬间将对手轰杀，那么后续元力虚浮便会造成巨大的反噬，轻则经脉受损，重则修为倒退，甚至留下不可逆转的道伤。而如今他被叶晨霸道的烈阳正面轰击，元力反噬之下，不说有多严重的后遗症，起码半年之内是别想再修炼提升了。这也正是玄机子之前为何如此着急的原因。全场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擂台中央那一片狼藉景象，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这结局竟然是两败俱伤。就在这时，一道白色身影如同闪电般从观礼台上掠出，正是玄机子。他身形一闪，来到了昏迷的林瑶身边，小心翼翼地将她抱起，探出手，一道精纯元力涌入林瑶的体内，快速地检查着她的伤势。当他发现林瑶只是元力反噬，并无性命之忧后，才长长的松了口气，从怀中掏出一枚丹药，他小心翼翼地喂入林瑶的口中。随着丹药入口即化，林瑶那苍白的脸色也渐渐地好转了一些。当确认林瑶无碍之后，所有人的目光这才齐刷刷地再次落到了擂台中央那个依旧傲然而立的身影之上。叶晨还在那里，他身躯摇摇欲坠，浑身浴血，衣衫褴褛，左臂冰封，胸口那道深可见骨的伤口触目惊心，但他却硬是凭借着一股不屈的意志，顽强地站在那，没有倒下。然而实际上此刻的叶晨已经虚弱到了极致，他体内的精血在连续催动烈阳和燃烧金之火之后早已消耗一空。这倒还是小事，最主要的一点是他体内的纯阳之力因为过度爆发已经彻底失衡，阳力暴动如同脱缰的野马，在他的经脉之中疯狂肆虐，灼烧着他的五脏六腑，只觉得喉咙一甜，一口腥甜的逆血差点喷涌而出。此刻已经到了极限，或者说此刻的他离死亡只差一步之遥。叶晨强忍着体内剧烈的疼痛，从怀中摸索出一个水袋，这水袋中装着的正是他随身携带的百草中和液。没有任何犹豫，叶晨猛地拔开塞子，将那清凉液体一股脑地灌进了自己口中。清凉感觉顺着喉咙滑入腹中，瞬间化作一股温润的力量，在叶晨的体内蔓延开来，勉强平息了他体内那烦躁欲动的纯阳之力。然而这百草中和液的效果对于此刻的叶晨来说已经微乎其微，他的修为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寻常草药很难再对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了。现在只有入品的丹药才能产生效果，只是勉强稳住了体内暴动的力量，但身体的虚弱以及那股深入骨髓的疲惫感却丝毫没有减轻。就在这时，一道充满怒意的身影如同闪电般出现在了叶晨面前，正是玄机子。他将灵药安置好之后，便将所有怒火都倾泻在了叶晨的身上。叔子儿敢！玄机子怒喝一声，眼中杀意凛然。自己的宝贝徒弟受了重伤，做师傅的哪有不报仇的道理？猛地抬手，一道蕴含着恐怖威能的元力掌印瞬间在玄机子掌心凝聚，带着毁天灭地般的威势，朝着叶晨直接拍了过去，根本就没有给叶晨任何反应的机会，也没有丝毫留手。这一掌赫然是想要直接将叶晨当场格杀。然而就在那元力掌印即将拍中叶晨的一刹那，一道身影如同鬼魅般拦在了叶晨身前，正是赵成。他面色凝重，猛地抬手，同样一道元力掌印在掌心凝聚，迎着玄机子的攻击狠狠地撞了上去。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两道元力掌印在半空中轰然相撞，
爆发出毁天灭地般的能量风暴。赵成毕竟只是宁刚9重巅峰，尽管距离化灵境只有1步之遥，但这1步之遥却如同天堑。在玄机子的强大修为面前，赵成的元力掌印瞬间便被击溃。他只觉得一股无可匹敌的恐怖巨力狠狠轰在了自己身上。噗！赵成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身体在地上连退了10数步，才勉强稳住。然而，即便如此，他却依旧死死地护在了叶晨身前，没有让玄机子的攻击伤及叶晨分毫。擦去嘴角的鲜血，他目光坚定地看着玄机子。玄机子，还请你冷静。擂台之上，生死有命，你我身为前辈，岂能擅自插手晚辈之间的比试？玄机子看着眼前这个吐血受伤却依旧护着叶晨的赵成，眼中闪过一丝忌惮。赵成修为不如他，但毕竟是玄阳宗长老，身份尊贵，而且他有玄阳宗作为靠山，自己若是真下了死手，恐怕会引起2宗之间的冲突。不过他虽然对赵成有所忌惮，但面上却丝毫不改，属于化灵境强者的威压依旧牢牢地锁定在叶晨的身上。赵长老，这是我无极宗弟子与此子之间的私人恩怨，与你玄阳宗无关。玄机子冷声说道，还请你离开，莫要插手。赵成闻言，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缓缓地擦去嘴角的血迹，目光直视玄机子，寸步不让。玄机子道友，此言差矣，这里乃是大前王朝南部，是我玄阳宗的地盘。赵成掷地有声地说道，这青阳城4大家族大比，亦是我玄阳宗所认可的盛世，你在此对一个晚辈出手，又岂能说不关我玄阳宗之事？玄机子冷哼一声，反唇相讥道，哼，好大的口气，什么时候你玄阳宗一统大前王朝南部了？你们玄阳宗如此嚣张跋扈，将整个大前王朝南部都视为囊中之物，大前皇室没有意见吗？玄机子此言一出，赵成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难看。玄阳宗虽然是大前王朝南部当之无愧的霸主，但毕竟只是名义上的霸主，怎可能和大前皇室相抗衡？玄机子这话字字诛心，直指玄阳宗的野心，让他一时间竟有些语塞。然而赵成也并非等闲之辈，他很快便稳住了心神，再次冷笑一声，玄机子道友，这些大道理你我心知肚明，无需在此多言。他指了指擂台之上，此次大比，冠军可破例加入我玄阳宗成为内门弟子。这叶晨毫无疑问便是此次大比的冠军人选，他已然是我玄阳宗的准内门弟子了，我保护我玄阳宗弟子又有什么问题？听到这话的玄机子眼中闪过一丝怒意，哼，大比可还没结束。他冷声说道，你又如何能断定这小子便是冠军？赵成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指了指擂台外昏迷不醒的林瑶。林瑶已经昏迷，失去了再战之力，自然算是出局。而叶晨虽然重伤，却依旧傲立擂台之上，并未倒下。这胜负难道还不够明显吗？随后目光灼灼地看着叶晨，叶晨，你可愿加入我玄阳宗？叶晨闻言心中一动，他对玄阳宗本就心存好感，赵成长老2次出手相助，更是让他好感倍增。更何况加入玄阳宗意味着有了强大靠山，日后行事就能少去许多麻烦。他没有任何犹豫地对着赵成拱手一礼，虚弱说道，叶晨拜见赵长老，愿意加入玄阳宗。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叶晨竟然真的加入了玄阳宗。赵成脸上露出了满意笑容，转过头再次看向玄机子，玄机子道友，现在你还有何话说？玄机子看着叶晨那坚定的眼神，以及赵成那得意洋洋的表情，脸色铁青，眼中杀意弥漫。自己今天是彻底失算了，原本想借灵瑶之手逼出叶晨背后的神秘强者，没想到却反倒让叶晨加入了玄阳宗。这下他若是再想对叶晨出手，可就不是与林家之间的恩怨了，而是直接与玄阳宗撕破脸皮。不过玄机子虽然心中对赵成的身份有忌惮，但毕竟是化灵境强者，本身在无极宗也算是位高权重的高层人物，此刻心中怒火已然燃到了极致，哪里还顾得了那么多？赵成，你当真以为老夫不敢动你？怒喝一声，玄机子眼中杀意凛然，他猛地抬手，一道比之前更加凝练、更加恐怖的元力掌印瞬间在掌心凝聚，带着毁天灭地般的威势，朝着赵成狠狠一掌拍出。赵成脸色一变，玄机子这是彻底被激怒了，不敢有丝毫大意。他体内元力疯狂运转，施展出玄阳宗的玄阶上品武技烈阳掌，迎向了玄机子。轰隆！震耳欲聋的巨响声中，2道元力掌印轰然相撞，再度爆发出毁天灭地般的能量风暴。然而宁刚境与化灵境之间差距就犹如淬体境和开元境。赵成虽然修为高深，但毕竟还未踏入化灵，根本不是玄机子的对手。他只觉得一股无可匹敌的恐怖巨力瞬间摧毁了他的元力掌印，直接轰中身躯。噗！赵成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身体重重地砸落在地，又在地面上离出了数道深深沟壑，这才强行止住。他挣扎起身，脸色苍白如纸，但那双目光却依旧坚定，死死地护在叶晨身前。赵成长老！叶晨见状，心中大急，忍不住惊呼一声，想要上前搀扶，却发现自己体内空空荡荡的，根本就提不起丝毫力气。玄机子看着眼前这个吐血受伤却依旧护着叶晨的赵成，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原本只是想顺便试探一下叶晨背后那神秘强者，如果是真的，就2个人一起杀；
如果是假的，就杀了叶晨夺取传承。没想到众目睽睽之下，反倒将事情闹到了如此地步。玄机子冷哼一声，收回了攻势，拂袖而去。我们走！他大手一挥，卷起昏迷不醒的灵瑶，化作一道流光，瞬间消失在了天际。虽然玄机子心中对叶晨充满了杀意，但他也知道自己不能再继续出手了。赵成的身份非同小可，他是玄阳宗上任宗主的关门弟子，外门大长老。虽然目前修为还未达到化灵境，但也只是早晚的问题。一旦赵成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后果将不堪设想。玄阳宗和无极宗两大顶尖宗门之间，只怕会彻底开战。如此责任，即便是他玄机子也承担不起。毕竟两大宗门之上还压着一个大前皇室，若是两宗开战，皇室绝不会坐视不理。玄机子心中虽然万般的不甘，也只能暂且离去。而叶晨看着玄机子消失的背影，眼中闪过浓烈寒意。自己与无极宗之间已结下了不死不休的仇怨，只要他叶晨活着，无极宗必灭，玄机子必死。见到玄机子带着灵瑶离去，整个演武场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赵成处。赵成强忍体内翻涌的气血，抹了一把嘴角鲜血，第一时间看向了叶晨。叶晨，你没事吧？声音尽管有些虚弱，但却充满了关切。叶晨勉强站稳身体，对着赵成深深的鞠了一躬，多谢赵长老出手相救，在下感激不尽。赵成摆了摆手，示意叶晨不必如此，无需言谢。他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此次大比的冠军，按照约定可以加入我玄阳宗，你战胜灵瑶，便是此次大比的冠军。如今你已是我玄阳宗内门弟子，我庇护你，自是理所当然。叶晨闻言，心中感动不已。他知道赵成两次出手相救，又力排众议招揽自己进入玄阳宗，这份恩情当铭记于心。赵成再次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体内翻涌的气血，语气严肃地说道：此地不宜久留，玄机子虽然暂时退去，但其心胸狭隘，睚眦必报，搞不好后面还有什么应召。我们现在必须立刻离开青阳城，赶往宗门。叶晨闻言，心中一凛。赵成说的是事实，玄机子绝不会善罢甘休，但是他还有牵挂。赵长老，叶晨有些犹豫。赵成看着叶晨那欲言又止的模样，脸上露出一丝了然笑容。他知道叶晨在顾虑什么。你不用再提你那位所谓的化灵境老师了。赵成直接开口，语气中带着一丝调侃。现在凡是有点眼力劲的都看出来了，你那化灵境的老师是假的。叶晨闻言，瞬间愣在了原地。怎么可能？他心中巨震，这么明显的吗？赵成看着叶晨的震惊表情，笑而不语。叶晨见赵成确实已经看穿了自己，也不再隐瞒，他脸上露出一丝焦急之色，赶紧解释了起来。赵长老，化灵老师虽然是假的，但是我在林家还有一位妻子要去玄阳宗，我必须带她一起。赵成闻言，眉头微微一皱。好，不过他还是答应了下来，我便陪你去一趟林家。他转头看向一旁的李淳风，吩咐道：淳风，你背上叶晨，我们现在就去林家。李淳风连忙上前，小心翼翼地将叶晨背了起来。叶晨虽然伤重，但毕竟是天阶灵根，今日一战又爆发出了无限实力，未来之路绝对还要远在化灵之上，他又哪里敢有丝毫的怠慢。当下赵成在前，李淳风背着叶晨在后，三人脚下生风，径直离开了演武场。玄机子带着昏迷的灵瑶，也是一路风驰电掣地回到了林家。林天红今日并未前往演武场，急匆匆地从后院出来，看到玄机子抱着灵瑶，脸色苍白，心中一紧，焦急地问道：前辈，瑶儿她怎么样了？声音中充满了担忧。玄机子将灵瑶轻轻地放下，探了探她的脉搏，脸色才缓和了一些。无妨，玄机子淡淡地说道，只是元力反噬，加上心力交瘁昏迷了过去，老夫已经给他喂下了2品丹药回元丹，很快就能恢复过来。顿了顿，他语气中带着一丝惋惜，只是此番元力耗损巨大，经脉也受到了一些损伤，后面几个月暂时无法修炼了，倒是耽搁掉了不少时间。林天红闻言，虽然心疼女儿的伤势，但听到并无大碍，而且只是几个月无法修炼，不由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多谢前辈，多谢前辈。林天红连连作揖，感激涕零。只要瑶儿没事就好，以瑶儿的天赋，几个月而已，很快就能追上来的。玄机子闻言，只是叹了口气，没有多说什么。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随后，林天红又想到了什么，脸色再次变得凝重起来，小心翼翼地询问起叶晨的事。前辈，那叶晨？玄机子眼中闪过一丝寒光，冷哼一声，将今日擂台之上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告知了林天红。当听到叶晨竟在擂台上当着玄机子的面加入了玄阳宗，并且还得到了赵成的全力庇护时，林天红的脸色瞬间煞白。这怎么可能？林天红惊呼一声，那叶晨竟然成了玄阳宗弟子？岂只是成了玄阳宗弟子而已？玄机子冷声说道。赵成为了庇护他，不惜与老夫撕破脸皮，强行与老夫动手。那叶晨如今可是玄阳宗的内门弟子，受玄阳宗庇护。林天红听完玄机子的话，只觉得眼前一黑，差点一头栽倒。换句话说，叶晨如今是有了玄阳宗这座庞然大物为靠山，那岂不是说他随时都可能回来找我们林家报仇？林天红满是恐惧。玄机子点点头，
眼中闪过一丝阴鸷。所以你们不如收拾收拾，跟老夫一起北上，前往我无极宗地盘落脚。玄机子冷声道：只要到了我无极宗地盘，叶晨就算有通天的本事，也休想再动你林家分毫。林天红闻言，心中固然充满不甘，但也知道现在别无选择，只能依附无极宗，才能保住林家。就在他准备答应下来之际，在他脑海中却突然闪过了一道身影。林清雪，不好，雪儿！林天红惊呼一声，猛地转身，朝着叶晨所在的那片后院疾驰而去。叶晨所在小院内，气氛有些紧张。虽然叶晨伤势沉重，但精神却异常亢奋。林清雪则依偎在他身旁，赵成和李淳风则警惕地环顾四周，防止玄机子去而复返。赵长老，我们现在就走吧。叶晨急切地说道。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如同发狂的野兽一般，猛地冲进了小院，正是林天红。赵成和李淳风见状，当即警惕起来，瞬间将林天红围在了中间，目光锐利地盯着他，随时准备出手。然而林天红却对他们视而不见，反而是死死地盯着站在叶晨身旁的林清雪。雪儿，他快步冲到林清雪的面前，伸出手，试图抓住林清雪的手臂。然而此刻执掌林清雪身体的可是女帝。看着林天红那张虚伪自私的脸，女帝眼中闪过一丝厌恶。滚！林天红闻言不由愣在原地。你怎么？雪儿，我是父亲啊！他惊呼一声。女帝并未理会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眼中满是杀意。就在这时，林清雪的声音突然在女帝脑海中响起：凤姐姐，让我出来吧，有些话我必须亲自说清楚了。女帝闻言沉默了片刻，最终还是答应下来。下一瞬，林清雪的身体微微一颤，那股冰冷高傲的气质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林清雪那独有的清雅。父亲！林清雪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林天红听到这久违的称呼，顾不得刚才的疑惑，他激动地伸出手，想要抓住林清雪的手臂。快，跟为父回家，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林清雪轻轻地避开了林天红的手。父亲，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从今以后我们父女之间恩断义绝。此话一出，林天红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林清雪。雪儿，你说什么？林清雪的眼中满是对林天红的失望。生而不养，断指可还。他声音平静，却字字诛心。可是你算计我这么多次，我不欠你什么，反而是你欠母亲的。母亲当年那般对你，你终究负了她。我好不好，我有没有恢复灵智，都和你欠母亲的没有关系。你永远欠她，你到死都欠她。林清雪说完便不再多言，只是静静地站在叶晨的身边。她这辈子只会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叶晨哥哥的妻子。林天红闻言如同遭受了晴天霹雳，整个人瞬间崩溃。青阳城外，夜色深沉，叶晨、林清雪、赵成和李淳风四人正急匆匆地朝着玄阳宗所在方向赶去。叶晨趴在李淳风的背上，虽然身体虚弱，但思绪却异常清晰。赵长老，那玄机子会不会追上来，在野外对我们动手？毕竟就算他在这里杀了我们，玄阳宗也没有证据，而且有大前王朝压着的，玄阳宗也不可能真的为了我们几个对无极宗发难吧？赵成闻言脚步不停，语气凝重地说道：你说的完全有可能。他深知玄机子的为人，也清楚两大宗门之间微妙的平衡，所以我出城之前就已经给师兄传信了。赵成沉声说道。现在宗门已经收到消息，一位化灵境高手已在赶来的路上了。叶晨闻言心中这才松了一口气，有玄阳宗的化灵高手出面，那玄机子即便再嚣张也不敢轻易动手了。一旁的林清雪则一直仔细地照顾着叶晨。此刻的叶晨因为体内阴阳失衡，虚弱到了极致，全身酸软无力，别说修炼了，就连行走都异常艰难，整个人都和废人一样。林清雪不时为他擦拭着额头上的冷汗，眼神中充满了心疼。而现在最糟糕的是，叶晨随身携带的百草中和液在之前与灵瑶的激战中已经消耗一空，他体内的纯阳之力虽然暂时被压制，却如同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让他感到无比难受，只能等到了玄阳宗再想办法解决了。四人一路疾驰，不敢有丝毫停歇。然而就在他们即将穿过一片茂密的丛林之际，一个阴冷声音如同来自九幽地狱一般，突然在他们的耳边响起：赵成长老，如此匆忙，你们这是要往哪里去啊？听到这个阴冷声音，赵成、李淳风乃至虚弱的叶晨和林清雪四人脸色均是变得煞白，他们猛地停下脚步，警惕地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见一道白色身影如同鬼魅般缓缓地从黑暗中走出，正是玄机子。他那双阴鸷的眸子散发着冰冷的寒光，死死地盯着赵成一行人。玄机子，你果然还是跟上来了。赵成的脸色沉了下来，自己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玄机子冷笑一声，语气中充满了杀意：哼，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老夫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他目光如刀，扫过叶晨和林清雪，最终停留在赵成身上。老夫知道你叫人了，但是只要老夫在他们赶到之前杀了你，再杀了这两个小杂碎就行。话音未落，玄机子直接动手，没有丝毫的废话，也没有任何的犹豫。只见他身形一闪，便化作一道残影，
瞬间出现在了赵成面前，一掌轰出。这一掌没有任何保留，直取赵成要害。赵成脸色大变，玄机子这是铁了心要杀人灭口。顾不得自身的伤势，体内元力疯狂运转，施展出玄阳宗的烈阳掌，迎着玄机子的攻击，狠狠地撞了上去。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两道元力掌印在半空中轰然相撞，爆发出剧烈的能量风暴。然而赵成毕竟只是宁罡九重巅峰，与玄机子之间有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全程被玄机子压着打，根本就没有丝毫还手之力。玄机子的攻击如同狂风暴雨般连绵不绝，一掌接着一掌轰击在了赵成身上。噗！赵成喷出一大口鲜血，身体倒飞出去，重重地砸落在地，在地面上离出了数道深深沟壑，这才堪堪停了下来。他挣扎着想要从地上爬起来，但体内经脉寸断，元力涣散，根本就提不起丝毫力气。玄机子看着奄奄一息的赵成，眼中满是嗜血的快感，缓缓地走到赵成的面前，他居高临下地看着结，现在你们还有什么底牌？说着，目光阴鸷地扫过叶晨、林清雪和李淳风，语气中充满了不屑。杀了你，再杀了他们，你们玄阳宗又能如何？死无对证之下，老夫可以对外宣称，是你们不小心误入了妖兽山脉，死在了妖兽口中。结！就在玄机子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响起之际，异变！突声，只见倒在地上奄奄一息的赵成身体猛地一颤，一股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强大、都要恐怖的气息自他的体内爆发了出来。那股气息节节攀升，如同决堤的洪水，势不可挡。宁罡九重巅峰，化灵境初期，仅只是几个呼吸之间，赵成的气势便已突破了宁罡境之谷，踏入了那传说中的化灵境界。玄机子脸上笑容即刻凝固，他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眼中充满了震惊。这怎么可能？他失声惊呼：你怎么会突破化灵境？那可是无数武者穷极一生都无法跨越的天堑。赵成明明只是宁罡九重巅峰，虽然距离化灵境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往往需要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感悟与机缘才能跨越，怎么可能在重伤濒死之际如此轻易的就突破了？赵成缓缓抬起头，原本苍白如纸的脸庞，此刻因体内狂暴的力量而涌现出一抹不正常的潮红。他看着满脸震惊的玄机子，嘴角勾起一抹惨烈至极的笑容。没什么不可能的，玄机子，你身为无极宗高层，难道没听说过我玄阳宗内有一门名为燃灵解体大法的禁忌秘术吗？玄机子闻言，瞳孔骤然收缩，失声道：燃灵解体，那是燃烧自身所有潜力，乃至于寿元，强行打破境界壁垒的自杀式秘术。不错，赵成惨笑一声，周身缭绕的元力火焰愈发炽烈。此法一旦施展，可让人短暂的突破一个大境界，但代价便是……说到这里，赵成的眼中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痛楚，转瞬间便被决然所取代，全身经脉寸断，丹田破碎，从此沦为废人，终生不得精进半步，甚至连寿元都将所剩无几。听到这番话，远处的叶晨只觉得心脏猛地一抽，眼眶瞬间红了。为了救他们，赵长老竟然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疯子，你简直是个疯子！玄机子忍不住怒骂出声，眼中满是不可理喻。他是绝对不会为了弟子做出这番举动的。为了区区几个还没成长起来的小娃娃，你竟然甘愿自毁前程！你知不知道，只要给你时间，你未来必入化灵，这是在自掘坟墓！自掘坟墓！赵成放声大笑。玄机子，你这种自私自利之人，又怎会明白，为了我玄阳宗的未来，牺牲老夫一个宁罡九重？赵成深吸一口气，周身那属于化灵境的恐怖威压，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如同一座巍峨的火山轰然喷发。值了！话音落下的瞬间，赵成动了。玄机子，来战！一声怒吼，震碎了漫天的云层。赵成整个人化作一道燃烧的流星，带着一往无前的惨烈气势，主动朝着玄机子冲杀而去。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燃烧生命，他必须在自己倒下之前，死死地拖住玄机子，为叶晨他们争取到那一线生机。疯子，既然你想死，老夫就成全你！玄机子也是被激出了真火，虽然心中对赵成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有所忌惮，但他毕竟是货真价实的化灵境，又岂会怕了一个靠秘术强行提升上来的伪化灵？轰！两大化灵境强者的碰撞瞬间爆发，这一次不再是之前的单方面碾压，赵成燃烧生命换来的力量，竟真的让他拥有了与玄机子正面抗衡的资本。只见赵成身后浮现出一轮巨大的烈阳虚影，烈阳焚天掌。赵成一掌拍出，那巨大的烈阳虚影瞬间凝实，带着焚灭万物的恐怖高温，朝着玄机子狠狠碾压而去。这一掌的威力比之前他在宁罡境施展时强横了何止10倍，所过之处，空间都仿佛被烧得扭曲变形，发出不堪重负的滋滋声。玄机子面色凝重，冷哼一声：雕虫小技。他心念一动，一股无形却恐怖的力量瞬间弥漫开来，那是属于化灵境强者的特有手段——神识之力。化灵境之所以强大，不仅在于元力的质变，更在于神识的觉醒。神识一出，可干涉现实，甚至直接攻击对手的神魂。神念化形，镇压。玄机子低喝一声，磅礴的神识之力化作一座无形的大山，
狠狠地朝着赵成的识海撞去。若是换做之前的赵成，面对这神识攻击，恐怕瞬间就会神魂受创，变成待宰的羔羊。但此刻处于秘术家持下的赵成，神魂同样到了极致，变得空前强大。给我破！赵成怒目圆睁，不仅没有防守，反而操控着那狂暴的神识之力，与玄机子的神识狠狠地对撞在一起。嗡！一股无形的冲击波以两人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远处的树木瞬间化为齑粉，地面更是无声无息地塌陷了数尺。噗！赵成再次喷出一口鲜血，神魂的剧烈震荡让他头痛欲裂，但他眼中的战意却越发高昂，根本不顾伤势，再次欺身而上，与玄机子战作一团。玄机子依旧占据着上风，毕竟他是依靠自身修炼得来的境界，根基稳固，元力生生不息。而赵成的力量虽然狂暴，却如同无根之木，用一点少一点。但在赵成这种完全不要命，只攻不守的疯魔打法下，玄机子竟然也感到了一丝棘手。他几次想要绕过赵成去斩杀叶晨，都被赵成拼死拦下。该死，这老东西完全疯了！玄机子心中暗骂，脸色难看至极。赵成，你的秘术坚持不了多久，等你油尽灯枯，老夫不仅要杀你，还要将那几个小杂种抽筋扒皮。玄机子一边抵挡着赵成的攻击，一边用言语乱其心神。那你就试试。赵成根本不为所动，反而攻势更猛。轰隆隆，两人再次对拼一记。玄机子施展出无极宗的地阶武技翻天印，一方巨大的元力掌印如苍天倾覆，镇压而下。赵成则将全身元力汇聚一点，化作一道贯穿天地的烈阳神光，两股恐怖的力量在高空中炸开，恐怖的余波如同一场灭世风暴，瞬间席卷了下方的大地。只见两人身侧的一座山头，在这股余波的扫荡之下，竟然如同豆腐做的一般，瞬间被削平，巨石崩碎，烟尘遮天蔽日。原本巍峨的山峰顷刻间化为了一片平地。这就是化灵境强者的恐怖威能，仅仅只是战斗的余波，便足以改天换地，削平山岳。看着这毁天灭地的一幕，奔向远处的李淳风背上，叶晨死死地咬着牙关，指甲深深地嵌入了掌心之中，鲜血滴落，却浑然不觉。他回头看了一眼那片被火光和元力风暴笼罩的天空，眼中满是血丝。赵长老，我叶晨发誓，今日之恩，来日必当百倍奉还。玄机子，无极宗，我若不死，定要灭你满门！噗！赵成再次被玄机子一掌狠狠轰飞，身体如同一颗陨石般砸入大地，在地面上砸出了一个深达数丈的巨坑。即便有着燃灵解体大法的加持，即便他已经拼尽了所有，但正如玄机子所言，伪化灵终究是伪化灵。与玄机子这种经营化灵境多年的老牌强者相比，无论是对天地元力的掌控，还是对神识运用的精妙程度，赵成都差了不止一筹。此刻的他，周身那原本炽烈的火焰已经变得暗淡无光，如同风中残烛，随时都会熄灭。体内经脉已经寸寸崩裂，五脏六腑更是一味出血，若非仅剩的一口意念强撑着，恐怕早已昏死过去。哼，强弩之末！玄机子立于虚空之上，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坑底奄奄一息的赵成，眼中满是森然杀意。赵成，你的死期到了！既然你这么想护着那几个小杂种，那老夫就先送你上路，再去送他们跟你团聚。话音未落，玄机子右手猛地抬起，掌心之中一股令人心悸的恐怖元力疯狂汇聚，化作一道漆黑如墨的掌印，对着下方的赵成狠狠拍去。坑底，赵成看着那急速放大的掌印，眼中闪过一丝绝望。只能到这里了吗？叶晨，快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轰轰，两道比玄机子还要强大数倍的恐怖气势，如同两道贯穿天地的长虹，瞬间从远处的天际爆射而来。这两股气势之强，甚至让周围的空间都泛起了阵阵涟漪，仿佛承受不住这股威压。原本正准备下杀手的玄机子，感受到这两股突如其来的恐怖气息，脸色骤然大变。这是化灵境五重，而且还是两个，不好，是玄阳宗那两个老东西。玄机子顿时心中一紧，他虽然自负，但也知道自己这化灵境二重的修为，在玄阳宗那几位真正的顶尖大能面前，根本就不够看。该死，怎么来得这么快？玄机子哪里还顾得上杀赵成，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收回攻势，身形化作一道流光，朝着相反的方向亡命逃窜。一旦被这两个老怪物缠上，哪怕不死也得脱层皮。就在玄机子逃离的瞬间，两道身影如同瞬移般出现在了这片狼藉的战场之上，一男一女。男的身穿青色道袍，须发皆白，却面色红润，威严无比；女的则是一身宫装，风韵犹存，眉宇间透着一股不怒自威的煞气。两人刚一落地，便看到了坑底那浑身浴血、气息微弱到极致的赵成。师弟！看到赵成那凄惨的模样，两人同时惊呼出声，脸上瞬间布满了狂怒。混账！是谁把师弟伤成这样？青袍老者暴怒咆哮，周身雷霆炸响，恐怖的杀意瞬间席卷方圆10里。是玄机子那个老匹夫的气息。宫装美妇眼中寒芒一闪，瞬间捕捉到了空气中残留的玄机子气息。师兄，你去追杀那个老匹夫，我救师弟。好，今日不把那老匹夫扒皮抽筋，老夫誓不为人。青袍老者怒吼一声，身形瞬间化作一道雷光，朝着玄机子逃窜的方向疯狂追去。其速度之快，
比玄机子还要快上数分不止。宫庄美妇则不敢有丝毫耽搁，身形一闪便来到了赵成身边。看着赵成那寸断的经脉和几近枯竭的生机，他的眼眶瞬间红了，连忙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散发着浓郁生机的丹药，小心翼翼地喂入赵成口中。随着丹药入口，一股庞大的生机瞬间在赵成体内化开，勉强吊住了他最后一口气，让他那原本灰败的脸色稍微恢复了一丝血色。咳，赵成剧烈地咳嗽了几声，缓缓睁开了沉重的眼皮。当看到眼前的宫庄美妇时，他那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安心，虚弱地开口道：“师姐，别说话，先稳住伤势。”宫庄美妇连忙输送元力，帮他梳理体内紊乱的气机。赵成却摇了摇头，挣扎着想要起身，声音急切道：“师姐，别管我，快去看看叶晨他们是我玄阳宗的未来。”说着，他颤抖着手指向远处叶晨等人逃离的方向，断断续续地将事情的经过简单说明了一遍。听到赵成为了保护2个新收的弟子，竟然不惜施展禁术自毁前程，宫庄美妇心中既是心痛又是震动。他顺着赵成指引的方向看去，神识瞬间铺展开来。下一刻，他的脸上猛地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神色。这是在他的神识感知中，远处的叶晨与林清雪2人体内的气息，竟然如同骄阳与皓月般耀眼，纯阳之体，纯阴之体。宫庄美妇忍不住失声惊呼。他活了上100年，见过的天才不知凡几，但像这种传说中的顶级体质，别说见，就连听都很少听到，而且一出现就是2个，还是一阴一阳，天作之合。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赵成哪怕拼了老命也要护住这2个小家伙了。好！宫庄美妇连说3个好字，眼中的悲痛瞬间被狂喜所取代。他当即带着赵成身形一闪，瞬间便跨越了数里的距离，出现在了叶晨他们面前。看着突然出现的强者，叶晨和林清雪心中一紧，下意识的想要防备。但李淳风看到被宫庄美妇，即刻松了一口气，连忙跪下行礼：“弟子李淳风拜见云师姑。”叶晨、林清雪拜见前辈。叶晨虽然虚弱，但还是强撑着身体恭敬行礼。他知道眼前这位应该就是赵成长老口中那位前来支援的宗门高手了。至于为何对方会把叶晨认成纯阳之体，自然是千幻神诀的功劳。毕竟6阳圣体太过惊世骇俗，若是暴露，恐怕带来的不是福缘，而是杀身之祸。好在女帝出品，必属精品，哪怕是化灵强者也看不出叶晨的根底。而林清雪本就是纯阴之体，到时没必要伪装什么。宫庄美妇仔细地打量着2人，越看越是满意，越看越是心惊。好，无需多礼。他一挥衣袖，一股柔和的力量瞬间将2人托起。你们做得很好，赵师弟为了你们所做的一切没有白费。他看了一眼气息虽然微弱但已无性命之忧的赵成，又看了看眼前这2个绝世苗子，心中一定，此地不宜久留。玄机子虽然逃了，但难保无极宗没有其他后手。既然人已接到，我们即刻启程返回宗门。说完，宫庄美妇大袖一卷，一股磅礴的元力将叶晨、林清雪以及李淳风包裹其中，带着众人化作一道流光，朝着玄阳宗的方向疾驰而去。玄阳宗主峰大殿，巍峨的大殿耸立于云端之上，气势恢宏，宛如仙宫。一道流光划破天际，瞬间降落在殿前广场之上。光芒散去，露出了宫庄美妇云若曦以及叶晨一行人的身影。云若曦没有丝毫停留，带着众人径直步入大殿之中。大殿正上方，一位身着紫金衣袍的中年男子正负手而立，背对着众人，凝视着殿中悬挂着的一幅祖师画像。虽然并未刻意释放气息，但他周身隐隐流转的强大威压，让人不由自主地生出一股顶礼膜拜的冲动。此人正是玄阳宗当今宗主，拥有化灵9重巅峰修为的绝世强者莫问天。感受到身后动静，莫问天缓缓转身。当看到云若曦怀中气息奄奄、经脉尽断的赵成时，他那张原本古井无波的脸庞瞬间变得阴沉无比，一股恐怖的威压不受控制的从他体内爆发而出，震得整个大殿都在微微颤抖。师妹，到底怎么回事？莫问天一步跨出，瞬间来到赵成身前，探手按在赵成脉门之上，脸色越发难看。燃灵解体，是谁把赵师弟逼到如此绝境？云若曦咬牙切齿的道：“是无极宗的玄机子。我和雷师兄赶到时，玄机子那老匹夫正欲对师弟下杀手。雷师兄暴怒之下，已经追杀那老匹夫去了。”随后，云若曦语速极快的将事情经过，包括赵成为了保护叶晨等人不惜施展禁术，以命相搏的细节，一五一十的讲述了一遍。听完云若曦的讲述，莫问天周身杀意沸腾，怒极反笑：“好一个无极宗，好一个玄机子，欺我玄阳宗无人吗？竟敢逼得我宗长老自毁根基，此仇不报，我莫问天是不为人。”恐怖的杀意在大殿内回荡，让一旁的叶晨和林清雪都感到一阵窒息。就在这时，躺在担架上的赵成虚弱的咳嗽了一声，挣扎着想要起身。宗主师兄，别动怒。赵成声音微弱，却透着一股释然。我还好，虽然修为废了，但至少命保住了。而且，赵成转过头，目光柔和地看向一旁的叶晨和林清雪，眼中闪过一丝骄傲。而且，这次我也并非毫无收获。你看，这2位
便是师弟拼死也要带回来的好苗子。莫问天闻言，强压下心中的怒火，顺着赵成的目光看去。当他的目光落在叶晨和林清雪身上时，原本阴沉的脸色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一抹难以置信的震惊。他的神识何其强大，仅仅只是一眼便看穿了两人的特殊体质。这是……莫问天瞳孔骤缩，失声惊呼：“纯阳之体，纯阴之体！”云若曦在一旁补充道：“没错，师兄，赵师弟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一阴一阳，两大顶级体质，这绝对是上天赐给我玄阳宗的绝世瑰宝啊！”莫问天深吸一口气，眼中的震惊逐渐化为狂喜。天佑我玄阳宗，当真是天佑我玄阳宗！他看着叶晨二人，就像是在看着两块绝世稀有的璞玉，目光炽热无比。好！莫问天连说3个好字，随后大手一挥，一股柔和原力将赵成包裹了起来。师妹，你先带赵师弟去后山禁地。莫问天语气郑重道：“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哪怕是用进宗门宝库里的灵药，也要想办法保住赵师弟的修为。若实在不行……”莫问天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决然，就请师尊出关。师尊！一旁的叶晨闻言，心中猛地一震。赵成长老他们的师傅，也就是上一代玄阳宗宗主。据他所知，玄阳宗上一代宗主早在100年前便已是化灵境巅峰强者，后来传闻闭关冲击更高境界，之后便先有消息传出，外界都传言那位老宗主早已作化，没想到竟然还在世。如果那位老宗主真的还在，而且闭关100年，那岂不是说对方极有可能已经突破了化灵境的桎梏，踏入了那个传说中的王境？想到这里，叶晨心中不禁掀起了惊涛骇浪。王境啊，那可是真正站在巅峰的存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人便可镇压一国气运。是师兄。云若曦闻言也是神色一肃，没有丝毫迟疑，当即带着赵成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后山禁地疾驰而去。大殿内只剩下莫问天与叶晨、林清雪3人。莫问天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这才重新看向两人，脸上露出了和蔼的笑容。你们2人便是叶晨和林清雪吧？既然入了我玄阳宗，以后便是一家人，无需拘谨。赵长老为了你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希望你俩莫要辜负了他的一番苦心，勤加修炼，早日成为我宗栋梁。叶晨和林清雪对视一眼，躬身行了一礼，语气坚定的道：“弟子谨遵宗主教诲，定不负宗门厚望。”叶晨刚表完态，莫问天便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即他对着殿外轻唤一声：“子轩。”话音刚落，一名身着月白色长袍、面容俊朗的青年便快步走了进来。此人看上去20岁出头，嘴角时刻挂着一抹温和的笑意，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正是莫问天的亲传大弟子，也是目前玄阳宗年轻一代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顾子轩，拥有地阶上品灵根，修为更是达到了开元9重，距离其海境也仅有1步之遥了。在叶晨和林清雪到来之前，他一直被视为下一任宗主的候选人，享受着宗门内最顶级的资源。师尊，您找我？顾子轩恭敬行礼，目光不经意间扫过叶晨和林清雪，眼底深处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戒备，但面上却依旧笑意盈盈，让人挑不出丝毫毛病。莫问天指着叶晨2人介绍道：“子轩，这2位是叶晨和林清雪，乃是赵成长老拼死带回来的好苗子，日后便是你的师弟师妹了。你先带他们去紫竹院住下，这几日带他们熟悉一下宗门环境。”说完，莫问天又转头对叶晨2人温和说道：“你们初来乍到，先安心住下，了解了解我玄阳宗的情况。恰好1月之后，便是我玄阳宗广收门徒的大日子，届时宗门12封将会开启，所有新入门的弟子皆可择一封主拜入门下。”说到这里，莫问天意味深长地看了2人一眼，补充道：“当然，你们若是愿意，也可以拜入本座门下。不过我玄阳宗向来不强求，讲究一个缘法，全看弟子个人喜好，所以你们这段时间多看看，多了解，到时候自己做主即可。”叶晨心中一动，这莫宗主倒是开明，并没有因为自己2人的特殊体质就强行收人，这份气度确实不凡。多谢宗主，弟子明白。2人再次行礼后，跟着顾子轩退出了大殿。一路上，顾子轩表现得极为热情，一边引路一边介绍着沿途的风景，言语间透着一股亲切，颇有大师兄风范。叶师弟、林师妹，既然入了玄阳宗，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顾子轩笑着说道：“我是顾子轩，师长你们几岁？你们唤我顾师兄便是。我玄阳宗分内门与外门，外门弟子数千，多为开元境以下，由您刚进的外门长老负责教导，一旦突破至开元境，便可晋升为内门弟子，而内门长老皆是化灵境高手。”顾子轩伸手指了指远处云雾缭绕的几座山峰，语气中带着一丝自豪：“除去那些早已隐居不问世事的太上长老，如今我玄阳宗内门共有12位长老坐镇12峰。刚才带你们回来的云若曦云师叔，便是执掌落霞峰的峰主，一身修为深不可测。而那位去追杀玄机子的暴脾气师叔，名为雷震，执掌惊雷峰，一手雷属性武技霸道绝伦，在整个大前王朝南部都是赫赫有名的杀神。”叶晨暗暗记下，看来这玄阳宗的底蕴确实深厚，光是摆在明面上的化灵境强者就有10几位，远非青阳城那种小地方可比。顾子轩继续介绍道：“除了12峰之外，宗内
还有几处重地，其一便是丹堂，由百草峰的木青长老执掌，负责宗门丹药的炼制与发放；其二乃是炼器堂，由神冰峰的铁无涯长老负责，宗门弟子的兵器法宝多出自此处；最后便是这藏经阁了。说到藏经阁时，顾子轩的脚步微微一顿，神色变得有些古怪。藏经阁虽然没有专门的长老坐镇，但里面有一位名为胡老的前辈看守。这位前辈脾气有些古怪，平日里神龙见首不见尾，也没人知道他具体的修为境界，只知道连师尊对他都极为客气。你们日后若是去藏经阁，切记要守规矩，莫要惹恼了他。叶晨闻言，心中暗自留心，连宗主都要客客气气的人物，这胡老怕是不简单，说不定又是一位隐藏大佬。说话间，三人已来到了一处清幽雅致的小院前，院内紫竹成林，环境清幽，元气浓度更是比外界高出数倍不止，显然在宗门内也是不可多得的修炼宝地。这里便是紫竹院了，平日里只有接待贵客才会开启，师尊让你们住这里，可见对你们的重视。顾子轩推开院门，笑着说道：“这院子一应俱全，每日会有专门的杂役弟子送来零食，打扫庭院。你们若是有什么想吃的，或者缺什么东西，只需提前一天吩咐下去即可，我就不打扰二位师弟师妹休息了。1月后的大典再见。”说完，顾子轩温和一笑，转身离去。直到走出很远，确定四下无人后，顾子轩脸上那温和的笑容才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抹阴鸷。纯阳之体，纯阴之体。他回头望了一眼紫竹院方向，眼中闪过一丝嫉妒。没想到赵成那老东西临废之前，竟然还带回来2个这么大的麻烦。师尊让他们住进了紫竹院，甚至还暗示想收他们为徒。哼，想抢我的位置，做梦！咱们走着瞧。顾子轩离开后，紫竹院内再次恢复了宁静。微风拂过，紫竹林沙沙作响，送来阵阵清幽的竹香。叶晨环顾四周，对这处环境颇为满意。这里的元气浓度极高，对于修炼大有裨益，而且位置偏僻幽静，正好适合他和林清雪这种身怀秘密的人居住。清雪，你看这。叶晨转过身，刚想和林清雪分享一下喜悦，却发现身后之人的眼神变了。女帝。叶晨一愣，随即反应过来，这是女帝掌控了身体。还没等他开口询问，女帝那清冷的声音便率先响起：“小心那个姓顾的。”叶晨闻言一怔，有些不明所以。顾师兄，他怎么了？人挺热情的呀，又是介绍宗门，又是安排住处的，感觉还不错。女帝冷冷地瞥了他一眼，眼中闪过一丝不屑。知人知面不知心，本帝从他身上闻到了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叶晨诧异道：“味道？什么味道？难道你还会读心不成？”女帝没有理会他的调侃，只是深深地看了一眼顾子轩离去方向，眼底深处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痛楚。那种感觉他太熟悉了，那是前世那个背叛他将他推入深渊之人同有的气息，同样的温文尔雅，同样的笑脸迎人，同样的让人如沐春风，但在一张完美假面之下，往往藏着一颗最恶毒、最阴暗之心。不过这些话他并没有对叶晨说出口，只是冷哼一声，转移了话题。与其关心别人是不是好人，不如先关心你自己吧。女帝上下打量了叶晨一眼，语气中带着一丝警告：“你体内的纯阳之力已经暴动到了极限，之前虽然靠着百草中和液勉强压制，但那只是治标不治本，再加上你为了战胜那个灵瑶，不惜强行催动烈阳，加剧了阴阳失衡。若不能在半个月内炼制出冰心玉露丸，彻底解决隐患，你必死无疑。”叶晨闻言，脸上笑容瞬间僵住，露出一抹苦笑：“我也知道啊，可是炼制冰心玉露丸需要2品丹药的材料，我现在2手空空，上哪儿弄去？而且现在我这身体状况，别说炼丹了，就算是想要调动元力都费劲。”正和女帝说着，叶晨突然眼前一亮，目光灼灼地看向女帝。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阴阳宝典记载，阴阳调和乃是天地大道。虽然以我们现在的修为，双修无法彻底根治我的问题，但是缓解一下还是没问题的吧？叶晨一边说着，一边试探性地往前凑了凑，眼神中带着一丝不加掩饰的期待。女帝看着叶晨那副不怀好意的样子，哪里还不明白他在想什么？俏脸瞬间长得通红，羞怒交加地瞪着他：“你这登徒子，都什么时候了，脑子里还在想这些龌龊事？这怎么能叫龌龊呢？”叶晨一脸正气地辩解道：“这是为了疗伤，为了活命。再说了，咱们本来就是夫妻，做这种事天经地义。你还说……”女帝羞愤欲绝，下意识地抬起修长的大腿，就要一脚将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踹飞出去。然而，就在那一脚即将踹中叶晨胸口的瞬间，他的动作却猛地一顿。看着叶晨苍白的脸色和虚浮的气息，他终究还是没能狠下心来。这家伙现在可是个病号，经脉受损严重，要是这一脚踹实了，搞不好真能把他给踹废了。为了自己的神魂之伤，还是忍忍吧，自己就只是为了疗伤而已。哼，这次就饶了你。女帝冷哼一声，硬生生地收回了腿，随后狠狠地瞪了叶晨一眼：“想要缓解，找你那傻老婆去。”说完，他身形一晃，眼中的淡漠与高冷瞬间如潮水般退去。下一刻，那双眸子再次变得清澈见底，充满了单纯和关切。“叶晨哥哥。”林清雪眨眨大眼睛，有些茫然地看着眼前的叶晨，随后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立刻上前扶住叶晨，满脸关切。叶晨哥哥，你脸色好差，是不是又不舒服了？看着眼前这无缝切换的一幕，叶晨也是有些哭笑不得，但心中更多的却是一股暖流涌过。女帝也只是刀子嘴豆腐心而已。他顺势搂住林清雪纤细的腰肢，将头埋在她的颈窝处，深吸了一口那熟悉的清香，低声道：“是啊，很不舒服，需要清雪帮我治疗一下。”啊，那要怎么治？林清雪单纯的问道。叶晨嘴角勾起一抹坏笑，一把将她横抱而起，大步朝着屋内走去。很简单，咱们回屋，我教你。识海深处一片混沌迷蒙，女帝的神魂盘坐于虚空之中，双目紧闭，似乎想要屏蔽外界的一切感知。然而那具身体与她神魂相连，哪怕她再怎么想要切断联系，那种触电般的酥麻感，那种灵魂深处的颤栗感，依旧如潮水般一波接一波的涌来，根本无法阻挡。一声压抑不住的低吟从女帝的口中溢出，她猛地睁开双眼，绝美无瑕的俏脸上此刻早已布满了红晕，甚至连耳根都烫得吓人。透过神魂视角，她能清晰地看到外界发生的一切，甚至能感同身受地体会到每一个细节。那种阴阳交融带来的极致愉悦，让她那颗沉寂了亿万年的地心都忍不住剧烈跳动起来。这怎么能那么舒服呢？女帝咬着嘴唇，眼中满是羞耻与不可置信。虽然已经经历了很多次了，但是每次都让人忍不住。她堂堂9天女帝，曾俯瞰万界，视众生如蝼蚁，何曾想过有一天会因为这种男女之事而失态至此？不行，本帝怎能沉溺于此？女帝猛地摇头，试图驱散脑海中那些令人面红耳赤的画面和感受。可是随着阴阳宝典的运转，温润的纯阳之力不断滋养着她的残破神魂，那种仿佛久旱逢甘霖般的舒爽感，让她根本无法抗拒。这只是为了疗伤。女帝深吸一口气，拼命地给自己找借口，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住她那摇摇欲坠的尊严。没错，本帝是为了修复神魂，为了早日重回巅峰，为了找那2个叛徒复仇，这是必要的牺牲。她一遍又一遍地在心中默念着这几句话，如同催眠一般，试图让自己那颗躁动不安的心平静下来。一夜无话，春风激度。当第一缕晨曦透过窗棂洒进屋内时，叶晨缓缓睁开了双眼，他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只觉得浑身舒泰，之前那种如同烈火焚身般的灼烧感已经消退了大半。虽然体内的纯阳之力依旧磅礴且躁动着，但已被压制在了一个可控的范围内。终于活过来了。叶晨感受了一下体内的状况，心中大定，只要不进行之前那样拼命的剧烈战斗，正常使用元气，甚至是炼丹，应该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了。这也意味着他可以着手准备炼制冰心玉露丸了。然而还没等他从这种劫后余生的喜悦中回过神来，砰！一只洁白如玉的脚丫子毫无征兆地踹在了他屁股上。哎呦！叶晨猝不及防，直接被踹得从床上滚了下去，摔了个四脚朝天。他一脸懵逼地抬起头，正想问问自家温柔可人的清雪老婆这是怎么了，却见床上那人正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一双美眸中寒光凛冽，哪里还有半点林清雪的影子。天亮了。女帝冷冷地看着地上叶晨，声音仿佛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赶紧滚出去！”叶晨瞬间打了个激灵，这才反应过来，天亮了，老婆换人了。看着女帝一副随时可能抱起杀人的羞愤模样，叶晨哪里还敢多留？可，那个，我这就滚！连滚带爬地抓起地上的衣服，胡乱往身上一套，他狼狈不堪地逃出了房间。直到房门砰的一声关上，屋内女帝才像是卸下了所有的伪装，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那凌乱不堪的衣衫，以及肌肤上残留下的某些水润痕迹，俏脸再次通红一片。这个登徒子下手越来越过分了。她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随后慌慌张张地开始穿衣服整理仪容。足足过了1刻钟，直到确认自己身上再也看不出任何异样，又恢复了那副清冷高贵的模样后，女帝才深吸一口气，推开房门走了出去。叶晨和女帝一前一后走出了房间，来到了紫竹院的庭院中。清晨的阳光洒在2人身上，却驱不散叶晨心头的忧虑。虽然昨晚的双修暂时压制住了体内的纯阳之力，但这终究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不彻底解决，这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要了他的命。似乎是看穿了叶晨的心思，女帝淡淡的开口道：“除了百草中和液，其实还有一种一品丹药，名为清心凝露丹。这种丹药虽然无法像冰心玉露丸那样彻底根治你的问题，但药效比百草中和液强上数倍。只要你能炼制出来，在开元境这个阶段，哪怕你全力出手，也不必再担心阳气失衡的问题。”叶晨闻言，眼中爆发出惊喜的光芒。真的？那这丹药需要什么药材？难找吗？女帝随口报出了一串药名，主要需要寒烟草、凝霜花，辅药则是。这其中除了寒烟草稍微稀有些，其他的药材都很常见，并不难寻。太好了！叶晨激动地一拍大腿，只要有了这丹药，我就能毫无顾忌地修炼了。我现在就去找药。说完，他转身就要往院外冲。站住！女帝像看傻子一样白了他一眼。这里是玄阳宗，不是青阳城的方式。你人生地不熟的，上哪去找药材？难道你要漫山遍野的去挖吗？叶晨脚步一顿，这才反应过来。是啊，这里可是玄阳宗，自己初来乍到的，
连东南西北都还没摸清楚呢。那怎么办？叶晨挠了挠头，有些犯难。突然，他脑海中灵光一闪，想起了昨天顾子轩介绍过的那位丹堂长老。对了，百草峰的木青长老，他是丹堂的执掌者，手里肯定有这些药材。可是紧接着，叶晨又皱起了眉头，自己和那位木青长老非亲非故，甚至连面都没见过，贸然上门求药，人家凭什么搭理自己？就在叶晨一筹莫展之际，院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两人面前。叶师弟，林师妹，来人正是李淳风。之前大战的时候，李淳风不顾一切护持两人，也是被化灵境高手的战斗余威所波及，受了不轻的伤。此时的他虽然脸色依旧有些苍白，但精神状态明显比之前好了许多，显然伤势已经恢复了不少。看到李淳风，叶晨也是一脸惊喜，连忙迎了上去。李师兄，你来了，你的伤怎么样了？我没事，皮外伤而已，早就好了。李淳风摆了摆手，随即神色变得有些黯然。叶晨见状，心中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连忙问道：是不是赵长老他？李淳风叹了口气，声音低沉的说道：师尊他性命倒是保住了，宗主和几位师叔联手，用尽了各种灵药，终于稳住了师尊的伤势，他的修为没有彻底废掉。听到这里，叶晨稍微松了一口气。然而李淳风接下来的话却让他的心再次沉到了谷底。只是师尊为了救我们，强行施展禁术，导致全身元脉和气海都受到了不可逆转的损伤。虽然修为没有尽废，但也是从半步化灵跌落到了宁罡三重。而且李淳风的声音带上了一丝哽咽，几位师叔都说师尊的根基已毁，这辈子恐怕终生难以寸进。叶晨闻言，整个人如遭雷击，愣在了原地。宁罡三重，终生难以寸进，这对于一位曾经站在化灵境门槛上，甚至为了宗门未来不惜拼命的强者来说，是何等的残酷。叶晨张了张嘴，却发现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在这时，一道清冷的声音突然在他的识海中响起：别一副死了人的样子，不过是元脉和气海受损罢了，又不是魂飞魄散。女帝的声音依旧是那般平淡，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只要有一枚4品丹药九转续脉丹，就能重塑他的经脉气海，不仅能治好他的伤，甚至还能让他因祸得福，破而后立，再进一层都不是不可能。叶晨闻言，瞳孔骤然一缩，整个人激动地颤抖起来，他忍不住惊呼出声：赵长老的伤还能治？正沉浸在悲伤中的李淳风闻言一愣，有些茫然地抬起头看着叶晨：叶师弟，你说什么？九转续脉丹？叶晨语气坚定，只要能找到这种4品丹药，赵长老的伤势不仅能痊愈，甚至有机会重回巅峰。然而听到4品丹药这4个字，李淳风眼中的一丝光亮瞬间暗淡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绝望。4品丹药？李淳风苦涩地摇了摇头：叶师弟，这谈何容易啊！4品丹药，赵成对他有救命之恩，如今伤重苏醒，于情于理他都该第一时间前去探望。叶晨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女帝，女帝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便转身回了房间。对他来说，这种凡俗的交际毫无意义，还不如利用这段时间好好修炼。随着一段时间的双修调和，他的神魂已经恢复了不少，哪怕是气海禁武者，他现在仅凭神识攻击就能直接将其抹杀。当然和当初杀林家下人一样，是一次性的。而且林清雪的修为境界也堪称神速，如今已然突破到了开元境。这其中除了女帝这位曾经的大帝在重走修行路，修行经验无比丰富之外，两人一体双魂，日夜轮替，使得修炼时间远超常人，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林清雪那罕见的纯阴之体。叶晨跟着李淳风离开了紫竹院，一路向着外门区域走去。师尊所在的地方是外门执法堂。路上李淳风一边引路一边向叶晨介绍道：玄阳宗的外门与内门不同，这里没有师承一说，所有外门弟子统一由几大堂口管辖。除了师尊执掌的执法堂外，还有负责任务发放的任务堂，负责弟子考核的演武堂等等。而执掌这些堂口的长老大多都是像师尊这样修为达到了宁罡境巅峰，只差临门一脚就能突破入化灵境的高手。宗门安排他们在此历练几年，打磨心性，积累经验，也是为了让他们在突破化灵境之后能够更好的去内门镇守。叶晨闻言，心中暗暗点头，这玄阳宗的制度倒也确实特殊，既保证了外门的管理力量，又为内门储备了人才，难怪能屹立大前王朝南部这么多年而不倒。两人穿过层层殿宇，很快便来到了一处肃穆的大殿前。大殿上方悬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牌匾，上书执法堂3个大字。走进偏殿，一股浓郁的药香味扑鼻而来，叶晨一眼便看到了半躺在床榻之上，脸色依旧苍白的赵成。而在赵成的床边还坐着一位身穿青色长袍，须发皆白的老者，正全神贯注地为赵成把脉。看到叶晨进来，赵成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笑容，虚弱地招了招手：叶晨，你来了。叶晨连忙上前行礼：弟子叶晨拜见赵长老。赵成摆了摆手，示意他不必多礼，随后指着身旁的那位青袍老者介绍道：来，叶晨，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百草峰峰主，也是我玄阳宗内唯一的4品炼丹大师穆青长老。弟子见过穆长老。
叶晨恭敬行礼，态度不卑不亢。赵成微微点头，随后转头看向身旁的穆青，语气中带着一丝恳切：“穆师兄，这孩子体内的状况有些特殊，还要劳烦你出手帮他看看。”穆青抚须一笑：“师弟客气了，既然是你拼死带回来的好苗子，老夫自然会尽心尽力。”说罢，他示意叶晨伸出手腕，枯瘦的手指搭上了叶晨的脉门。仅仅只是片刻，穆青原本淡然的神色便猛地一变，眉头紧紧地锁在了一起。嘶！他倒吸一口凉气，收回手，像看怪物一样看着叶晨，啧舌道：“你这小子，体内阴阳失衡竟然到了这等地步，纯阳之力狂暴的好像随时就要爆炸。若非你体质特殊，再加上有一股外来的阴柔之力勉强压制，恐怕早就爆体而亡了。你到底是怎么搞的？就算是修炼了什么至阳功法，也不至于把自己搞成这副鬼样子吧？”赵成在一旁苦笑着替叶晨解释道：“师兄有所不知，当时在擂台上，这小子为了战胜那灵瑶，不惜强行催动秘法，燃烧精血，招招都是拼命打法。若非如此，他也无法以开元境初期的修为硬汉那天接灵根的灵瑶。”听了赵成的解释，穆青眼中震惊之色更浓了。他上下打量着叶晨，忍不住感叹道：“好小子，当真是不把命当命啊！为了赢一场比试，竟然如此透支自己的身体。”叶晨闻言，神色却是一片平静，眼神中透着一股坚定。武道一途，本就是向天争命，若遇强敌便畏首畏尾，若逢绝境便惜命退缩，那还修什么武道，求什么长生？武者当有进无退，不进则死。这番话掷地有声，回荡在偏殿之中，让赵成和穆青都为之一怔。穆青看着叶晨那双坚定的眸子，眼中的欣赏之意愈发浓郁，忍不住抚掌大笑：“好一个向天争命，好一个不进则死！你这小子的脾气倒是对极了老夫的胃口，甚至比那雷震老鬼还要刚烈几分。”赵成也是满脸欣慰，不过他更关心叶晨的身体状况，连忙问道：“师兄，内依你看，这小子的毛病还能治吗？”穆青沉吟片刻，收敛了笑意，正色道：“这倒是能治，不过以他目前的情况，想要彻底根治，需要一种极为特殊的二品丹药。可惜那种丹药的丹方早已失传，老夫手中并没有。目前老夫这里只有一种名为清心凝露丹的一品丹药，虽然无法根治，但可以暂时缓解他体内狂暴的纯阳之力，让他不至于在修炼时走火入魔。”听到只能缓解而无法根治，赵成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眼中闪过一丝担忧。叶晨可是他拼了命带回来的希望，若是因此而毁了根基，那他所做的一切岂不是都白费了？就在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叶晨突然开口了：“穆长老，关于根治弟子身体的丹方，弟子这正好有。”此言一出，偏殿内瞬间安静了下来。赵成和穆青同时转头，目光死死地盯着叶晨，眼中满是难以置信。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叶晨接下来的话更是像一道惊雷，在两人耳边轰然炸响。不仅如此，叶晨深吸一口气，目光灼灼地看向赵成：“弟子手中还有能够治好赵长老伤势的4品丹药，9转续脉丹的丹方。”什么？穆青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因为动作太大，甚至带翻了身旁的茶盏。赵成更是激动得浑身颤抖，差点从床上滚落下来。两人死死地盯着叶晨，异口同声地惊呼道：“当真！”叶晨没有卖关子，当即便先将冰心玉露丸的丹方以及所需的药材详细地报了出来。穆青一边听，一边在心中默默推演。身为4品炼丹大师，他的丹道造诣自然不凡。虽然这丹方闻所未闻，但其中的药理搭配却是精妙绝伦，完全符合丹道治理。听完之后，穆青捋了捋胡须，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笑容。这丹方虽然精妙，但毕竟只是2品丹药，其中的几味主要有些偏门，但我百草峰的药库里正好都有，问题不大，能练。他看向叶晨，给出了承诺：7天后你来拿丹药便是。叶晨闻言大喜，连忙行礼道谢：“多谢穆青长老。有了这冰心玉露丸，他体内的隐患便可彻底消除，修炼之路也将再无阻碍。”解决完叶晨的问题后，穆青的神色变得无比郑重，目光灼灼地盯着叶晨：“小子，现在可以说说那9转续脉丹怎么回事吧？”对于一个炼丹大师来说，一张失传已久的4品丹方，其诱惑力绝对比一门的接功法还要大。叶晨也不迟疑，立刻调动脑海中女帝留下的传承记忆，将9转续脉丹的丹方、炼制手法以及注意事项一字不差地复述了出来。随着叶晨的讲述，穆青的表情从一开始的期待逐渐变得凝重，最后甚至紧紧皱起了眉头。直到叶晨说完，穆青沉默了良久，才长叹一口气，苦笑着摇了摇头：“精妙，实在是太精妙了！这丹方巧夺天工，不愧是能够重塑经脉气海的神丹。可惜……”穆青看了一眼满脸希冀的赵成：“这丹药，老夫炼不了。”什么？叶晨一愣，忍不住脱口而出：“您不是4品炼丹大师吗？9转续脉丹虽然珍贵，但也确实是4品丹药啊，怎么会炼不了？”穆青闻言，脸上露出一丝惭愧之色，解释道：“小子，你有所不知，这炼丹师的品级也是有高低之分的。老夫虽然号称4品炼丹大师，但实际上只是勉强踏入了4品的门槛。这些年来，也只是侥幸炼制出过几次最为普通的4品丹药罢了。而这9转续脉丹对炼丹师的神识强度、控火技巧以及对药理的理解，
要求都达到了变态的地步。哪怕是在4品丹药中，它也是属于最顶尖、最难炼制的那一类。以老夫目前的水平，强行炼制的成功率恐怕连半成都不到。一旦失败，那些珍稀的灵药可就全都毁了。听到这话，叶晨的心瞬间凉了半截。连玄阳宗唯一的4品炼丹大师都练不了，那这世上还有谁能救赵长老？难道真的只能眼睁睁看着赵长老终生止步于此吗？就在叶晨和赵成都陷入绝望之际，穆青却突然话锋一转，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叶晨，语出惊人。不过老夫虽然练不了，但你小子或许可以试一试。叶晨指着自己的鼻子，一脸懵逼。穆长老，您别开玩笑了，我现在连1品炼丹师都不是，怎可能炼制得出4品丹药？现在的你当然不行。穆青摆了摆手，眼中闪烁着金光。但是以后你绝对可以，你身怀纯阳之体，天生便拥有最顶级的炼丹天赋。对于普通炼丹师来说，难如登天的控火与提纯，对你而言却是如同吃饭喝水般简单。这就是纯阳之体在丹道意图上得天独厚的优势。说到这里，穆青像是想起了什么，意味深长地看着叶晨。而且如果老夫没猜错的话，你之前得到的那个传承，它的主人应该也是一位拥有纯阳之体的炼丹大师吧？否则你一个从未接触过炼丹的毛头小子，怎可能随口就能说出如此精妙绝伦且明显带有纯阳一脉风格的丹方？叶晨闻言心中一凛，但表面上却没有丝毫慌乱，点了点头。他并没有反驳。穆长老慧眼如炬，弟子得到的传承确实来自一位前辈，玉帝给他的传承本就是来自上一纪元那位拥有6阳圣体的炼丹大师。说是纯阳之体也没错，毕竟6阳圣体比纯阳之体还要厉害得多。而且顺着穆青的话承认下来，也正好可以完美解释自己所说的那些丹方和炼丹知识的来源，省去了不少麻烦。看到叶晨承认，穆青和赵成对视一眼，脸上都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难怪这小子这般妖孽，原来是得到了大能的完整传承，这就说得通了。不过二人也没说什么。玄阳宗行事向来坦坦荡荡，今日这事他们不但没有过多的想法，而且出了门连提都不会提。穆青看着叶晨，眼中的欣赏之色愈发浓郁了。以你的天赋，再加上有纯阳之体的加持，只要不中途夭折，好好修炼的话，10年。穆青伸出一根手指，语气笃定无比。10年之内，你必定能突破入化灵境。而且我听赵师弟提起过，你在大比之时曾施展过一种金色火系神通，其威力之霸道，远超我玄阳宗内任何一门火系功法。拥有如此强大的火系神通，再加上你那得天独厚的体质，等你突破化灵境后，想要成为4品炼丹大师也不是一件难事。说到这里，穆青转头看向一旁的赵成，安慰道：师弟，武者寿元悠长，即便你现在修为跌落，但只要好生休养，再活个180-80年不成问题。10年的时间完全等得起。所以穆青再次看向叶晨，语重心长：小子，赵师弟的未来就全压在你身上了，你一定要努力修炼，切莫辜负了我等期望。叶晨闻言，神色一肃，郑重地点了点头。随后他对着穆青和赵成深深地鞠了一躬，语气诚恳：多谢2位长老，弟子叶晨铭记于心。穆青摆了摆手，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行了，别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不过1月后的入门大典，老夫建议你最好还是拜入我百草峰门下。你身怀纯阳之体，又得了炼丹师传承，未来注定要在丹道意图上大放异彩。放眼整个玄阳宗，除了老夫这百草峰，还有哪里更适合你？而且穆青身上猛地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势，虽然只是一闪而逝，但那股如渊如玉的威压却让叶晨感到一阵心悸。老夫虽然痴迷丹道，但这修为也没落下。化灵9重，除了宗主师兄，这玄阳宗内再没人敢说能稳压老夫一头的。叶晨心中大震，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老头。他一直以为穆青长老只是炼丹术高超，没想到修为竟也如此恐怖。化灵9重，这可是已经站在玄阳宗最顶端的存在了呀！若能拜入这样一位既是炼丹大师又是绝世强者的门下，对于任何一个渴望变强的武者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机缘。然而面对穆青这极具诱惑力的邀请，叶晨却陷入了沉默。片刻后，他抬起头，目光在赵成和穆青之间流转了一圈，最终停留在了一脸苍白、气息虚弱的赵成身上。穆长老的好意，弟子心领了。叶晨深吸一口气，但是弟子心中已有决断，我想拜入赵长老门下。此言一出，偏殿内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穆青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李淳风瞪大了眼睛，就连一直躺在床上的赵成也是一脸错愕，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你说什么？赵成有些结巴地问了一句：你要拜我为师？为何？随后他挣扎着坐直了身体，情绪激动：叶晨，你糊涂啊！我现在经脉尽断，修为跌落，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废人，甚至连执法堂长老的位置都未必能保住。你若是跟着我，不仅得不到太多的资源和指点，反而会受我拖累，招人白眼，这不亚于自毁前程啊！面对赵成的质问和穆青的错愕，叶晨神色却没有丝毫动摇，他直视着赵成那双充满担忧的眼睛，一字一句诚恳无比：赵长老，您听我说，从青阳城大比开始，您便屡次三番的出手相助，最后在逃亡路上
面对玄机子的必杀一击，您更是为了救我，不惜施展禁术，自毁修为。说到这里，叶晨的声音微微颤抖，眼中闪烁着泪光。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叶晨本就是一个知恩图报之人，不管您当时是为了宗门的未来，还是为了其他什么，但事实就是，您是为了救我叶晨，才落得如今这般田地的。您用您的命换了我的命，这份恩情，叶晨没齿难忘。至于您的修为，那根本不重要，只要我突破化灵境，炼制出9转续脉丹，自然会治好您的伤势，助您重回巅峰。而在我突破化灵之前，以您曾经半步化灵的眼界和经验，指点我一个刚入开元境的小辈，难道还不够吗？这番话发自肺腑，说得情真意切，听得赵成和穆青2人心中一阵激荡。他们活了大半辈子，见过太多为了利益背信弃义，为了资源欺师灭祖的白眼狼，像叶晨这般重情重义、知恩图报的少年，当真是凤毛麟角。其实，在叶晨心里，还有一番话没有说出来。对于所谓的修炼资源，他并不担心。以玄阳宗高层对他和林清雪那特殊体质的重视程度，不管他拜在谁门下，宗门倾斜下来的资源绝对不会少1分1毫。玄阳宗虽然也有派系之争，但整体氛围还算清正，只要展现出足够的价值，宗门绝不会吝啬。至于指点开玩笑，他老婆石海里可是有着一位曾经横压万界的9天女帝。论修为，论见识，论对大道的理解，放眼整个玄阳宗，甚至整个大前王朝，又有谁能比得过女帝？既然修炼资源不缺，名师指点也不缺，那他为什么不选一个自己有好感、为人正直且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老师呢？穆青看着眼前这个目光清澈、神色坚定的少年，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原本以为叶晨即使不选自己，也会为了前途选择宗主莫问天，毕竟良禽择木而栖，这是人之常情。可他万万没想到，叶晨竟会做出如此愚蠢却又如此令人敬佩的选择。好一个重情重义的少年！穆青忍不住赞叹出声，看向叶晨的目光中充满了赞赏。赵师弟，你真是给咱们玄阳宗找了个好弟子啊！如此心性，如此天赋，再加上这份担当，我玄阳宗后继有人了。赵成此时早已是老泪纵横，嘴唇颤抖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但他还是强忍着心中的感动，摇了摇头。不行，叶晨，我不能耽误你。1日为师，终身为父。还没等赵成把拒绝的话说完，叶晨便猛地双膝跪地，对着赵成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弟子叶晨拜见师尊。咚咚咚！赵成愣愣地看着跪在床前的少年，看着那倔强的背影，拒绝的话语卡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来了。一旁的穆青见状，也适时地开口劝道：“师弟，你就收下吧，这孩子心意已决，你若是再拒绝，反倒是伤了他的心。况且……”穆青意味深长地看了叶晨一眼，以这小子的心性和天赋，未来成就不可限量，甚至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任宗主人选。只要他在玄阳宗拜在谁的门下，其实都一样，宗门一定会全力培养。既如此，何不成全了这段佳话？师弟，有图如此，夫复何求啊！听到穆青的劝说，再看着叶晨那坚定的眼神，赵成终于不再坚持，他颤抖着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叶晨的头顶，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好，我赵成收下你这个徒弟了。好啊！见赵成终于松口，一旁的穆青忍不住抚须大笑。师弟的此家徒，实乃人生一大幸事。笑罢，穆青也不再耽搁，晃了晃手中记录着冰心玉录完丹方的玉简，对着叶晨和赵成说道：“既然拜师礼已成，那老夫也该去干正事了。叶小子，你这丹药，老夫这就回去给你炼制，你且安心等待。7日之后，老夫将丹药送到你手上。”说完，也不等两人回应，穆青转身一步踏出，身形化作一道流光，急匆匆地朝着百草峰的方向飞去。对于一个丹痴来说，没有什么比尝试炼制一种全新的、精妙绝伦的丹药更让他兴奋的了。送走穆青后，赵成看着面前的叶晨，眼中满是慈爱。他沉吟片刻，开口道：“叶晨，既然你已拜入我门下，那便搬过来住吧。虽然我没有突破化灵，但也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山峰，哪怕比不上12主峰那般巍峨，灵气也不如紫竹院浓郁，但胜在清静自在，也方便我日后指点你修行。在玄阳宗，凡是达到您刚劲的长老，都有资格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山头，只不过这些山头大多依附于12主峰，算是支脉。而赵成作为宗主莫问天的铁杆支持者，他的山峰自然归属于主峰一脉。”叶晨闻言，当即点头应下：“是，师尊，弟子这就回去收拾，带着清雪一起搬来。紫竹院虽好，毕竟是客居之地，而且那个顾子轩给他的感觉实在是不太舒服。如今有了师尊的庇护，搬到师尊的山头上，自然是再好不过。”赵成的山峰名为青竹峰，位于主峰的侧后方，漫山遍野都种满了翠绿的青竹，风吹过时，竹海翻涌，景色宜人。叶晨带着林清雪搬来后，在赵成的安排下，选了位于半山腰处的一座幽静院落住了下来。接下来的几日，日子过得平静而充实。叶晨的时间几乎都花在了修炼上。白天借助青竹峰那虽不算顶级，但也相当充沛的天地元气，不断打熬肉身，淬炼元力。晚上则是与林清雪一同修炼阴阳宝典。
随着两人修为的提升，阴阳宝典的神妙之处也愈发显现出来。阴阳二气在两人体内流转，不仅能够快速恢复白天的消耗，更能潜移默化地拓宽经脉，提纯元力。短短几日功夫，叶晨便再次取得了突破，成功贯通了第3条元脉。如今的他体内3条元脉如大龙般盘踞，元力奔腾不息。若是再遇上林峰那样的对手，恐怕不需要拼命，仅凭这浩瀚的元力便足以将其碾压。这一日正午时分，叶晨正盘坐在院中的一块青石之上，闭目修炼。突然，院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师弟，叶师弟！叶晨缓缓收功，睁开双眼，只见李淳风一脸喜色地跑了进来。李师兄，何事如此高兴？叶晨笑着问道。李淳风喘了口气，指着山顶的方向说道：木青长老来了，说是你的丹药炼好了，师尊让你赶紧过去。穆长老来了。叶晨闻言，整个人猛地从青石上弹了起来。走，快去！这一刻，他可是盼了好久了。有了这冰心玉露丸，他体内的隐患便可彻底消除，从此可肆意修行。两人一路疾驰，很快便来到了山顶赵成的居所。刚一进门，叶晨便看到赵成和穆青正相对而坐，品茗闲聊。看到叶晨进来，穆青放下了手中茶盏，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笑容。好小子，来得挺快啊！说着，他手腕一翻，变戏法似的取出了一个精致的小瓷瓶，随手抛给了叶晨。这就是你要的冰心玉露丸，拿好了。叶晨接过瓷瓶，拔开塞子，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瞬间弥漫开来。仅仅是闻上一口，便觉得体内那躁动的纯阳之力仿佛遇到克星一般，瞬间安分了不少。他心中大喜，正准备向2位长老告辞，回去闭关服用。穆青却摆了摆手，说道：别回去了，就在这儿服用吧。这丹药药性特殊，又是专门针对你这纯阳之体的，万一出个什么岔子，我和你师尊在这儿也好及时出手护法。赵成也点头附和道：穆师兄说的对，就在这儿吧，安全第一。叶晨闻言也不矫情，当即在2人面前席地而坐，调整好呼吸后，仰头将那枚晶莹剔透的丹药吞入腹中。丹药入口即化作一股冰凉彻骨的寒流，顺着喉咙直冲丹田。下一刻，叶晨体内原本被压抑许久的纯阳之力仿佛受到了挑衅，瞬间暴动起来。轰！一股恐怖的热浪以叶晨为中心轰然爆发，只见他周身气血翻涌，金色的光芒透体而出，整个人宛如一轮燃烧的小太阳，将整个房间照得通亮。然而就在狂暴的纯阳之力即将失控之际，那股源自丹药的寒流却如同一条冰龙，精准地缠绕上了暴怒的火龙。冰与火在叶晨体内激烈交锋，却又在某种玄妙的药力牵引下逐渐开始融合转化。渐渐的，那狂暴的金光开始变得柔和，原本赤红的皮肤也恢复了正常。一股玄之又玄的气息从叶晨身上散发出来，那是阴阳平衡、圆融如意的道运。穆青和赵成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这小子的纯阳之体竟然纯粹到了如此地步。穆青忍不住惊叹，仅仅只是阴阳调和的一瞬间所爆发出的气势，竟连我都感到了一丝心悸。这等天赋，就算是在所有的纯阳之体中，恐怕也是最顶尖的了。他要是知道现在看到的一幕都还是叶晨努力收敛的结果，估计得更加炸裂。且不说叶晨自以为自己拥有的6阳圣体，就已经不知道碾压了纯阳之体多少倍，跟9阳霸体一比，纯阳之体更是什么都不是，完全就是绝对的碾压。赵成也是满脸骄傲，那是自然，也不看看是谁的徒弟。就在2人感叹之际，叶晨身上气息却并没有平息，反而开始节节攀升。借着那股庞大的药力以及阴阳调和带来的好处，叶晨体内的元力如同奔腾的江河，势如破竹地冲向了第4条元脉的壁垒。咔嚓，几乎没有任何阻碍，第4条元脉应声而开，紧接着是第5条、第6条。短短一炷香时间，叶晨竟然接连开辟了2条元脉，一举达到了开辟6条元脉的境界。直到此时，那股庞大药力才逐渐消耗殆尽，叶晨身上气息也随之稳定下来。看着缓缓睁开双眼、神采奕奕的叶晨，赵成和穆青在欣喜之余，却又不禁露出了疑惑神色。徒儿，你为何只是一味的开辟元脉，却不进行凝练？赵成忍不住开口询问。按照常理，一边开辟一边凝练，不仅能让元脉更加稳固，修炼难度也会大大降低，突破的速度会更快。你如今已经开辟了6条元脉，若是再不凝练，日后想要将它们全部贯通，难度恐怕会成几何倍数增加呀。穆青也点头道：是啊，贪多嚼不烂，你现在的元脉数量虽然多了，但若是不及时凝练，反而会成为累赘。叶晨闻言，整个人愣了一下，他看了看赵成，又看了看穆青，有些茫然地问道：师尊，穆长老，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知道什么？2人面面相觑，一脸懵逼。叶晨深吸一口气，神色变得无比郑重。只有先将9条元脉全部开辟出来，而不进行凝练，才能在最后关头强行开辟出那传说中的第10条元脉。而只有拥有10条元脉，达成10脉归一的圆满之境，日后才有机会打破桎梏，突破到那个传说中的黄境。什么黄境？此言一出，赵成和穆青瞬间如遭雷击，整个人僵在了原地。看着赵成和穆青那副仿佛见了鬼的表情，叶晨心中暗自啧舌。他虽然知道女帝很强，
但也没想到，仅仅是一个关于修炼境界的常识，就能让这2位在玄阳宗乃至整个大前王朝都算得上顶尖的人物震惊成这样。看来女帝对于这方世界的武道认知，完全是降维打击般的存在啊！为了不引起更大恐慌，叶晨连忙搬出了那位背锅侠，这也是我得到传承的那位前辈在手札中记载的。那位前辈曾言，9为数之极，却非道之极，唯有打破极数，成就十全十美，方能窥探那一丝黄道气运。赵成和穆青听得一愣一愣的，虽然有些似懂非懂，但那股不明觉厉的感觉却是实打实的。穆青咽了口唾沫，声音都有些颤抖：“叶小子，你老实告诉我，你得到传承的那位前辈到底是什么境界？能够说出这种惊世骇俗的武道理论，甚至连传说中的黄境都知晓得如此清楚。那位前辈的境界，恐怕绝对已超出了他们想象。”叶晨闻言陷入了沉默。看到叶晨犹豫，赵成和穆青对视一眼，当即反应过来：“别说！”赵成猛地抬手打断了叶晨，神色严肃无比：“千万别说，谁问也不能说。”穆青连连点头，一脸郑重：“没错，这种涉及到上古大能的隐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你就当今天我们没问过，我们也从来没听过。至于你那个关于10条元脉和黄境的理论……”赵成沉吟片刻：“此事事关重大，我会找个机会跟宗主提一下，但我只会说是我们在古籍中看到的猜测，或者是你自己的一点感悟，绝不会把那位前辈牵扯进来。不过你也别太担心。”穆青在一旁补充：“咱们玄阳宗年轻一代弟子中，天赋最高的也就是那个顾子轩，地阶上品灵根而已。就算知道了这个理论，也没那个命去开辟第10条元脉，所以不存在什么泄密或者竞争之类的问题。”叶晨闻言也是一愣，随即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是啊，自己倒是忘了这茬。想要开辟第10条元脉，前提是得有天阶灵根，能开辟出9条元脉才行。放眼整个玄阳宗，除了他和林清雪，其他人连门槛都摸不到，自己这担心纯属多余。”这事接过之后，叶晨突然想起了什么，看着2位长老问道：“对了，师尊、穆长老，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叶清风的人？”叶清风听到这个名字，赵成和穆青同时愣了一下，2人眉头微皱，似乎在努力回忆着什么。这名字听着好像有点耳熟啊。穆青捋着胡须喃喃自语，好像在哪里听过，但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叶晨眼中闪过一丝失望。赵成见状，建议道：“这样吧，你要是真想查问这个人，以后有机会可以去藏经阁找胡老，那老狐狸活得久，记性也好，宗门里的大事小情、陈年旧账就没有他不知道的。只要这人在玄阳宗或者大前王朝出现过，他肯定知道。”说到这里，穆青突然眉头一皱，如想起来了什么，他当即赶紧问叶晨：“你打听这人干什么？”叶晨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一句话：“他是我父亲。”什么？穆青猛地瞪大了眼睛，一脸震惊地看着叶晨：“他是你父亲？”叶晨被穆青这么大的反应搞得有些懵，下意识地问道：“怎么了？有问题吗？”穆青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中震惊，眼神变得有些幽远，仿佛陷入了某种回忆之中。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久到那时候宗主莫问天还只是我们的大师兄，当时我们的师尊，也就是上一任宗主，修为已臻化灵9重巅峰，距离传说中的王者境只差临门一脚。整个大前王朝，除了皇室那位老祖，无人能出其右，可谓是风头无两。然而，就在某一天，突然来了一个神秘人。穆青的语气有些凝重。那人看起来年纪轻轻，一身青衫，自称叶清风。他指名道姓要挑战师尊。当时我们都以为他是来找死的，毕竟师尊的威名赫赫，岂是一个无名小卒可以挑衅的？可结果，穆青苦笑一声，眼中至今还残留着一丝难以置信的惊骇。仅仅一招，师尊便被那人轻易镇压，毫无还手之力。什么？一旁的赵成忍不住惊呼出声，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师尊当年可是化灵9重巅峰啊，一招就被镇压，这怎么可能？而且这是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穆青看了他一眼，也是无奈。如此丢人的事，师尊怎可能到处宣扬？当时在场的只有师尊、大师兄和我3人。至于你，他顿了顿，有些尴尬。那时你才刚入门没多久，修为太低，还没资格接触这一层面之事。赵成虽然有些扎心，但确实是事实。穆青继续说道：“也是自那以后，师尊像是受到了什么巨大打击，没过多久便宣布退位，将宗主之位传给了大师兄，自己则去后山禁地闭死关，发誓不破王境不出关。”听完穆青的讲述，叶晨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那失踪多年的父亲，竟还有过如此彪悍的战绩，一招镇压化灵9重巅峰的强者。如果真是父亲，那他当年到底什么境界？王者还是更高？既然父亲如此强大，为何会失踪？又为何将自己寄养在小小的林家，让自己受尽欺辱？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叶晨心中充满了疑问，但他也知道，现在想这些还太早，只有等自己足够强大了，才有资格去探寻这一切的真相。他深吸一口气，将这些思绪压在心底，对着穆青拱手行礼：“多谢穆长老告知这些秘辛。”随后他话锋一转，问道：“穆长老，弟子想学习炼丹，不知该如何获取炼丹所需的药材？”叶晨虽然现在拜入了赵成门下，但他并不想事事都依赖师尊和宗门。
玄阳宗虽然对弟子不错，但这么大一个宗门，肯定有自己的制度和规矩，不可能无偿的提供大量药材供一个新弟子挥霍练习的，哪怕这个弟子天赋再高也不行。穆青闻言，似笑非笑的看着叶晨，若是你之前肯拜入我门下，这些药材自然是不用你操心的，老夫就算用私库也能把你堆成2品炼丹师。不过既然你选了赵师弟，可就要按规矩来了。想要药材有2条路，第一是用宗门贡献度去百草峰换取，百草峰有专门的药源，只要贡献度足够，什么药材都能换到。第二，拿炼制好的丹药去丹堂兑换，丹堂不仅可以用丹药换取药材，也可以直接换取贡献度。说到这，穆青顿了顿，又补充道，至于贡献度的获取，除了上交丹药、灵草、矿石等资源外，最常见的途径就是去任务堂，那里发布着各种各样的宗门任务，从寻找灵药、猎杀妖兽到追捕叛徒，应有尽有。完成任务不仅能获得丰厚的贡献度奖励，还能顺便历练自己，提升实战能力。叶晨闻言，眼中闪过一丝金光，任务堂吗？倒是个好去处，既能赚取贡献度换药材，又能通过实战磨砺自己的武技，可谓是一举两得。多谢长老指点，弟子明白了。叶晨再次行礼道谢，心中已经有了计较。既然已决定了要走丹武双修的路子，那就从任务堂开始吧。拜别了师尊和穆青长老后，叶晨回到了位于半山腰的小院。此时林清雪正乖巧地坐在院中石凳上，双手托腮，似乎是在发呆。见叶晨回来，他那双原本有些空洞的眸子瞬间亮了起来，像是找到了主心骨一般，欢快地迎了上来。叶晨哥哥，你回来了。叶晨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随后神色一正，看着面前的少女，或者说他身体里的女帝。我要去任务堂接些任务，赚取贡献度换药材炼丹，顺便历练一下。叶晨试探性地问了句，你要不要一起去？瞬间女帝掌控了身体，她秀眉微蹙，本能的就要拒绝。对于她来说，这种低级历练绝对是在浪费时间，有这功夫还不如在紫竹林里多吸收点灵气，或者和这傻小子双修来的实在。然而话到嘴边，他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大比那日叶晨浑身浴血几度濒死的惨状。虽然这小子有9阳霸体护身，命硬得很，但现在的他毕竟还没成长起来，万一真在外面遇到不可控的危险，想到这，女帝冷哼一声，傲娇地扬起下巴，本帝才没兴趣陪你玩这种过家家的游戏。不过他话锋一转，瞥了叶晨一眼，你现在这点微末道行，要是死在了外面，这傻丫头肯定是要哭哭啼啼的，吵得本帝心烦。为了耳根清净，本帝就勉为其难的陪你走一遭吧。叶晨闻言也不戳破，只是拱手道，那就多谢女帝陛下保驾护航了。两人一路来到位于外门区域的任务堂。任务堂是一座极为宏伟的大殿，进进出出的弟子络绎不绝，大多行色匆匆，身上带着肃杀之气。大殿中央立着一块巨大玉璧，上面滚动着各式各样的任务，根据难度不同，用白、绿、蓝、紫、红5种颜色标注。白色最易，多是些寻找普通药材、打扫杂役之类的；红色最难，往往涉及到追杀穷凶极恶的叛徒，或者猎杀高阶妖兽，非化灵境不可接。叶晨带着林清雪挤进人群，目光在玉璧上快速扫过，寻找百年珠果，贡献度10点；清理后山杂草，贡献度2点；追杀采花大盗玉面郎君，您刚进巅峰修为，贡献度500点。看了一圈，叶晨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2个任务上。任务1，前往300里外的落叶镇，猎杀一头近期频繁袭击村镇的开元境妖兽，要求修为开元境以上，奖励贡献度50点。任务2，在落叶镇附近的迷雾森林寻找灵草寒烟草石珠，奖励贡献度30点。这2个任务地点重合，正好顺路一起做了。叶晨当即来到柜台前，对着负责登记的任务堂长老说道，长老，我们要接这2个任务。那长老是个面容清瘦的老者，闻言抬头看了2人一眼，当看到叶晨只有开元1重，而林清雪虽然也是开元境，但气息略显虚浮时，眉头不由皱了起来。年轻人，这2个任务虽然不算太难，但开元境妖兽皮糙肉厚，凶残无比，而且迷雾森林中常有毒虫猛兽出没，危机四伏。你们2个刚突破开元境，经验不足，恐怕难以应付，还是换个简单点的吧。长老也是好心，不想看着2个好苗子白白送死。叶晨却摇了摇头，坚持道，多谢长老好意，但我们既然敢接，自然是有把握的。把握？长老轻笑一声，显然不信。有冲劲是好事，但盲目自信就是送死了，除非你能证明你有这个实力。叶晨也不废话，直接后退一步，体内元力运转，金色的3昧真火瞬间覆盖在右拳之上。烈阳！他低喝一声，控制着力道，一拳轰向旁边用来测试威力的试金石。轰！一声巨响，那块足以承受开元境巅峰全力一击的试金石竟然剧烈地晃动了一下，上面留下了一个清晰可见的焦黑拳印。这股爆发力以及金色火焰中蕴含的恐怖高温，让那位长老瞳孔猛地一缩。这是好霸道的火系元力！长老惊讶地看着叶晨，眼中闪过一丝赞赏，看来是老夫眼拙了，以你这一拳的威力，确实有资格接这2个任务。说完，他不再阻拦，利落地帮2人办理了手续，将2枚任务玉简递给了叶晨。去吧，万事小心。离开了玄阳宗，
叶晨和女帝并没有着急赶路，山路崎岖，两侧古木参天。女帝一边不紧不慢地走着，一边开口为叶晨讲解起三昧真火的后续修炼法门。你如今已经点燃了金之火，对于这门神通的霸道之处，应该有所体会了。三昧真火分金、气、神三火，金之火点燃的是周身气血与精血，此火至刚至阳，不仅能淬炼肉身，更能焚烧一切有形之物。想要熄灭它，唯有靠强大的元力或者神识之力强行镇压。而气之火点燃的则是周身元力以及天地元气。气之火一旦点燃，便如复古之躯，不死不休。它能以敌人的元力为燃料，越烧越旺。只要对方还要调动元力抵抗，这火就永远不会熄灭。想要熄灭气之火，唯有依靠纯粹的气血之力，或者更为强大的神识之力将其隔绝。至于最后的神之火，那是点燃神识之火，此火无形无质，直攻神魂。一旦沾染，除非对方神魂俱灭，或者是拥有远超你的神识修为，否则根本无法摆脱。而当你将金、气、神三火全部修炼圆满，三火合一，便是真正的三昧真火。届时上焚9天，下煮幽冥，无物不烧，无物不灭。听着女帝的描述，叶晨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他早就知道这门神通不凡，却没想到竟然恐怖到了这等地步。仅仅只是第一阶段的金之火，就让他受益匪浅。别的不说，光是那种被动淬炼肉身的效果，便堪称逆天。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和打磨，如今的他哪怕不运转气血，不调动一丝元力，单凭纯粹的肉身力量，都可突破10万金大关。这是什么概念？意味着他现在哪怕站着不动，光靠拳头硬砸，也能一拳打死一些实力稍弱、肉身不强的开元境1、2重武者。若是再加上气之火和神之火，美妙画面，叶晨简直不敢想象。既然金之火已经小成，你现在可以尝试着修炼气之火了。女帝看了一眼跃跃欲试的叶晨，淡淡说道。叶晨闻言，当即不再犹豫，他深吸一口气，按照女帝传授的法门，开始调动体内元力，尝试着去点燃气之火。轰！随着法诀运转，叶晨体内元力瞬间沸腾起来，一股难以言喻的灼烧感顺着经脉蔓延至全身，仿佛体内的每一丝元力都在这一刻变成了滚烫岩浆。然而，更让叶晨感到惊恐的是，他体内原本浩瀚如海的元力，竟然以肉眼可见的恐怖速度飞快消耗。仅仅只维持了功法运转几个呼吸的时间，他那足以媲美寻常开元境中后期武者的元力储备，竟然已经要见底了。停！叶晨脸色一白，连忙停止了功法运转，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眼中满是骇然。这也太可怕了吧！只是几个呼吸就把我抽干了，这要想彻底点燃气之火，得需要多少元力啊？女帝见状并不意外，只是淡淡的评价了2个字：废物。叶晨苦笑一声，刚想反驳一句，却突然愣住了。他内视己身，惊讶地发现，虽然元力被消耗一空，但他那几条已经贯通了的元脉，居然比之前宽阔坚韧了几分。而且当他再次吸收天地元气恢复时，那些新进入体内的元力也要比之前的更精纯。同时，那原本进展缓慢的第7条元脉，在这短短几个呼吸的压榨下，也有了明显的松动，开辟进度直接向前迈进了一大截。叶晨瞪大眼睛，满脸的不可思议，这修炼效果也太逆天了吧！女帝斜睨了叶晨一眼，眼神中满是鄙夷。大惊小怪，三昧真火乃是无上神通，若是连这点辅助修行的功效都没有，本帝又岂会传给你？叶晨嘿嘿一笑，也不在意女帝的嘲讽了，反而更加卖力的修炼起来。接下来的3日，两人便这般一边赶路一边修炼。叶晨借着赶路间隙，不断压榨体内元力，去尝试点燃气之火。在这般高强度的磨砺下，进境可谓神速。短短3日功夫，原本坚如磐石的第7条元脉，被他硬生生地开辟了一半。如此速度，若是传出去，恐怕足以让整个玄阳宗的弟子都羞愧的找块豆腐撞死了。第4日，两人抵达了任务目的地落叶镇。刚到镇口，便见一群人早已等候多时。为首的是个身穿锦袍、大腹便便的中年胖子，他满脸横肉，一双绿豆般的小眼睛里闪烁着精明光芒，笑起来脸上的肥肉乱颤，给人一种极为油腻且不舒服的感觉。此人正是落叶镇镇长朱富贵。见叶晨2人走来，朱富贵连忙堆起一脸谄媚笑容，快步迎了上去。哎呀呀，二位少侠可是玄阳宗高徒？朱富贵一边搓着手，一边上下打量着两人，目光在女帝那绝美的容颜上停留了片刻，眼底深处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贪婪，但很快就被掩饰了过去。叶晨微微皱眉，他对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但还是点了点头。正是，我们接了任务，特来处理那头妖兽。听到这话，朱富贵瞬间变了脸色，原本的谄媚化作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呜，二位可算是来了，那畜生简直不是人啊！那是一头通体雪白、背生双翼的怪虎，不仅力大无穷，还能口吐锋刃，凶残至极。这大半个月来，频繁袭击我们镇子周边的村落，咬死了好几头耕牛，还伤了不少村民，搞得人心惶惶，连地都不敢下呀！二位一定要为我们做主，除了这害人的畜生。叶晨和女帝对视一眼，心中都有些疑惑。背生双翼的白虎，如此妖兽在开元境中可不多见，
而且听描述似乎血脉不凡。不过既然接了任务，自然是要去看看的。叶晨点点头，打断了朱富贵的哭诉。行了，具体情况我们已经了解，那妖兽现在何处？朱富贵连忙指着远处的一座大山说道，就在那边的迷雾森林深处，有人看到他往那边跑了。好，我们这就去看看。叶晨不再废话，带着女帝径直朝着迷雾森林的方向走去，直到两人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中，朱富贵脸上那悲痛欲绝的表情才收敛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抹阴狠。这时，一直跟在他身后的一个尖嘴猴腮的手下凑了上来，有些担忧地问道：“镇长，那可是玄阳宗的人啊，万一他们也看上了那头幼崽，想要据为己有，该怎么办？”哼，看上又如何？朱富贵冷笑一声，眼中满是不屑。那老虎可是传说中的云翼白虎幼崽，虽然现在处于幼年期，只有开元境实力，但只要成年，绝对是能媲美化灵境甚至更高境界的强大存在。我早就打听好了，咱们这黑水郡的郡守大人最喜收集奇珍异兽，只要能把这头幼崽献上去，咱们这辈子的荣华富贵就不用愁了。说到这，他眼中闪过一丝狠厉。若是那两个玄阳宗的弟子识相，帮我们杀了或者抓了那畜生，咱们给点好处打发了便是。若是他们不识相，朱富贵阴恻恻地笑了笑，那咱们就把这事捅到郡守大人那里去，就说玄阳宗仗势欺人，抢了我们原本准备献给郡守大人的祥瑞，到时候郡守大人一怒之下，就算是玄阳宗也得给几分面子，他们不仅得不到好处，还得吃不了兜着走。高傲，镇长您实在是高啊！手下闻言竖起了大拇指，一脸的佩服。朱富贵得意摸了摸下巴上的肥肉，目光望向迷雾森林方向，仿佛已看到了自己飞黄腾达的那一天。黑水郡是大前王朝下辖的一个大郡，这落叶镇便归属于黑水郡管辖，其郡城黑水城乃是方圆千里内最繁华的城池。现任郡守名为李天霸，属于皇室旁支，一身修为高达宁刚境9重巅峰，手握重兵，即便是玄阳宗这样的大宗，在明面上也要给他几分薄面。踏入迷雾森林后，四周光线暗了下来，浓郁雾气在林间弥漫，能见度极低，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腐败的气息。叶晨和女帝并肩而行，脚踩在厚厚的枯叶上，发出轻微沙沙声。走了一段路后，叶晨发现身旁的女帝神色有些不对劲，她秀眉微蹙，似乎在思索什么。怎么了？叶晨忍不住开口问道。有什么不对吗？女帝停下脚步，目光穿过层层迷雾，望向森林深处。如果那胖子没有撒谎，那这头所谓妖兽恐怕来头不小，通体雪白，背生双翼，很可能是传说中的异兽云翼白虎的幼崽。云翼白虎？叶晨一愣，随即有些不解地问道：“这和我们要杀他有什么关系吗？管他是异兽还是妖兽，既然袭击了村镇，那就是祸害。”女帝摇摇头，像看白痴一样看了他一眼。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云翼白虎为神兽后裔，天生灵智极高，在幼年期就已经不输于人类孩童。这种级别的异兽通常都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和避险本能，在没有成年、实力不足前，他们不会轻易离开巢穴，更不会无缘无故的去袭击村镇，暴露自己的行踪。说到这里，女帝的眼神变得有些玩味，除非有人主动招惹了她，甚至把她逼到了绝境，才让她不得不反击。叶晨闻言，脑海中不由闪过朱富贵那张满是算计的肥脸，顿时反应过来。你的意思是，那个镇长在撒谎，是他们主动去招惹的？还不算太傻。女帝轻哼一声，叶晨眉头一皱，心中顿时很不爽。既然这样，那我们还去找他干嘛？这不是助纣为虐，帮那胖子擦屁股吗？他虽然不是什么圣母，但也绝不想被人当枪使。谁说我们要帮他了？女帝再次翻了个白眼，带着几分恨铁不成钢意味。既然知道了他是异兽幼崽，那你不会动动脑子把他抢过来吗？抢过来？叶晨一愣。不错，女帝点了点头。云翼白虎在本地眼里档次太低，血脉层次不够看，顶天了也就只能修炼到王境，但对于现在的你来说，倒也算是不错的助力。本地这里有一门奴兽印，可以强行契约妖兽，只要将他收服，不仅能多一个强大帮手，还能顺便恶心一下那个胖子，何乐而不为？叶晨闻言，眼睛顿时亮了起来。收服一头未来的王境异兽当宠物，这买卖划算啊！好，就这么办。叶晨当即拍板，心中对朱富贵更是厌恶了不少。可要不是这胖子贪婪，自己还没这个机缘呢。至于危险，叶晨看了一眼身旁看似柔弱，实则深不可测的女帝，心中大定。经过这段时间的修养，女帝的神魂力量恢复了不少。尽管还无法长时间动用，但若全力爆发一次神识攻击，足以秒杀七海禁武者。有这张底牌在，只要不遇到宁刚境以上的高手，在这迷雾森林里基本可以横着走了。两人继续深入，很快便在林间发现了一些巨大的爪印和被锋刃切断的树木，显然是那头云翼白虎留下的。顺着痕迹一路追踪，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两人来到了一处隐蔽的山谷前。透过稀疏的灌木丛，叶晨一眼便看到了山谷中央一块巨石上，正趴着一头体型硕大的白色老虎，通体雪白，没有一丝杂色，背上长着一对尚未完全展开的羽翼，散发着淡淡荧光。此刻，他正警惕地注视着四周，口中发出低沉咆哮声，身上还带着几道深可见骨的伤口，显然是之前受了伤。这就是云翼白虎吗？果然神骏。
叶晨忍不住赞叹一声。然而就在这时，身旁的女帝却突然身躯一震，死死地盯着那头白虎，眼中露出了前所未有的震惊之色。这怎么可能？怎么了？这白虎还有什么问题吗？见女帝如此失态，叶晨心中也是一惊，连忙压低声音问。女帝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震动，目光依旧死死地锁定在那头白虎身上。根本不是什么云翼白虎，它的血脉比我想象的还要离谱，还要恐怖，很可能是传说中太古天虎后裔。太古天虎？叶晨一脸茫然，显然从未听说过这种妖兽。女帝瞥了他一眼，解释道：云翼白虎顶多能修炼到王境，而太古天虎……说到这里，他声音微微一顿，一字一句：一旦成年便可拥有黄境实力。什么？叶晨闻言，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差点惊呼出声。成年就是黄境，这里怎么会出现这等离谱的妖兽？要知道，黄境可是连赵成和穆青那种级别的大佬都只能仰望的传说境界啊！这头看起来还没长大的老虎，只要吃吃喝喝睡大觉，长开了就能成为黄境，还要不要人活了？大惊小怪。女帝冷哼一声，继续说道：这还只是成年后的基础实力，身为太古遗种，它是可以继续成长的。也就是说，黄境对他来说只是起步。叶晨倒吸一口凉气，只觉得心脏都在剧烈跳动。黄境起步，要是自己给收服了，以后在这大前王朝，甚至整个东荒，岂不是可以横着走？必须拿下，绝对不能放过。叶晨握紧拳头，眼中满是炽热光芒。女帝点点头，显然也对这头太古天虎又在动了心思。虽然在他巅峰时期，如此级别的神兽也就勉强当个坐骑，但对于现在的他和叶晨来说，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助力。不过，想要收服这一层次的神兽，光靠奴兽印是不够的。女帝看向叶晨，淡淡的说道：神兽有灵，且生性高傲，你必须先在正面战斗中击败他，打服他，让他从心底里认可你的实力，然后再施加奴兽印，成功率才会大大增加。所以得先动手和他打一架，把他打服。他现在的实力大概在开元境2-3重左右，比你高一点，但你身怀九阳霸体，又修成了金之火，综合战力不弱于他，你俩差不多能打。叶晨闻言，整个人一愣。差不多。他指了指那头体型硕大、散发着凶戾气息的白虎，又指了指自己，一脸无语。他是神兽，底蕴深厚，肉身强悍，同等基本就碾压人类武者，而且还比我高1-2个小境界，这怎么就叫差不多？怎么怕了？女帝不屑地瞥了他一眼。你想收服他，却连同境一战的勇气都没有。若是连这点胆魄都没有，趁早滚回去种地，别修什么武道了。叶晨身躯一震，眼中的犹豫神色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昂扬战意。是啊，武道一途本就逆天而行，若是连一头同境界的幼兽都不敢打，日后还怎么面对那些更强大的敌人？还如何冲击那至高无上的黄境？谁说我怕了？叶晨低喝一声，体内元力轰然运转，金色气血之力瞬间沸腾。打就打！话音未落，他整个人如同离弦之箭，直接冲出了灌木丛，朝着山谷中央的那头白虎猛扑而去。山谷中正趴在巨石上舔舐伤口的太古天虎幼崽，此刻也是一脸懵逼。他本来在深山老林里过得好好的，结果莫名其妙就被一群人类追杀，好不容易逃到这里想喘口气，又冒出来一个人类，而且那人二话不说，上来就对自己动手，真当虎爷是病猫啊！好！白虎瞬间暴怒，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那双金色的瞳孔中充满了暴虐杀意，背上的双翼展开，带起一阵狂风。面对冲来的叶晨，他没有丝毫退缩，反而张开血盆大口，一道足有半丈长的青色锋刃凝聚成型，带着撕裂空气的尖笑声，朝着叶晨狠狠斩去。卧槽！上来就开大！叶晨看着迎面而来的巨大锋刃，心中也是一惊，这神兽幼崽的脾气也太暴躁了吧！但他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金之火燃！叶晨低喝一声，体表覆盖上一层金色火焰，如同身披金甲的神将。他不闪不避，右拳紧握，迎着那道锋刃一拳轰出。晨曦！轰！金色拳劲与青色锋刃在半空中狠狠撞击在一起，气浪翻滚，碎石飞溅。叶晨只觉得一股巨力袭来，整个人被震得向后滑行了数丈，双脚在地上离出了2道深深沟壑。那头白虎也被这一拳的余波震得退后了几步，眼中闪过一丝人性化的惊讶。显然他没想到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人类，竟还能应接他一记锋刃而毫发无伤。再来！叶晨稳住身形，眼中战意更浓，脚下一踏，他再次欺身而上，双拳如风，裹挟着炽热的金之火，对着白虎展开了狂风暴雨般的攻击。白虎也挥舞着巨大的虎爪，与叶晨硬汉在一起，砰砰砰！一人一虎在山谷中展开了激烈搏杀。叶晨凭借九阳霸体的强悍肉身和金之火的霸道威力，每一拳都是大力沉，足以开碑烈士。而白虎则仗着神兽之躯的坚韧以及风系天赋的速度优势，闪转腾挪，虎爪挥舞间带起道道残影，锋刃更是时不时的从口中喷出，让人防不胜防。一时间，双方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胜负。好，久攻不下，太古天虎不由急了。他堂神兽后裔，虽然还是幼崽，
但平日里在山林中也是霸主般存在，什么时候被一个开元境一众的人类逼到这种地步，简直是奇耻大辱。伴随着一声充满怒意的咆哮，太古天虎身上气势陡然爆发，他原本雪白的皮毛上浮现出一道道玄奥的青色纹路，背后双翼更是泛起耀眼的青光，周围的天地元气疯狂向他汇聚。呼，狂风骤起，太古天虎的速度在这一瞬间暴增了1倍不止，他化作一道青白色残影，消失在原地，下一刻疏忽出现在叶晨身侧。好快！叶晨瞳孔猛地一缩，根本来不及反应。砰！一只巨大虎爪裹挟着风元素之力，狠狠地拍在了他胸口。噗！叶晨只觉得胸口仿佛被一座大山撞中，整个人倒飞出去，重重地在山谷岩壁上砸出了一个人形大坑，碎石滚落，烟尘弥漫。叶晨从乱石堆中爬出来，抹了一把嘴角鲜血，只觉得五脏六腑都在翻腾，剧痛钻心。妈的，不愧是神兽血脉，这爆发力真够劲！看着那头正傲然挺立、眼神轻蔑的白虎，叶晨心中的火气被彻底打了出来。想玩命是吧？老子陪你！叶晨双目赤红，发出一声野兽般低吼。他不再顾及自身的消耗，也不再保留任何实力。金之火，给我烧！烈阳，烈阳，烈阳！叶晨体内的气血在这一刻疯狂燃烧，整个人仿佛化作了一个人形火炬。他脚下一踏，地面崩裂，身形如炮弹般再次冲向太古天虎。这一次，他放弃了所有的防御，只攻不防。轰！叶晨一拳轰出，金色的骄阳在拳锋上炸裂。太古天虎显然没料到这个人类受了伤还能这么猛，下意识的挥爪抵挡。然而，这一拳的威力远超之前。那是叶晨将大日轰炉拳，第二是烈阳当成平 A 来用的疯狂打法。砰！太古天虎只觉得一股灼热巨力袭来，庞大身躯被这一拳硬生生的轰退了数步。还没等他站稳，叶晨的第二拳、第三拳已经接踵而至，每一拳都是全力爆发的烈阳，每一拳都裹挟着足以焚金煮铁的金之火。轰轰轰！密集的爆炸声在山谷中回荡。叶晨完全不顾自身伤势和元力消耗，对着太古天虎就是一顿狂轰滥炸。太古天虎彻底被打懵了，坚韧的皮毛被金之火烧得焦黑一片，传来阵阵焦糊味。他强大的力量在叶晨那九阳霸体加持下的疯狂输出面前，竟也开始落入下风。好！太古天虎发出一声痛苦低吼，眼中的凶光逐渐被恐惧所取代。这个人类是个疯子，他怕了。他虽然有神兽血脉，但毕竟还只是个幼崽，面对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本能的求生欲占据了上风。人家还是个虎宝宝。嗷呜！太古天虎哀鸣一声，再也不敢恋战，双翼一震，转身就要往山谷深处逃去。他要逃，这个人类太可怕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站在远处观战的女帝看着叶晨那如同疯魔般不要命的打法，向来清冷的俏脸上也不禁啧舌。这小子，他摇了摇头，有些无语。把威力巨大但消耗同样恐怖的烈阳当成普通攻击来用，这种奢侈到极点的打法，恐怕也只有叶晨这种拥有九阳霸体、元力储备远超同阶数倍的变态才敢这么玩。真就仗着元力多，为所欲为了呗。女帝心中暗自吐槽，若是叶晨能听到她的心声，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回一句：没错，真男人就是可以为所欲为。战场中央，正打得兴起的叶晨看到原本凶神恶煞的太古天虎转身要跑，整个人不由愣了一下，这就怕了。叶晨一脸的不可思议，冲着太古天虎的背影大喊道：你可是异兽哎！太古天虎成年就是黄境的大佬，你不应该宁死不屈，为了尊严死战到底的吗？这么跑了也太没排面了吧！正在拼命扑腾翅膀想要逃离这是非之地的太古天虎听到这话，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他虽然还不会说话，但听得明白，在心里早就把叶晨骂了个狗血淋头。死战到底！你当本宝宝是傻逼？本虎宝宝可是神兽，不是那种没脑子的，明知打不过还要送死，那是蠢货。他心里委屈的要死，脚下的动作却更快了。要不是自己年幼，实力弱，用不出传承中的神通和妖术，早就扭头把叶晨弄死了。然而叶晨又岂会放过这到手的鸭子？想跑没门！叶晨脚下猛地一踏，身形如电，瞬间追上了受伤不轻的太古天虎。趁着他逃跑露出破绽的瞬间，叶晨纵身一跃，直接骑在了太古天虎宽阔后背上。太古天虎大惊，疯狂地扭动身躯，试图将叶晨甩下来，但叶晨双腿死死地夹住他腹部，一只手揪住颈后的皮毛，另一只手握成拳头，对着他的脑袋就是一顿乱锤。砰砰砰！让你跑，让你跑！每一拳都裹挟着金之火的灼热与巨力，打得太古天虎眼冒金星，哀嚎连连。从一开始的愤怒咆哮，到后来的痛苦哀嚎，再到最后这头威风凛凛的神兽幼崽，竟然被打得像只受了委屈的小猫一样，发出了可怜兮兮的呜咽声。然而叶晨却似乎打上瘾了，没有停手的意思，一边打，嘴里还一边念叨着：让你不臣服，非得逼我动手是吧？太古天虎欲哭无泪：大哥，你倒是问啊，从头到尾也没问过我愿不愿意臣服，上来就是一顿暴打，自己哪有机会说话？他心里那个苦啊！但身为神兽的高傲，让他在这一刻突然爆发出了一股血性，就算是死，
也不能这么憋屈的被人骑在头上。吼！太古天虎发出一声决绝怒吼，体内的精血在这一刻轰然燃烧，一股狂暴无比的力量从爆发出来，竟然硬生生地将骑在背上的叶晨给震飞了出去。卧槽！叶晨翻了个跟头，稳稳落地，看着那头浑身冒着血光、气势暴涨的太古天虎，这都不服，还敢反抗？叶晨心中火气也被彻底激了起来。行，有骨气，既然你想拼命，那我就打到你没命拼为止。杀！叶晨怒吼一声，再次冲了上去。这一次他下手更重，攻势更猛。燃烧精血后的太古天虎实力暴涨，但在叶晨那更加变态的九阳霸体和不要命的打法面前，依旧是被按在地上摩擦。一炷香后，太古天虎终于彻底耗尽了所有力量，连精血都快烧干了。他浑身是血，鼻青脸肿，只能蜷缩在地上，两只前爪死死地抱住脑袋，彻底认命了。看着眼前放弃抵抗的神兽幼崽，叶晨这才意犹未尽地停下了手。他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居高临下地看着太古天虎，早这样不就不用挨打了吗？非得遭这罪？随后叶晨转头看向不远处一直看戏的女帝，问道：这样可以了吗？是不是该施展那什么奴兽印了？女帝缓步走了过来，居高临下地看着那头凄惨无比的带翅白虎，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小猫咪，这卖身契你是自己签呢，还是本帝再让这傻小子打你几顿，打到你服气为止？听到再打几顿这4个字，地上的太古天虎浑身猛地一颤，原本已经蜷缩成一团的身体缩得更紧了。他抬起那只被打肿了的爪子，颤颤巍巍地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叶晨，眼神中充满了哀求和认怂。我服气还不行吗？别再打了，再打针要被打死了。见这小老虎如此识趣，女帝满意地点了点头，转头看向叶晨，火候差不多了，用秘法吧。话音刚落，一道玄奥晦涩的咒法口诀便化作流光，直接进入了叶晨的脑海中。叶晨快速浏览了一遍咒法的内容，整个人有些懵逼。这就是你说的秘法？叶晨一脸古怪地看着女帝，所谓的秘法就是把他暴打一顿，打服了然后再施展这个。废话，女帝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不然呢？你以为凭你现在这开元境的微末道行，连神识都没有凝聚出来，就能强行奴役一头拥有神兽血脉且已经开启了灵智的太古天虎？做梦呢！叶晨嘴角微微抽搐，虽然觉得这方法简单粗暴了点，但也确实很有道理。他不再废话，按照女帝传授法门，咬破指尖，逼出一滴精血，双手结印，口中念念有词。随着咒法完成，那滴精血化作一道红光，瞬间没入了太古天虎的眉心。太古天虎身躯一震，眼中闪过一丝抗拒，但在看到叶晨那再次握紧的拳头后，瞬间放弃了抵抗，任由红光融入了自己的识海。契约达成。然而当契约完成的那一刻，叶晨却更加懵逼了，因为他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强行控制对方生死，让对方唯命是从的主仆契约，而是一种让两人心意相通、感知共享的平等契约。甚至契约中还附带了一个奇怪的禁制，直接封印了太古天虎体内9×9的原力。这就是你说的奴役？叶晨指着那头此刻虽然伤势未愈，但因为原力被封印而变得气息萎靡，如同家猫一般的太古天虎，一脸茫然地看向女帝。当然。女帝点点头，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你把他打服了，让他对你产生了心理阴影，然后通过心意相通，可以时刻感知他的想法，防止他有二心，再把他的原力封印了，让他翻不起什么浪花来。这样一来，你就能够一直打得过他，一直压制着他。等什么时候把他教育好了，磨平了他的野性，让他真心实意的听话了，再解开封印，到时候他不就乖乖的当你的狗了吗？听到这话，一旁的太古天虎终于忍不住了。虽然不能说话，但通过那心意相通的契约，一道愤怒的意念传入到了叶晨的脑海。我是老虎，是神兽太古天虎，不是狗。叶晨嘴角再次一抽，看着这头虽然被封印了力量，但依在抗议的神兽，心中一阵无语。女帝大人的脑回路果然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行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女帝没好气的白了叶晨一眼，就你现在这修为，连神识都没有，真正的神魂奴役之法给你，你也用不了。能用这种手段把他留在身边当个打手兼坐骑，你就偷着乐吧。那些高深手段和你现在的境界无关，别想太多。听完女帝解释，叶晨忍不住叹了口气，一脸无奈。哎，看来这开元境也没什么人权啊，跟之前的淬体境好像并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还是啥都干不了。女帝闻言又毫不客气地翻了个白眼，懒得搭理这个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家伙。能以开元境修为强行契约一头神兽幼崽，这要是传出去，不知多少化灵境甚至更高境界的强者要羡慕眼红。这小子居然还在这儿抱怨。不再纠结这个问题，叶晨转头看向已经认命的太古天虎，通过心神联系问道：喂，你有名字吗？太古天虎抬起头，眼神迷茫地摇摇头。他自出生就在这深山老林里独自求生，哪会有名字？叶晨摸了摸下巴，看着他那一身雪白无瑕的皮毛，随口说道：那就叫小白吧，简单好记，还挺符合你这身皮毛的。好！太古天虎瞬间炸毛，发出一声抗议的低吼。小白这名字一听就是那种给宠物狗或者宠物猫起的烂大街名字，一点也不霸气，根本不符合他的神兽威严。他通过心神疯狂传达着自己的不满。我拒绝，我要叫霸天。
或者啸天，再不济叫白帝王也行。然而叶晨直接选择了无视，那就这么定了，就叫小白了。叶晨根本不给他反驳的机会。小白欲哭无泪，只能耷拉着脑袋，在心里默默画圈圈诅咒这个独裁的家伙。叶晨转头看向女帝，咱们现在顺手把那寒烟草取了。女帝点点头，寒烟草生长在极阴之地，这附近应该就有。叶晨踢了踢小白，喂，小白，知不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寒烟草？就是那种长在阴冷地方，叶子像烟雾一样的草。小白点点头，表示知道。随后他身上白光一闪，原本硕大的身躯竟在瞬间急剧缩小，眨眼间变成了一只看起来人畜无害，只有普通家猫大小的白色迷你小老虎。小白得意地甩了甩尾巴，迈着优雅的步伐在前面带路。他心里还也暗自窃喜，哼哼，我可真是太聪明了，变这么小，看你怎么骑我。听说想把本神兽当坐骑，门儿都没有。然而他的这点小心思还没来得及完全展开，就感觉身体一轻，哎呦，变小了，还挺可爱的嘛。叶晨一把将小白从地上捞了起来，抱在怀里揉搓了2下，然后竟然直接拎着他的2条后腿，把他整个倒翻了过来。小白，他一脸懵逼的看着倒悬的世界，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紧接着就见叶晨一脸好奇的扒开了他的2条后腿，仔细的瞄了一眼，转头对着旁边的女帝说道：“咦，原来小白是只母老虎哎。”女帝看着这一幕，只觉得一脑门黑线，嘴角忍不住抽搐了2下。这家伙是不是脑子缺根弦啊？而被倒吊着的小白，在经历了短暂的懵逼之后，瞬间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羞耻、愤怒、爆炸。他堂堂神兽血脉太古天虎，竟被一个人类当众扒开大腿看了性别，嗷哦！羞恼到了极点，小白发出一声尖锐叫声，身体一扭，竟然挣脱了叶晨的魔爪，跳起来对着叶晨的脸就是狠狠一爪子。啪！虽然原力被封印，但这一爪含怒而发，力道依然不小，直接在叶晨脸上留下了几道红印子。随后小白落地，头也不回地冲到了前面，一边跑一边发泄心中怒火。砰砰砰！他挥舞着爪子，将路边的几棵大树拍得东倒西歪，木屑横飞。叶晨捂着脸看着前方那个正在疯狂拆迁的小小身影，一脸的无辜。他呆呆转头看向女帝，有些委屈地说道：“不就是看了下性别吗？至于发这么大火？”说完，他又望着那几棵被拍断的大树，忍不住感叹道：“啧，不愧是母老虎，这脾气还真挺暴的。”2人一兽在迷雾森林中穿行，小白虽然还在生闷气，但依旧老老实实的在前面带路。突然，前方不远处传来了一阵剧烈的原力波动，连带着周围雾气都剧烈翻滚起来。轰轰，伴随着沉闷的撞击声，还有2股凶厉的气息平天而起。有情况！叶晨神色一凛，连忙拉着女帝和小白躲到了一块巨大的岩石后边，探出头，小心翼翼地向前方看去。只见前方空地上，2头体型庞大的妖兽正在激烈厮杀，一头是浑身覆盖着黑色鳞甲，形似鳄鱼，但却长着4条粗壮长腿的铁甲巨鳄，另一头则是一只通体火红，双翼展开足有2丈宽的烈火雄鹰。2头妖兽身上都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气息，赫然都是达到了开元境9重巅峰的存在。他们每一次碰撞都能引发地面一阵震颤，周围的树木更是被战斗的余波扫倒了一片。这2头畜生怎么打起来了？叶晨有些疑惑，目光在战场外扫视了一圈，很快他的目光便定格在了边缘的一处峭壁上，在那里生长着一株通体赤红、形如珊瑚的小树，树梢上挂着3枚晶莹剔透、宛如红宝石般的果实，正散发着诱人的清香和淡淡红光。那是赤血珠果。叶晨还没认出来，一旁的女帝却先一步开口了，语气中带着一丝意外。没想到这迷雾森林里竟还有这种好东西。赤血珠果。叶晨连忙问：“是什么？有什么用？”女帝看了他一眼，解释道：“赤血珠果乃是2品灵果，蕴含着十分精纯的气血之力，对于武者来说是淬炼肉身、提升气血的绝佳补品。尤其是对你这种修炼了大日烘炉拳，需要大量气血来点燃金之火的人而言，这东西的效果甚至比一些3品丹药还要好。若你能服下这3枚果子，不仅肉身力量能再上一个台阶，说不定还能借此机会将金之火修炼至大成。”叶晨闻言，眼睛亮得像2个大灯泡，这简直是瞌睡来了送枕头啊！既然如此，叶晨舔了舔嘴唇，目光在那2头打得不可开交的妖兽和那株赤血珠果之间来回游移，心中很快有了主意，那就只能委屈这2位兽兄了。打定主意后，叶晨当即运转女帝之前传授给他的千幻神诀，随着法诀运转，他身上的气息迅速收敛，直至完全消失，仿佛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了一体，甚至连他的身形都在光影的折射下变得模糊不清，若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那里还有个人。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救来。叶晨低声嘱咐了一句，如同鬼魅般窜了出去。他小心翼翼地绕过正在激战的妖兽，利用周围的乱石和树木作为掩护，一点一点地向着赤血珠果靠近。10丈、5丈、3丈近了。看着近在咫尺的赤血珠果，叶晨的心跳不由得加快了几分。2头妖兽此刻正打得难解难分，根本没有注意到这边多了一只小老鼠。嘿嘿，得手了！叶晨心中暗喜，屏住呼吸，
缓缓伸出手，想要将那3枚果子摘下来。然而，就在他的手指刚刚触碰到赤血珠果的那一瞬间，异变突生。嗡！原本安静生长的赤血珠果，仿佛受到了某种刺激，竟然毫无征兆地爆发出了一股强大且耀眼的原力波动，一道红色光柱冲天而起，在这昏暗的迷雾森林中显得格外刺眼。卧槽！叶晨脸上笑容瞬间僵住，整个人惊慌失措地愣在了原地。这特么什么情况？这果子还会报警？好！救！几乎在光柱爆发开的同时，正在厮杀的2头开元9重妖兽停下了动作，他们猛地转过头，4只充满暴虐与杀意的兽童死死地锁定在了正保持着摘果子姿势的叶晨身上。愤怒，滔天的愤怒！他们在这里打生打死，结果竟有个卑鄙的人类小偷想趁火打劫。2头妖兽同时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下一刻竟是极其默契地放弃了争斗，带着恐怖杀意，一左一右朝着叶晨疯狂扑来。被2头开元9重的妖兽盯上，叶晨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冷汗瞬间下来了。他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弱弱地举起手：“那个，我说我只是路过，想给这棵树修剪一下枝叶，你们信吗？”回答他的是一道足以撕裂晶石的恐怖爪影，以及一团炽热烈火。好！铁甲巨鳄怒吼一声，粗壮的4肢猛地一蹬地面，如同重型战车般横冲直撞而来。与此同时，空中的烈火凶鹰也发出一声尖啸，双翼一震，数颗脸盆大小的火球如同连珠炮般朝着叶晨轰然砸落。靠！2打1，你们不讲武德！叶晨怪叫一声，顾不得摘果子，脚下猛地一踏，身形向后暴退。轰轰轰！火球砸在他刚才站立的地方，炸出一个个深坑，焦土飞溅。还没等他站稳，铁甲巨鳄那布满鳞甲的尾巴已是带着呼啸风声横扫而至。烈阳！叶晨避无可避，只能硬着头皮挥拳迎击。金色火焰在拳锋上炸裂，与那如钢铁般坚硬的巨尾狠狠撞在一起。砰！一声闷响，叶晨只觉得一股沛然巨力袭来，整个人被震得向后滑行了数丈，双臂发麻，胸口一阵气血翻涌。也太硬了吧！他心中暗骂。这铁甲巨鳄不愧是开元9重妖兽，一身鳞甲，坚不可摧，力量大得惊人。哪怕他有9阳霸体加持，在硬碰硬上竟也占不到丝毫便宜。更要命的是，天上的那只烈火凶鹰也没闲着，一边盘旋，一边不断释放锋刃和火球进行远程骚扰，搞得他狼狈不堪，只能被动挨打。不行，这么下去，非得被这2个畜生玩死不可！叶晨一边躲避攻击，一边冲着远处看戏的一人一虎喊道：“喂，别看了，赶紧帮忙啊，会死人的！”女帝和小白对视一眼，小白有些幸灾乐祸，巴不得这小子被狠揍上一顿，但女帝却是无奈地叹了口气：“小白，上吧！”女帝一声令下，身形率先冲了出去。小白虽然心里不情愿，但碍于契约和女帝淫威，也只能低吼一声，化作白光扑向了那头铁甲巨鳄。嗡！女帝一加入战场，局势瞬间发生了变化。她没有直接动用她那恐怖的神识攻击去秒杀妖兽，毕竟消耗太大，目前没到生死关头。但女帝可是一代大帝，战斗经验何其丰富。只见她身形飘忽如鬼魅，总能在千钧一发之际躲过烈火凶鹰的攻击，同时那强大的神识如同无形触手，时刻干扰着烈火凶鹰的感知和判断。每一次烈火凶鹰想要发动致命一击，都会大脑一阵刺痛，动作不由自主地慢上半拍，原本十分精准的攻击频频打偏。凭借着神识辅助和精妙的身法，女帝以极其轻松的姿态将那头空中霸主牵制得死死的，甚至占据了上风。而另一边，叶晨和小白联手对付头皮糙肉厚的铁甲巨鳄，他同时也解开了原力封印。好，小白变回战斗形态，虽然还是幼年期，实力只有开元2重，但毕竟有神兽血脉，一口锋刃喷出，居然能在铁甲巨鳄坚硬的鳞甲上留下一道白痕。他仗着灵活身法，不断在巨鳄身侧游走骚扰，吸引仇恨。叶晨则充当主力，输出大日轰炉拳、金之火。然叶晨浑身金光大盛，每一拳都裹挟着恐怖的高温和巨力，狠狠地轰击在巨鳄的腹部、眼睛等相对薄弱的地方。然而，尽管2人联手，面对这头已贯通了9条元脉，并且完成了凝练，只差一步就能凝聚气海的开元9重巅峰妖兽，依然有些吃力。砰！铁甲巨鳄一个翻滚，避开了叶晨的一击重拳，随后巨尾横扫，将试图偷袭的小白抽飞了出去。紧接着，他张开大口，一道浑浊的土黄色原力光柱喷涌而出，直冲叶晨而去。叶晨连忙架起双臂格挡，轰！光柱轰在叶晨身上，那股巨大冲击力将他震得连连后退，体内气血一阵翻腾，差点一口鲜血喷出来。妈的，差距有点大呀！咬牙切齿的叶晨心中满是无奈。虽然他能越阶挑战，但开元1重和开元9重之间的鸿沟实在是太大了，再加上妖兽本身的种族天赋，这一仗打得确实憋屈。轰轰轰！叶晨状若疯魔，双拳如雨点般落下，每一击都裹挟着金色的金之火，将烈阳这一招发挥到了极致。金色火焰在铁甲巨鳄身上不断炸裂，烧得他那坚硬鳞甲噼啪作响，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焦臭味。在这般不要命的疯狂输出下，
铁甲巨鳄竟是被叶晨硬生生地压制住了片刻，庞大身躯节节败退，身上也多出了好几处焦黑的伤口。然而叶晨的心却在一点点往下沉。不行，这家伙太硬了，看似占据了上风，但叶晨很清楚，这铁甲巨鳄的防御力简直变态到了极点。他的烈阳尽管能伤到对方，但大多是皮外伤，根本无法触及根本，反倒是他自己在如此高强度的爆发下，体内元力和气血都在飞速消耗。一旦这口气泄了，面对这头皮糙肉厚、耐力惊人的大家伙，落败的绝对是他，必须想办法破局才行。叶晨一边挥拳抵挡着巨鳄的反击，一边目光迅速扫过四周，最终定格在了峭壁那株赤血珠果上。赤血珠果中蕴含庞大精纯的气血之力，若能吃了它，我的气血之力必然暴涨，到时候金之火的威力也会随之提升，说不定就能烧穿这畜生的乌龟壳了。想到这，叶晨眼中闪过一丝决然。小白，你顶住，我去吃果子。叶晨冲着刚爬起的小白大喊一声，随后身形一晃，直接脱离了战圈，朝着峭壁冲去。在一旁伺机而动的小白听到这话，整只虎都懵了。他瞪大眼睛看着叶晨远去的背影，心中瞬间有10000头草泥马奔腾而过。让我顶住，大哥，你没搞错吧？咱俩联手都打得这么费劲，你现在让我一个人顶这头大家伙，这是让我去死啊！看着因为失去了目标而将暴虐目光转移到自己身上的铁甲巨鳄，小白只觉得浑身发冷，4条腿都在打颤。跑吧！一个念头不可抑制的在他脑海中冒了出来。反正那契约是平等的，又不是真正的奴役，哪怕他能感应到我的位置，但我只要躲到深山老林里修炼个几百年，等成年了，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如此念头一出，就像野草一样疯狂生长。只要转身，这片森林这么大，他完全可以逃之夭夭，从此逍遥自在。然而就在他准备逃窜的那一刻，目光却鬼使神差的落在了正拼命往峭壁上攀爬的叶晨身上。那个背影尽管有些狼狈，却没有丝毫的迟疑。他就那么放心把毫无防备的后背完全交给了自己这头刚认识没多久的妖兽。该死！小白咬了咬牙，我可是太古天虎，是神兽后裔，神兽一言九鼎，又怎能做出背信弃义的事？不就是一条大鳄鱼吗？虎奶跟你拼了！吼！小白发出一声悲壮怒吼，强行压下心中恐惧，不仅没有逃，反而主动冲向了气势汹汹的铁甲巨鳄。砰！巨大的冲击力将他撞飞了出去，鲜血狂喷，但他却死战不退，一次次爬起来，一次次冲上去，用自己尚未成年的身躯硬生生地替叶晨挡住了所有攻击，哪怕被打得皮开肉绽，哪怕被骨断筋折，也没有后退半步。而在战场另一边，女帝依旧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看着被揍得惨不忍睹却依旧死战不退的小白，眼中闪过一丝意外，倒是有些骨气。还有点受虐癖，这个时候不跑，竟还帮忙干架，脑子不怎么灵光。峭壁上，叶晨一把将3枚赤血珠果摘下，直接一股脑地塞进了嘴里，咕咚，果实入腹，瞬间化作滚滚热流，如同决堤的江水般冲刷着叶晨的四肢百骸。轰！叶晨只觉得体内仿佛有一座火山在爆发，磅礴精纯的气血之力在他体内疯狂乱窜，原本就极为强悍的肉身，在这股力量的冲刷下，发出了噼里啪啦的爆鸣声，筋骨齐鸣，血如滚浆。叶晨的皮肤变得通红一片，甚至隐隐有金色光芒透体而出。他紧咬牙关，疯狂运转大日烘炉拳心法，引导着这股狂暴气血之力去淬炼肉身，滋养金之火。在庞大药力的推动下，叶晨的肉身力量开始节节攀升，105000斤，11万斤，115000斤。最终，当那股热流逐渐平息下来时，叶晨猛地睁开双眼，2道金色的金芒如同实质般射出。12万斤！他握紧双拳，感受着体内足以搬山填海般的强大力量。不仅如此，随着气血之力暴涨，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原本有些虚浮的金之火，此刻变得更加凝实，更加炽热，甚至他对金之火的掌控力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既然气血变强了，那这一招应该能用了吧？叶晨脑海中灵光一闪，一个大胆想法瞬间成型。他看了一眼下方已被揍得鼻青脸肿，几乎快要变成猪头的小白，眼中闪过一丝怒意。畜生，敢动我的虎！轰！叶晨脚下一踏，峭壁崩碎，整个人如同天神下凡般从天而降，重重地落在了铁甲巨鳄面前。小白，退下，接下来交给我。此时的小白早已被打得没了脾气，2只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浑身是血。听到这话，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躲到了叶晨身后，还不忘冲着叶晨呜咽2声。叶晨深吸一口气，体内刚刚暴涨的气血之力在这一刻毫无保留的爆发。金之火聚！随着他一声低喝，覆盖在体表的金色火焰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散开，反而开始疯狂地向着他的右臂汇聚，压缩再压缩。原本覆盖全身的火焰，此刻全部被压缩在了这一条手臂之上。恐怖的高温让周围空气发生了扭曲，这一刻，叶晨的右臂仿佛变成了一根烧红烙铁，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毁灭气息。尝尝我的新招式吧！叶晨怒吼一声，身形如电，欺身而上，那只燃烧着极致惊艳的手掌对着铁甲巨鳄的头颅猛烈拍下。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金色火浪以2人为中心，向着四面八方疯狂席卷。原本坚不可摧的铁甲巨鳄，在这恐怖的一掌之下，竟然发出了凄厉惨叫。只见他头顶那厚重的鳞甲被融化了，露出了下面焦黑的血肉，庞大身躯更是被这一掌直接轰飞了出去，重重地砸进了远处的山壁之中，沙尘滚滚，遮天蔽日。一直在看戏的女帝看到这一幕，美眸中也不禁闪过一丝震惊。这是自创武技九阳霸体，这么离谱的吗？随随便便就能开发出如此威力的招式，以他的眼光，自然能看出这一招的不凡，将全身金之火压缩在一点爆发。这种对力量的掌控和运用，哪怕是许多沉浸武道多年的老怪物都未必能做到。这一招配合金之火的霸道威力，怕是不亚于玄阶上品武技了。若是这小子的金之火再强大一点，或者日后加上气之火，双火合一，这一掌的威力估计能达到地阶武技层次，甚至比单纯只有前2式的大日烘炉拳还要强大几分。女帝暗暗点头，这小子虽然平时看着不着调，但这悟性和天赋确实没得说。至于那头铁甲巨鳄，尽管是开元9重，但毕竟血脉普通，除了皮厚点没什么特殊天赋，被这一拳轰飞也在情理之中。反倒是小白，身为太古天虎，之所以会被叶晨和这头大鳄鱼揍得这么惨，纯粹是因为他现在太弱了，根本用不出传承记忆里的逆天妖术和神通。若给他时间成长起来，别说这头鳄鱼，就算是叶晨也未必能轻易地压制住他。好，从乱石堆中爬出来的铁甲巨鳄此刻已陷入了癫狂，头顶那焦黑的伤口传来钻心剧痛，不仅没让他退缩，反而彻底激发出了他的凶性。他双目赤红，浑身鳞甲在这一刻泛起了诡异的血光，一股比之前更加暴虐更加恐怖的气息从他体内爆发出来，燃烧精血。这畜生也开始拼命了。面对暴走的铁甲巨鳄，叶晨没有丝毫畏惧，反而眼中战意更加高昂。来得好，刚才那一拳只是开胃菜，接下来的这一招才是我为你准备的大餐。叶晨深吸一口气，体内刚刚暴涨的气血之力再次沸腾。这一次他不仅调动了金之火，更是在掌心之中运转起了大日烘炉拳第2式烈阳。嗡！随着2股力量融合，叶晨掌心的金色火焰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原本只是附着在手掌上的火焰，竟然脱手而出，悬浮在他的掌心上，飞速旋转压缩。渐渐的，那团火焰凝聚成了一颗只有拳头大小，但却散发着毁灭气息的金色光球。它通体金黄，表面流转着玄奥纹路，远远看去就像是一轮缩小了无数倍的烈日。这一次不再是虚幻的意象，而是由纯粹的金之火点燃气血之力凝聚而成的真真切切的烈日。这才是完全体的大日焚天掌。叶晨看着掌心那轮散发着恐怖高温的小太阳，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来，再试试这一招。话音落下，叶晨手掌猛地一推，去消！那轮金色的烈日瞬间化作一道流光，带着焚尽苍穹的恐怖威势，迎着铁甲巨鳄那张血盆大口轰然撞去。轰！一声比之前更加震耳欲聋的巨响，金色的烈日在接触到铁甲巨鳄的一瞬间轰然炸裂，无穷无尽的火焰将那庞大的身躯彻底吞没。好！铁甲巨鳄发出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叫，这火焰太霸道了，它不仅烧着鳞甲和血肉，更是在疯狂地吞噬他体内精血。金之火点燃气血，这头巨鳄本就在燃烧精血拼命，此刻遇到了专门克制气血的金之火，简直就像是在油锅里泼了一盆滚油，火势瞬间蔓延至全身，根本无法阻挡。铁甲巨鳄惊恐地扭动身子，试图扑灭身上火焰。然而叶晨又怎会给他这个机会？想灭火，问过我没有？叶晨冷哼一声，体内浩瀚如海的气血之力毫无保留的爆发，源源不断的加持在那团金之火上，比消耗。拥有9阳霸体的叶晨在气血这一方面根本不需任何同阶对手，哪怕对方是开元9重妖兽，在气血储备上也未必耗得过他。滋滋滋，火焰越烧越旺，铁甲巨鳄的气息却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为米。他体内精血被疯狂燃烧，用来抵抗火焰的元力也消耗一空，最终只能绝望的在火海中翻滚挣扎，直至彻底没了声息。片刻之后，火焰散去，原地只剩下一具焦黑如炭的巨大尸体，散发着令人心悸的余温。下一刻，一股无形却恐怖至极的神识波动瞬间爆发，如同利剑一般，直接刺入了烈火凶鹰识海之中。啾夹！烈火凶鹰凄厉惨叫声才刚响起，便戛然而止。他那双原本充满了凶力的兽瞳，即刻失去了所有光彩，庞大的身躯直挺挺地从半空中坠落下来。砰！一声闷响，距离叶晨不远处的地面上激起一片烟尘。烈火凶鹰彻底没了声息，没有伤口，没有鲜血，仅仅是一个眼神，一句低语，这头开元9重巅峰的空中霸主便神魂俱灭。卧槽！叶晨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一脸震惊地看向女帝。你能秒杀他？他虽然也知道女帝恢复了些许神魂力量，能动用神识攻击，但却以为那种攻击消耗巨大，只能作为底牌来使用。可刚才女帝轻描淡写的一击，简直就像是随手拍死一只苍蝇般轻松写意。面对叶晨的震惊，女帝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神色平静。不然呢？本帝虽然虎落平阳，但收拾这么一只小鸟，
还需要费什么大力气吗？这语气，这姿态，简直霸气侧漏。就在这时，一旁浑身是伤、肿得像猪头一样的小白突然冲着女帝发出了几声悲愤嚎叫：“嗷呜，嗷呜，嗷呜！”他一边叫，一边用那只还算完好的爪子指着地上的烈火雄鹰，又指了指自己，眼神中充满了控诉。女帝秀眉微蹙，有些疑惑地看向叶晨：“这小猫咪在鬼叫什么？”叶晨自然听懂了小白的意思，看了一眼惨兮兮的小白，他强忍笑意，充当起了翻译官。可，他再问：“既然你有秒杀对方的实力，为什么不早点出手，非要等我们打成这样才帮忙？”他说：“你这是坑队友。”听到这话，女帝目光缓缓落在了小白身上，看着鼻青脸肿、几乎瞧不出本来面目了的神兽幼崽，女帝没有丝毫愧疚，反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坑队友，本帝想出手便出手，不想出手便不出手。”说到这，他眼神一冷，一股属于上位者的恐怖威压瞬间笼罩在了小白身上，吓得他浑身一哆嗦，直接又趴回地上。“你有意？”小白秒耸，缩了缩脖子，再不敢吭声了。只是他那肿成一条缝的小眼睛里，却依然带着几分不服气，转头看向叶晨，似乎是想让主人给自己出头。女帝见状，转向了叶晨，似笑非笑地问：“那你呢？有意见吗？”叶晨看着女帝的危险眼神，再瞧瞧那头死的不能再死的烈火雄鹰，求生欲瞬间拉满，他立刻双手一摊，一脸真诚：“没有，绝对没有。女帝大人英明神武，不出手是为了锻炼我等，是为了让我们在生死搏杀中成长。我感激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有意见？”三人一兽继续朝着任务目的地进发。路上，叶晨看着还在前面赌气带路的小白，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开口问道：“喂，小白，按理来说你是神兽后裔，血脉高贵，成年就是黄境大佬，可刚才那场战斗怎么会被打得那么惨？连一头没什么特殊血脉的大鳄鱼都能把你按地上摩擦，你这神兽是不是有点太水了？”听到这话，原本还耷拉着脑袋的小白瞬间炸了毛。好，嗷呜！他猛地转过身，冲着叶晨一阵咆哮，上蹿下跳，激动的不行。这是侮辱，赤裸裸的侮辱！你可以说他胖，说他丑，虽然他不承认，但绝不能质疑他身为太古天虎的高贵血统和战斗力。他通过心神联系，疯狂地向叶晨传达自己的愤怒。你懂个屁！胡乃我那是没发育好，要是等胡乃成年了，一根爪子就能碾死那头鳄鱼。嗷呜！我很强的，我也很凶的。看着激动的语无伦次的小白，叶晨无奈耸耸肩。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女帝突然开口了。她淡淡的瞥了一眼还在那虚张声势的小白，她之所以这么弱，原因很简单，她肯定是个没人要的野孩子。此言一出，小白的咆哮声戛然而止，整只虎僵在了原地。女帝继续解释道：“若是有父母教导的神兽幼崽，即便在幼年期无法施展那些威力巨大的天赋神通，但他的父母也一定会传授一些简单易掌握且适合他当前阶段的妖术。凭借着神兽得天独厚的强悍体魄，再加上妖术辅助，哪怕是幼年期，也足以碾压大多数同阶妖兽了。可这小东西，除了凭本能用爪子挠、用牙咬，再加上喷几口没什么威力的锋刃外，什么都不会。这就说明他没有接受过任何教导，是个彻头彻尾的孤儿，没人要。”女帝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锋利的刀子，精准地扎在了小白心窝上。没人要野孩子孤儿，小白一颗心都要碎了，巨大的悲伤和委屈涌上心头，让他瞬间破了大防。他眼眶泛红，大颗大颗的泪珠在眼眶里打转，看起来可怜极了。叶晨见状也是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女帝说话这么狠，更没想到这看似没心没肺的小老虎竟真是个孤儿，心中顿时升起怜悯之情。叶晨蹲下身子，想要安慰一下这只受伤的小兽。那个小白啊，你也别太难过。叶晨伸出手想要摸摸他的头，以后你就跟着我混了，吃香的喝辣的，没人再敢欺负你。然而这话不仅没有起到安慰作用，反而像是火上浇油，彻底激怒了正处于极度悲伤的小白。嗷呜！悲愤交加之下，小白猛地跳起，挥舞那只完好的爪子，对着叶晨就狠狠地抓了过去。卧槽！好在叶晨这次有防备，身子猛地向后一仰，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这当胸一击。你疯了！叶晨惊魂未定，小白一击不中，落在地上，并没有继续攻击。我不是没人要，我本来也有爸爸妈妈的，可是后来遇到了坏人，他们攻击了爸爸妈妈，为了保护我，他们受了重伤，只能拼死撕裂空间，把我送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这里灵气稀薄的像水，连个好点的天才地宝都没有，简直就是垃圾场。要不是为了躲避那些坏人，谁愿意来这破地方受罪？听着小白充满嫌弃的控诉，原本还在同情他的叶晨脸上表情渐渐凝固。灵气稀薄，一无所有的垃圾场，感情在他眼里，自己待的地方就是垃圾场。叶晨只觉得胸口中了一箭，瞬间破防。看着叶晨那一脸怀疑人生的表情，旁边的女帝只是淡淡瞥了他一眼，反问了一句：“不然呢？你以为这个地方很好？”叶晨被小白和女帝这一唱一和弄得备受打击，不过他很快调整了心态，毕竟在垃圾，这也是他所生存的世界，好高骛远没有意义。他蹲下身，看着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些的小白，好奇追问道：“小白，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群坏人为什么要猎杀你们？还有，你是怎么流落来这里的？小白吸了吸鼻子，歪着脑袋努力回忆。我也不知道啊。很快他茫然地摇摇头。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甚至连眼睛都还没完全睁开，什么都不懂。我唯一的印象就是那一天突然天崩地裂，到处都是火光和喊杀声。爸爸妈妈把我护在怀里，一直在逃，一直在打。说到这，小白眼中流露出一丝恐惧。显然那场大战给幼小的他留下了极深的心理阴影。后来爸爸妈妈好像受了很重的伤，他们拼尽全力撕开了一道黑漆漆的裂缝，把我扔了进去。等我再醒过来，就已经在这破地方了。至于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叶晨有些失望，正准备放弃，却听小白突然补充了一句：对了，我想起来了，在那场大战中，我好像隐约听到那些坏人提起过一个名字。小白皱着眉头，苦思冥想了好一会儿，才不太确定地说道：好像是什么九天女帝。对，她一定就是我的大仇人。九天女帝。叶晨闻言，整个人猛地一震，下意识地转头看向身旁沉默不语的女帝。这不就是她的名号吗？难道小白父母遭遇强敌，竟和女帝有关？或者就是女帝所为？女帝也是微微一愣，秀眉紧蹙，眼中闪过一丝疑惑。她快速搜索了一遍自己的记忆，却发现没有任何关于太古天虎一族的印象，更不记得自己曾与这一族结下过什么梁子。本地印象中并无关于太古天虎一族的事。女帝摇摇头，语气平静地道：或许那群人只是偶然提及。听到两人间的对话，正趴在地上的小白瞬间懵了，他瞪大眼睛，在女帝和叶晨之间来回打量，最后目光死死地锁定在了女帝身上，一脸难以置信。喂，你就是九天女帝？女帝淡淡瞥了他一眼，并没有否认，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看到女帝承认，小白先是一愣，随即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脸上露出了极度不屑的表情。切，骗谁呢？小白翻了个大大的白眼。九天女帝，那可是传说中镇压万界、无敌于世的绝世强者，怎可能你这么弱？你要是九天女帝，那我还是万古妖皇呢。他方才虽亲眼见到女帝秒杀烈火雄鹰，但顶多也就是厉害了点而已，怎可能和传说中的女帝扯上关系？然而叶晨刚翻译完，一股令天地变色的恐怖气息骤然爆发。轰！女帝原本平静的神色变得冰冷无比，一股独属于大地的无上神识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虽然如今她修为不在，但那股曾经屹立于诸天之巅、俯瞰万界众生的帝王威压却是实打实的。这一刻，周围空气仿佛凝固，山林寂静，万兽折服。首当其冲的小白感觉自己的灵魂仿佛被一只无形大手狠狠攥住，随时有可能被捏得粉碎。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战栗和恐惧让他魂飞魄散，四肢一软，直接瘫倒在地瑟瑟发抖，甚至有一股温热液体顺着虎腿流了下来，吓尿了。他是真的被吓尿了。这股气息，这股威压，绝对错不了，绝对是真正的大帝才能拥有的。虽然没有父母教导，但是他有传承。可怕，太可怕了！现在信了吗？女帝居高临下的看着要被吓死的小白，冷冷地问。小白此时哪还敢有一丝怀疑，点头如捣蒜，眼中满是敬畏。信了，彻底信了，这就是传说中的九天女帝，活的。见这小家伙老实了，女帝这才收敛气息，再次问道：关于那场大战，除了那个名字，你还记得什么细节吗？比如对方的长相、特征？小白努力回忆着，但最终还是无奈地摇了摇头。那时他太小了，除了那个名字印象深刻外，其他的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见问不出有用的信息了，女帝也不再强求。走吧，先去把那寒烟草采了。淡淡的说了一句，女帝率先转身，朝着之前发现赤血朱果的峭壁下方走去。叶晨和惊魂未定的小白跟在后边，两人一虎朝着灵草所在方向进发，准备完成任务后便返回宗门。寒烟草的采摘异常顺利。这东西虽然名为灵草，但正如女帝所言，并非什么稀世罕见的天才地宝，顶多算是一种生长在阴冷之地、富含特殊灵气的草药罢了。玄阳宗的百草峰上其实也有大面积的种植，只不过野生的寒烟草吸纳天地日月之精华，药效比人工培育的要强上几分。这也是为什么任务堂会发布这种采集任务的原因。叶晨在小白的指引下，很快便在一处背阴的山岩缝隙中找到了10几株品相极佳的寒烟草，小心翼翼地将其采摘下来。至此，这一趟任务算是圆满完成。走吧，回宗门。叶晨心情不错，这一次不仅完成了任务，还意外收获了3枚赤血朱果，让肉身力量暴涨到了12万斤。更重要的是，白捡了一只神兽当宠物，可谓是盆满钵满。两人一兽没在迷雾森林里多做停留，沿着原路返回，很快便走出了这片终年雾气弥漫的山林。落叶镇镇长府邸，报！一个尖嘴猴腮的手下冲进了大厅，一脸兴奋地喊：镇长大人，那2个玄阳宗弟子出来了。正坐在太师椅上等待消息的朱富贵闻言，猛地站了起来，脸上肥肉乱颤。出来了？怎么样？有没有发现那头云翼白虎？手下摇摇头，没看见。就他们2人，那个男的怀里好像抱了只小白猫，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小白猫？朱富贵眉头一皱，但很快便舒展开来。不管了，先去问问情况。他大手一挥，带着一众手下急匆匆地冲出府邸，直奔镇口而去。刚到镇口，
便撞上了准备离开的叶晨和女帝。朱富贵连忙堆起一脸假笑，快步迎了上去，眼神却不断地往两人身后瞟着，似乎在寻找什么。哎呀呀，二位少侠果然少年英雄，这么快就平安归来了。朱富贵搓着手，试探性地问道：不知那妖兽查得怎么样了？可曾找到了那畜生的踪迹？若是找到了，二位少侠只管开口，我这镇子里虽然没高手，但召集180个青壮年还是没问题的。这番话看似热心，实则只是想打探虚实。若找到了踪迹还没动手，那他正好可以带人跟着一起去，到时候只要白虎一露面就能拿下。然而叶晨却停下了脚步，淡淡的看了他一眼：不用麻烦了，那头妖兽已被我们击杀，以后不会再来骚扰你们镇子，你等可以高枕无忧了。说完，叶晨不等朱富贵回应，带着女帝转身就要离开。听到击杀二字，朱富贵的脸色瞬间变了，原本的谄媚与假笑在这一刻消失的无影无踪。站住！朱富贵大喝一声，快步冲到两人面前，拦住去路。他目光盯着叶晨，语气急促且阴沉地质问：你说什么？击杀了？你们把那头妖兽怎么了？一旁女帝微微抬眸，冷冷地吐出2个字：杀了。真杀了。朱富贵只觉得眼前一黑，差点没晕过去。那可是云翼白虎啊，是能够换取这辈子荣华富贵的通天梯啊，就这么被杀了。是这2个人太强，还是那云翼白虎太弱？他任务上写的只是普通开元妖兽，那么来的武者就不会很强，顶多打伤或者消耗，这样他才好坐收渔人之利，怎么就杀了呢？尸体在哪？朱富贵猛地向前一步，面目狰狞。既然杀了，那尸体在哪？你们把他弄哪去了？看着朱富贵一副气急败坏、贪婪毕露的嘴脸，叶晨眼中闪过不屑神色。尸体在哪？跟你有关系吗？叶晨冷笑一声，反问了一句：我们接的是猎杀任务，任务要求是除掉妖兽，保一方平安。至于妖兽的尸体如何处理，那是我们玄阳宗自己的事，似乎轮不到镇长大人来过问吧。你……朱富贵被对得哑口无言，一张肥脸长成了猪肝色，但他此时已被巨大的利益损失冲昏了头脑，哪还顾得上什么体面？他咬牙切齿地指着叶晨：没关系。怎么没关系？那头妖兽乃是黑水郡郡守大人点名要的祥瑞，是准备献给朝廷的贡品，活要见兽，死要见尸。若是交不出尸体，别说我饶不了你们，郡守大人一旦怪罪下来，你们玄阳宗都要吃不了兜着走。面对朱富贵搬出黑水郡守的威胁，叶晨和女帝非但没有丝毫惧色，反而不屑之意更浓了。黑水郡守？叶晨嗤笑一声，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朱富贵：镇长大人，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你在玄阳宗任务堂发布的任务，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猎杀妖兽，解决妖患，保一方平安。现在妖兽已被我们解决，妖患也已平息，我们的任务圆满完成。至于你是想把这妖兽献给郡守当宠物，还是想拿他的皮毛去做大衣，那是你的私事，跟任务本身有半毛钱关系吗？叶晨顿了顿，语气变得有些玩味。别说区区黑水郡守，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是这么个道理。我玄阳宗立宗千年，行得正坐得端，玄是玄妙之玄，阳是浩然之阳，我们从不惹事，但也绝不怕事。拿个郡守名头来压我，就你也配？朱富贵被这一番话噎得脸色一阵青一阵白，胸口剧烈起伏，显然气得不轻。他怎么也没想到，这2个年纪轻轻的玄阳宗弟子竟然如此油盐不进，软硬不吃。你们这2个小娃娃怎么这么不识好歹？朱富贵深吸几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怒火，眼珠子一转，换了一副嘴脸：通融一下又能怎么样？做人要懂得变通嘛。他压低声音，一副我是为了你们好的模样。只要你们把那妖兽尸体交出来，或者告诉我尸体在哪，等我献给郡守大人，换来了赏赐，咱们2-8分成，我8，你们2，怎么样？这可是一笔不菲的财富，足够你们在玄阳宗兑换不少修炼资源了。听到这话，叶晨和女帝都被气笑了。2-8分成，这胖子是把他们当成没见过世面的叫花子呢。且不说那根本不是什么云翼白虎，而是无价之宝太古天虎。就算真是云翼白虎，凭什么他们辛辛苦苦杀的，要分给这个躲在后面算计的死胖子8成？任务堂的任务从来没有说击杀妖兽的尸体要归雇主这一说法。就在这时，一直缩在叶晨怀里装死的小白突然通过心神传音给了叶晨：就是他，就是这个死胖子，就是他带着人一直在骚扰我，还想设陷阱抓我。我本来在山里过得好好的，根本没去祸害什么村镇，是他们逼得我不得不反击，不得不四处逃窜。听到小白的控诉，叶晨眼中寒意更甚。果然如此，这胖子不仅贪婪，而且无耻至极。明明是他贪图神兽，招惹是非，结果反而倒打一耙，发布任务让玄阳宗弟子来给他擦屁股，甚至还想从中渔利。叶晨正准备发作，却见朱富贵的目光突然定格在了他怀里的小白身上。那一瞬间，朱富贵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死死地盯着这只有家猫大小、通体雪白，背上还有2个微微隆起小肉包的小猫咪，眼神从疑惑逐渐变成震惊，最后化作了狂喜。这是……朱富贵指着小白，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你们竟把他带出来了！虽然小白现在的体型缩小了无数倍，气息也完全收敛，
看起来就像是一只普通的宠物猫。但朱富贵为了抓云翼白虎，可是做了不少功课，对它的特征烂熟于心。那雪白的皮毛，独特的眼神，还有背上哪怕缩小了依然存在的翅膀痕迹，绝对错不了。这就是那只云翼白虎幼崽！哈哈哈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朱富贵狂笑起来，贪婪目光死死地锁定在小白身上。原来你们不仅没杀他，还把他活捉了。好，好啊！看着朱富贵狂喜到近乎扭曲的嘴脸，叶晨眉头微皱，下意识将怀里的小白抱得更紧了一些。你想干什么？叶晨冷冷问道，体内元力已开始运转，做好了随时动手的准备。干什么？哈哈哈！朱富贵大笑一声，也不再伪装了，露出了狰狞的獠牙。本来我是打算等你们和这畜生消耗一波，我再以帮忙为由，顺便拿下，再不济也可以带走他的尸体。云翼白虎浑身是宝，尤其是他的精血，只要找个高明的炼丹师将他的精血提炼出来，再配合秘法，完全可以催生出一只虽然血脉淡薄，实力较弱，但却绝对听话，可以被我们完全奴役的伪异兽。哪怕效果没有原装的好，也足以让我在郡守大人面前露个大脸了。说到这，朱富贵眼中闪过一丝狠辣。不过现在嘛，倒是省了我一番功夫。没想到你们两个小娃娃竟还真有点本事，居然把他给活捉收服了，这就更好了。只要杀了你们，这只异兽幼崽就是我的，到时候我带着他去投靠郡守大人。一旦入了郡守大人的法眼，以后在这黑水郡，我朱富贵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叶晨闻言，眼神彻底冷了下来。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不过叶晨冷笑一声，既然你早就对他垂涎三尺，为什么之前不自己动手，反而大费周章的去玄阳宗发布任务，让我们来当这个冤大头？哼，小心驶得万年船懂不懂？朱富贵冷哼一声，有些忌惮地看了一眼远处的迷雾森林。这可是异兽幼崽，万一他背后还有厉害的大家伙在，怎么办？我若亲自动手，一旦惹怒了大的，那我这一阵子还怎么活？所以我才在你们玄阳宗发布任务，让你们这些宗门弟子去当炮灰。若真有大的在，死的也是你们；若是没有，我可坐收渔利。怎么样？这一招借刀杀人，玩得还不错吧？叶晨和女帝对视一眼，不禁对此人的阴险和毒辣有了新的认识。这胖子实力不怎么样，但这算计人的心思确实够深够毒。既然你都把话挑明了，那你以为凭你这点微末道行能杀得了我们？叶晨不屑的目光扫过朱富贵那肥硕身躯，凭我们当然不行了。朱富贵阴恻恻的笑了笑，但我既然敢跟你们摊牌，自然是有万全的准备。出来吧，两位！随着他话音落下，两道黑影突然从他身后的阴影中窜出，悄无声息地落在了朱富贵身侧。这两人一高一矮，身穿黑袍，脸上戴着面具，只露出一双冰冷眼睛，而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赫然都是开元9重巅峰。叶晨和女帝见状，也是微微一愣，一个小小的镇子竟能请动2名开元9重高手，这朱富贵的底蕴似乎比想象中要深厚得多呀。早就预料到你们这些宗门弟子心高气傲，所以我未雨绸缪，花大价钱请了2位高手坐镇。朱富贵得意洋洋地看着两人，仿佛胜券在握。而且我不妨告诉你们，在刚才你们出来之前，我已用秘法通知了郡守大人，不管今天这件事成与不成，只要我把这里的消息报上去，郡守大人都会记住我的功劳的。当然，如果能抓到活的，那就更完美了。动手，杀了他们！朱富贵大手一挥，直接下达了命令。2名黑袍供奉上前一步，目光如毒蛇般锁定在了叶晨和女帝身上。其中的高个子修士沙哑着嗓子开口，把小白虎交出来，可以留你们全尸。做梦！叶晨冷冷地吐出2个字，怀里的小白更是呲牙咧嘴，发出一声凶狠的低吼，一双虎目中满是杀意。敬酒不吃吃罚酒！矮个子修士冷哼一声，语气轻蔑，别以为搬出玄阳宗能吓唬住我们，这里是黑水郡，是郡守大人的地盘，可不是你们玄阳宗。再说了，他不屑的上下打量着两人，还需要自己出来做任务赚那点可怜的宗门贡献度，显然也不是什么受宠的主峰亲传。杀了也就杀了，就算玄阳宗查起来，往迷雾森林里的妖兽上一推，谁能奈我何？动手！话音刚落，两人不再废话，身形暴起，裹挟着恐怖元力波动，朝着叶晨和女帝冲杀而来。想杀我们，那就要看你们有没有敷好牙口了。叶晨怒喝一声，将小白往地上一抛，自己则如同一头下山猛虎，毫无畏惧地迎了上去。小白，咬那个死胖子！嗷哦！小白落地瞬间身形暴涨，化作一头威风凛凛的白虎，直接扑向躲在后面的朱富贵。大日轰炉拳，烈阳！叶晨双拳金光大盛，金之火熊熊燃烧，找上了那名高个子修士，而女帝则身形一闪，如鬼魅般拦住了矮个子修士。嗡！神识微动。女帝虽然修为跌落，但独属于大地的神识，哪怕只稍微动用一下，在化灵境以下的战斗中，也是堪称作弊般的存在。矮个子修士刚想施展武技，便感觉脑海一阵刺痛，原本流畅的动作一滞，被女帝反手一掌拍得踉跄后退，一时间战场分割成了3块。朱富贵那边最是凄惨，他虽然也是开元境，但那修为全是靠丹药堆上去的，水分大得很，而且也只有开元2重。面对含怒出手的小白，
就像个被壮汉蹂躏的小鸡仔，被打得哭爹喊娘，节节败退，只能狼狈地躲到了2名供奉身后。小白见一时半会弄不死这个滑不留手的胖子，果断调转枪头，怒吼一声，加入了叶晨的战圈，与他围攻高个子修士。哼，不知死活！高个子修士见状，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他双手结印，周身元力化作一道道黑色的气流，如同无数条黑蛇在狂舞。玄阶下品武技，黑蛇是新手，给我死！随着他一声厉喝，那些黑色气流凝聚成一只巨大的黑色蛇手，张开血盆大口，带着令人作呕的腥臭味，朝着叶晨狠狠咬下。这一击阴毒无比，若是被咬中，不仅肉身会被腐蚀，连灵力都会受到重创。金之火焚！叶晨不退反进，浑身经验暴涨，如同一尊火神，一拳轰向那黑色蛇手。砰！金色火焰与黑色毒气在半空中剧烈碰撞，发出滋滋的腐蚀声。虽然叶晨的金之火极其霸道，但这高个子修士毕竟是开元9重，元力深厚，一击之下，叶晨被震得连退数步，气血一阵翻涌。好强的元力！叶晨心中一凛，这人的实力比之前那头妖兽还要难缠。毕竟人类武者懂武技，会变通，肯定远比只知道蛮干的妖兽可怕。好，就在这时，小白从侧面杀出。他虽然没有强大妖术，但神兽血脉的体魄和速度就是最好的武器。只见他化作一道白光，瞬间出现在高个子修士的身侧，那锋利的虎爪带着撕裂空气的尖啸，狠狠地抓向对方腰腹。滚开！高个子修士反应极快，反手一掌拍出，一道黑色掌印将小白震飞了出去。但他也被小白这一干扰，露出了破绽。叶晨眼中金光一闪，强忍着体内翻涌的气血，再次欺身而上，大日焚天掌。这一次他没有像之前那样蓄力凝聚烈日，而是将金之火压缩在掌心，直接当成强化版的烈阳掌拍了过去。轰！金色掌印带着恐怖的高温，狠狠地印在了高个子修士身上。高个子修士脸色一变，被这一掌震得倒飞而出，胸口衣衫被烧焦一片，嘴角溢出了一丝鲜血。该死的小畜生！他稳住身形，擦去嘴角的血迹，眼中的杀意几乎凝成了实质。既然你们找死，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鬼影迷踪，只见他身形突然模糊起来，化作数道残影，在战场上忽左忽右，让人根本分不清虚实。同时双手连连挥动，无数黑色的元力只劲如同暴雨梨花般朝着叶晨和小白笼罩而下。另一边，矮个子修士也在疯狂进攻女帝，他使得是一手烈士开山斧，双手握着2柄宣花大板斧，每一斧劈出都带着开山裂石的恐怖威势，土黄色元力厚重无比，试图以力破巧。给老子躺下！轰轰轰！然而无论攻击多么狂暴，多么密集，女帝就像是一片随风飘摇的落叶，总能在肩部融发之际轻松躲过，甚至在躲避的同时，还能时不时的用神识干扰一下对方，搞得矮个子修士郁闷的想要吐血。有力没处使，越打越急躁。该死的娘们，有种你别躲！心浮气躁的矮个子修士怒吼连连，手中板斧挥舞得更加疯狂了，却始终连女帝的一片衣角都摸不到。叶晨和小白尽管配合默契，一人一虎，一左一右，但面对开元9重巅峰，依然感到有些压力。此人不仅修为深厚，战斗经验同样老辣，他所修炼地功法品阶不低，周身黑色元力异常的凝练，周身隐隐透着一股阴寒腐蚀之意，举手投足间威力惊人。而且从他调动天地元气的速度和规模来看，此人的灵根资质至少也是玄阶下品，甚至可能达到了中品。在境界相差如此悬殊，且对方又不是那种只会蛮干妖兽的情况下，叶晨和小白想要取胜很难。大日焚天掌久攻不下，叶晨再次抓住了小白创造出的一丝空隙，怒吼一声，体内气血燃烧，掌心之中那轮金色烈日再次成型，去！烈日呼啸而出，直奔高个子修士面门。然而这一次对方早有防备，哼，同样的招式还想赢我第二次？高个子修士冷笑一声，脚下步伐诡异变换，身形如鬼魅般横移数尺，险之又险地避开了烈日的正面轰击。轰！烈日擦着他的肩膀飞过，轰击在身后空地上炸出一个巨大深坑。虽然避开了正面，但那恐怖高温依然点燃了他半边身子的黑袍，金色的金之火如同复古之躯般缠绕而上，疯狂灼烧着他的气血。滋滋滋！该死！高个子修士脸色一变，连忙调动体内黑色元力，疯狂涌向被点燃的部位，试图扑灭这难缠的金之火。虽然金之火霸道，但在绝对的修为压制下，终究是被那源源不断的黑色元力给强行熄灭了。高个子修士看着叶晨，眼中闪过一丝忌惮，这小子的火焰太诡异了，若是再打下去，阴沟里翻船也并非没可能。而另一边，那个一直被女帝戏耍的矮个子修士，此刻也是越打越心惊。这位看上去娇滴滴的年轻女子，简直邪门到了极点，无论怎么攻击都打不中，反而自己的神魂时不时的会莫名一阵刺痛，一身实力连一半都发挥不出来。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退意。点子扎手，犯不着为了点蝇头小利搭上自家老命。撤！高个子修士当机立断，大喝一声，也不管躲在后面瑟瑟发抖的朱富贵了，直接施展身法，化作一道黑烟，朝着阵外狂奔而去。矮个子修士也不慢，双斧一收，撒丫子就跑。
这一幕发生的太快，也太突然，正准备拼命的叶晨，还有好整以暇的女帝都愣了一下。卧槽，这就跑了？刚才还一副要不死不休的架势，怎么转眼间就卖队友跑路了？女帝最先反应过来，美眸中闪过一丝寒芒。既然已经结下了仇，就绝不能放过。定，她红唇轻启，一股比之前更加强大的神识波动瞬间爆发，如同一张无形大网，击射向那个跑得稍慢了些的矮个子修士。啊！正闷头狂奔的矮个子修士，只觉得脑海中仿佛被一根钢针狠狠刺入，发出一声凄厉惨叫，身形僵在原地，动弹不得。就在下一瞬，女帝身形如电，出现在了身后。寒冰掌，一只纤纤玉手看似轻柔的印在了他后心之上。咔嚓，一股凛冽至极的寒气爆发，矮个子修士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整个人被冻成了一座晶莹剔透的冰雕。随后，砰，冰雕炸裂，化作无数细碎冰晶，消散在了空气中。秒杀！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叶晨和小白，心头都是猛然一颤。好强，好恐怖的寒气，好狠辣的手段。然而，在秒杀了矮个子修士后，女帝身形微微晃了晃，脸色变得有些苍白。显然，接连动用神识攻击以及品阶明显不低的寒冰掌，对于现在的她而言，消耗也是巨大的。女帝看着已经逃出数百丈开外，即将消失在视线中的高个子修士，虽然眼中杀意未减，但也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追不上了，算你跑得快。看着自己花大价钱请来的两位供奉，一个被冻成了冰渣，一个像丧家之犬一样逃得无影无踪，朱富贵整个人都傻了。他那原本就肥硕的身躯，此刻抖得像筛糠一样，脸上肥肉一波接一波的晃动，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完了，全完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两个年纪轻轻的玄阳宗弟子，实力竟会恐怖到如此地步。尤其是那女人，简直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扑通，没有一丝犹豫，朱富贵双膝一软，重重跪在了地上。二位少侠，二位爷爷，饶命！饶命啊！我有眼不识泰山，被猪油蒙了心，我这是鬼迷了窍啊！求求你们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我上有80老母，下有3岁小儿。一边哭嚎，一边疯狂磕头，额头撞在坚硬地面上，发出砰砰砰的闷响，没几下就鲜血直流。看着这副痛哭流涕的模样，叶晨忍不住感慨了一句：啧，刚才不挺嚣张的吗？这变脸速度不去唱戏，真是可惜了。感慨归感慨，叶晨并没有丝毫心软。他转头看向身旁女帝，问道：怎么处理？杀了？女帝淡淡瞥了他一眼，像看白痴一样。不然呢？留着肥猪过年，已经撕破了脸皮，还知道了一些叶晨二人的底细，若放虎归山，只会留下后患。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直接宣判了朱富贵死刑。朱富贵闻言，磕头动作更加剧烈了，声音凄厉的如同杀猪一般：不要啊！饶命！我真不敢了，我发誓。然而，无论叶晨还是女帝，都没再看他一眼。一旁的小白扑到了朱富贵面前，那双金色的虎目中只有冰冷的杀意。吼！小白低吼一声，巨大的虎爪带着千钧之力，狠狠拍在了朱富贵头顶。啪！哭嚎声戛然而止，朱富贵的脑袋就像熟透了的西瓜一样爆裂开来，红白之物溅了一地。他肥硕的身躯抽搐了2下，便彻底没了动静。女帝转身便欲离开，但叶晨却没有动，而是走到朱富贵尸体旁，蹲下身子，忍着恶心在他身上摸索起来。女帝见状，秀眉微蹙，眼中满是嫌弃：一个开元进蝼蚁身上能有什么好东西，值得你去翻尸体？脏不脏啊？叶晨一边摸索一边头也不回地反驳道：蚊子再小也是肉。再说了，这胖子好歹是个镇长，搜刮了这么多民脂民膏，不能便宜了他们。而且叶晨理直气壮地道：别忘了，我们现在也是开元境，谁看不起谁啊？女帝冷哼一声，被这家伙气得不想说话。就在这时，叶晨的手突然顿了一下。咦，这是什么？他从朱富贵那满是血污的怀里摸出了一块巴掌大小、通体乌黑的金属令牌。这令牌材质特殊，入手冰凉沉重，上面并没有什么复杂纹路，只是在正中央刻着一个造型奇特，仿佛正在燃烧的骷髅头图案。叶晨看着这枚令牌，有些懵逼，这玩意一看就不像是正经路数的东西。喂，你们！叶晨站起身，拿着令牌走到几个早已吓得瘫软在地，连逃跑都不敢的走狗面前，晃了晃手中令牌。有谁认识这东西？那群手下原本瑟瑟发抖的等待着审判，听到叶晨问话，连忙抬起头。这是黑水城地下黑市的通行令牌。黑市？叶晨和女帝对视一眼。没错，其中一人咽了口唾沫，解释起来。那黑市十分隐秘，里面鱼龙混杂，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都有的卖，而且规矩森严，只有持有这种特制令牌的人才能进去，否则就算找到了入口也进不去。镇长，哦不，朱富贵那厮以前经常拿着这令牌去黑水城，每次回来都神神秘秘的，小的也是偶然间跟随他去过一次，知道街头的暗号。听完这番话，叶晨心中不由有了计较。落叶镇距离郡城黑水城不远，以他们的脚程，半日便可抵达。既然这令牌是进入黑市的钥匙，而朱富贵又如此看重，甚至随身携带，说明那黑市里或许真有什么好东西。怎么样，要不要去逛逛？叶晨转头望向女帝，眼中闪烁着跃跃欲试的光芒。反正任务已经完成，回去也不急于一时。
去见识见识所谓的黑市，说不定能淘到什么宝贝呢？女帝沉吟片刻，并未反对，只是淡淡的点点头。毕竟逛街对女人而言都是有着强烈吸引力的，女帝也不能免俗。也好，你如今初入武道，多见识一些江湖险恶，对你并无坏处。见女帝同意，叶晨心中一喜，他又蹲下身子，在朱富贵尸体上仔细摸索了一番，最后从其腰间扯下一个灰扑扑的小袋子。储物袋。叶晨眼睛一亮，打开储物袋，里面杂七杂八的堆放着一些金银、低级丹药和兵器。叶晨对此并不感兴趣，而在储物袋一角，一堆散发着淡淡荧光，如同水晶般剔透的石头引起了他注意。叶晨心念一动，将那堆石头取了出来，大致数了一下，正好100块。这是什么东西？叶晨拿起其中一块，只感觉触手温润，里面似乎蕴含着一股极为精纯且浓郁的天地元气，比这里的灵气不知要纯净多少倍。叶晨之前接触的都是金银俗物，还从未见过这种东西。女帝瞥了一眼叶晨手中石头，眼中闪过一丝意外，居然有100块下品灵石。这朱富贵不过是个小小的镇长，修为也只有开元2重，竟能攒下这么多灵石，也不知是从哪搜刮来的。他看了一眼周围几个狗腿子，见他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满脸好奇，却又不敢靠近，显然也是没怎么见过灵石的。叶晨有些好奇，这玩意儿值钱吗？女帝点点头，直接科普了起来。灵石乃是天地元气汇聚凝结而成的晶石，对于武者，尤其是开元境及以上武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修炼资源。武者可以从灵石中汲取精纯元力来修炼，无论速度还是效率，都远超慢慢汲取天地元气。正因如此，灵石在修炼界是硬通货，相当于凡俗金银，一般分为下品、中品、上品和极品4个等级。通常来说，100块下品灵石可兑换1块中品，1000块中品灵石可兑换1块上品灵石，而1000块上品灵石才能兑换1块极品灵石。听了女帝的解释，叶晨似懂非懂的点点头，随即咂了咂嘴。这么算下来，这100块下品灵石连1/10块中品灵石都换不到，我还以为这胖子多有钱呢。女帝闻言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对于一个普通开元境武者而言，1块下品灵石就足够他们修炼好几天了。你现在没接触过真正的武者世界，不知道灵石的购买力，等你去了黑市就知道了。叶晨讪讪一笑，将灵石收回储物袋，反正白捡的，不要白不要。走，去黑水城那个黑市看看，能不能买到好东西。只可惜那个矮个子修士全身都崩成了碎冰，储物袋什么的都没有了，不然按他的修为实力，多半要比朱富贵富有一些。在打听清楚了黑水城的方向、黑市具体位置后，叶晨满意点了点头。他看了一眼面前几个满脸劫后余生表情的狗腿子，嘴角勾起一抹冷意。小白，你看着办吧。什么？那几个狗腿子一个个瞪大了眼睛，吓得浑身颤抖。大侠，不能这样啊！我们什么都说了，您不是该放过我们吗？江湖规矩不都是坦白从宽的吗？江湖规矩，叶晨不屑嗤笑了一声。你们跟着朱富贵这种人渣为虎作伥，手里又干净到哪去？而且跟你们有恩怨的不是我，是他啊！想来你们都猎杀过小白的呀，有冤报怨，有仇报仇，跟我无关。吼！早就按捺不住的小白怒吼一声，化作一道白光冲入人群。啊！凄厉的惨叫声此起彼伏，但很快便归于沉寂。几个淬体境的垃圾在神兽血脉面前根本没有任何反抗之力。看着满地的尸体，叶晨脸上没有丝毫波澜。弱肉强食，世道便是如此，没什么好多说的。他也不觉得这次若己方落败，朱富贵会留下他们夫妻一条命。两人一虎收拾停当，便马不停蹄地朝着黑水城方向赶去。黑水城作为一郡首府，规模宏大，繁华程度远非落叶镇可比。进城后，叶晨和女帝并没有急着去黑市，而是先找了一处僻静客栈住了下来，养精蓄锐，静待夜幕降临。毕竟黑市这种见不得光的地方，只有晚上才是最热闹的。时间飞逝，转眼便到深夜。两人按照收集来的信息，七拐八绕来到了一条略显偏僻的街道。街道尽头，一家名为聚财赌坊的店铺灯火通明，里面人声鼎沸，吆喝声、咒骂声不绝于耳。刚走到门口，就有两个身形魁梧、满是横肉的打手迎上来。二位看着面生啊！其中一个上下打量了叶晨二人一眼，皮笑肉不笑的说道：“想玩两把，里面请。头子，牌酒应有尽有。”叶晨面色平静，没有说话，只是从怀中掏出刻有燃烧骷髅头的黑色令牌，在两人面前晃了晃，随后压低声音说出了街头暗号：“鬼火照路，阎王点灯。”看到令牌，那两个打手脸色瞬间变了，原来是来逛房市的贵客。那打手连忙换了一副嘴脸，侧身做了个请的手势，随后冲着里面喊了一声：“老三，带两位贵客去下面。”很快，一个精瘦汉子跑了出来，领着两人穿过嘈杂赌厅，来到了一处不起眼的角落。那里有一道暗门，打开后是一条通往地下的石阶，沿着石阶一路向下走了约莫110来个台阶，眼前视线豁然开朗。叶晨看着眼前景象，不由得瞪大了眼睛。这哪里是什么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分明是一座繁华的地下城池。只见头顶上方悬挂着无数盏造型奇特的灯具，这些灯具散发着柔和明亮白光，将整个地下空间照得恍如白昼。仔细看去，
每盏灯具旁都站有一名武者，时不时的往灯具凹槽中注入元力，以维持光亮。大手笔啊！叶晨暗暗啧舌，用元力来照明，这黑市背后的势力得多财大气粗。在金寿汉子的带领下，两人来到了入口处一个类似于关卡的柜台前。柜台后坐着个昏昏欲睡的老头，见有人来，眼皮都没抬一下，懒洋洋地伸出手。入场费，一人1块下品零食，1人1块。叶晨倒吸一口凉气，他总共才100，这就去掉2块了。老头瞥了他一眼，冷哼道：“嫌贵就滚，没人求你。”与此同时，黑水城郡守府，夜色深沉，郡守府内却是灯火辉煌，笙歌阵阵。府门外，一道狼狈不堪的身影跌跌撞撞地冲了过来。这人正是之前从叶晨和女帝手下侥幸逃脱的那高个子黑袍供奉。此时的他已没了之前的威风，身上黑袍破破烂烂，半边身子也被烧得一片焦黑，脸上更是挂满了惶恐。站住！门口2个带刀侍卫见状，立刻上前一步，长刀出鞘，厉声喝止：“什么人竟敢擅闯郡守府？”“是我是落叶镇的。”高个子修士喘着粗气，声音沙哑地解释了起来：“有10万火急的大事要禀报郡守大人，快带我去见大人。”2名侍卫对视一眼，借着灯笼的光亮，认出了此人确实是经常跟在那个落叶镇镇长身边之人。见他一副惨状，说得又严重，2人也不敢怠慢，在这等着，我去禀报。郡守府正堂宽敞大厅内铺着名贵红毯，四周摆满了奇珍异宝。大厅中央，一群身着轻纱、身姿曼妙的舞女正在翩翩起舞。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舞女身上竟都散发有开元镜元力波动。不过，若仔细感应，便会发现她们的气息虚浮不定，根基浅薄，显然并非是通过正统修炼得来的境界，而是被人用大量药物强行催生上来的。而在大厅主位上坐着一个身穿紫金蟒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他手里端着美酒，一脸享受地欣赏着眼前歌舞，眼神中满是淫邪之色。此人正是黑水郡的郡守李天霸。大人，出事了！侍卫带着那个狼狈不堪的高个子修士匆匆走入进来。李天霸见此，眉头一皱，脸色一沉。他最讨厌的便是在自己兴致正浓时被人打扰。混账东西，没看到本郡守在赏舞吗？成何体统！李天霸手中酒杯重重地往桌上一顿，吓得那些正在跳舞的舞女纷纷停了动作，跪伏在地，瑟瑟发抖。目光扫过跪地的高个子修士，见只有一人前来，且浑身是伤，心中顿时升起不祥预感。怎么只有你一个？朱富贵呢？还有本郡守需要的异兽呢？高个子修士跪在地上，浑身颤抖。大人，完了，全完了！朱镇长死了，老二也死了，就连那只异兽也没了。什么？李天霸闻言猛地站起了身，一股狂暴威压爆发，将面前的桌案直接震了个粉碎。你说什么？都没了！他一把隔空将那高个子修士射了过来，死死地捏住对方脖子，双目赤红地咆哮道：“到底怎么回事？给本郡守说清楚了！”是玄阳宗的人。高个子修士被掐得脸色涨红，艰难回应。本来一切都很顺利，那只异兽也是被2个玄阳宗弟子给带了出来，可是那2人实力极强，不仅杀了朱镇长和老二，还抢走了异兽。废物，都是废物！李天霸一把将高个子修士甩在地上，气得浑身发抖。连2个玄阳宗开元境弟子都对付不了，本郡守养你们一群废物又有何用？他对朱富贵说的异兽血脉期待已久，没想到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竟在最后关头被人截胡了，这让他如何能忍？玄阳宗，好得很呐！李天霸眼中闪烁凶光，咬牙切齿地道：“在这黑水郡1亩3分地上，还没有人敢抢本郡守的东西，抢了异兽，还杀了本郡守的人，真当我是泥捏的不成？传令下去，哪怕挖地3尺，也要把那2个玄阳宗小崽子给找出来，我要让他们知道，得罪我李天霸会有什么下场。”黑市，叶晨嘴角抽了抽，虽然肉疼，但还是乖乖从储物袋里摸出2块下品零食递了过去。交了零食，2人才被允许通过关卡，正式进入黑市。放眼望去，一条宽阔街道向远处延伸，街道2旁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地摊，摊主们大多戴着面具或者斗笠，售卖着稀奇古怪的东西。而在街道2侧还坐落有不少装潢考究的商铺。最引人注目的是尽头一座足有2层楼高、气势恢宏的建筑，那是拍卖场。带路的精瘦汉子见叶晨一直盯着建筑看，主动开口介绍起来：“那是咱们黑市最大的销金窟，每逢初1、15都会举行拍卖会，里面甚至会有玄阶上品的宝物出现。”拍卖场，叶晨闻言心中更是震惊不已。在这地下深处，竟还建了一座如此规模的拍卖场，这黑市的水绝对要比自己想象中深得多。叶晨和女帝并肩走在这繁华却透着一股阴冷气息的地下黑市中，这里的摊位五花八门，还真是什么都有，有卖不知名妖兽骨骼的，有卖残缺功法秘籍的，甚至还有卖一些明显是从墓里挖出来的陪葬品的。叶晨2人走走停停，叶晨虽然看得眼花，但大多都是些没什么实际价值的破烂货，并没有让他心动的。而就在2人边走边看的时候，女帝却是停留在了一个摊贩跟前，半天没有动静。叶晨顺着女帝的目光看去，只见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摊位上摆放着一堆杂乱无章的破铜烂铁，
那一堆杂物中间，一个只有巴掌大小的残破小鼎格外的显眼。小鼎通体黝黑，表面满是斑驳的绿锈，除此之外，还有几处明显的裂痕，甚至还缺了一只鼎耳。这有什么好看的？完全就是个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废品啊！叶晨心中诧异，又多看了2眼，不过依旧没看出什么名堂。像是这种黑市地摊上的东西，10个里面有9个半都是做旧的假货，剩下1个也是毫无价值的残次品。这破鼎扔在路边，怕是都没人捡，能有什么特殊的？然而，就在叶晨心中不断腹诽的时候，女帝却是突然神识传音给他，想办法把那个小鼎弄到手。把这个小鼎弄到手，叶晨一愣，难道这玩意儿还真是个宝贝？虽然看不出这小鼎的玄机，但他绝对相信女帝的眼光。既然女帝开了口，那这东西就必须拿下。叶晨虽然心中对那尊残破小鼎势在必得，但在此时越是表现出急切，就越容易被人当成肥羊宰。他神色淡然地走上前去，目光只是在那小鼎上一扫而过，随即停留在小鼎旁边的一块暗红色的矿石上。这块矿石名为赤铜晶，虽然也算是一种不错的炼器材料，但也并非什么稀世珍宝，在这黑市中并不罕见。老板，这块赤铜晶怎么卖？摊主是个尖嘴猴腮的中年人，一见生意上门，小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上下打量了叶晨和女帝一眼，见两人年纪不大，当即狮子大开口：“嘿，这位少爷好眼力，这可是从黑风山深处挖出来的极品赤铜晶，用来打造兵器，那是再好不过了。一口价50块下品灵石，50块。”叶晨眉头一挑，直接把手中的矿石丢回了摊位上。你当我是冤大头吗？这种成色的赤铜晶，外面顶多也就值个5块灵石，你张嘴就是50块，怎么不去抢？说完，叶晨拉着女帝转身就走，没有丝毫拖泥带水。哎，少爷别走啊，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吗？摊主见状，连忙出声挽留。那您说个价。叶晨停下脚步，转过身，伸出2根手指，而对方却是脸色一变，2块灵石，怎么不去抢？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摊主咬着牙，一脸像是割了肉的表情。行，10块灵石就当交个朋友了。叶晨似乎这才勉强满意，重新走回摊位前，掏出10块下品灵石丢给摊主，将那块赤铜晶拿在手里。随后，叶晨的目光忽然落在了残破小鼎上，随手拎起那个小鼎，皱着眉头晃了晃。老板，我看你这破鼎也就是个废铁，既然我买了你这么贵的赤铜晶，这破鼎就当个天头送我了吧。摊主瞥了一眼那个小鼎，这东西是他从一个荒废的古墓里顺手带出来的，放在这里好几个月了都无人问津，确实是个没人要的破烂货。哎呦，少爷，这可不行啊！这鼎虽然破了点，但那也是古物啊，说不定是什么宝贝呢。您要想拿走，怎么也得再加10块灵石。叶晨瞪大了眼睛，把那小鼎往地上一扔，一个破烂你也敢要10块？不要了！摊主见此赶紧赔笑，别，12块灵石，我把这赤铜晶和这小鼎都给您，这总行了吧？叶晨装作犹豫了片刻，这才一脸不情愿地点了点头。行吧，12块就12块，也就是本少爷今天心情好。说着，他又掏出2块灵石扔给摊主，然后顺手抄起那个残破小鼎和赤铜晶，直接塞进了储物袋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任何破绽。走，东西到手，此地不宜久留。叶晨低声对女帝说了一句，两人便快步朝着人群深处走去。然而，就在两人刚刚走出没多远，一道身穿锦袍的身影突然从侧面插了过来，直接拦住了两人的去路。二位请留步。叶晨和女帝脚步一顿，同时抬头看去，拦路的是一个看起来30-40岁的中年男子，面容儒雅，但眼神却极为犀利，此时正上下打量着两人。我看二位有些面生啊，在这黑市之中似乎确实不曾见过。叶晨心头一紧，体内的元力瞬间运转起来，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这黑市还是个实名制，那之前为什么进来的时候没有拦住他们？叶晨不动声色地将女帝护在身后，冷冷地看着对方。怎么，这黑市还有规矩？面生的人不能来？中年男子闻言并未动怒，反而微微一笑，但下一句话却让叶晨和女帝的脸色瞬间大变。面生自然能来，不过在下只是很好奇，不知二位从哪才得到的这块黑市令牌？轰！这句话一出，叶晨只觉得头皮发麻，眼中的杀意瞬间暴涨。果然还是暴露了，朱富贵的令牌有问题。就在叶晨准备先下手为强，直接突围的时候，那中年男子却突然向后退了一步，摆了摆手：“二位莫要误会。”说着，他从怀中掏出了一块令牌，亮在了两人面前。只见那块令牌通体漆黑，上面刻画着繁复的纹路，此刻正散发着淡淡的幽光。而随着这块令牌的出现，叶晨怀中那块从朱富贵身上搜来的令牌，竟然也像是受到了某种感应一般，同样散发出了微弱的光芒。这是……叶晨和女帝对视一眼，眼中都闪过一丝诧异，这两块令牌之间竟然有感应。见两人面露疑惑，中年男子收起令牌，笑着解释道：“看来二位确实不知情，这令牌乃是我拍卖行专门请炼器大师用特殊铭文篆刻过的，只有与拍卖行的主令牌能够相互呼应的令牌，才拥有进入拍卖行贵宾席的资格。方才在下路过，身上的主令牌突然生出感应，发现持令者竟是两个从未见过的生面孔，
心中好奇，这才出言试探。毕竟拥有这种资格令牌的人，在这黑水城附近也是屈指可数。听到这番解释，叶晨心中悬着的大石这才稍微放下了一些。原来是因为令牌上的铭文感应，并非为朱富贵寻仇。不过对方既然问起了令牌的来历，总得有个说法。叶晨脑子飞快转动，脸上瞬间换上了一副随意的表情。原来如此，倒是让阁下见笑了。这令牌乃是我们从落叶镇镇长朱富贵那里借来的，他是我们的朋友，听说我们想来黑市见识见识，便将这令牌借予了我们。朱富贵中年男子闻言，眉头微挑。落叶镇那个胖子镇长，确实，那个胖子手里有一块这样的令牌，也是拍卖行的常客。不过只看不买，他也买不起。就连令牌，他都是舔郡守舔的专业，郡守赏他的，知道不是有人仿造令牌就好。至于到底是借的，还是别的什么手段弄来的，中年男子并不在乎。黑市只认令牌不认人，只要有令牌就是拍卖行的客人。原来是朱镇长的朋友，失敬失敬。中年男子眼中的戒备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热情的笑容。既然二位手持令牌，那便是我拍卖行的贵客。正巧今晚的拍卖会即将开始，据说有不少好东西压轴，不知二位是否有兴趣前往一观？拍卖会，叶晨心中一动，既然来了这黑市，又意外得到了进入拍卖行的资格，不去看看确实有些可惜。他转头看向女帝，询问她的意见。女帝微微颔首，见女帝同意，叶晨当即不再犹豫，转头对着中年男子点了点头。既然赶上了，那自然要去凑凑热闹。请。在中年男子的引领下，叶晨和女帝径直走进了那栋拍卖行中。让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拍卖行内部并没有想象中那种人声鼎沸、座无虚席的大厅，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幽深回廊和两侧紧闭的房门。二位，这是你们的包厢。中年男子将两人带到一处装饰古朴典雅的房间前，推开房门，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拍卖会开始后，会有专人将拍品的影像和信息通过房间内的阵法投影出来。二位若是有看中的，直接通过法阵出价即可。在这包厢内，无论是身份还是声音都会被法阵隔绝，二位可以尽情竞拍，无需担心被人窥探。说完，中年男子躬身行礼，随后退了出去，顺手带上了房门。这拍卖行的老板还真是好大的手笔啊！叶晨打量着这个虽小却五脏俱全且布满了隔绝法阵的独立空间，忍不住感叹道：要知道，为每一个客人提供这样的独立包厢，所需要消耗的资源和维护法阵的成本，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不过这样也好，省得被人盯着，也方便咱们说话。叶晨一屁股坐在柔软的兽皮椅上，迫不及待地从储物袋里掏出了那个沾满泥土和铜锈的残破小鼎，放在了桌子上。这破烂到底是个什么宝贝，竟然让你这么势在必得的？叶晨盯着那卖相凄惨的小鼎看了半天，除了觉得它有点沉之外，实在没看出什么特别之处。女帝瞥了一眼那小鼎，淡淡的说道：本帝也不知道。哈！叶晨一脸懵逼的看着女帝，你不知道，那你让我买？本帝只是说不知道它的具体来历。女帝白了他一眼，但本帝能感觉得到，这东西应当是一件天阶法宝的残骸。天阶法宝？叶晨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在这个世界，法宝的等级同样分为黄、玄、地、天四阶，一件玄阶法宝就足以让那些气海境、凝刚境的强者打破头。至于地阶法宝，那是化灵境甚至王境大能才能拥有的正宗之宝，而天阶简直就是传说中的存在。据说整个大前王朝数千年的底蕴都未必能找出一件完整的天阶法宝，甚至地阶法宝都是有数的。现在女帝竟然告诉他，眼前这个破鼎竟然是天阶法宝的残骸，这让他如何能不震惊？看着叶晨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女帝眼中闪过一丝不屑。瞧你那点出息，区天阶法宝而已，若是放在本帝全盛时期，这种垃圾扔在路边我都懒得看一眼。哪怕是后来本帝尚未称帝，仅仅处于准帝境界之时，也根本看不上此等货色。叶晨闻言也是心中一动，有些好奇地问了一句：天阶之上还有更厉害的法宝？废话，天阶之上乃是地兵以及极道地兵，那都是承载大地道域，可镇压万古、破碎星河的无上神兵，哪怕只是一缕气息，那都足以碾碎这方世界。叶晨听得一愣一愣的，极道地兵、破碎星河，这些概念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遥远、太宏大了，根本无法想象。他当即摇了摇头，将这些不切实际的念头抛开，随后目光重新落回了那个小鼎上。但是这玩意儿破成这样，怎么看也不像是天阶法宝啊！就算是残骸，也不至于一点灵气波动都没有吧？叶晨伸手戳了戳那厚厚的铜锈，又将灵力探入，一脸的怀疑。神物自会，懂不懂？若是那么容易被人看出来，这东西还能轮得到你捡漏？说完，女帝不再废话，一股强横的神识涌出，直接探入了那小鼎之中。嗡！小鼎似乎感受到了什么，微微颤动了一下。紧接着，女帝伸出纤纤玉手，一把抓住了叶晨的手腕。还没等叶晨反应过来，只觉指尖一痛，一滴嫣红的精血便被女帝强行逼出，化作一道红线，径直飞入了那小鼎之中。滋滋滋！随着精血的融入，那一直死气沉沉的小鼎仿佛突然活了过来。只见那层原本紧紧附着在鼎身上的绿色铜锈，
竟然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纷纷剥落，一道道古朴玄奥的金色纹路从剥落的地方显露出来。而此刻，那个原本看起来像是破烂一样的小鼎，已经彻底变了模样。这是一尊通体呈暗金色的小鼎，鼎身之上刻画着山川草木、飞禽走兽，虽然还有些地方是残缺不全，但已然能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威压。而在小鼎显露出真容的那一刻，一道庞大的信息毫无征兆地涌入了叶晨的脑海之中。这是叶晨闭上双眼，仔细消化着这股信息。这尊小鼎名为万寿焚天鼎，它的上一任主人乃是数千年前一位名震此方世界的王境炼丹师。那位在一处上古遗迹中偶然得到了这尊残破的天阶法宝，便将其作为本命法宝祭炼多年。此鼎用来炼丹，不但能够极大提升丹药的品质和成丹率，还自带一种名为万寿灵火的兽活火种。此火虽然比不上真正的天地异火，但也远非寻常火焰可比，对于炼丹和杀敌都有着奇效。更重要的是，那位王者境大宗师在陨落之前，将自己毕生的传承和这尊鼎的修复之法都藏在了一处隐秘的洞府之中，而开启那处洞府的钥匙正是这尊万寿焚天鼎。根据信息中的提示，那处洞府的禁制将在3年后最为薄弱，届时手持此鼎者便可进入其中，继承那位大宗师的一切。赚大了，这次真的赚大了！叶晨猛地睁开双眼，看着手中这尊已经焕然一新的小鼎，也是激动不已。一尊自带火种，能够提升炼丹品质的天阶残鼎，一份王境强者的完整传承，这当真是天大的机缘。叶晨心念一动，那尊已经认主的万寿焚天鼎瞬间化作一抹流光，钻入了他的眉心，稳稳地悬浮在了他的识海之中。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叶晨转头看向女帝，将刚才从鼎中得知的信息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3年后，王境传承。女帝听完，神色依旧平淡，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还算不错。王境对于现在的你来说，确实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机缘。而且这鼎自带的兽火虽然薄杂不纯，但用来辅助你现在的炼丹倒是绰绰有余。有了它，你炼制那治疗赵成的丹药，把握应该能大上几分。就在两人交谈之际，包厢外传来一阵钟声，当！紧接着，房间中央的法阵光幕亮起，投射出了下方拍卖台的景象。一位身材火辣的美艳拍卖师走上台前，各位贵宾，欢迎来到黑水拍卖行。今晚的第一件拍品是……拍卖会的前半段倒是波澜不惊，大多是一些黄阶的武技、兵器，或者是适合开元境、气海境修士使用的1、2品丹药。虽然现场竞价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但对于身怀大日烘炉拳这种地阶武技和9品炼丹师传承的叶晨来说，这些东西实在是入不了眼。直到拍卖会接近尾声，才开始出现一些压轴的东西。接下来将是今晚的压轴拍品。只见是一个紫檀木盒，拍卖师打开木盒，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枚青色的玉简，散发着淡淡的灵光。这是一门武技，但这并非普通的武技，而是一门极为罕见的风属性玄阶上品武技——逍遥御风诀。玄阶上品，此言一出，原本还有些沉闷的拍卖场瞬间沸腾了。要知道，即便是在黑水郡这种繁华之地，玄阶下品武技也是难得一见，更别说玄阶上品了。这可是足以作为一些中小型家族镇族之宝的存在。然而，拍卖师接下来的话却让原本淡定的叶晨脸色骤然大变。这门武技不仅品阶极高，其来历更是非凡。据鉴定，这乃是10多年前曾在大前王朝昙花一现，以一人之力横扫无数强者的神秘高手叶清风的成名绝技之一。叶清风听到这个名字，叶晨当即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双眼死死地盯着光幕中的那枚青色玉简，呼吸变得急促起来。父亲，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之前在玄阳宗时木青长老所讲述的那段秘辛。当年那个名为叶清风的神秘人，仅用了一招便镇压了化灵9重巅峰的上一任宗主。叶晨心中一阵懊恼，之前因为担心赵成的伤势，又急着出来做任务赚贡限度换药材，所以他还没来得及去藏经阁找那位胡老打听关于父亲的更多消息，却没想到在这远离玄阳宗的黑水城黑市中，竟然会遇到父亲曾经使用过的武技。这武技我一定要拿到手。叶晨握紧了拳头，眼中闪过一丝坚定，或许能从这武技的流出渠道追查到父亲当年的踪迹，甚至是失踪原因。此时台上的拍卖师已经介绍完毕，微笑着报出了底价：玄阶上品武技逍遥御风诀，起拍价1000块下品零食，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0块。轰！这个价格一出，拍卖场内顿时响起了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1000块下品零食，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只能仰望的天文数字。对叶晨也是一样，他摸了摸储物袋里仅剩的那80来块下品零食，脸色有些难看。这点零食连零头都不够，怎么办？看着叶晨那副抓耳挠腮、急得像热锅上蚂蚁的样子，一旁女帝忍不住翻了个白眼。瞧你那点出息，不就是1000零食吗？至于急成这样？叶晨苦着脸，无奈地摊了摊手。那可是1000零食啊！我现在全身上下加起来，连零头都凑不齐，能不急吗？这逍遥御风诀对他来说意义非凡，怎可能眼睁睁看着他落入别人手里？笨！女帝恨铁不成钢地瞥了他一眼。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现在的身份？
你可是拥有9品炼丹大宗师的完整传承，那传承里随便露出来1、2张2品丹方，其价值都要远远超过1000灵石。在这下界，武技虽然珍贵，但能提升修为、突破瓶颈的丹方，才是真正让无数武者和势力趋之若鹜的无价之宝。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叶晨猛地一拍大腿，眼中瞬间爆发出金光。对啊，自己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他现在可是身怀宝藏而不自知。女帝给的丹道传承中有不少丹方，哪一个不是价值连城之物？别说一部玄阶上品武技，就算是地阶武技，甚至天阶武技，只要有足够分量的丹方，也绝对有人抢着换。在叶晨恍然大悟的这会儿功夫，外面的竞价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1500灵石，2000，我出3000，谁也别跟我抢。玄阶上品武技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哪怕其拍价高昂，依然有无数人疯狂跟进。仅仅片刻功夫，价格就已经飙升到了令人啧舌的地步。5000灵石。随着这道低沉声音从2楼的一间贵宾室传出，原本喧闹的拍卖场安静了下来。5000灵石，这个价格已经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承受极限，甚至可以说有些溢价了。毕竟玄阶上品武技虽然稀有，但也不是什么绝世孤品，5000灵石足以培养出好几个气海境高手了。拍卖师见无人再加价，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举起手中的小锤。5000灵石一次，5000灵石2次，5000灵石。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尘埃落定之时，一道声音突然透过法阵清晰地传遍了整个拍卖场。慢着，我没有灵石，但我出一张3品上等丹方，您钢丹的完整丹方。此言一出，全场哗然。什么？3品丹方还是3品上等的？您钢丹方，那可是能让气海境快速凝聚元力，甚至增加突破入凝钢境几率的极品丹药啊！这人是谁？竟拿这种能当作家族传承底蕴的宝贝来换一部武技，也太败家了吧！原本已经准备落锤的拍卖师，手中的锤子硬生生停在了半空中。而在隔壁的一间贵宾室里，那个刚刚爆出5000灵石的中年男人，此时也是猛地站了起来，脸色变得极为难看。拿3品丹方来拍武技，这是哪里冒出来的败家子？脑子进水了吗？对于任何一个势力来说，一部玄阶武技固然重要，但这3品凝钢丹的丹方，只要家族有人能成为炼丹师，那带来的收益简直不可估量。哪怕是找个炼丹师送出去，获得的收益也要远远超过一部玄阶上品武技的，简直就是拿金山去换一块砖头。拍卖师在短暂的愣神之后，很快便反应过来，这位贵宾，您确定要用凝钢丹的丹方来竞拍，而且能保证这丹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叶晨的声音再次响起，自然确定，至于真假，你们拍卖行应该有专门的鉴定师，拿去一验便知。听到这话，拍卖场内的气氛瞬间被点燃到了最高点，敢说出这种话，说明对方手里绝对有真货。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变得火热起来，甚至连原本对那武技没什么兴趣的人，此刻也都将注意力集中到了那个神秘包厢之上。一张3品上等丹方，其价值绝对不止5000灵石。3品上等丹方，凝钢丹，还有人要加价吗？拍卖师的声音再次响起，随后目光扫过全场，尤其是在那个之前出价5000灵石的贵宾室停留了片刻。然而这一次，整个拍卖会场鸦雀无声，落针可闻，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叶晨这大手笔给镇住了。哪怕是那个中年男人，此刻也只能无奈地坐回了椅子上。既然无人加价，拍卖师见状不再犹豫，手中的小锤重落下。凝钢丹丹方1次、2次、3次，成交！恭喜3号包厢的贵宾成功拍得逍遥御风诀。随着拍卖锤的一锤定音，这场竞价也算是尘埃落定。没过多久，包厢的门被轻轻敲响，一名身穿旗袍的侍女恭敬地走了进来，双手托着装着青色玉简的紫檀木盒放在了桌子上。贵宾，这是您的拍品。叶晨也不废话，拿起桌上纸笔，笔走龙蛇，飞快地将凝钢丹的完整丹方抄录了下来，拿去给你们的鉴定师验货吧。叶晨将写好的丹方递给侍女，神色淡然。侍女小心翼翼地接过丹方，躬身行了一礼，随后退出了包厢。等到房门关上，叶晨这才迫不及待地打开木盒，拿起了那枚青色玉简，神识探入其中，一股玄奥的信息瞬间涌入脑海。逍遥御风诀，这是一门身法武技，讲究的是随风而动，御风而行，炼制大成，可身化清风，瞬息千里，逍遥于天地之间。果然是好东西。叶晨眼中金光一闪，虽然只是一门身法武技，并非攻击类武技，但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却是再合适不过了。他有大日轰炉拳和三昧真火这种至刚至阳的攻击手段，攻击力早已溢出，反倒是身法速度一直是他的短板。若是能练成这逍遥御风诀，再配合大日轰炉拳，那战斗力绝对能再上一个台阶。东西到手，此地不宜久留。叶晨收起玉简，对着身旁一直没说话的女帝使了个眼色。虽然是在拍卖行的包厢里，但刚才那个以单方换武技的举动实在太招摇了，难免会被有心人盯上。怀璧其罪的道理，他还是懂的。女帝点了点头，抱起还在桌子上呼呼大睡的小白，两人当即起身准备离开。然而，就在两人刚刚走出包厢没几步，一道高大身影突然从隔壁的走廊里走了出来，正好拦住了两人去路。请留步！叶晨心头一紧，
体内的元力瞬间运转到了极致，警惕地看着来人。这是一个看起来40多岁的中年男人，国字脸，剑眉星目，一身锦袍虽然华贵，但难掩其眉宇间的一抹沧桑之色。此人正是之前在拍卖会上出价5000灵石的那个中年男人。怎么，阁下是想强卖？叶晨冷冷地看着对方，右手已悄然握拳，掌心之中金之火隐隐跳动。中年男人见状，并没有生气，反而苦笑一声，摆了摆手：“小友误会了，在下并非是来找麻烦的，更不想强买强卖。”说着，他从怀中掏出一个沉甸甸的储物袋：“在下只是有个不情之请，不知小友能否将刚才拍得的那部《逍遥御风诀》借我一观？当然，我不会白看。这里是1000灵石，就当是给小友的借阅费，而且我只看一遍，绝不拓印，看完即还。借阅1000灵石看一遍。”叶晨和女帝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诧异。这人莫不是脑子有病？花1000灵石就为了看一眼这武技？见叶晨一脸戒备，中年男人叹了口气，眼神变得有些复杂，缓缓开口解释：“实不相瞒，在下之所以如此执着于这部武技，并非是为了修炼，而是为了寻人。”寻人？叶晨眉头微皱。没错。中年男人点了点头，目光望向叶晨手中的木盒，眼中流露出一丝追忆。这逍遥御风诀的主人，也就是拍卖师口中的那个叶清风，乃是在下当年的至交好友。自从10余年前那一别之后，他便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杳无音讯，至今已失踪10余载。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却始终一无所获。今日偶然在这拍卖会上见到他的成名绝技现世，我便想着借来一观，看看能否从这武技的来历上面找到一丝关于他去向的线索。说到这里，中年男人看向叶晨，语气中带着一丝恳求：“所以还请小友成全。”轰！听到这番话，叶晨只觉得脑海中一阵轰鸣，整个人如遭雷击，彻底愣在了原地。父亲的好友，寻找了父亲10余年，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这人生地不熟的黑水城，竟然会遇到父亲当年的故交。不过叶晨强压下心中的震动，警惕地问了起来：“你说你是叶清风的好友，那你到底是什么人？尊姓大名？”中年男人闻言，并没有因为叶晨的质问而生气，反而整理了一下衣袍，正色道：“在下苏长河，现任这黑水郡郡城一职。”黑水郡的郡城。叶晨和女帝闻言也是有些意外，郡城那可是仅次于郡守的2把手，妥妥的实权人物，而且能坐稳这个位置，此人的修为至少也得是宁刚境，甚至可能更高。面对这样一位强者，隐瞒也没啥意义，对方真想要抢他们的，轻轻松松。见此，叶晨心中权衡利弊之后，最终还是决定赌一把。我就是叶清风的儿子，叶晨。什么？苏长河猛地瞪大了眼睛，一脸震惊地看着叶晨。你是叶兄的儿子？他上下打量着叶晨，似乎想要从上面找到昔日故友的影子。你当真是叶兄的儿子？叶晨点了点头，没有多做解释，而是伸手入怀，掏出了一块温润的白玉佩，递到了苏长河面前。这是我从小佩戴，也是我身上唯一能证明身份的东西。玉佩虽然材质上乘，但雕工却并不算精细，甚至可以说是有些粗糙，上面只是简单的刻着一个叶字。然而当苏长河看到这块玉佩的瞬间，瞳孔却是猛地一缩，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激动。没错，绝对没错，这玉佩的确是叶兄昔年身上之物。确认了叶晨的身份，苏长河眼中戒备彻底消散。好啊，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见到叶兄的后人。激动过后，苏长河迫不及待地问道：“贤侄，既然你是叶兄的儿子，那你可知你父亲现在在哪？他还好吗？”叶晨闻言，眼神暗淡了下来，苦涩地摇了摇头。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自从我5岁那年，父亲将我寄养在青阳城林家后，便再也没有回来过，至今已有13年了。什么？13年？苏长河愣住了，脸上表情变得有些错愕。这怎么可能？我最后一次见到叶兄，约莫是在10年前，那时他说他要去办一件大事，之后便杳无音讯。也就是说，苏长河看着叶晨，有些不可思议。叶兄在离开你后，至少还过了一段时间才与我分别。这叶晨也愣住了，他一直以为父亲是在离开林家后不久就失踪，却没想到父亲在离开自己后，竟还在外面活动了3年。那这几年时间，父亲到底去了哪里？又做了什么？为什么再没来看过自己一眼？无数的疑问涌上心头，让叶晨的心情变得极其复杂。苏长河见状，长叹一口气，拍了拍叶晨的肩膀：“看来叶兄当年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啊。罢了，既然在这里遇到了故人之子，那就是缘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贤侄若是不嫌弃，不如随我去寒舍一叙，我也好跟你详细说说当年和你父亲相识的经过。”面对苏长河的热情邀请，叶晨和女帝对视一眼，却同时摇了摇头：“多谢苏伯父好意。”叶晨拱手婉拒道：“只是我们此番出来是接了玄阳宗的任务，如今任务已经完成，必须抓紧时间赶回宗门复命，实在是不便久留。”虽然经过刚才的接触，这苏长河看起来不像是坏人，而且确实对自己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但叶晨和女帝都明白一个道理：防人之心不可无。尤其是面对一个实力远超自己，至少是宁刚境的强者，一旦对方心怀不轨，或者对自己身上的秘密有什么企图，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黑水城，
他们2个小小的开元境根本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保持距离，尽快离开，这才是最稳妥的选择。听到叶晨的拒绝，苏长河也没勉强，只是点了点头表示理解。然而当他听到玄阳宗任务这几个字时，脸色却突然变了变。等等，你们是玄阳宗弟子？那近日城主李天霸全城通缉要抓的那2个人，该不会就是你们吧？苏长河的脸色有些难看。通缉我们？叶晨和女帝面面相觑，都是一脸的茫然。他们自认为在落叶镇处理的还算干净利落，朱富贵那帮人也被灭了口，怎么这么快就被通缉了？而且还是被这黑水城的城主李天霸亲自下令通缉。苏长河见2人这副反应，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女帝怀中那只正呼呼大睡的白色小猫身上。之前他一直没怎么注意这只不起眼的小兽，此刻仔细一看，那雪白的毛发，背部隐约可见的微小肉翼，苏长河的瞳孔猛地一缩。这就是李天霸心心念念想要得到的那头云翼白虎幼崽。叶晨和女帝对视一眼，心中暗叹一声，知道瞒不住了。既然已经被苏长河认了出来，再藏着掖着反而显得心虚。没错，叶晨点了点头，坦然承认，我们在落叶镇做任务时，恰巧遇到了这头幼兽。那镇长朱富贵欲行不轨，想要杀人越货，我们就顺手把他解决了。至于这小家伙，叶晨揉了揉小白的脑袋，半真半假的继续解释，他跟我们有缘，我们就把他收养了。关于小白是太古天虎这件事，那是绝对不能说的。云翼白虎虽然珍贵，但也只是能成长到化灵境甚至更高一点的妖兽，还在常人的理解范围内。但太古天虎那是成年及黄境的神兽，一旦泄露出去，别说是李天霸，就算是整个大前王朝都会为之疯狂。苏长河听完叶晨的解释，他的脸色反而变得更加难看。糊涂，太糊涂了！你们杀了朱富贵，还带走了这幼兽，怎么还敢来黑水城？李天霸虽然是一方郡守，但为人贪婪暴虐，且极其记仇。他早就是这云翼白虎为囊中之物，如今被你们截胡，还杀了他的人，他现在正满世界找你们呢。说到这里，苏长河深吸一口气，神色肃然地盯着叶晨和女帝。现在你们必须跟我回郡城府。什么？叶晨眉头一皱，下意识地想要拒绝。苏伯父，我们先别急着拒绝，听我说完。苏长河打断了叶晨的话。李天霸为了抓你们，已经在整个黑水城乃至周边地区部下了天罗地网，城门口更是设下了重重关卡，任何进出的人员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一旦试图走正常途径出城，哪怕是易容乔装，也绝对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叶晨闻言，心中一沉，他确实没想到那个李天霸竟会做到这种地步。可是叶晨犹豫了一下，我们毕竟是玄阳宗弟子，就算那李天霸是郡守，难道还能无视玄阳宗，公然对我们动手不成？玄阳宗？苏长河苦笑一声，摇了摇头，贤侄，你太天真了。在大前王朝，玄阳宗和无极宗虽然名义上划分南北，但真正掌控天下，实力最强的还是大前皇室。李天霸不仅是一方封疆大吏，更是皇室宗亲，他代表的是大前王朝的脸面。你们若是玄阳宗的真传弟子或者长老，他或许还会忌惮3分，但你们只是2个普通的开元境弟子，就算杀了，往荒郊野外一扔，说是被妖兽吃了，玄阳宗又能拿他怎么样？难道还能为了2个普通弟子跟朝廷翻脸不成？这番话如同一盆冷水，直接浇灭了叶晨心中那一丝侥幸。在这个实力为尊的世界，所谓的背景在绝对的权势和实力面前，有时候脆弱的不堪一击。所以现在的黑水城对你们来说就是龙潭虎穴。苏长河看着叶晨，语气诚恳，只有跟我回郡城府，借助我的身份掩护，等风头稍微过去一点，我会想办法安排你们通过秘密渠道离开黑水城。叶晨和女帝沉默了，虽然他们对苏长河依然心存戒备，但眼下的局势确实如他所说，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硬闯出城，面对重兵把守和有宁刚境强者的坐镇，无异于送死。留在城内，迟早会被李天霸的人搜出来。跟着苏长河走，确实是目前唯一的选择。叶晨转头看向女帝，两人目光交汇，瞬间明白了对方的心意。赌一把，但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好，叶晨回过头，对着苏长河拱手一礼，神色郑重。既然苏伯父如此盛情，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苏长河见此，欣慰地点了点头。放心吧，我就算拼了这条老命，也会保住叶兄唯一的血脉。三人当即不再停留，在苏长河的掩护下，避开了几波巡逻卫兵，悄无声息地朝着郡城府的方向前去。然而，叶晨体内的元力时刻保持着运转状态，一旦发现苏长河有任何不对劲的举动，或者是带他们去的地方有埋伏，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抱起发难，哪怕是拼个鱼死网破，也绝不束手就擒。在苏长河的带领下，三人一路有惊无险地避开了城中巡查，最终顺利进入了郡城府衙。苏长河平退了左右，亲自将两人带到了书房，并开启了隔音法阵，这才示意两人落座。这里暂时是安全的，你们可以放心了。苏长河给两人倒了2杯热茶，神色稍缓。叶晨接过茶杯，却并没有喝，看着苏长河，他迫不及待地问了起来：苏伯父，现在可以说说关于我父亲的事了吗？您之前说最后一次见到我父亲是在10年前，那时候他到底在做什么？后边又为何会突然失踪？苏长河闻言
叹了口气：“当年我与你父亲相识于微末，意气相投，曾结伴游历大前王朝，斩妖除魔，快意恩仇。你父亲精才绝艳，无论是武道天赋还是炼丹造诣，都堪称绝世。短短几年时间，便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少年成长为了名震一方的化灵境巅峰强者。”说到这里，苏长河眼中满是敬佩。叶晨追问：“后来呢？”“后来，10年前的那一天，你父亲突然找到了我，神色匆匆，似乎有什么极其重要的事情。他告诉我，他查阅了无数古籍，找到了一个关乎数千年前一位王境强者陨落的线索。”“王境强者？”叶晨闻言心头一震。苏长河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异样，自顾自地继续说道：“你父亲说，根据他掌握的线索，一位数千年前陨落的王境强者曾留下了一处隐秘的传承秘境，而那处秘境，按照现在的时间来算的话，将会在3年后开启。”轰！听到这，叶晨只觉得脑海中仿佛有一道惊雷炸响。3年后，王境秘境，这不会就是万寿焚天鼎中记载的那处传承之地吧？原来父亲当年也查到了这个线索，甚至比自己还要早这么多年。父亲他当时决定去那里吗？苏长河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一丝苦涩。这也是我至今都想不通的地方。当时你父亲说，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也为了寻找更多关于那处秘境的开启方法和具体位置的蛛丝马迹，他决定独自一人前往大前王朝的极北之地探查。据说那位王境强者生前留下的最后踪迹，便是在极北之地。他让我黑水城等着他的消息，说是短则3、5月，长则1年半载，必会回来与我会合，共谋那一场大机缘。说到这，苏长河声音变得有些低沉。可是我这一等就是整整10年，这10年来，我动用了所有的关系，甚至亲自去过几次极北之地寻找，却始终没有你父亲的任何消息，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听完苏长河的讲述，书房内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叶晨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所有的线索在这一刻似乎都串联了起来。父亲当年确实是为了那处王境秘境而去的，而自己如今误打误撞得到了开启秘境的关键——万寿焚天鼎，这难道真会是一个巧合？还是说，这是冥冥之中父亲留给自己的某种指引？父亲既然去了极北之地，那他到底是找到了秘境的线索后遭遇了不测，还是被困在了某个地方无法脱身？亦或是他其实已经进入了那处秘境，只是还没出来？不，万寿焚天鼎的信息里明确说过，秘境要3年后才会开启，父亲不可能提前进去。那唯一的解释就是父亲在探寻的过程中遇到了麻烦。极北之地，叶晨低声喃喃着这4个字，眼中闪过一丝坚定。无论如何，等处理完这边的事情，提升了实力，他一定要去一趟极北之地。多谢苏伯父告知这些。叶晨回过神来，对着苏长河再次拱手致谢。虽然苏长河知道的信息也有限，但他提供的关于极北之地的线索，对于叶晨来说却是价值连城，至少让他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哎，贤侄不必客气。苏长河摆了摆手，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若是当年我能陪叶兄一起去，或许……他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下去，只是眼中的自责之意溢于言表。对了，苏长河似乎想起了什么，关于那处秘境，你们千万不要泄露出去。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当年的消息可能已被人淡忘，但王境强者的传承足以让整个大前王朝为之疯狂。一旦走漏风声，哪怕是玄阳宗也护不住你们。叶晨心中一凛，郑重地点了点头。苏伯父放心，这个道理我们明白。开启秘境的钥匙就在他脑子里，他比谁都更清楚这件事的严重性。夜晚，黑水城宵禁，只有一队队披甲执锐的士兵举着火把来回巡逻。郡城府后门缓缓打开，一辆马车驶了出来。苏长河端坐在马车中央，神色淡然，而叶晨和女帝则换了一身普通的随从服饰。走，去南城门。苏长河淡淡的吩咐了一声。是，大人。车夫应了一声，扬起马鞭，马车缓缓朝着城门口驶去。一路上虽然遇到了好几波巡逻的士兵，但一看到苏长河亮出郡城令牌，那些兵卒便不敢多加阻拦，恭敬放行。毕竟在这黑水城1亩3分地上，除了高高在上的郡守李天霸，苏长河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很快，马车顺利地驶出了南城门，来到了城外官道。呼，看着身后越来越远的城墙，叶晨暗暗松了一口气，终于出来了。马车又行驶了几里地，来到了一处僻静的树林旁停下。苏长河率先走下马车，叶晨和女帝也紧随其后。贤侄，我就送你们到这里了。苏长河看着两人，语重心长地说道：此去玄阳宗路途遥远，你们千万要小心。李天霸虽然暂时没发现，但以他的性格，很快就会反应过来，切不可大意。苏伯父放心，我们省的。叶晨拱手一礼，感激地说道：这次多亏苏伯父相救，此恩叶晨铭记在心。呵呵，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只要你能平安无事，我也算对得起你父亲当年的交情了。苏长河笑着摆摆手，正准备再说几句叮嘱的话，就在这时，一道阴冷笑声突然从不远处的树林深处传了出来。呵，真是好一副感人至深的叔侄情深，本郡守都要感动得落泪了。听到这声音，苏长河、叶晨和女帝三人的脸色瞬间大变。李天霸！叶晨猛地转身，死死盯着声音传来方向。只见树林阴影中
一道身穿紫金蟒袍的魁梧身影缓缓走出，在他身后还跟着10几名气息强横的黑衣暗卫，以及那个从叶晨手下逃脱的高个子修士。李天霸一脸阴鸷地看着苏长河，眼中满是嘲讽。苏长河呀，苏长河，本郡守原本还只是怀疑，没想到你竟然真敢这么做。身为我黑水城郡城识君之路，却不思报效朝廷，反而吃里扒外包庇本郡守通缉的要犯，你该当何罪？面对李天霸的质问，苏长河虽然心中震惊对方为何会来得这么快，但面上却并未露出惧色。既然撕破了脸皮，那也没什么好装的了。当即他挺直腰杆，冷冷地看着李天霸，反唇相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天霸，你少在这里扣大帽子，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自己心里清楚。为了一己私欲，强抢豪夺，滥杀无辜，甚至不惜动用全城兵力搜捕2个宗门弟子，这就是你所谓的报效朝廷，就是你所谓的尽忠职守。我看该当何罪的是你才对。放肆！被当众戳穿，李天霸恼羞成怒：苏长河，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教训本郡守？别忘了，本郡守姓李，而这黑水城是大前皇室的天下，我乃皇亲国戚，杀你就如杀一条狗。皇亲国戚！苏长河闻言，却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仰天大笑起来。哈哈哈！李天霸，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德行？别忘了，我老师乃当朝丞相，若论背景，我苏长河怕过谁？至于你那所谓的皇族血脉，苏长河脸上露出一抹讥讽之色，说的好听点是有一丝皇族血脉，算是皇室旁支；说的难听点，不过只是当年那个老鬼酒后乱性留下的私生子，一个上不得台面的杂种而已。在黑水城当个土皇帝作威作福也就罢了，真还把自己当成金枝玉叶了？嚣张什么？你这番话简直比杀了李天霸还要让他难受100倍。私生子、杂种这几个字一直是他最大的痛楚，也是他这辈子最想洗刷却又无法摆脱的耻辱。如今被苏长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地揭开伤疤，李天霸不由失去了理智，双目赤红，杀意如火山般爆发。苏长河，你找死！今日不把你碎尸万段，我李天霸是不为人，别我杀，一个不留！轰轰轰！狂暴的元力在树林中肆虐，2道身影如同2颗流星般不断碰撞分开，每一次交手都会引发剧烈爆炸。李天霸含怒出手，招招狠辣，周身紫金色的元力化作一条狰狞的巨蟒，带着吞噬一切的气势疯狂扑向苏长河。而苏长河虽然看起来儒雅随和，但真正动起手来却也霸道异常。他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柄青色长剑，剑光如瀑，正气凛然，每一剑都精准地斩在巨蟒7寸之上，丝毫不落下风。2人都是宁刚境巅峰高手，而且沉浸此道多年，实力在伯仲之间，一时间打得难解难分，天昏地暗。叶晨带着女帝退到了100米开外，看着眼前仿佛被天灾肆虐过一般的战场，心中充满了震撼。方圆上100米的树林已被夷为平地，无数参天大树连根拔起，地面更是布满了一道道深不见底的沟壑。这就是宁刚境强者的破坏力。叶晨握紧了拳头，眼中闪过一丝渴望，每一次看都是这般的震撼。他现在也算是有点实力了，但在这种真正的强者面前依然十分无力。苏长河，你真要为这2个外人跟我拼个鱼死网破？久攻不下，李天霸有些急了。哼，鱼死网破，你也配？苏长河冷笑一声，手中长剑挥出一道惊天剑气，逼退李天霸。李天霸，你少在这里虚张声势！今日之事，我苏长河记下了，等我回去后便立刻修书一封，上书师尊，狠狠裁你一本，状告你在黑水城中横行霸道，鱼肉百姓，状告你为一己之私，竟然不顾大局，想要挑起大前王朝与玄阳宗之间的争斗。你猜猜，若陛下和朝中那些大臣知道了你的所作所为，你这个所谓的皇室旁支还能不能坐稳这郡守位子？此言一出，李天霸脸色瞬间变了。他虽然狂妄，但也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如今大前王朝看似强盛，却并非铁板一块，朝中各方势力盘根错节。苏长河的老师乃当朝丞相，权倾朝野，若自己真让他抓住了把柄，这个郡守恐怕要做到头了。更何况玄阳宗作为南方第1大宗，底蕴深厚，朝廷尽管一直想要打压，但也绝不愿意贸然行事。若真因为他的一己私欲引发了2大势力冲突，这个罪名李天霸担不起。你好，很好。李天霸恶狠狠地盯着苏长河，又看了一眼远处的叶晨和女帝，最终还是强行压下了心中杀意。苏长河，今日之事没完，咱们走着瞧。放下一句狠话，他冷哼一声，大袖一挥，带着手下人转身就走，很快便消失在了夜色中。看着李天霸离开，叶晨和女帝这才松了一口气，走到苏长河身边，看着气息略显急促的苏长河，叶晨一脸愧疚：苏伯父，对不起，都怪我们，让您惹下了如此大敌。若因为我们连累了您，叶晨万死难辞其咎。苏长河收起长剑，平复了一下气息，对叶晨所说的话却不怎么在意。贤侄不必自责，我和那李天霸本来就是政敌，水火不容。就算没有你们这事，他也会找别的理由针对我，不过是早点撕破脸皮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趁着他现在有鸡蛋，你们赶紧走，立刻返回玄阳宗。至于日后，苏长河叹了口气，
眼中带着一丝惆怅。不出意外的话，今年之后我会调往帝都任职，到时候天高路远，咱们再想见面就有些困难了。听到这话，叶晨也是一阵不舍。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苏长河对他的维护却是实打实的。苏伯父保重，日后若有机会，叶晨定去帝都看望您。叶晨郑重承诺。苏长河欣慰地点头。沉吟片刻后，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对了，还有一件事，1年后在帝都会有一场炼丹师大比。大前王朝有一官方机构，名为丹塔，乃是天下所有炼丹师心中的圣地。他们每隔几年便会举办一次大比，旨在吸纳有天赋的年轻炼丹师。苏长河说到这，直愣愣地盯着叶晨。我观你周身阳气丰沛，气血旺盛，这种体质乃是天生的炼丹奇才。若是你有成为炼丹师的想法，或者想要在丹道一途有所建树，不妨1年后来帝都找我，到时候我可恳请师尊出面，为你引荐一位丹塔名师，让你少走弯路。听到丹塔和炼丹师大比，叶晨心中一动。他身怀9品丹地的完整传承，脑子里的东西比这世上绝大多数炼丹师都要高深得多，自然不需要再去拜什么师傅。苏伯父的好意，叶晨心领了。不过实不相瞒，我在玄阳宗已经有幸拜入了一位炼丹长老门下，开始学习炼丹之术了。叶晨这番话半真半假，毕竟总不能逢人就说自己得了一个已故炼丹大师的传承吧？那种解释太招摇，也太容易引来杀身之祸。哦，原来如此。苏长河闻言，并未露出失望之色，反而长舒了一口气，神色欣慰。那就好，玄阳宗毕竟是大宗门，底蕴深厚，其中的炼丹长老想必也是造诣非凡。不过，即便你已经有了师承，这1年后的炼丹师大比，我还是建议你前来参加。为何？叶晨有些不解。苏长河解释道：简直有所不知，这丹塔与一般的宗门势力不同，丹塔并非一个严密宗派，而是极其松散却又拥有相当地位的炼丹师联盟组织。它不限制成员的出身，不限制宗门，也不限势力，只要你是大前王朝之人，炼丹术得到了丹塔的认可，皆可加入其中。哪怕你是玄阳宗弟子，也丝毫不影响你成为丹塔成员。听闻叶晨已在学习丹道，苏长河的语气此时也是变得有些激动。而且加入丹塔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首先，丹塔拥有全天下最齐全的丹方、最顶级的灵药渠道，以及最前沿的炼丹心得交流，这对于任何一个炼丹师来说都是无法拒绝的诱惑。其次，丹塔身份也是一种极好的护身符，哪怕皇室和个大宗门，对于丹塔的高阶炼丹师也是礼遇有加，不敢轻易得罪。最重要的一点是，据我所知，这一次的炼丹师大比，为了选拔出真正的天才，丹塔高层拿出了极其丰厚的奖励。若是能在大比中脱颖而出，或者夺得魁首，所获奖励将会超乎你的想象。听到这，叶晨的瞳孔猛地一缩，多谢苏伯父指点迷津。随后他深吸一口气，对着苏长河深深一拜。1年后，叶晨定当全力以赴前往帝都参加大比。好，有志气。苏长河哈哈一笑，拍了拍叶晨肩膀。那我就在帝都今后闲职的佳音了。此地不宜久留，李天霸那厮虽然走了，但难保不会杀得回马枪。你们赶紧上路，一切小心。苏伯父保重。叶晨和女帝再次抱拳行礼，告别了苏长河，两人不再耽搁，朝着玄阳宗方向疾驰而去。看着两人消失了的背影，苏长河周身元力涌动，化作一道青色长虹，冲天而起，径直朝着黑水城方向飞去。3日后，叶晨和女帝终于踏入了玄阳宗山门，他紧绷的神经才彻底放松下来。这一趟外出历练，虽然凶险万分，几度生死，但收获也是巨大的。回到宗门后，女帝便打了个哈欠，抱着同样有些蔫头耷脑的小白，回了两人所在的小院休整。这一路上，为了防备李天霸的追兵，他也没少耗费心神。而叶晨则没有休息，简单的洗漱了一番后，径直朝着师尊赵成所在的院子赶去。赵成正在院中晒太阳，反正现在也不能修炼，他索性也就开始享受生活了。看到叶晨平安归来，赵成也是露出了一抹笑容。回来了，没受伤吧？叶晨快步上前，恭敬地行了一礼。劳师尊挂念，弟子一切安好。那就好。赵成上下打量了叶晨一番，见他虽然有些风尘仆仆，但精气神却极其饱满，甚至体内的元力波动比离开时还要浑厚几分，不由得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次出去历练，感觉如何？可有什么收获？叶晨没有隐瞒，将这次在外面的遭遇大概说了一遍。从接取任务猎杀妖兽，到遭遇落叶镇镇长的算计，再到黑市见闻以及与李天霸的冲突，除了关于小白的真实血脉、万寿焚天鼎和父亲叶清风的传承之事被他略过不提外，其他的都如实相告。当听到叶晨竟然在机缘巧合之下收服了一头拥有神兽血脉的云翼白虎幼崽时，赵成的眼睛猛地亮了起来，连连叫好。好啊！云翼白虎乃是极为罕见的飞行妖兽，成年后实力堪比化灵境，收服此兽，日后必将成为你的一大助力。赵成显得很是高兴，比自己捡到了宝贝还要开心。随后他又像是想起了什么，神色微微一肃。对了，既然你这次历练收获颇丰，实力也有所精进，那有些事你就该准备准备了。3个月后便是咱们玄阳宗1年1度的外门大比，这场大比
旨在检验外门弟子的修炼成果，同时也决定了外门资源的分配。若是能在大比中夺得魁首，不仅能获得宗门奖励，更有机会进入藏宝阁挑选一件趁手的兵器，里面可是最高有玄阶上品兵器的。说到这，赵成看着叶晨，眼中满是期许。再者，掌门师兄已当着所有长老的面说过，要全力培养你，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为了服众，这次大比，你最好还是拿个好点的名次。如此一来，宗门在对你进行资源倾斜的时候，也没有人会有异议。叶晨闻言，当即挺直了腰杆：“师尊放心，3个月后的大比，弟子定当全力以赴。”好，有志气。赵成哈哈一笑，拍了拍叶晨的肩膀：“既然如此，你便回去好好修炼，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随时来找为师。”是。叶晨拱手告退。临走前，他想了想，又说道：“师尊，弟子这次外出偶有所得，打算闭关一段时间，尝试炼制一些丹药。”赵成闻言，并未多想，只是点了点头。炼丹一道博大精深，你既然有此天赋，多尝试也是好的。若是缺了什么药材，尽管跟为师说。本来叶晨炼丹所需的药材，他就可以提供，只是一开始就让叶晨直接拿，未免会让他觉得得来的太容易了些，对他心性不利。赵成才没有阻止叶白出去历练。多谢师尊。离开赵成那后，叶晨并没有直接回小院，先是去了一趟任务堂，将之前接取的2个任务提交了，顺利拿到了贡献度。叶晨马不停蹄地赶往丹堂。丹堂位于主峰的一处侧峰，并非独立山峰。叶晨用刚到手的贡献度，再加上储物袋里剩下的一些零食，一口气兑换了大量的低阶药材。这些药材虽然算不上珍贵，但却是炼制一品丹药的基础材料。做完这一切，叶晨才回到了他和女帝居住的小院。此时已是日落西山，小院内静悄悄的，女帝似乎还在闭关。叶晨没有打扰她，径直走进了旁边的一间空房，将其作为临时的炼丹房，随后唤出万寿焚天鼎，放置在房间中央。随着元力的注入，小鼎迎风渐长，化作半人高大小。呼，叶晨盘膝而坐，深吸一口气，调整着自己的状态。他这次打算炼制的并非是什么高深的丹药，而是一品丹药中最基础也是需求量最大的一种凝元丹。此丹药的主要功效是辅助开元劲武者修炼，能够加快元力的凝聚速度。虽然品阶不高，但对于开元劲武者来说也算是必不可少的消耗品。选择凝元丹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其材料便宜易得，就算炼废了也不心疼。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是那位丹道前辈传承中最基础的丹方，自然也最适合用来练手，同时可以熟悉万寿焚天鼎的特性。开始吧。随后只见叶晨目光一凝，屈指一弹，一缕金之火从指尖飞出，落入鼎中。轰！火焰瞬间升腾而起。随着丹炉预热完毕，叶晨也开始按照丹方中的记载，将药材逐步投入鼎中。明血草3株，去根留叶，白露花1朵，蓄以文火慢焙，赤杨果1枚，研磨成粉，最后加入。每一步操作都可谓是吹毛求疵，哪怕是木青长老过来，估计也没有叶晨细致。这就是9品炼丹师传承的恐怖之处。起火！当最后一味主要投入鼎中，叶晨低喝一声，体内气血翻涌，金之火开始暴涨。而后在万寿焚天鼎的加持下，金之火的温度被完美的控制在一个极其精准的范围内，这样既能快速提炼出药液中的精华，又不会损伤其药性分毫。滋滋滋，伴随着鼎内传来一阵细微的声响，药材在高温下融化提纯，随后一股淡淡的药香在房间内四处弥漫。凝！见此，叶晨也是注意力高度集中，捕捉着鼎内药液融合的最佳时机。就在那一瞬间，他双手猛地一合，成丹。嗡！万寿焚天鼎发出一声清脆嗡鸣，鼎盖自行飞起。紧接着5枚圆滚滚、晶莹剔透的丹药，伴随着一股浓郁至极的药香从鼎中飞射而出，落入了叶晨早已准备好的玉瓶之中。叶晨迫不及待地拿起一枚丹药，放在眼前仔细端详。只见这枚凝元丹通体呈现出一种乳白色，表面光滑如玉，没有丝毫杂质，甚至在丹药的表面还隐隐有着3道金色云纹在流转。这是……叶晨瞳孔猛地一缩，脸上露出了狂喜之色。极品丹药，竟然是极品丹药！在炼丹界，同样的一枚丹药，根据品质的不同，也分为下品、中品、上品和极品4个等级。寻常的炼丹师能保证每一炉都炼制出下品丹药，就已经算是合格了。稍有天赋者，或者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大概率能炼制出中品丹药。至于上品丹药，不仅需要极高的炼丹造诣，还需要一点点运气，往往10炉之中能出1、2炉，便足以让人称道。而极品丹药不仅药效是普通丹药的数倍，而且因为去除了所有杂质，服用后几乎没有任何单独残留，可以无限吞服。这种级别的丹药，哪怕是4品炼丹大师木青长老亲自出手去炼制，也不敢说有100%的把握能炼制出来。可现在叶晨仅仅是第一次炼丹，竟然就炼出了极品凝元丹，而且还是满丹，1炉5颗，颗极品。这万寿焚天鼎和金之火的配合简直逆天啊！叶晨看着手中丹药，忍不住感叹。他很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除了那份传承，最大的功臣就是这2样东西。万寿焚天鼎作为天阶法宝，其对于炼丹有着恐怖的加成效果，
而金之火作为三昧真火的第一阶段，其至刚至阳的特性，更是提炼药材杂质的无上利器，两者相辅相成，才造就了这等奇迹。稍微平复了一下激动心情，叶晨并没有就此满足，他将那瓶极品凝元丹收好，目光再次投向了面前小鼎。既然金之火效果这么好，那这鼎里自带的兽火呢？这可是天阶法宝自带的兽火，应该更强才对吧？带着一丝期待，叶晨再次取出了一份药材。这一次，他没有动用自己的金之火，而是尝试着去沟通鼎内的那团兽火。呼！随着法诀的运转，一团呈暗红色的火焰在鼎中升腾而起，与金之火相比，却是相差甚大。去！叶晨如法炮制，再次开始炼制凝元丹。然而，这一次的过程却并不像之前那么顺利。这兽火虽然威力巨大，但却并不像金之火那样与叶晨心意相通，控制起来略显生涩。而且，叶晨明显感觉到兽火在提炼药材纯度方面，似乎总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半个时辰后，砰一声闷响，鼎盖打开，3枚丹药滚落出来。叶晨捡起一看，眉头顿时皱了起来。这3枚凝元丹虽然成色也不错，但也仅仅只是达到了上品层次，表面甚至还有些许微小的瑕疵，与之前的极品丹药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奇怪，叶晨看着手中丹药，眼中满是疑惑。兽火明明是天阶法宝自带的火种，按理说应该比我那刚刚入门的金之火要强得多才对啊。金之火虽然是三昧真火神通，但也只是第一阶段，我现在甚至连气之火都还没点燃，怎么可能比得上这种天地异火？为什么练出来的效果差了这么多？叶晨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自己修为太低，无法完全发挥出这兽火的威力？还是说这三昧真火神通的品阶远要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恐怖？仅仅是最初使的金之火，就已经在本质上超越了所谓的天阶兽火。带着满肚子的疑问，叶晨找到了正在房中闭目养神的女帝。听完叶晨的困惑，女帝眸子里闪过一丝无奈，随后毫不客气地翻了个白眼。你还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三昧真火乃是无上神通，即便是在上界，也是那些顶尖大能都要眼红的绝世秘术。他所修出的火焰直指本源，其威能岂是区区兽火可比的？兽火说白了，不过是火属性妖兽体内的本命真火罢了。大部分兽火虽然威力尚可，但也仅此而已，并不见得有多么逆天。当然，兽火的上限也是极高的，比如传说中的太古金乌，其本命真火名为太阳真火，号称万火之祖，焚尽诸天，那便是兽火中的极致。当年那个跟本帝争夺地位，从而被本帝斩杀掉的六阳圣体，他在炼丹一道上登峰造极，其留下的传承中，其实就封印着一缕太阳真火的火种。只可惜那火种并不在此界，以你现在的实力，想都别想。叶晨听得有些发懵，但还是抓住了重点。那这万兽焚天鼎里的兽火呢？既然是天阶法宝，里面的兽火应该不差吧？差是不差，但也强不到哪去。女帝瞥了一眼叶晨手中小鼎，语气却是随意。本来他就不咋看得上这个鼎，区区天阶而已，里面的兽火竟然也是那么垃圾，现在更看不上了。这万兽焚天鼎虽然品阶不低，是天阶法宝，但他的前任主人显然运气不怎么样，或者实力不够，并没有找到什么真正厉害的能配得上这尊鼎的顶级兽火。这里面的火种估计也就是某种化灵境妖兽的普通本命火，用来炼制低阶丹药还行，但想要和你的三昧真火比，那是痴人说梦。叶晨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那神通之火和兽火到底还有什么本质区别？女帝想了想说道，兽火是妖兽的天赋，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能，而神通之火则是人类修世夺天地之造化，通过秘法修炼出来的人为掌控的天赋之火。前者靠血脉，后者靠悟性和功法。在同等层次下，神通之火往往更具灵性，也更适合人类修士操控。不过说到火焰，当年那个六阳圣体虽然实力不济，但在玩火这一道上确实是个鬼才。他曾耗费毕生心血，创立了一部惊世骇俗的功法，名为万火焚世诀。这部功法的核心便是要吞噬、融合天下万火，无论兽火亦或是神通之火，皆可融为一炉，融合天下万火。叶晨闻言，眼睛亮了起来，甚至连呼吸都变得急促了几分。这听起来比三昧真火还要霸道啊！不过女帝秀眉微蹙，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不知为何，那六阳圣体虽然创出了这部功法，但他自己直到陨落，也始终没有真正去修炼过，更没有尝试去融合任何一种火焰。或许是他发现了这功法有什么致命的缺陷，又或者是他还没来得及修炼就被本帝所灭。叶晨此刻哪里还管那么多，这种一听就很牛逼的功法，不学简直是暴殄天物。能不能把这功法也给我？叶晨凑上前，一脸讨好的看着女帝。女帝望着叶晨那副急切模样，有些犹豫。这万火焚世诀品阶极高，甚至触及到了一丝大道本源的门槛。虽然不知当年那个六阳圣体为何没练，但他隐隐有一种直觉，叶白拥有九阳霸体，且已经修成了三昧真火雏形的怪胎，或许真能驾驭这门功法。也罢，女帝叹了口气，最后还是伸出一根玉指，轻轻点在叶晨眉心。既然你想学，那便传给你。不过你务必要记住，这功法凶险异常，融合火焰的过程更是十分危险，稍有不慎便是引火自焚。在没有十足把握之前，
切不可贪功冒进。做完这一切，女帝收回手，看着正在消化功法的叶晨，心中暗暗盘算：这小子若是真能练成万火焚噬诀，日后对我恢复肉身倒是一大助力。想要重塑一具能够承载大地神魂的完美肉身，仅仅靠天才地宝是不够的，还需要最顶级的神火来淬炼凝形。普通的火焰根本无法满足要求，除非这小子能找到当年那个六阳圣体留下的太阳真火，或者是寻找到传说中凤凰一族的涅槃之火。但要是靠着这万火焚噬诀融合万火，说不定可以提前达到太阳真火或者涅槃之火的效果。想到这，女帝看向叶晨的目光中不由得多了一丝期待，希望你这九阳霸体能给本帝带来惊喜吧。叶晨迫不及待地盘膝坐下，他深吸一口气，也是艺高人大胆，直接开始尝试火焰融合。他心念一动，小心翼翼地从万寿焚天鼎内引出了一缕暗红色兽火。这缕兽火刚一离开鼎身，周围的空气中便莫名多了一股甜腻香气，火苗跳动间仿佛有无数粉红色的幻影在闪烁。之前在鼎中时尚且没有这般明显，他却不知这兽火的来历其实颇为特殊，源自一种名为六域魔蛛的化灵境妖兽。这妖兽虽然战斗力在同阶中不算顶尖，但却极为难缠和罕见。他们天生擅长编织幻境，更能操控生物的七情六欲，尤其是一身本命兽火，名为红尘欲火，不仅能灼烧肉身，更能勾动人心底最深处的欲望。当年那位王境强者虽然实力不俗，但想要击杀同级别的妖兽获取兽火也是难如登天。能够拥有强大兽火的妖兽，其战斗力无疑不是远超同境，所以那位到了最后也只能退而求其次，猎杀了一头化灵境巅峰的六域魔蛛，将其兽火封印在了鼎中。虽然品阶不高，但这红尘欲火在炼制某些特殊丹药或者对敌时干扰对方心智方面却有着奇效，也算是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其本身品阶不足的问题。融合，随着叶晨低喝一声，一缕红尘欲火缓缓钻入他的经脉，开始朝着丹田处的金之火靠拢。起初一切还算顺利，在万火焚噬诀的运转下，那缕兽火虽然有些抗拒，但还是被金之火至刚至阳的气息所压制。然而就在两者即将融合的那一瞬间，异变突生，轰！原本看起来温顺的红尘欲火仿佛受到了某种刺激，突然爆发出一股诡异的粉红色火焰。不过这火焰并未灼烧叶晨的经脉，反而是顺着他的血液直冲石海和脊椎大龙。这是什么？叶晨只觉得大脑一阵眩晕，此刻眼前仿佛出现了无数曼妙的身影在翩翩起舞，耳边更是传来了一阵靡靡之音。随后一股难以言喻的燥热感从丹田深处升起，瞬间席卷全身。红尘欲火勾动六欲，叶晨尽管意志坚定，但他毕竟是个气血方刚的少年，再加上九阳霸体本就阳气过盛，这一下自是难以抵挡。叶晨双眼瞬间变得赤红一片，呼吸粗重如牛，热，好热！一旁原本在闭目养神的女帝察觉到叶晨气息上的剧烈波动，猛地睁开双眼。当她看到叶晨那通红的皮肤和充满兽欲的眼神时，脸色不由大变。该死，怎么这么鲁莽，竟敢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直接融合兽火！女帝大呼不妙，刚想出手强行打断叶晨的融合，却发现已经来不及了。清雪，醒醒！女帝第一时间想要唤醒沉睡在石海深处的林清雪，这种事情还是让正牌妻子来处理比较好，她可不想跟这小子有什么不清不楚的纠缠。然而无论她怎么呼唤，林清雪的意识都毫无反应。林清雪此刻正处于深度沉睡和自我修复的关键时刻，根本无法唤醒。完了！女帝心头一沉。就在此时，叶晨已失去了最后的理智，他猛地抬起头，那双赤红的眸子死死地锁定了面前的唯一目标。吼！叶晨发出一声低吼，整个人如同扑食的饿虎一般，猛地朝着女帝扑了上来。你敢！女帝惊怒交加，想要闪身躲避，但她惊骇地发现，在这狭小的房间内，叶晨那九阳霸体所爆发出的恐怖速度和力量，使得她竟然避无可避。砰！一声闷响，女帝只觉得眼前一花，一股滚烫且充满了雄性气息的躯体已狠狠地碾压了下来，将她按在了床上。叶晨的双臂如同一双铁钳，强硬无比地禁锢住了女帝纤细的腰肢，滚烫的呼吸喷洒在她颈侧，让女帝也不由得有些心猿意马。之前都是看着叶晨和林清雪双修，虽然她可以感同身受，但终究没有亲自上场。现在放开！女帝刚想开口呵斥，叶晨已然吻了上去。不同于林清雪面对叶晨时的柔顺和配合，女帝的身体本能的紧绷，双手抵在叶晨宽厚的胸膛上，试图将他推开。但此刻的叶晨早已失去了理智，九阳霸体的蛮力在红尘欲火的催动下爆发到了极致，女帝的反抗在他面前简直如同蚍蜉撼树。其实归根结底，女帝本身也不排斥和叶晨发生一点亲密关系，更多的其实是过不去心理那关。衣衫摩擦的窸窣声在安静的房间内显得格外清晰。女帝那张万古冰封的绝美俏脸上，此刻早已布满了红晕，美眸中满是慌乱。她堂堂9天女帝，曾经镇压万界，令无数强者俯首称臣的存在，竟然被一个开元境小辈压在身下，肆意轻薄，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羞愤之中竟夹杂着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享受。该死，这该死的身体本能！女帝紧咬下唇，心中暗骂，但身体却越来越软。原本抵在叶晨胸口的手，不知何时已无力的垂下。就在两人意乱情迷之际，也不知是习惯成自然还是怎么的，阴阳宝典突然自行运转起来。轰！一股磅礴的纯阳之力从叶晨体内涌出，顺着两人交融的身体疯狂地灌入女帝体内。与此同时，女帝体内的至阴本源也被这股力量牵引，化作一道清凉的溪流，回流进叶晨的经脉。刹那间，前所未有的舒爽感席卷了女帝。她此刻也是发现，这一次阴阳互补的效果，竟然比以往叶晨和林清雪双修时要强上10倍不止。原本需要数10天才能修复的一道细微裂痕，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愈合。这怎么可能？女帝满脸不可置信，心中也是掀起了惊涛骇浪。难道是因为本帝亲自掌控这具身体，神魂与肉身完美契合，所以双修效果达到了最大化？这一发现让女帝喜忧参半。虽然找到了快速修复神魂的捷径，但难道以后想要尽快恢复，她都得亲自上阵，和这个小混蛋做这种羞人之事？该死的！就在女帝内新天人交战之时，叶晨体内的变化却更为惊人。随着阴阳宝典的高速运转，那股阴阳之力开始平衡他体内的一切力量。原本在叶晨丹田中互相排斥，甚至差点让他走火入魔的金之火和红尘欲火，在这股阴阳之力的调和下，竟开始变得温顺起来。金色金之火与粉红色的红尘欲火相互交织缠绕，最后都在阴阳之力的挤压下慢慢融为一体。随后，一朵带着淡淡金粉色光晕的火焰在叶晨丹田中缓缓成型，既保留了金之火的至刚至阳与燃烧气血特性，同时又完美融合了红尘欲火那种针对神魂勾动欲望之能。这真就融合了。感受到叶晨体内的变化，女帝再次震惊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阴差阳错地帮叶晨完成了万火焚噬诀的第一步。要知道，融合火焰乃是九死一生的险途，稍有不慎，便是一个生死道消。可现在，在这阴阳之力的调和下，一切竟是水到渠成。这阴阳宝典到底是什么凭借地功法，竟连融合异火这种逆天之事都能辅助到？女帝无语了，心中对这部功法的评价再次拔高了一个档次。但紧接着，她又想到了一个令她头皮发麻的问题：这难不成以后这小子每次融合新的火焰都要拉着本帝来这么一次？一想到那个画面，女帝只觉得两眼一黑，差点给晕过去。而此刻，随着两种火焰完美融合，一股庞大到恐怖的能量反哺回了叶晨的经脉中。虽然处于无意识状态，但叶晨的身体本能地引导着这股能量。第8条、第9条元脉瞬间被贯通，浩瀚的元力在他体内奔腾咆哮，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大周天循环，只差最后一条便可成功奠基黄境之基。随着最后一丝阴阳之力被吸收殆尽，房间内的动静终于渐渐平息，叶晨沉睡了过去，而女帝则是瘫软在床上，衣衫凌乱，香汗淋漓，看着身边那个罪魁祸首，眼神复杂到了极点，羞恼、无奈、震惊以及一丝连他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在他心底悄然滋生。第二天早上，叶晨迷迷糊糊地睁开了双眼，此刻只觉得浑身舒坦，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尤其是在丹田处的那股奔腾不息的浩瀚元力，让他有了一种想要仰天长啸的冲动。这种感觉我又突破了。叶晨下意识的内视己身，却是发现自己周身9条元脉竟然全部贯通。此刻9条元脉串联在一起，元力如大江大河般奔涌。9脉，我竟然直接到了9脉！就在叶晨欣喜若狂之时，眼角的余光突然瞥见了躺在一旁的曼妙身影。那人衣襟半解，露出一抹雪腻相间，如瀑的青丝此时洒落在枕边，而绝美脸庞上还带有一丝尚未褪去的红晕，仅仅惊鸿一瞥，便让人惊心动魄。清雪，叶晨心中一动，下意识想要伸手去摸旁边家人的脸庞。然而，就在他的手即将触碰到对方脸颊瞬间，那紧闭的美眸却是猛然睁开，眼神中没有林清雪惯有的依恋，反而是女帝。叶晨惊呼出声，伸出的手僵在了半空，整个人如遭雷击，脑子瞬间宕机了。怎么会是女帝？应该是清雪才对啊！难不成自己昨晚就这么抱着女帝和她亲热了一晚上？随后，无数零碎画面涌入了叶晨的脑海中，而回想起一些事情后，叶晨也是倒吸一口凉气，只觉得头皮发麻。完了，这次是真完了，直接捅破天了。还没等他想好怎么解释，一只晶莹剔透的玉足已狠狠地踏在了他胸口，伴随着一声凄厉惨叫。啊！叶晨直接从床上飞出，重重摔在了门外的院子里。房间内，女帝抱着被子坐起身来，看着外面连滚带爬的狼狈身影，此刻她绝美的俏脸上也是红得快要滴出血来了。该死，真的该死！本帝怎么就跟这混蛋睡了一晚上？而且还一想到自己昨晚在叶晨的引导下，竟也沉沦其中，甚至还主动配合了几次，女帝就恨不得找个地缝给钻出去。这混蛋，他要是敢乱说，本帝非把他挫骨扬灰了不可。而此刻，院子外的叶晨回头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心有余悸地咽了口唾沫。乖乖，这劲儿可真大呀！虽然被踹了一脚，
但叶晨心里却并没有多少怨气，反而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不管怎么说，确实是自己理亏了。融合兽火失控，强推了人家女帝这事儿，要是换做别人，估计早就被女帝一巴掌给拍成肉泥。现在只是挨了一脚，简直赚大了。不过这事儿绝对不能提，对，打死也不能提。叶晨暗暗告诫自己，女帝没有当场发飙，那就说明这事儿有回旋的余地。只要自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直接把这事儿烂在肚子里，以女帝的傲娇性格，肯定是不会主动提起这桩丑事的。对，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叶晨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那股旖旎，整理了一下衣衫，逃也似的离开了小院。叶晨并没有乱跑，而是前往了丹堂。还未走近，一股浓郁药香便扑面而来，让人闻之精神一振。如今他虽然拜了赵成为师，但还没有举行正式的入门仪式，身上穿的依旧是普通外门弟子服饰。再加上他入门时间短，面容陌生，走在这人来人往的丹堂中，并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他径直来到丹堂大殿的1楼大厅，这里是专门负责宗门贡献点兑换和药材交易的所在。大厅极为宽敞，四周设立了数10个兑换窗口，每个窗口前都排有长队。叶晨找了一个人相对较少的窗口排了过去。他今天来主要是为了将昨晚炼制的几瓶极品凝元丹兑换成贡献点，毕竟想要在3月后的外门大比中一举夺魁，仅靠现在这点修为可远远不够。他需要兑换一些辅助修炼的高级资源，或者炼制更高级丹药的灵草，而极品丹药无疑是兑换贡献点最快也是最暴利的途径。就在此时，一道十分傲慢的声音从他身后转了过来：“哪来的乡巴佬，没长眼睛吗？竟敢挡本少爷的路！”话音未落，一只手却是直接伸过来，想要将叶晨一把推开。见此，叶晨步伐微错，身形微微一晃，轻而易举地躲过了那只手。那人推了个空，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没站稳，顿时引得周围排队的弟子一阵低笑。稳住身形，那人脸色长成了猪肝色，转过头恶狠狠地瞪向叶晨。叶晨这才看清来人的模样，是一个身穿丹堂服饰的青年，约莫20出头，长得倒是人模狗样，只是一双眼里满是傲气，鼻孔几乎要翘到天上去了，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欠揍模样。在他身后还跟着2个点头哈腰的狗腿子，都一脸凶相地盯着叶晨。小子，你敢躲！青年一指叶晨，叶晨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并未理会，转身继续排队。嘿，我跟你说话呢，聋了！青年见叶晨竟敢无视自己，顿时觉得受到了极大侮辱，几步冲到叶晨面前。怎么不认识本少爷？青年双手抱胸，一脸傲慢地抬了抬下巴，竖起你的狗耳朵，听清楚了，本少爷韩风，丹堂2品弟子，可是顾子轩顾师兄的人。听到顾子轩3个字，原本还在看热闹的其他弟子脸色顿时变了变，眼中的戏谑瞬间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忌惮，甚至有些胆小的已悄悄往后退开了。顾子轩那是宗主莫问天的亲传弟子，玄阳宗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不仅天赋卓绝，更是出了名的笑面虎，谁也不敢轻易得罪。韩风见众人这副反应，更加得意了，斜眼看着叶晨，极其不屑地嘲讽起来：“就你这穷酸样，穿个外门弟子的破衣服，也好意思说自己是来换丹药的？赶紧滚开，不要耽误本少爷时间。顾师兄还等着我去送东西呢，若是耽搁了顾师兄的大事，把你卖了都赔不起。”叶晨闻言，眼中闪过一丝冷意。顾子轩带自己去小院，表面上温文尔雅，实则阴险虚伪的那个家伙。当时女帝还提醒自己，说他不像好人，自己还不怎么相信，没想到他手下之人竟是这么副德行。叶晨懒得跟这种狐假虎威的小丑过多废话，直接无视了他，转身走到柜台前，将手中玉瓶放在了桌上，看都不看韩风一眼。叶晨对着柜台里那个还在打瞌睡的执事说道：“兑换贡献点，验货。”你竟敢无视我！韩风见叶晨如此不识抬举，一张脸不由黑成了锅底。他在这丹堂混迹多年，仗着顾子轩的事向来是横着走的，哪个弟子见了他不得毕恭毕敬？今日竟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生面孔给无视了。好，很好！韩风怒极反笑，阴恻恻地退到一边，抱起双臂，一副看好戏架势。我倒要看看你能拿出什么好东西来。柜台里的执事打着瞌睡被吵醒，心里正憋着一肚子火。韩风背后的顾子轩他惹不起，自然只能把火气撒在这个看起来并无背景的外门弟子身上。本想随便敷衍2句把叶晨赶走，卖韩风一个面子，结果他刚要开口，却正好对上了叶晨那双眸子，眼神中没有丝毫畏惧，反而透着一种让人心悸的漠然，仿佛在他眼中，无论韩风还是自己这个执事，都不过是随手可以碾死的蝼蚁。执事心头一惊，到了嘴边的呵斥声硬生生地咽了回去。这小子的眼神怎么这么吓人？鬼使神差下，他没有发作，而是僵硬地伸出手，拿起了被叶晨放在桌面上的玉瓶。一旁韩风见状，嘴里不断骂骂咧咧的：“我看你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刘执事，你可要看仔细了，别让这小子拿什么泥丸给你糊弄过去。若发现是假药，就直接抓起来送执法堂去，让他知道这丹堂的规矩。”刘执事点点头，漫不经心地拨开了瓶塞。然而就在瓶塞掀开的那一刹那，一股浓郁到极致的丹香瞬间从小小的瓶口爆发了出来。这股香气之浓郁，甚至在空气当中都凝成了实质。远远看去，
一道淡淡的如同白雾般的云气缓缓从瓶口升腾而起，盘旋不散，宛如一朵祥云。这是丹云雏形。刘执事的手猛地一抖，差点没拿稳瓶子。原本漫不经心的表情瞬间凝固了，他死死盯着瓶口升腾而起的白雾，嘴唇哆嗦起来。这是极品丹药才会出现的丹云雏形，怎么回事？又怎么可能？在丹堂干了10几年，他经手的丹药没有1万也有8000了，哪怕是上品丹药也见过不少，但能生出如此异象的丹药，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要知道，只有丹药纯度达到了完美无瑕的地步，并且药力凝练到了极致，才会引动天地元气，形成这一异象。换句话说，这都已不是普通的极品丹药了，而是极品中的极品，传说中的完美品质。整个丹堂大厅此时同样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随着那异香扩散，原本排在其他窗口的人，或是周围正在交谈的，纷纷停下了本有的动作。他们一个个耸动着鼻子，循着香味围了过来。好浓郁的丹香，这是什么丹药？天啊，你们看，那瓶口上竟有白雾盘旋，这是传说中的丹云雏形，极品，绝对是极品丹药。我们玄阳宗什么时候出了一位炼丹大师？众人看着刘执事手中的小小玉瓶，眼里满是震惊，议论声此起彼伏。而被众人挤到了一边的韩风，神色难看至极，脸上一阵青一阵白，就像是吞了一只死老鼠一般恶心。他怎么也没想到，区区一个外门弟子竟会拿出了一瓶极品丹药，而且还是那种能生出异象的极品中的极品。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韩风指着叶晨，眼神阴毒，就凭你一个刚入门弟子，怎可能炼出这等级别的丹药？说是不是你偷的？你是偷了哪位内门长老的丹药来这里招摇撞骗？来人，把他抓起来！一边喊着，韩风一边伸手朝刘执事手中的玉瓶抓去。他打定了主意，要把这瓶丹药抢过来。反正在他背后有顾子轩撑腰，侦查起来也没人能把他怎么样。看着韩风伸过来的那只手，叶晨眼中闪过了一丝杀意。老虎不发威，还真当自己是病猫啊！随即他体内的元力开始运转，准备给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一点教训。而就在此时，放肆吵吵闹闹成何体统？一道威严的声音传出，瞬间盖过了大厅内所有的喧嚣。紧接着便是化灵境强者的恐怖威压迸发而出，让在场所有人呼吸都是一滞。韩风伸出去的手僵在半空，脸上表情也即刻凝固住了。只见一位身穿青色炼丹师长袍、须发皆白的老者，黑着一张脸，大步流星地从内堂走出来。此人正是丹堂堂主，玄阳宗唯一的4品炼丹大师穆青。穆青此刻的心情可谓是差到了极点。他刚才正在内堂潜心研究叶晨之前给他的那张2品丹方，正到了关键时刻，突然被外面一阵阵的喧哗声给打断了思路。对于一个炼丹痴人来说，这种被打断的痛苦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都在干什么？穆青目光如电，冷冷地扫过大厅内的众人，最后落在了韩风和刘执事身上。丹堂乃清净之地，岂容尔等大声喧哗，拉拉扯扯？面对穆青长老的怒火，在场所有的弟子都是噤若寒蝉，一个个低着头，大气都不带喘的。而韩风却眼珠子一转，直接走到了穆青长老跟前，指着叶晨恶人先告状：“穆长老，您来的正好，就是这家伙，他拿了一瓶来历不明的丹药，非要强行兑换贡献点。弟子怀疑这丹药是他偷来的，正要盘问，他不仅不配合，还大声喧哗，扰乱秩序，甚至还想要打人。如此败类，简直就是我玄阳宗的耻辱，还请长老明察秋毫，将其严厉惩戒，以正视听。”韩风的这一番话说的那叫一个义正言辞。周围弟子们虽然知道真相，但迫于韩风的淫威，一个个都缩着脖子没敢说话。穆青长老闻言，眉头却是皱更紧了。他顺着韩风的手指看去，神色愣了一下。叶晨这小子怎么会在这里？这里是兑换丹药的地方，难道他炼出丹药了？这才过去了多久？然而还没等穆青开口询问，他的鼻子却是微微抽动了几下，一股药香钻入鼻腔。这个味道，穆青瞬间脸色大变，猛地转过头，死死地盯着刘执事手中那个玉瓶。拿来！一声低喝，穆青长老根本不给刘执事反应的机会，直接一把将玉瓶夺了过来。而这一幕更是让在场所有人都看傻了。韩风心中暗喜，想来穆长老一定发现了这丹药有问题，才会如此气急。急切，这小子死定了！然而就在下一秒，只见穆长老小心翼翼地从里面倒出一颗乳白色丹药，放在手心。他凑近了一阵端详，甚至还用指甲轻轻刮下一点粉末，放入嘴里品尝1、2。随着动作的持续，穆青长老那张原本严肃古板的脸上，表情开始精彩起来。先是震惊，再是愕然，最后是狂喜。再仔细打量那丹药，只见圆润饱满，色泽晶莹如玉，在丹药表面还浮现着3道浅浅的金色晕纹，正是极品丹的标志。让他不可思议的是，这枚丹药内部结构也是完美无瑕，没有一丝一毫的杂质。极品明元丹！穆青长老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直接惊呼出声，拿着玉瓶的手都在微微颤抖。纯度10成，无丹毒，这简直就是夺天地之造化的神丹啊！到底是哪位大师的手笔？穆长老猛地抬起头，目光灼灼地扫视全场，声音因激动而变得有些高亢。哪怕是老夫，也只能保证炼出上品丹药，偶尔运气极好才能出那么一炉极品，
但也绝对到不了如此地步。能炼出这种丹药的人，其丹道造诣绝对在老夫之上，甚至整个大前王朝都没有人能与其相比。这话一出，全场哗然。什么？大师手比穆长老还要厉害的炼丹大师？我的天，那这丹药……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了那个神色淡然的少年。穆青长老见此也是一愣，虽然刚才韩风诬告叶晨，但他却是没将这瓶丹药与叶晨联系起来。毕竟叶晨才多大，这小子才刚拜入赵城门下没几天，就算天赋再妖孽，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从未接触过炼丹的门外汉，一跃成为能炼制出完美品质丹药的绝世大师啊！根本就是违背丹道常识的。叶小子，你老实告诉我，这丹药该不会是那位给你的吧？他下意识地以为这是给叶晨留下传承的那位前辈炼制。然而叶晨淡淡一笑，摇头否认了。穆长老误会了，这丹药是弟子昨晚闲来无事，自己随手炼出来的。什么？穆青长老闻言，整个人一僵，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你自己炼的？随手？第一次炼丹，随手一炼就是极品满丹？这特么的还是人吗？就在穆青长老还在怀疑人生之际，一旁的韩风却依旧不死心。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穆长老，您别被他骗了，就凭他一个外门弟子，怎可能炼出这种丹药？我看这丹药分明就是他从哪里偷来的。啪！韩风的话还没说完，一记响亮耳光便狠狠地抽在了他脸上。这一巴掌力道之大，直接把韩风整个人抽得原地转了好几圈，半边脸瞬间肿得像个发面馒头，嘴角更是溢出了猩红鲜血。闭上你的臭嘴！穆青长老怒目圆睁，指着韩风的鼻子破口大骂：自己没本事，就以为全天下的人都跟你一样是废物吗？叶晨什么人？老夫比你清楚。他既然说是自己练的，那就是他自己练的，岂容你这等心胸狭隘之辈在此污蔑？穆青长老虽然醉心丹道，不问世事，但他对叶晨的印象极好。这小子不仅天赋卓绝，更重要的是重情重义，为了救师父赵成，甚至不惜自毁前程，拜入赵成这个废人的门下。如此人物，怎可能去偷鸡摸狗？从今天起，罚没你半年修炼资源，再去给老夫洗3个月的丹炉。若再敢让老夫听到你在背后乱嚼舌根，就直接给老夫滚出丹堂！韩风被这一巴掌彻底打懵了，他捂着红肿的脸颊，呆呆地看着暴怒的穆青长老，又看了看一脸淡然的叶晨，直到现在也没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穆长老会如此维护一个外门弟子？为什么这个穷酸鬼能拿出这种逆天的丹药？是弟子知错。虽然心中充满了怨恨，但在穆青长老的威压下，韩风连个屁都不敢放，只能低着头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他暗中看向叶晨的眼神却是更加的阴狠怨毒了些。叶晨是吧？你给我等着！极品丹药？哼，你能炼出极品丹药，身上肯定有什么了不得的重宝或者是传承。这件事我一定要告诉顾师兄。顾师兄正处于突破的关键期，若是知道你身上有这种能炼制完美丹药的秘密，绝对不会放过你的。韩风在心中恶狠狠地发誓，随后灰溜溜地钻出人群，狼狈不堪地逃离了丹堂大厅。随后化灵境强者的恐怖威压再次横扫全场，让原本还想看热闹的众弟子只觉得胸口一闷，如遭重击。都围在这里干什么？很闲吗？不用修炼了，不用炼丹了，10息之内全部给老夫滚蛋，否则扣除当月所有贡献点，罚去后山面壁思过3个月。此言一出，大厅内瞬间一阵鸡飞狗跳，原本还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顿时作鸟兽散，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生怕慢了一步出了这位穆长老的眉头。转眼间，原本喧闹的大厅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那个还在瑟瑟发抖的刘执事。你也下去吧，今日之事不准对外多嘴。穆青淡淡的吩咐了一句。是，弟子明白，弟子告退。刘执事如蒙大赦，连忙躬身行礼，逃也似的离开了柜台。处理完这些闲杂人等，穆青这才转过身看向一直神色淡然的叶晨：你跟老夫进来。说完，他背负双手，径直朝着内堂走去。叶晨耸了耸肩，神色平静地跟了上去。刚一进门，随着房门关闭，隔绝阵法开启，穆青那原本紧绷着的严肃面孔瞬间垮了下来。他快步走到桌前，再次掏出那个玉瓶，将那几枚极品凝元丹倒在掌心，举到叶晨面前，声音都有些微微颤抖：小子，这丹药到底是怎么回事？叶晨看着穆青那副激动的模样，也没打算隐瞒，毕竟在玄阳宗魂，想要获取更多的资源，展露一定的实力是必须的。而且他也相信穆青的人品，刚才在外面多有不便，这会听到叶晨的话，穆青也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像看怪物一样上下打量着叶晨。如果老夫没记错的话，你接触炼丹术满打满算也不超过3天，3天时间就能炼制出极品凝元丹，而且还是生出了丹云雏形的完美品质，这怎么可能？穆青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要崩塌了。他沉浸丹道数十年，自问也是天赋异禀，可当年他炼制出第一枚下品丹药，也足足花了3个月的时间。至于极品丹药，那更是他晋升3品炼丹师之后才偶尔能炼制出来的。叶晨见状，只能半真半假的解释，或许是因为弟子体质特殊的缘故吧。长老也知道弟子乃是纯阳之体，天生对火焰有着极强的亲和力，所以在控火方面比常人要容易一些。再加上之前在那位前辈的传承中，也确实看到过一些关于炼丹的心得感悟，
昨晚尝试了一下，没想到运气好，竟然真的练成了纯阳之体。穆青喃喃自语：老夫本以为你的纯阳之体只是在控火上有些优势，炼丹方面虽然会比常人厉害，但也厉害的有限，却没想到竟然能厉害到这种地步，简直就是妖孽。穆青看着叶晨，眼中的光芒越来越亮。一开始老夫还以为这丹药是你从那位前辈留下的传承里拿出来的存货，毕竟能炼制出这种完美品质丹药的人，至少也得是5品以上的炼丹大师。没想到啊，没想到。说到这里，穆青突然重重地叹了口气，一脸懊悔地拍了拍大腿。唉，老夫现在是越来越后悔了，当初就该厚着脸皮，坚持把你收到我们百草峰来。若你能直接拜入老夫门下，由老夫亲自调教，不出10年，不5年，你绝对能超越老夫，成为大前王朝最年轻的4品炼丹大师。穆青越说越觉得心痛，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真是让赵成那家伙捡了个天大的便宜。他何德何能，竟能收到你这种妖孽徒弟，真是走狗屎运了。看着穆青长老一副捶胸顿足的样子，叶晨有些哭笑不得，只能尴尬的嘿嘿一笑。长老言重了，师傅待我挺好的。哼，他敢对你不好，他要是敢亏待你，老夫第一个废了他。穆青吹胡子瞪眼的哼了一声，随后他平复了一下情绪，神色变得郑重起来。小子，既然你有如此天赋，那有些规矩咱们就得改了。以后你炼制出来的这种极品丹药，千万不要再去外面的窗口兑换，直接送到老夫这里来。只要是这种品质的，有多少老夫收多少。至于贡献点，老夫会按照正常丹药价格的10倍给你结算贡献点。10倍，听到这个数字，饶是叶晨早有心理准备，也不由得惊呼出声，眼睛瞪得滚圆。长老，您没开玩笑吧？差这么多吗？极品丹药虽然珍贵，但在叶晨的认知里，顶多也就翻个3、5倍罢了。10倍，这岂不是抢钱？看着叶晨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穆青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你懂个屁！你以为极品丹药仅仅是因为药效强一点吗？穆青拿起一枚凝元丹，指着晶莹剔透的丹体，耐心地解释：是药3分毒，这道理你应该懂吧？寻常丹药，哪怕是上品丹药，其中也必然蕴含着一定量的杂质，也就是所谓的丹毒。修士服用丹药修炼，虽然速度快，但体内丹毒也会随之积累。一旦丹毒积累过多，不仅会影响根基，导致境界虚浮，甚至会阻断日后的晋升之路。所以，一般人每服用一枚丹药，往往需要花费数日甚至数月的时间去炼化体内丹毒，根本不敢连续吞服。说到这里，穆青的语气变得有些狂热。但是极品丹药则不同，